山门前，魔云翻涌，遮天蔽日。随着一声震天巨响，数十艘巍峨巨舟在护宗大阵前缓缓降落，飞舟两侧降下舷梯，轰然落地。还愣着干什么？到地方了，都给我滚下去！随着一声厉喝，无数少年少女如惊弓之鸟，争先恐后的从飞舟上涌出。秦晨一脸懵逼，身不由己，被人群裹挟而下。不是，我不就是上班摸鱼，偷偷睡了一觉吗？这给我干哪来了？跟随着人流行进的同时，一段陌生的记忆骤然涌入脑海。片刻后，秦晨倒吸一口冷气，给因为拥挤而燥热无比的身体降了个温。情况有点不太妙啊！神舟飞船都没坐，就把自己干出地球了。根据原身的记忆，他现在所在的大陆名为神武大陆，和地球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里的文明似乎发展出了另一个技能树。修仙。神武大陆上，每个人出生时都自带灵根，而能修炼的人万中无一。绝大多数人的灵根都不适合修炼，只能老老实实的当个普通人。为了发展，各大宗门都会定期从下辖的势力范围内搜寻适合修仙的苗子，带回宗门培养。而秦晨便是通过了灵根测试，被带回宗门。至于这个宗门，秦晨抬头看去，面前正是宏大的山门。山门高于100尺，通体以玄石铸就，上面满是岁月侵蚀的痕迹，光是看上一眼便有种让人窒息的压迫感。而山门的最高处，3个大字流光溢彩：合欢宗。我勒个豆！秦晨目瞪口呆，这么刺激的吗？怎么合？怎么欢？快！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拜入师门，一展雄风了。想我一夜七次郎，今日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秦晨正想着，前方突然传来一声暴喝：走快点！你们这些人去盯好飞舟！秦晨根本不用动脚，就被人群裹挟着走进山门，登上一艘小型飞舟。飞舟只能容纳20人左右，上满人后，站在船头的大汉便控制着飞舟缓缓升起。与此同时，无数艘小型飞舟犹如蒲公英般迎风起飞，朝着各自的目的地驶去。飞舟上看着下方浮动的云海，秦晨忍不住想要仰天长啸。没有老爷爷，没有至尊谷，没有童子，那又如何？老子统统不需要，老子的特长就是特长。合欢宗，惊恐吧，颤抖吧，准备迎接你们的神。咚，飞舟落地。柳师姐，这些就是今年送来的炉鼎，您查验一下。刚落地，控制飞舟的汉子就跳下飞舟，快步走到一名女修士面前，躬身抱拳，神色恭敬无比。只一瞥，秦晨的目光就被瞬间吸引了过去。不愧是合欢宗的女修，果然和想象中的一样。这女修身穿一袭淡紫色的工装长裙，内搭浅粉色的丝绸裹胸，漆黑长发用一根淡蓝色的玉簪挽起，简直是玉洁本玉。不过她那双摄人心魄的桃花眼，又眼角下方的泪痣，以及莲步轻移时显露出的开到大腿根的高叉，则又是另一种妩媚的风情。很难想象，清冷高傲和风情万种这2种截然不同的气质，竟会毫不违和地出现在同一人身上。不得不说，合欢宗出品必属精品，辛苦师弟了。柳寒冰淡然开口，声音清冷，犹如珠落玉盘。等等！秦晨猛地瞪大眼睛，刚刚不小心开了自瞄，光顾着看腿了，似乎差点漏掉一个重要的信息。什么玩意？炉鼎？我不是天选之子吗？什么时候成炉鼎了？吸收完这批炉鼎，师姐也要成功结丹，进入内门了吧？师弟在此提前恭喜了。大汉再次抱拳。合欢宗分为内门和外门，地位可以说一个天一个地，弟子中结丹期才有资格进入内门。柳寒冰点头。不过这件事事关重大，这些炉鼎乃是宗门资源，我私自扣押用来修炼，一旦传出去会引起不小的麻烦，所以大汉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连忙指天发誓：师姐，我就是一个收钱办事的，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用道心起誓。话还没说完，胸口忽然传来一股凉意，他低头看去，只见柳寒冰用来盘头发的玉簪不知何时已经贯穿了他的胸口，留下一个血淋淋的大洞。师弟，不是我信不过你，而是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哦，不对，咱们合欢宗至少有3种手段能让死人开口，所以只能对不起了。话音落下，柳寒冰玉臂轻轻一挥，一股诡异黑雾从他的袖口钻出，席卷住大汉的身体。贱人，你不得好死！大汉凄厉的嘶吼出声，黑雾剧烈翻腾，仅仅片刻，大汉的尸体便化为一捧灰烬。一阵阴风吹来，顿时随风而散，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柳寒冰抬手收回玉簪，随意的插回到头发里。与此同时，诡异的黑雾带着几分血色钻回到柳寒冰的袖口。非洲上的20名炉鼎看着此情此景，全都目瞪口呆，尤其是秦晨，简直是大受震撼。这他妈就是魔道宗门吗？动不动就杀同门，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跑！有人刚喊出半个字，柳寒冰的美眸便送来一抹不屑的目光。明明是妩媚至极的桃花眼，此刻却闪烁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意。蝼蚁！柳寒冰不屑的冷哼一声，随即诡异的黑雾再次喷涌而出，席卷住非洲，将其带向山峰腹地。山腹内，柳寒冰早就在四周布好了隔音和隔绝、灵力探查的大阵。为了突破结丹期，他已经用光了所有的积蓄。此次私自扣押宗门的炉鼎，乃是孤注一掷，只要利用这20名炉鼎突破到结丹期，便达到了那位大人物的要求。到时不仅能进入内门，甚至还有可能成为长老亲传弟子。想到这，
柳寒冰冷傲的脸蛋上终于露出一丝笑意，他将20名炉鼎投入血煞大阵中，随即坐到阵眼之上。下一刻，大阵轰然运转起来。而秦晨看着眼前闪烁着血色光芒的阵法，彻底绝望了。此情此景，他不由得想起一个非常著名的小说开头，第1章陨落的天才。不过自己这剧情展开实在不对劲啊，刚穿越就要嘎了。就在这时，他眼前忽然一阵恍惚，再睁开眼时，却发现眼前多了一个半透明的光幕。姓名：秦晨，年龄18，境界无，功法无，法宝无，特殊天赋无。看着眼前的光幕，秦晨差点喜极而泣。童子哥，之前是小弟的声音大了点。秦晨华贵，本想靠着勤奋努力做出一番成就，但老天爷不给自己机会啊！这不，系统到手，直接开乱杀模式。童子哥，先把这娘们弄死，看看实力！秦晨心中大吼。几秒钟过去，毫无反应。童子，弄他啊！这鬼阵法要启动了。秦晨开始着急了。几秒钟过去，还是毫无反应。统哥，加载完了吗？启动啊！不是，系统，你干鸡毛呢？系统小儿，给你脸，不要是吧？干林娘的狗系统，你他妈耳聋了！老子！秦晨心中怒吼还没结束，面前的半透明光幕忽然闪烁起来。下一刻，秦晨的个人信息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座精致的小塔。赠送绑定道具成功，仙宝轮回塔。轮回塔宿主死亡后将会重生至绑定的时间节点，重生后可在上一世中获取的境界以及宝物中任选其一进行永久保留。轮回塔共99层，宿主每次死亡后将会由系统进行表现评定，在对应层点亮魂灯，评定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白、绿、蓝、红、金。评定等级白无奖励，评定等级绿、蓝获得随机开局道具奖励，评定等级红、金获得特殊天赋奖励。童子哥，那什么，刚刚小弟声音确实大了一点，现在人多，等人少了小弟单独给你选一个。秦晨再次华贵，99条命，还带存档的。童子哥这是给他开了个重生挂呀，这要是还玩不明白，不如找块豆腐撞死算了。就在这时，柳寒冰的目光透过血煞大阵落在了秦晨身上，他神色复杂，你把衣服脱了，滚过来。啊，我脱衣服？秦晨指向自己，一脸错愕。再废话，我就将你抽魂炼魄，让你受尽神魂之苦。柳寒冰怒喝一声，身形却有些摇摇欲坠。秦晨不明所以，于是以不变应万变，真是搞笑，老子又不是出来卖的，你说脱就脱。再说了，有轮回塔这逆天仙宝，这一世死了又能如何？当务之急是想想下一世要如何破局。见秦晨丝毫不动，柳寒冰双眸中顿时闪过一抹厉色，找死！他心念一动，诡异黑雾再次出动，将秦晨从血煞大阵中席卷而出。秦晨眼前一黑，还没反应过来，便已经摔落在柳寒冰面前。他心中不由得一阵惊诧，这女人不仅是美得过分，实力更是深不可测。光是站在她面前，就感觉阵阵寒意刺骨。下一刻，秦晨猛地一怔，他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一样。卧槽，老子衣服去哪了？那黑雾到底对自己做了什么？浑身上下一件都没剩。柳寒冰看着眼前的男人，双颊浮起淡淡的红色，眼神中也掠过一丝慌乱。他虽是合欢宗的弟子，但到现在仍处子之身，实在是没见过如此阵仗。合欢宗内外门弟子修炼只有2种方式，一是仅靠功法吸收天地灵气苦修，二是花大价钱从阴阳殿中购买成品的炉鼎，吸收其体内的灵力。只有进入内门后，才有资格修习双修之法。不仅如此，内门弟子还有资格培养自己的炉鼎，修炼速度可谓1日千里。正因如此，柳寒冰才会孤注一掷，千方百计想要突破结丹期，以求踏入内门。而现在，他似乎要失败了。柳寒冰的目光落在血煞大阵中，除秦晨外，阵中其余19名炉鼎体内的血脉之力全部被大阵抽取，汇入他体内。但这还远远不够。阴阳殿那群废物，这次的炉鼎质量怎会如此之差？柳寒冰恨得咬牙切齿。阴阳殿是合欢宗专门管理炉鼎的机构，今日入宗的新人，实际上全部是阴阳殿为宗门找来的炉鼎。柳寒冰实在是没有想到，足足20个炉鼎，竟全是滥竽充数的垃圾，想要突破还差一大截。而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想到这，他的目光又落在了秦晨的身上。20人中，唯有秦晨的修炼资质勉强还算可以，在血煞大阵中撑到现在还没死，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柳寒冰轻咬住娇艳欲滴的红唇，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喃喃自语：此事天知地知，不会有第3人知道，不过是一个炉鼎罢了，当做修行便是。秦晨顿时瞪大了眼睛，不对不对，大大的不对，这女人的眼神变了，哥们，这是要被供应上霸王了。势必。柳寒冰缓缓站起，将丝质的工装长裙披在身上，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从他身上传来。结丹期，原来这就是结丹期的实力。柳寒冰脸上还带着一抹羞红，但难掩激动之色，不枉他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利用双修之法采阳补阴，吸收了秦晨的生命力之后，他终于突破到了结丹期。这时，柳寒冰的余光落在秦晨身上，此刻秦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如同死狗般趴在地上。
回想起刚刚那一幕，柳寒冰脸颊又是一烫，他实在有些后悔，怎么就没提前把秦晨的那张臭嘴给堵上呢？这门得自内门的双修功法，他还是第一次施展，过程中他不敢说话，心思全部在功法的运转上，生怕出现什么差错。而这偏偏给了秦晨那个混蛋机会。一想到秦晨说的那些污言秽语，他就忍不住想要一掌劈死这个混蛋。砰！柳寒冰那只绘制着云纹图案的浅粉色绣鞋狠狠踩在秦晨胸口，噗！本就濒死的秦晨喉头一甜，猛地喷出口血来。他被血煞大阵抽取了不少血脉之力，刚刚又被柳寒冰强行采补，此刻寿元将尽，这一脚几乎断绝了他的最后生机。不过秦晨还是拼尽全身力气，在脸上挤出一个得意的微笑，声音嘶哑，但嘲讽意味十足。闻言，柳寒冰那双桃花眼顿时爆发出无尽的杀机，一个卑贱无比的炉鼎也敢嘲讽自己，找死！柳寒冰正要彻底将秦晨抹杀，却像是忽然感受到了什么，脸色骤变。他用来隐匿踪迹、隔绝灵力波动的阵法，竟被人给破了。什么人？柳寒冰立刻转身，神情紧绷。不错不错，竟这般快变结丹了，老夫果然没看走眼。一道欣慰的笑声响起，还没等秦晨和柳寒冰反应过来，一个灰袍老者便出现在两人面前。老者双手背在身后，头须皆白，脸上如古树年轮一般布满皱纹，虽气势逼人，但脸上却始终带着一抹慈祥的笑意。见到此人，柳寒冰神色接连变换好几次，随后才放开秦晨，毕恭毕敬的行礼问好，见过孙长老。多亏孙长老提供的血煞大阵和双修之法，弟子才能侥幸结丹，不知拜师一事。呵呵，拜师你也配？孙长老的话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听得柳寒冰脸色大变。老夫准备炼制一炉丹药，正好缺结丹期修士的精血做药引，所以才选上了你。难不成你还真以为我堂堂内门长老会缺弟子？可笑！孙长老捋须轻笑，私自扣押阴阳殿的炉鼎修炼，胆子不小，一会还得老夫亲自出手，替你收拾残局，抹去痕迹。不过念在你提前结丹，没耽误我开炉炼丹，也算是你将功补过。柳寒冰闻言，俏脸含煞：孙长老，我已结丹，若是自爆，也能弄出不小的动静，到时候引来执法殿的人，恐怕你贵为内门长老，也得掉层皮吧。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一般，孙长老顿时不顾形象的大笑起来，威胁老夫：你还太嫩了点。孙长老哈哈一笑，抬手打出一道灵力，下一瞬，柳寒冰忽然像是被抽去浑身筋骨一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又惊又怒：你对我做了什么？孙长老玩味一笑，区区一个外门弟子，自然是看不出我在功法里做的手脚。他上前一步，掐着柳寒冰的脖子，将其提起，眼神像是欣赏一件艺术品般满意无比。不错不错，孙长老得意大笑，体内精血可拿来炼丹，一身修为可被我利用，剩下的魂魄、骨肉等也可拿来炼器，全身都是宝啊，也不枉费老夫一番心血。话音方落，孙长老食指以闪电般点向柳寒冰的神庭穴。啊！柳寒冰惨叫一声，美眸圆瞪，眼神中痛苦恐惧交加，感受着精纯的灵力流入体内。孙长老心情大好，戏谑地开口道：老夫给你的双修功法并不完善，正常运转的确可以采阳补阴，但若是点中你的神庭穴，呵呵，效果立刻反转，你这一身精纯灵力，老夫就笑纳了。话音落下，似乎感受到在被人窥视，孙长老轻哼一声，随手打出一道灵力，将秦晨打成一团血雾。无边的黑暗中，秦晨的脑海里出现了一行行大字：孙长老随意一击，将你打成血雾，你死了。开始对上一世表现进行评定。自古以来，逆天改命便不是常人所能实现，面对生死危机，你无力反抗，最终身死道消。不过你在某些事上表现出了非凡的天赋，以凡人之躯硬抗筑基修士，可悲可叹。表现评定红。轮回塔一层魂灯点亮，魂灯颜色红。你觉醒了特殊天赋一夜七次郎。一夜七次郎谜底就在谜面上，顾名思义，你的某些天赋得到了极大强化，就算面对境界远高于你的异性修士，也可以展雄风。由于上一世未获得任何功法、法宝等，直接开启下一世。轰！秦晨睁开眼，眼前充斥着浓郁血腥气息的血煞大阵再次开启。秦晨懵了，他还想着新的一世必须想办法换一艘飞舟，免得再和柳寒冰遇上。可没想到，一睁眼就已经在血煞大阵之中了。稍一思索，他就明白了过来。当初系统激活的时候，曾经有过提示，以绑定轮回塔的时间为复活节点，而绑定轮回塔时，正是在血煞大阵之中。那岂不是说，每次复活之后，马上就得嘎？这时，秦晨的面前浮现出半透明的光幕，姓名秦晨，年龄18，境界无，功法无，法宝无，特殊天赋星号七次郎。看着面板上孤零零的唯一一个天赋，秦晨不知道现在是该哭还是该笑。这天赋根本没机会让我发挥啊！正想着，一道清冷而又纠结的声音响起：“你滚过来！”柳寒冰的目光盯着秦晨，语气复杂：“等等，我……”秦晨刚想解释，那股黑雾就将他从血煞大阵之中席卷而出。你为何？片刻后，山腹中响起柳寒冰又惊又怒的声音。他一双桃花眼中满
是震惊，那些炉鼎的血脉之力不够突破到结丹期，所以他才会铤而走险，想要利用孙长老赐下地功法强行突破结丹。可现在秦晨像是个没事人似的，不正常，太诡异了。而另一边，秦晨已经明白了过来，上一世他纵然是天赋异禀，但也没过多久便一命呜呼，这次还能活着，绝对是因为那个天赋。没想到这天赋看起来不正经，却是能硬扛住如此恶毒地功法。童子果然有点东西。看着嚣张的秦晨，柳寒冰轻咬朱唇，眼波流转，旋即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走向秦晨。我就不信你能以凡人之躯硬抗衡欢宗内门的双修功法。柳寒冰厉声道。为了突破结丹，他已经散尽家产，私下扣押阴阳殿的炉鼎更是死罪一条。今日如若不能一举突破结丹，这些努力便算是全白费了。而就在这时，秦晨脑海中忽然灵光乍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柳寒冰修炼地功法有后门啊。上一世孙长老正是利用功法的漏洞，瞬间制住了柳寒冰，自己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呢？一定是被柳师姐的大长腿晃了神。可恶！想到这，秦晨连忙一指点向柳寒冰的神庭穴。柳寒冰忽然感觉额头上一凉，下一刻丹田内的骤变让他惊恐万分。你对我做了什么？柳寒冰那双桃花眼中迸发出无尽的杀机，他只感觉自己的丹田疯狂地运转起来，灵力开始不受控制地散失。柳师姐，我能做什么啊？秦晨一副无辜的样子，体内却是已经多了几丝纯净的灵力。混账！柳寒冰又惊又怒，想要抬起手一掌毙掉秦晨。此刻他已经顾不得突破结丹一事了，灵力继续外泄的话，他现在的境界都保不住。可纤纤玉手刚抬起，便无力瘫倒。秦晨一愣，随即嘴角微微勾起。势必柳寒冰费尽力气仰起头，目光中杀意与恐惧交织。到底对我做了什么？短短片刻，他的境界竟是跌落了整整一个小境界，从筑基巅峰直落后期。而眼前这个看似毫无修为的炉鼎，则是从一介凡人直接跃至炼气3层。柳师姐，我只不过是一介凡人，能对你做什么啊？秦晨感受着身体的变化，嘿嘿笑道。不过要是自己会那双修功法就好了。上一世孙长老吸收柳寒冰的修为，几乎一点都没有浪费，而他却是不会功法，大部分灵力都在此过程中消失散逸掉了，颇为浪费。不过能保住小命，秦晨就已经满足了。只是接下来感受到秦晨不怀好意的目光，柳寒冰顿时露出一抹冷笑，想灭口？你也配？作为魔道弟子，只一眼柳寒冰就明白秦晨在想什么。呵呵，师姐说笑了，我是那么绝情的人吗？秦晨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不过他看似成竹在胸，心中却急得不行。柳寒冰等会要是恢复了，要做的第一件事肯定是杀他泄愤。他本想杀人灭口，辣手摧花，可实力不允许。对方差一步结丹，反观自己手无寸铁，又不会什么功法，灭口简直是痴心妄想。现在老实交代，到底用了什么邪门歪道夺取了我的修为还来得及，否则等会我恢复了，定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柳寒冰冷冷地威胁道。嘴上虽是这么说，但柳寒冰的心中早已杀意盈天。修为被夺走尚在其次，如果放走秦晨，私自扣押阴阳殿炉鼎，修炼一事曝光，执法殿绝不会放过他。师姐还真是薄情，刚刚还柔情蜜语的，转眼就想要我的命。谁和你柔情蜜语？我呸！柳寒冰啐了一口，却发现秦晨朝着自己步步逼近。混账，你想干什么？柳寒冰惊怒交加，难道这混蛋自知活不了多久，临死之前还要？刚想到这，忽然感受到一股凉意，他下意识地再次睁开眼睛。首先映入柳寒冰眼帘的是一件冰蚕丝织就的浅粉色肚兜，肚兜上以刺绣的方式绣上了云纹图案，边缘则是以银丝滚边，辅以细小珍珠点缀，精致无比，赫然是他的贴身之物。柳寒冰慌忙捂住胸口，桃花美眸中杀意汹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柳寒冰银牙紧咬，怒声道。柳师姐，今日承蒙厚爱，师弟不胜感激。说到这，秦晨话锋一转，陡然间变得冰冷起来。不过今日之事，若是师姐对外泄露半分，那我也就只能向大家宣告你我之间的关系了。秦晨的意思很明显，别看你修为高，你要是想事后报复，那我就把你残害同门、私结炉鼎的事宣扬出去，到时候大不了大家一起死。秦晨扬了扬手中的浅粉色肚兜，一脸得意。你！柳寒冰脸色骤变，然而这一瞬，他的神情便缓和了下来。这位师弟，我观你气度不凡，天资卓越，未来必将有所成就。且你夺了我出子元红，不妨你我二人结为道侣，共求大道，如何？柳寒冰缓缓说道。他压低了声音，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柔和一些。只可惜秦晨丝毫不为所动。张无忌他妈说过，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要是信了这个柳师姐的话，估计和那个押送他们过来的师弟一样，连骨头渣都剩不下。柳师姐的提议不错，等我在宗门站稳脚跟，到时候我会去找师姐再续前缘的。说完，秦晨转身就走，头都不回。柳寒冰实力不俗，说什么结为道侣这种事肯定是在拖延时间。等柳寒冰恢复实力，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眼睁睁地看着秦晨离开，
柳寒冰粉拳紧握，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杀意。今日所作所为，竟是全给那混蛋做了嫁衣，不仅失了清白，还跌落了整整一个小境界。感受着体内缓缓恢复的灵气，他本想追出去，可刚走出2步，又想到了血煞大阵，阴阳殿丢失炉鼎，必会追查，必须尽快清除痕迹，不然后患无穷。先让你多活2天，只要你还在这合欢宗，总有一天能把你救出来。柳寒冰切齿低语道。另一边，秦晨离开山洞，本想直接下山，草丛中的一道反光却是吸引了他的注意。走近后，俯身捡起一枚令牌，令牌呈圆形，通体玄黑，温润似玉，周身有花瓣、叶片装饰，不知道是何材质。令牌的正面写着阴阳殿3个�囚禁大字，反面则是外门弟子彭通几字。根据令牌掉落的位置来看，应该是那个被柳寒冰毁尸灭迹的弟子留下的身份令牌，也不知道这令牌有何用处。算了，先拿着再说，以备不时之需。秦晨将令牌和肚兜一同揣进怀中，随即马不停蹄地朝着山下跑去。也许是有了修为的缘故，秦晨跑起来脚下生风，一连翻过好几个山头。这合欢宗是不能留了，那娘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秦晨四下观望，已经有了溜之大吉的想法。只不过刚爬上最后一个山头，他直接傻眼了，眼前赫然是合欢宗那座气势磅礴的山门。一首歌的旋律顿时在秦晨心中响起，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山门前。喂，那个小子，滚过来，上非洲！看什么看？说你呢！正在秦晨走神的时候，一名宫装女子指向秦晨，厉声喝道。秦晨心中一阵苦笑，这一世还没死呢，就有了轮回的感觉。小跑着上了非洲后，秦晨一路上都在心惊胆战，目光时不时的在非洲前方掌舵的女子身上徘徊。固然有那女子大腿白皙修长的缘故，但更多的是因为秦晨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他生怕又被人带去什么地方当成耗材。毕竟这是在魔宗，谁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精神病。所幸这次总算是有惊无险，非洲最终驶入一片山脉，山脉绵延数十里，亭台楼阁，星罗棋布，空中不少修士御剑而行，见光流红，时不时还能看到非洲在其中穿梭。连绵山脉的主峰上，自山腰处便云雾缭绕，往上更是雾气迷离，目力所不能及。主峰四周不时有阵法的光波流转，光是看上一眼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危险气息。不过还没等秦晨仔细观察，非洲便已经平稳落地。非洲降落之处是一座小型山峰的山脚，不仅规模远逊于主峰，而且距离主峰也非常遥远。非洲刚刚落地，一名宫装女子带着几名修士上前，3息之后，还留在非洲之上的人死。为首宫装女子冷声说道。此话一出，非洲上的人先是一愣，随即争先恐后的朝着非洲下跳去。此一幕让秦晨顿时想起了下饺子的场景，他都没来得及抬脚，就被人群裹挟着摔下非洲。3息过后，为首的宫装女子看向非洲，非洲上几名动作稍慢的年轻人正扒着非洲边缘想要往下跳，神色焦急无比。哼！为首的宫装女子嘴角勾起一抹不屑，屈指一弹，一股令人心悸的威压顿时笼罩全场。下一瞬，还留在非洲上的几人竟是毫无声息地被拦腰斩断，刹那间鲜血四溅，残躯摇晃着摔落在地上。众人看着这一幕，全部呆滞在了原地。啊！直到一声尖叫划破死寂，众人才纷纷惊醒，正要四散而逃时，却看到了那名宫装女子投来的威胁目光，混乱又戛然而止。宫装女子无视众人的惊恐，默然道：“尔等都是宗门新招的弟子，想必对合欢宗有一定的了解。合欢宗分内内外2门，只有极为优秀的弟子才有资格加入内门，而外门又分为阴阳殿、传功殿、执法殿、丹药殿、炼器殿、外事殿等6大殿。你们归属阴阳殿管辖，而此地则是阴阳殿一峰。”话音方落，顿时有几名修士拿出一摞摞书籍和药瓶开始分发。等所有人拿到东西后，宫装女子才继续开口道：“我乃阴阳殿一峰执事苏若里，今后你们归我管理。刚刚你们拿到手地功法是合欢宗的基础功法，合欢诀丹药是辅助修炼的聚气丹，给你们7天时间修炼功法入门的，可拜入合欢宗，成为外门正式弟子，否则……”说到这里，苏若里的嘴角终于露出了一抹笑意，只不过在众人眼里，这一抹笑意让人心底生寒。失败的只有一个下场，那便是成为阴阳殿圈养的炉鼎。苏若丽话音刚落，众人顿时炸开了锅。当初合欢宗招收弟子的时候，可没说过这些啊。是啊，7天就让我们学会修仙之法，这不是故意为难人吗？成为炉鼎是什么意思？这是要我们的命吗？人群中有人高喊：“傻逼！”秦晨心中暗骂一声，随即不动声色地退后几步，将众人护在了身前。非洲上的那几具尸体还没凉透，这群人是没长脑子吗？前车之鉴还在那躺着，还敢抱怨？果然，听到众人的抱怨声，苏若里面无表情地抬起纤细的手指，凌空虚点击下。下一刻，刚刚出声抱怨的几人胸口噗噗噗地爆开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血洞，几人都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便瞪大着眼睛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当场气绝。趁热送去炼气殿，最近他们对血肉的需求比较大，记住要价要高一点。苏若里淡淡道：“是，师姐。”2个弟子领命，带着几具尸体御空而去。不愧是魔道宗门，
人命如草芥，太危险了。看着地上的血迹，秦晨心中暗叹一声，先是被当成血肉炉鼎，被柳寒冰掳去，险象环生，要不是开了挂，早嘎了。好不容易逃出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被带到了这里。那个叫苏若里的，虽然看起来美得不像话，但杀起人来是真的不手软，短短片刻就收割了10几条性命，还是得狗。虽然能重开，但重开的次数也是有限的。根据系统的规则来看，狗的时间越长，能保留的奖励就越好，收益才能达到最大化。片刻之间，秦晨就给自己定下了合欢宗生存守则。这时，苏若离目光冷冷地扫过全场，淡淡道：“7日之后5时，我会过来验收你们的修炼成果。在此期间，离开此山者死。”留下这句话，苏若离便御剑而去。空中，几名弟子御剑追上苏若离：“师姐，听说您要准备冲击结丹了，师妹提前恭祝师姐突破成功。”“是啊，师姐，突破到结丹就能进入内门了，到时候还望师姐多多照拂一下师弟师妹们啊。”几名弟子齐齐对苏若离拱手道：“若不是为了接收这批新入门的弟子，我早就已经开始闭关了，何必等到现在？”苏若离语气冷淡：“7日之后，等处置完这批弟子，我便会闭关冲击结丹，到时你们几个上点心，照看好以风。”几名弟子连忙恭敬道：“是，师姐。”另一边，苏若离等人刚走，秦晨便蹑手蹑脚地走进不远处的瓦房。毫不意外，屋子里除了一个大通铺，就只剩下几件简陋的家具。秦晨眼疾手快，没等一起进门的人反应过来，就站下了靠墙的位置。大通铺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长长的炕，别看简陋，挑选位置也是很有说法的。大通铺能睡20-30个人，除了靠墙的位置，其他任何地方都会把背后留给陌生人，简直可以说是腹背受敌。万一碰上有特殊爱好的，那一生清白不就毁了吗？就算能重生，这种事恐怕也会给小小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所以靠墙保护屁股才是上上之选。果然，秦晨站好位置之后，才有人反应过来，纷纷抢占地盘。而这时，几个衣着光鲜华丽的女子走到了秦晨面前。为首的女子看起来也就双10年华，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秦晨上下打量一番，此女上衣下长，材质全都是丝绸锦缎，一看就是真品中的真品。而其头上的点翠发簪和腰间的温润的白玉配饰，更是彰显出此女身份的尊贵。再看看自己身上的粗布麻衣，完全就是2个阶层。有事？秦晨皱了皱眉，语气冷淡地问道。虽然他自认为有点小帅，但还没自恋到以为这几个女人对自己感兴趣。这些人过来多半没什么好事。果然，秦晨刚问完，其中一个女子就伸出手掌在鼻子前扇了扇，一副嫌弃的样子：“你这个地方赶紧腾出来，我们要了。”秦晨眉头皱得更深了，他没说话，而是仔细地思考起了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跳起来给这女人一巴掌的话，应该没人管吧？见秦晨不出声，其余几名女子帮腔道：“耳朵聋了吗？赶紧收拾收拾，滚一边去！苏姐姐能看上你的位置，那是你的幸运，别给脸不要脸，真是晦气！看到这种底层男人的脸，我都有恶心想吐的感觉。就是没想到加入合欢宗这么麻烦，还要和这些臭男人共处一室。哼！”其余几女抱怨的时候，为首的被称作苏姐姐的女人一直没有出声，只是神色淡漠地看着秦晨，似乎多说一句话都会掉价。面对几女的挑衅，秦晨默默地收起了刚刚领到的那本合欢诀和丹药。正当几女以为秦晨要忍气吞声让出位置的时候，秦晨却是对着几女比了个国际友好手势：“滚！”此言一出，众女顿时齐齐愣住。为首的苏妙云更是以为自己听错了，露出一副惊愕无比的神色：“你说什么？”其中一个女人气的话都说不利索了：“我说你们几个赶紧滚，滚得越远越好，耳朵不行就去看医师。”秦晨嘲讽完，又看向其余几女：“我说你们几个是不是脑子缺根弦啊？我又不是你们野爹，上来就让我给你们让地方，哪来的脸啊？再不滚，信不信我把你们全都扒光掉在门口？这里这么多男人进进出出的，我看你们能不能活到7日之后。”听到秦晨的话，几女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捂住了胸口。为首的苏妙云咬着牙，脸蛋因为愤怒变得涨红：“你找死！”苏妙云身后一个女子愤怒地指向秦晨：“敢对苏姐姐无礼，你知道她是谁吗？”秦晨道：“当然知道。”几女一愣，显然是被秦晨的回答给弄懵了。不等几人反应过来，秦晨就指着几女继续道：“你们几个都是正宗小飞主，那他肯定就是正宗大飞主了。有些人啊，不上称没100斤重，可要上了称，200斤都打不住。”作为穿越者，秦晨前世可是在互联网上经历了足足20年的苦训。为了锻炼心态和口才，他主动下载了某吧、某红书、某博、某乎等软件，上至天文地理，中到政治军事，下到容貌收入，各种热门话题下都能找到他的身影。对待不同的人群，就要从不同的痛点下手。针对男人，就从他的男性能力下手。当初某个无姓明星被称为绣花针，根本没办法自证清白，私下里估计都气得吐血了。而针对女人，就从她的容貌身材下手，一句附某尔面容，直接让无数小仙女破防。话题简单却有效。眼前这几个女子，说实话并不算胖，只是不那么瘦而已。但那又如何？
秦晨就是这么不讲道理，起手便是人身攻击，滚不滚？再不滚我还有更难听的呢！秦晨抱着胳膊冷笑道。苏妙云几女被秦晨的这番话气得七窍生烟，要是眼神能杀人，此刻秦晨应该早就死了800次。好，一个贱民而已，竟然敢这么和我说话，给你3息时间，跪下来把我鞋底舔干净，否则等我通过7日后的考核，我必将你抽魂炼魄，炼制成最低贱的傀儡。苏妙云咬牙威胁道。秦晨挑了挑眉，一脸不屑，啧，还把我炼制成傀儡？我说白了，你这自信程度就像是我七舅老爷养的那条智障老狗，张嘴不是吃屎就是流哈喇子，你一出现，方圆100里的茅坑都得遭殃。听到秦晨的话，众女又是齐愣在原地。他们一开始还在跟着秦晨的思路走，但听到什么七舅老爷养的智障老狗之后，就有点跟不上了。这都哪跟哪啊？不过有一点他们很确定，那就是秦晨骂得很脏。你！苏妙云指向秦晨，正要骂回去，却被秦晨直接打断。你什么你？连话都说不明白。我看你这猪脑子和我三奶奶家的那个破水缸似的，里面一半是空的，一半是水。我都怀疑当初你妈生完孩子就被驴踢了，要不然怎么能把胎盘捡回来，还养到这么大？秦晨话音刚落，就响起了几声惊呼。苏姐姐，妙云姐，你怎么了？别吓我们啊！只见苏妙云一口气没顺上来，竟是硬生生的晕了过去。快抬着苏姐姐去外面透气！有人急声喊道。几个女人手忙脚乱地抬起苏妙云，狼狈地逃了出去。秦晨一阵无语，果然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这也太玻璃心了吧！她刚刚发挥了不足3成的实力，就把对方气晕了过去。胜之不武啊！不过没了这几个叽叽喳喳惹人烦的女人，秦晨的耳根子终于清净了。他拿起那本合欢诀，翻看起来。天地交泰，阴阳化生，气冲子府，神合太虚，欲正大道，先明本心，以欲入情，以情入道。刚刚看了3-5句话，秦晨就开始头痛了。不愧是大宗门，就连入门功法都如此深奥。秦晨一边疯狂扑自己，一边开始背诵。没办法，他实在是看不太懂这玩意。好在9年义务教育教会了他一个道理：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先把功法背下来，再慢慢理解就是了。这辈子学不会，那就下辈子。通读并背诵的时候，其余人也都各自占据了床位。闲聊声隐隐传入了秦晨耳中。那位苏执事说，我们如果没能练成合欢诀的话，就会成为炉鼎。炉鼎到底是什么呀？我之前看戏本的时候了解过，听说炉鼎是通过黑的方式帮助修士修炼的啊。那只要成了炉鼎，岂不是就能天天黑修了？我可是听说修士们用灵力淬体之后，对身体大有裨益，一个丑的都没有。正当几人讨论的时候，旁边不合时宜的传来一声冷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长得丑想得美。听到嘲讽，刚刚讨论的几人顿时怒视出声之人。那人看起来岁数不小，27、8岁的样子，身形瘦削，神色阴鸷，而且此人没去挤大通铺位，而是背靠墙壁，盘坐在墙角处。你说什么？有种再说一遍！小子，敢骂我们，是想松骨头吗？被嘲讽的几人愤然站起身，还有人露出了健硕的肱二头肌，做出威胁的样子。看到几人的样子，那道身影巍然不动，似乎根本没把几人放在眼里。夏虫不可语冰，既然你们几个不服，那我就告诉你们一些常识。炉鼎确实是修士用来辅助修炼的，可在修士眼里，炉鼎根本算不上人，充其量只能算是资源的一种罢了。炉鼎根据性质不同，共被分为2种。未能修炼出灵气的普通人，经过特殊功法的改造，可以激发体内的血气之力，这股血气之力可以被修士吸收，辅助修炼，所以这种炉鼎被称为血气炉鼎。有修为的修士成为炉鼎后，也可被修炼。合欢诀的修士当作炉鼎买下，吸收其体内的灵力，这种炉鼎被称为灵力炉鼎。无论是哪种炉鼎，下场都唯有一个字，那就是死。而且说到这里，那英质男子看向眼前几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而且过程会非常痛苦，到时候想死也是一种奢求。闻言，不仅是刚刚想要动手的这几人，房子内的其他人也全都噤若寒蝉。咕咚一声，不知道谁吓得咽了一口口水。时间不早了，我得修炼了。几人顾不得找那英质男子的麻烦，都迅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开始翻看功法。毕竟那英质男子说的有板有眼，很有可能是真的。也就是说，现在所有人的性命都只剩下7天。秦晨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墙角的英质男子，将此人的相貌记了下来。此人知道这么多隐秘，应该不是普通人，倒是要多注意一些。不过现下最重要的是还是修炼。根据功法中描述的方式，秦晨闭上眼睛，努力地感受身体周围的灵气，再睁眼便是第2天了。我竟然睡着了。秦晨有些尴尬。文言文，尤其是没有翻译的文言文，果然是一生之敌。不过幸好秦晨有作弊器，当初利用柳寒冰功法中的后门，从他体内强行吸取了相当于炼气3层的灵力。虽然秦晨还没学会功法，无法调用这些灵力，但感受一番还是能做到的。灵力是通过灵气炼化而来，两者同出一源，按理说应该极为相似才是。秦晨一边感受着经脉里缓缓流转的灵力，一边寻找身体周边的灵气。这次他终于没再睡过去，因为他效仿了头悬梁，
锥刺股的典故，将头发拴在了靠近他这一侧的窗户上，只要一低头，就有几根头发离他而去。3天后，不得不说，秦晨的想法是极为有效的。某一刻，他心中灵光一现，像是打破了什么桎梏一般，他终于感受到了灵气的存在。秦晨虽然闭着眼，但在他的视野中，身体周围存在着一缕缕色彩斑斓的气息，只要催动合欢诀，这些气息便会被吸引过来，顺着毛孔汇入丹田，经由丹田炼化成后，最终汇入经脉，成为能够直接利用的灵力。下一刻，秦晨感受体内的灵力多了一丝，增加的这一丝灵力，相比于从柳寒冰体内吸收的灵力，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不过，这却代表着秦晨终于迈出了那一步，踏入了修行的大门。这一刻，凡人秦晨成了修士秦晨，而且起步便是炼气3层，又用了1天的时间稳固修为，秦晨才终于完全掌握了这股力量。炼气3层，恐怖如斯。感受着体内磅礴的灵力，秦晨感觉自己就像是脱胎换骨一般，浑身有使不完的牛劲。换作是现在的自己，再遇上柳师姐，肯定能让她知道什么是残忍。哎，不是，谁他妈拉通铺上了吗？怎么这么丑？有人皱眉喊道。不少人仔细一感受，也纷纷捂住了鼻子，破口大骂。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几天的时间，男人的汗臭、脚臭和女人身上的胭脂香气早就彻底的混合到了一起。屋子里的气味本来就不好闻，现在又多了一股恶臭，顿时引起了众人的不满。就是一点公德心都没有，怎么能做出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来？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干的？有本事滚出来！秦晨指着人群破口大骂，一边骂一边不动声色地退出了屋子。见没人注意自己，秦晨一路小跑到附近的小溪里，痛快地洗了个澡。看着被自己身上脏污染黑的溪水，秦晨心虚地轻咳2声。其实刚刚在众人痛骂的时候，他就已经注意到那股直通天灵盖的酸臭味是从自己的身上散发出来的，可他哪敢声张？这要是被揪出来，立刻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也顺势加入了痛骂大军，对着虚空的自己就是一顿输出，然后功成身退。现在想来，身上的这层污垢应该是灵气入体之后洗精法髓，将经脉内的杂质全部排了出来。洗完澡后，秦晨神清气爽，不过回到屋子之后，他又恢复了垂头丧气的样子。苟之一道，要时刻谨慎。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太高调，指不定就会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还是先苟着，等考核的时候再展露实力即可。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能闻到多股恶臭的气息。这次没人再出声咒骂了，毕竟大家已经知道，这股恶臭代表的是成功聚气，踏入了炼气的门槛。第6天，哈哈，我成了，我终于成了！一人忽然疯疯癫癫跳起，大笑着跑出屋子。通铺上，众人的神色复杂，因为此人身上正散发着灵力波动，虽然微弱不堪，但确确实实是成功引气入体的征兆。秦晨只是看了一眼，见没有什么别的情况，便又闭眼修炼。这2天修炼的氛围越来越压抑了，有人昼夜不眠的打坐修炼，眼里血丝多的都快成红眼病了；有人神神叨叨，也不知道嘴里一直念叨什么，看着都瘆人；甚至还有人急功近利，导致练功走火入魔，轻的歪嘴斜眼，跟中了风似的，重的生死道消。算算时间，估计都快重开了。幸好大家都在忙着修炼，没有发生什么其他意外。转眼7日之约如期而至，午息时间，还留在屋内的人死。正午时分，苏若里的声音准时响起。有了前车之鉴，所有人都不敢耽搁，纷纷涌出屋子，来到中央的空地上。苏若里拿出一枚晶莹剔透的玉石，放在面前的台子上。玉石也就拳头大小，整体几乎透明，犹如水晶一般。此乃是炼石，排队上前测试修为，扰乱秩序者死。苏若丽话音刚落，几名正式弟子便出现在人群四周，将众人隐隐围了起来。站在最前方的人战战兢兢地上前，手放在了试炼石上。几息过后，他憋红了脸，也没能让试炼石有任何反应。测试不过。苏若里一句废话都没有，仅仅4个字便宣判了此人的命运。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试炼石出错了。话还没说完，一名正式弟子立即上前，干脆利落地将其打晕，扔到一旁。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看得众人心头狂跳。不过在苏若里冰冷的注视下，谁敢反抗？队伍沉默地缓缓向前挪动，一个接着一个的上前测试，结果惨烈，绝大部分人都是测试不过，试炼石毫无反应。而秦晨注意到一直在角落里盘坐的英俊男子，手刚放在试炼石上，试炼石便亮起了蓝色的光芒。测试完之后，竟然还和苏若里攀谈了一会，此人果然不一般。秦晨心中暗道，自英俊男子当初解释炉鼎是什么之后，他就一直在暗中观察此人。果然，此人非常顺利地踏入炼气期，而且看苏若里的态度也非常客气。不过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轮到了他。秦晨略带几分紧张走上前，将手放在了试炼石上。试炼石手感不错，有种玉石的温软感，但秦晨不敢分心，连忙催动体内灵力。下一刻，试炼石亮起一抹蓝色的光芒。不错，去左手边。苏若里淡淡道。谢苏师姐。秦晨暗中松了一口气，他本来还有些担心试炼石能够测试出他的具体修为，到时候没办法解释实力的来源，
搞不好就会被拿去扒皮抽筋做实验。现在看来是想多了，这玩意没有那么智能。来到苏若里左手边，算上秦晨，现在只有6女3男，共9人。秦晨只是对几人简单的点头示意后，便走到了几人身后，低调为上。不过刚刚站定，秦晨便感受到了一抹目光的注视，抬头看去，正好和苏若里的目光隔空相对。而苏若里的身边，正是前几天和他争床位的那个苏妙云，就是那小子对我出言不逊，骂得特别难听，我都不好意思复述。苏妙云咬牙切齿地指着秦晨，而他手中的试炼石此时正在散发着淡淡的蓝色光芒，看来此女也成功踏入了炼气的境界。秦晨现在是实打实的炼气3层修为，距离如此之近，自然是能清清楚楚地听到苏妙云的话。不过他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只不过骂了2句而已。魔宗之内这种事恐怕和随地吐痰是一样的性质，但苏妙云接下来的一句话直接让秦晨大脑宕机了。堂姐，你可一定得替我出气啊！苏妙云抱着苏若里的胳膊撒娇道。秦晨，这特么堂姐是什么鬼？感受着苏若里那道颇具压迫力的目光，秦晨瞬间出了一层冷汗。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苏妙云竟然是苏若里的堂妹，不是集美。你是天龙人，就该好好使用天龙人的权力养卫。你堂姐是一封执事，你不走个后门一步到位，何必和我们这群泥腿子挤在一起受苦呢？秦晨，过来！苏若里淡淡道。秦晨一脸绝望地走上前，完了 ，barbecue 了，这辈子还没开始爽就要结束了吗？就在秦晨胡思乱想的时候，苏若里已经开口了。苏妙云指正你侮辱同门，你可认罪？苏若里声音平淡，却带着无形的巨大压迫力，压得秦晨几乎喘不过气来。弟子认罪。秦晨沉声道。当时大骂苏妙云的时候，不少人都听到了，他要是不承认，苏妙云分分钟就能找出10个8个证人出来。不过看苏若里的样子，似乎是要秉公执法，否则以苏若里的实力，一根手指就能弄死他。既然如此，他不过是骂了2句苏妙云而已，难道还能将自己五马分尸不成？想到这，秦晨抬起头，苏师姐，我和苏妙云不过是因为琐事争执了一番而已，算下来还是他想抢我床位在先，这件事我有什么过错吗？苏妙云似乎早就料到了秦晨的反应，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来人，把合欢宗弟子守则拿上来。话音刚落，一名正式弟子上前，手指上的储物借光芒一闪，手中就多了一本书。此书先勉强称作是书吧，毕竟谁家的书有半米厚的。正式弟子守则篇沟通交流章第3条，念给他听。苏若里淡淡道。是，苏师姐。那名弟子翻到苏若里指定的篇章，然后沉声开始念诵。合欢宗正式弟子在日常沟通交流时，不可使用侮辱性词语，否则涉及触犯宗门守则。其中侮辱性词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词汇：你妈星号、星号你妈、认你星号。秦晨听到一半的时候，秦晨就忍不住凑到那名弟子身边去亲眼看了。看完之后，他心中犹如万马奔腾。那本合欢宗弟子守则上还真是这么写的，一个字都不差。这还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道宗门吗？动不动就杀这个杀那个的，结果连骂人都不让，2个字，有病！秦晨心中忽然升起一股不妙的感觉。违反宗门守则，惩罚是什么？苏若里忽然露出一个极为好看的笑容。这个守则的惩罚是很轻的，只需要罚款1枚灵石即可。苏若里玩味道。听到这句话，秦晨都想问候苏若里父母还健在否了。灵石？他有个屁的灵石啊！像是早有准备。那名手拿合欢宗弟子守则的弟子又翻了几页，对着上面的条例大声念道：凡因为违反守则而拿不出灵石的弟子，由执法殿扣押其所有身家财产，包括但不限于法宝、灵植、丹药、功法、洞符等，由宗门以市场价5折强行收购，充当罚款。抵扣后依然不足的，交由阴阳殿收作灵力炉鼎，抵消所有罚款。秦晨，这守则简直逆天啊！犯点错就罚款，没灵石就抢你东西，抢完了还把你送来阴阳殿当炉鼎，扒皮一条龙啊！连骂人都罚款，可想而知更重要的过错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了。等等，秦晨正想着，忽然反应了过来，1枚灵石对修士来说不算什么，可自己刚刚学会功法，哪有什么灵石，岂不是要被送去当炉鼎？果然，自己这一世还是摆脱不了当炉鼎的命运吗？秦晨辱骂同门，拿不出灵石缴纳罚款，现根据宗门守则将其罚为灵力炉鼎。苏若里沉声宣告一番。闻言，苏妙云直接笑出了声，她走到秦晨面前，伸出手指点了点秦晨的胸口，一脸骄傲：小子，我当初告诉过你，和我作对没有什么好下场，怎么样，继续骂我啊？怎么不敢开口了？你叫秦晨是吧？记得多活2天，到时候我攒够了灵石，就把你买下来，日夜折磨，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着苏妙云得意的嘴脸，秦晨淡淡一笑，这一世算我栽了，但下一世我会让你付出代价。苏妙云不懂秦晨的意思，顿时不屑道：下一世？呵呵，下一世说不定你就转生到畜生道了，还想找我报仇，简直是痴心妄！啪！话音未落，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就将他的话给打断了。苏妙云下意识捂住脸，
呆呆地看向眼前的男人，大脑一片空白。而秦晨看着苏妙云左脸上鲜红的掌印，觉得只打一巴掌不够解气，所以趁着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又补了一脚。咚的一声，秦晨毫无保留，一脚踹在苏妙云的小腹。他虽然还不会武技，但凭借着炼气3层的境界，这一脚直接将苏妙云给踹飞出去10几米，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后，苏妙云砰的一声重重摔在地上，摔得七荤八素。他强撑着站起来，一睁眼却看到了漫天星星，顿时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堂姐，苏妙云哭出了声。长这么大，她一直都是被捧在手心里，还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羞辱。堂姐，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苏妙云边哭边喊。苏若里像是看一个死人般看了一眼秦晨，然后上前扶起了苏妙云。谁让你得意忘形的？杀人的罚款你交得起吗？要是真杀了他，你也难逃罪责。老老实实去阴阳殿报道，此人我会替你收拾的。苏若里恨铁不成钢的教训道。就算苏若里再不愿意承认，但在秦晨通过试炼师考核的那一刻，秦晨就已经是合欢宗阴阳殿下的正式弟子了。对付秦晨就不能再像之前那样随意杀戮，只能通过宗门规则处置，不然的话，执法殿的那群疯子肯定也饶不了他。现在秦晨死局已定，你还去招惹他，被打了那不是活该是什么？另一边，秦晨也是这样想的，要是苏若里想杀他，动动手指即可，用不着搬出宗门弟子守则来。既然苏若里不动手，那就只有一个理由，此女想要杀自己的话，也要付出不菲的代价。这一点倒是个颇有价值的情报。至于出手打苏妙云，秦晨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这一世要玩完了，那肯定是怎么爽怎么来。要不是打不过苏若里，他现在肯定还得给苏若里一个大逼斗。这时苏若里转身看向带来的几个正式弟子，考核不通过的都拉去圈养起来，培育成血气炉鼎。最近宗门对炉鼎需求大增，都给我小心着点。是，师姐。几名正式弟祭出非洲，将那些面如死灰的失败者全部带走。虽然有反抗的，但几拳头下去也都老实了。你们几人随我来，我带你们去阴阳殿报道。苏若里也召唤出一艘非洲，带着10来个通过考核的弟子前往阴阳殿。非洲上，秦晨盘坐在船尾，另外几人离他远远的，像是躲避瘟疫一般。秦晨无奈一笑，自己有这么可怕吗？再说了，他已经被苏若里用一道灵力封进了经脉，修为暂时被全部封印。眼前这几位稍微动用一点灵力就能将他给弄死。不过可能是他刚刚悍然出手痛殴苏妙云的场景给几位留下了心理阴影，所以并没有人敢接近他。对此，秦晨丝毫不在乎。现在他的心态无比的好，他本以为打完苏妙云就会被苏若里当场斩杀，没想到苏若里不知道为何却没有动手，所以对秦晨来说，现在每多活1分钟就能多了解一点关于合欢宗的信息，算是纯赚。苏若里在船头控制飞行，另外这些人则是围在了苏妙云的身边献殷勤，毕竟苏妙云是苏若里的堂妹，抱一抱大腿总是没错的。妙云师姐，怪不得你突破的那么快，原来是苏执事的堂妹啊。妙云师姐，以后咱们同为阴阳殿弟子，你可得多多照顾我们几个一下了。妙云师姐，你皮肤好白啊，平时是怎么保养的皮肤？妙云师姐，听着众人的恭维，苏妙云顿时得意地瞥了一眼秦晨，那眼神似乎在说，老娘现在众星捧月，而你却活不了多久了，怎么样，后悔不？当然秦晨也不甘示弱，给出了回应。他淡淡的抬起右手，攥成拳头的手缓缓地伸出一根中指，回敬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虽然苏妙云不懂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但他可以肯定，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苏妙云怒视秦晨，众人见状连忙劝阻：妙云师姐，何必和一个将死之人计较呢？是啊，妙云师姐，他现在就是在故意激怒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他视而不见。没错，等此人成了灵力炉鼎之后，妙云师姐再去收拾他也未尝不可。哈哈！听到这些话，苏妙云的愤怒才终于消解了几分。这时有人连忙找机会转移话题：妙云师姐，咱们不都是阴阳殿下面的弟子吗？贾峰、以峰的又是怎么回事？其余几人也纷纷点头附和。这个问题他们也好奇很久了，就连一旁的秦晨也不动声色地伸长了脖子偷听起来。呵呵，我也是听我堂姐说过2次，才对此有所了解罢了。天下宗门无数，而能称为顶级宗门的只有6个，而我们合欢宗便是其中之一。合欢宗内部分为内外2门，只有50岁之内突破道劫丹期的弟子才能晋升成内门弟子，这一门槛只有那些天赋极佳而且修炼极为刻苦的弟子才有可能达到，两者缺一不可，咱们就别想了。而外门则是根据职能分成了6大殿，阴阳殿也就是我们加入的殿，主要职责是培养炉鼎，供宗门弟子修炼。传功殿顾名思义就是获取功法武技的地方，宗门只给弟子发放基础地功法武技，更高阶的就需要去传功殿获取了。我提一嘴，传功殿弟子虽然不多，但都是修炼狂人，轻易不要招惹他们。执法殿负责处理各种违反宗门守则的事情，一天天冷着个脸，比传功殿的还要吓人，就连我堂姐对执法殿的人也颇为忌惮。丹药殿和炼气殿从名字都看得出来是炼制丹药和法宝的地方，
这两大殿的弟子都很有钱，富得流油。至于外事殿，则是发布宗门任务的地方，可以在外事殿接取各种宗门任务，完成后会奖励贡献点。宗门内贡献点是比零食还要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在阴阳殿购买炉鼎，在传功殿兑换珍稀功法，在丹药殿、炼器殿兑换丹药法宝，都需要用到大量的贡献点。这些就是合欢宗大概的组成部分。而外门的6大殿，由于体量庞大，所以下面都各自继续拆分。例如我们阴阳殿下就有12峰，分别以甲、乙、丙、丁等命名。我等现在所在的就是乙峰了。这些峰虽然责任相同，都是为阴阳殿培养炉鼎，但其实暗中各有竞争。毕竟宗门下发修炼资源的时候，是直接发放给阴阳殿，殿主再以各峰的贡献按比例发放下来，这就导致不同峰的资源分配比例严重失衡。苏妙云说到这里，众人才对合欢宗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终于明白了他们所在的阴阳殿乙峰是什么级别的存在。不过苏妙云提起各峰地位不同，众人顿时来了兴趣。妙云师姐，咱们乙峰在阴阳殿中排名靠前吗？是啊，看苏师姐那么强，乙峰肯定也很强吧？众人一脸期盼地问道。毕竟各峰排名影响着资源的发放，乙峰排名越高，也就意味着他们能分到的资源越多。可，苏妙云略显尴尬地清了清嗓子，乙峰嘛，之前几乎是垫底的水平，这些年在我堂姐的带领下，排名已经强势挺进了中游。秦晨心中暗笑，看苏妙云这心虚的样子，估计乙峰排名最多也就是中下游的样子，绝不可能是中游。哎，不过接下来乙峰可能就要遭殃了。苏妙云叹了口气道。众人一惊，连忙追问妙云师姐，这是什么意思？苏妙云道，我堂姐早就已经到了筑基巅峰，只差一步便可以突破到结丹期。此番接引咱们加入乙峰后，她便会闭关突破，出关便可晋升为内门弟子。新的执事如果没有我堂姐的实力和手段，乙峰的排名可能还要下滑。闻言，众人顿时一阵错愕，好不容易通过了重重试炼，终于要成为阴阳殿乙峰的正式弟子了，现在你说乙峰要完蛋了，这不闹呢吗？不过悲伤的气氛还没来得及蔓延开来，非洲就轰然落在了地上。非洲降落的位置正是之前秦晨看到的那座高耸入云的山峰，看来此处便是阴阳殿的主峰了。众人面前是数百级青石铺成的台阶，在时间的磨砺下，青石竟是有了玉石般的光泽。石阶之上耸立着一座高达100米的古朴巨殿，散发出肃穆威严的气息。殿前矗立着数十根通体银白的盘龙巨柱，宽阔的殿门敞开，门上雕刻着不知名的飞禽走兽，栩栩如生，形态各异，也不知用了何等技巧，光是看一眼就似乎能感受到那些异兽身上的强大威压。而殿门之上则是雕刻着一幅阴阳图，代表着阴阳调和之意，颇为玄妙。相较于整座阴阳大殿，秦晨等人站在殿门之前，犹如蝼蚁般微小。一会跟着我进阴阳殿主殿，路上别乱说话，否则出了事，我也救不了你们。说完，苏若里又打出一道灵力，封住了秦晨的嘴。别人提醒一句即可，但这货可不能放任他乱说。秦晨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心态稳得很，毕竟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下一世铺路而已。以苏若里为首，队伍沿着上百级台阶缓缓走入阴阳大殿。大殿之内富丽堂皇的程度远超秦晨的想象，地板由一块块切割整齐的不知名白玉铺成，莹润的光泽映得整座宫殿内部亮如白昼。大殿四角则是立着4根数十人才能合抱起来的盘龙柱，上面雕刻的黑龙栩栩如生，眼睛处更是不知道镶嵌的何种宝石，区区死物竟是蕴含着滔天的杀意。救命！一名弟子目光死死地盯着龙眼，身体却止不住的发抖，双腿发软，眼看着就要跪在地上求饶。就在这时，苏若里一掌按在这名弟子的肩头，打入一股精纯的灵力。那名弟子这才猛地回过神来，对着苏若里连连拱手，多谢师姐相救。苏若里神色淡然，那是妖兽黑灵龙的妖丹，7阶妖兽，实力相当于人类的大成期，以你们的修为还没办法承受其威压。我早就说过，进了大殿之后不要乱看，再有下次我也救不了你们。闻言，众人顿时一阵后怕，连忙低下了头，不敢再四处乱瞧。而就在此时，众人身后响起一声刺耳的讥讽。乙峰今年招收的弟子都是什么歪瓜裂枣，没规矩也就罢了，偏偏实力还弱不禁风。啧，看来苏执事一心只想自己奔前程，已经放弃乙峰了。话音落下，另一支队伍大步走入阴阳殿，为首之人是一名年轻男子，此人穿着华丽，偏偏气质有些阴柔，有些不伦不类。有起源，乙峰如何，还轮不到你这个娘娘腔来指摘。再者说，你们甲峰排名连年下滑，哪来的脸嘲讽乙峰？苏若里淡淡道。你有起源神色一僵，不过随即又冷笑起来。甲峰在退步，那也始终压着乙峰一头。对了，听说你要闭关冲击结丹，呵呵，你才筑基巅峰多久，就妄想突破，也真是托大。不过呢，我这里有不少帮助修炼的丹药，只要你付出一些微不足道的代价便可以。苏若里寒眸一竖，滚！被当着一众新入门的弟子如此羞辱，有起源脸上肌肉狠狠地抽动了几下，他正要发作，一股强大的威压骤然降临，瞬间笼罩整座大殿。秦晨体内的修为被压制着，感受到这股威压后，顿时喉头一甜，
差点忍不住喷出一口逆血。贱人，下一世有机会的话，我定要报今日之仇。秦晨看向前方不远处的苏若离，心中暗暗起誓。此时大殿上，一道倩影不知何时出现，坐在了最高处那座代表着权力与地位的华丽座椅上。秦晨抬眼看去，心中顿时一阵惊艳。此刻他心中只剩下2个字：好美。高座上是一名女子，看起来也就30岁出头的样子。她一头如瀑黑发，竟无半点珠翠装饰，仅用一根素白的簪子挽了个华贵的发髻。不过秦晨十分怀疑，以魔门的行事风格，那根簪子搞不好是用修士的骨头制成的。而她身上穿的则是一身黑色的宫装长裙，长裙极为符合魔宗大胆的风格，领口开得极低，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外，精致的锁骨一览无遗。裙摆尽头，一截光洁如玉的小腿自然垂落，再往下，脚踝顺着小腿划出一道优美的曲线，上面挂着一串淡蓝色的玉石铰链，玉石散发着幽冷寒光，与雪白的肌肤相映成辉，简直是个完美的艺术品。但更令秦晨震惊的却是接下来的画面，连接如此完美的脚踝的是一双巧夺天工的玉足。此女竟然没有穿鞋，是赤着脚出现的。此时那名女子正优雅地翘着2郎腿，两只玉足一高一低，轻轻点动，犹如弯月一般的足弓在空中形成一道完美的曲线，足背微微绷起，犹如天鹅颈一般优雅。那种晶莹如玉的质感让秦晨一阵心神恍惚。不过就在这时，一道厉喝在秦晨耳中炸响：混蛋东西，把头低下去！秦晨侧目看去，只见苏若离此时正双目喷火地看向自己，牙齿咬得咯吱响。为了避免秦晨捣乱，苏若离已经提前将秦晨的一身灵力封印，甚至为了保险，还将秦晨的嘴给彻底封死。可他怎么都没想到，都这样了，秦晨还能用眼睛亵渎店主？没错，此刻坐在高座之上的正是阴阳殿殿主冷月。冷月体质特殊，乃是万中无一的玄阴魅体，一颦一笑皆能惑人心神。苏若离他们这些下属拜见冷月的时候都会低下头，一方面是表示尊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被玄阴魅体影响，当众出丑。刚刚他还没来得及向众人交代，便被有起源从中打断。现在想教训秦晨已经晚了。高座之上，冷月慵懒地斜倚着，一只手托住精致的下巴，纤纤玉指轻抵腮边，饶有趣味地看向秦晨。新来的小家伙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冷月嘴角勾起，轻笑一声，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慵懒，却丝毫掩饰不住其中的妩媚，一颦一笑都能摄人心魄。但秦晨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什么洪荒古兽盯住了一般，浑身动弹不得，冷汗早就浸透了后背的衣服。店主，此事是属下御下不严，请店主责罚。见状，苏若离立即单膝跪地领罪。他现在懊悔万分，早知如此，就应该把秦晨的双眼也给提前废了。无妨，将他做成灵力炉鼎便是了。冷月浅笑道。秦晨瞪大了眼睛，这群女人怎么回事？自己又没惹他们，怎么一个个的都想着把自己做成炉鼎？回禀店主，此人之前违反宗门守则，属下已经将其封印了修为，稍后便会送去登记成灵力炉鼎。苏若离连忙道。原来如此。冷月的目光从秦晨身上挪开，那就如此处置吧。对冷月来说，秦晨不过是一只蝼蚁罢了，来了兴致，投去一束目光，便是对他最大的恩赐，而随手抹去其性命，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罢了。好好好，这么完事吧。都是什么奇葩逻辑，看一眼就得死。要不是没法开口，秦晨恐怕就要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了。果然是魔宗，这群人的脑回路都不能用常理来推论。没其他事的话，各封执事带人领取入门弟子的令牌，然后各自去忙吧。对了，今年宗门对炉鼎需求很大，年底完不成任务的封，全部弟子都拿去充当灵力炉鼎。留下一句话，冷月的身影便消失不见。冷月离开之后，众人身上无形的压力也跟着骤然消散。怎么感觉店主的压迫力又大了不少？光是站在他面前，我都有点发抖。别碰我，我腿现在还软呢，刚刚差点给店主跪下。前2天店主出关，已经突破到了元婴中期，你们还真是孤陋寡闻啊。什么元婴中期？听着几位执事的议论声，秦晨也忍不住暗中啧舌。没想到啊，没想到咱这店主看起来又媚又玉的，实际上却是个元婴老祖。片刻后，各封执事便带着新入门的弟子纷纷离去。秦晨撇撇嘴，搞这么大的阵仗，就只是为了拜见一番店主。乘坐苏若里的飞舟，一封众人又来到了主峰上的另一座大殿。相较于宏伟的阴阳大殿，此殿虽气势稍差，但规模却更大。天空中不时有飞舟飞溅起落，看起来颇为繁华。此殿名为六御殿，以合欢宗为世人熟知地宫法六御秘典命名，是处理炉鼎事宜及阴阳殿内所有弟子事务的机构。苏若里一边解释，一边带着众人步入六御殿。一进门，秦晨顿时就直了眼。大殿内的布置竟是有几分银行的样子，上百人在10来个窗口前排着长队，似乎在等着购买什么。而窗口后则是一个巨大的阵法，阵法犹如一个光幕，在半空中展开，分成左右2部分。左侧是关于灵力炉鼎的信息，右侧则是血气炉鼎的信息。从排队的人数来看，明显是灵力炉鼎更受欢迎。秦晨屏气凝神，
看向左侧光幕上流光溢彩的文字：灵力炉鼎炼器1层，售价28贡献点或28下品灵石；灵力炉鼎炼器2层，售价60贡献点或60下品灵石；灵力炉鼎炼器3层，售价118贡献点或118下品灵石。在网上竟然还有筑基甚至结丹期的炉鼎，也不知道是从哪搞来的。不过只有炼器期的炉鼎才能用灵石购买，筑基及以上的炉鼎只能通过贡献点购买。之前苏妙云曾经说过，在合欢宗贡献点比灵石还要珍贵，看来确实不假。目光一动，秦晨又看向光幕阵法的右侧，血气炉鼎半年期，售价3贡献点或3下品灵石；血气炉鼎1年期，售价8贡献点或8下品灵石；血气炉鼎2年期，售价18贡献点或18下品灵石。上面标注的时间，看样子应该是炉鼎培养的时间。单从价格上来看，血气炉鼎确实远不如灵力炉鼎，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毕竟灵力炉鼎再差，那也是有修为的，灵力的效果远超血气之力。都看到了吧？阴阳殿所有关于炉鼎的交易都在六玉殿中进行。苏若里淡淡开口，各峰培养的炉鼎必须通过六玉殿交易，交易的金额90%归阴阳殿公有，1%归各峰自由支配。只一说，秦晨就立即明白了过来。阴阳殿将培养炉鼎的任务交给了12峰，最脏最累的活让下面的人做，但交易收钱的事却全部归了六玉殿。秦晨不用猜，用小脚趾都能想明白，六玉殿肯定是受殿主直接管理。虽然按照规矩，阴阳殿大部分利润需要上交给宗门，但留进殿主口袋的恐怕也会是一个天文数字。随我到这边来。苏若里带着新入门的弟子来到侧殿，侧殿是专门办理阴阳殿下属弟子事务的地方，由一位筑基期的老头坐镇。众人依次登记了姓名、修为等信息，并且还用本命精血留下了一盏魂灯，各自领取一枚身份令牌后，便算是正式加入了合欢宗。轮到秦晨的时候，苏若里对负责登记的老头淡然道：“此人违反宗门规矩，我已禀告殿主，将其贬为灵力炉鼎。”老头似乎对这种事件怪不怪，哑着嗓子开口道：“今日炼器1层的炉鼎价格是28贡献点，以你的职级，缴纳20点贡献点或者灵石即可。”苏若里点点头，将身份令牌递了过去，交由老者扣除20贡献点。坏消息，秦晨最终还是成了合欢宗的炉鼎。好消息，秦晨不是一文不值，打完折之后还值20贡献点。新入门的弟子身份令牌中有10点贡献，而我们阴阳殿弟子在六玉殿购买炉鼎会有优惠，普通弟子购买价格是售价的90%。以后你们需要炉鼎的话，直接来这里购买即可。苏若里一边收好身份令牌，一边对众弟子道：“是，师姐。”众人躬声回应。用非洲带众人回到以峰后，苏若里便马不停蹄地带着秦晨回到了自己的洞府。该来的终于要来了。秦晨看着与自己同处一室的苏若里，挤眉弄眼道：“我说苏师姐，没必要这么猴急吧？要不咱们先洗个鸳鸯浴培养感情，直接就来，我还真有点不适应。”苏若里淡淡地瞥了一眼秦晨，那眼神仿佛就是在看一堆垃圾，将死之人罢了。你觉得这种话能影响到我的情绪吗？天真，与其说这些，还不如老老实实交代一下你炼气3层的修为是怎么来的。答案让我满意的话，我倒是可以让你死得不那么痛苦。苏若里道。在封禁秦晨灵力的时候，他就感知到了秦晨的真实境界。一个刚刚踏入修仙门槛的新人，绝对不可能在短短7天之内就达到炼气3层。秦晨一定有奇遇。退一步说，就算逼问不出秦晨境界的来历，炼气3层的炉鼎也价值上100贡献点，买下秦晨算是大赚。别看苏若里是以峰执事，能决定一峰事务，但修炼的开支也同样巨大，100点贡献点对他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说说吧，你到底是如何在7天之内达到炼气3层修为的？苏若里淡淡道。原来师姐想知道这件事啊，好说好说。秦晨嘿嘿一笑，当初有一个和苏师姐实力、颜值都不相上下的美女师姐，和我做了一点羞的事情后，我就有了炼气3层的修为。要是苏师姐感兴趣的话，我倒是不拒绝师姐亲身尝试一下。这句话确实是实话，但落在苏若里的耳朵里，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与戏弄。筑基巅峰的修士至少是一峰执事，就算是眼瞎了，也绝对看不上秦晨这种普通人。师姐不信？秦晨闭上双眼，一副任人踩鞋的模样。不信的话，亲自来试试不就知道了。我不会反抗的，反正都要死了。秦晨决定在这一世的最后一段时光中，好好的浪一把，肆无忌惮的调戏师姐，就是爽。但下一秒，苏若丽上前，纤细的手指捏住了秦晨的下巴。手指冰冰凉凉，摸着脸很舒服。不过还没等秦晨细细感受，苏若丽就强行捏开他的嘴，扔进去一颗丹药。咕咚一声，秦晨下意识将丹药吞了进去。苏师姐，你给我吃的是什么？我号称一夜7次郎，合欢宗最强妖，不用吃药的。秦晨猛逼道。哼，相貌倒是还凑合，可惜偏偏长了一张嘴。苏若里手指在秦晨嘴上划过，一道灵力顿时将秦晨的嘴巴封了起来。秦晨正在疑惑的时候，小腹处忽然传来一股剧痛。秦晨脸色瞬间扭曲，冷汗唰地冒了出来。咚的一声，他痛得栽倒在地，整个身子都蜷缩了起来。感受着体内的剧痛，秦晨心中骇然无比。
也不知道苏若里给他吃的丹药是什么，药力竟然全部聚集在了丹田中，浑身的血气之力仿佛受到了神秘力量的牵引，缓缓朝着丹田汇聚，经由丹田强行转化成灵力后，又输入经脉。短短片刻，秦晨就感受到体内的灵力暴涨了一大截，可随之而来的是万针刺穿身体般的恐怖剧痛。不知道过了多久，那种可怕的剧痛才缓缓退去。这时，地上已经被他的汗水浸出了一个清晰的人形。秦晨感觉身体像是被掏空，动动手指都费劲。苏若离见状，手一挥，解开了秦晨嘴上的灵力限制。刚刚你吃的丹药叫做燃血丹，顾名思义，这种丹药能燃烧你体内的血脉之力，强行转换成灵力。不过呢，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而且期间会承受巨大的痛苦。怎么样，你的嘴还硬吗？苏若里讥讽道。等等，秦晨艰难地抬起手。苏若里还以为秦晨是要求饶，他好整以暇地坐到秦晨面前的椅子上，嘴角勾起一抹讥讽。别说是秦晨这种刚刚踏入修炼门槛的新人，就算是魔门修士，也没有几个能承受燃血之痛的。怎么，想要求饶？不，我是想说，这丹药还有吗？再来点。秦晨虽然虚弱，但双眼中却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不愧是魔门，燃烧血脉之力转化成灵力，这么天才的丹药是谁研制出来的？如此逆天的药效，何该为我所用啊？这一世差不多已经活到头了，死之前能够多提高一点实力，下一世的起步就会更高。这燃血丹就是提升实力的最好手段。至于燃烧血脉之力，燃烧这一世的血脉之力和下一世有个毛的关系？苏师姐，行行好，再来点。秦晨喊道。苏若里沉默了足足十几息的时间，片刻后，他嘴角微微抽搐，掏出几颗丹药，全部塞进了秦晨的嘴里。他还从未见过如此硬骨头的人。既然如此，看样子只能将其实力提升到最高，然后当成炉鼎修炼用了。几颗燃血丹服下，秦晨再次露出痛不欲生的狰狞神色，浑身血气被牵引着朝丹田聚集。啊！秦晨发出一声犹如野兽濒死般的痛苦嘶吼。与此同时，他的修为一举突破，成功踏入炼气4层，眼前逐渐陷入黑暗。你浑身血气被抽取一空，你死了。开始对上一世表现进行评定。苟之一道，玄妙且深奥，在对待苏妙云的事情上，你经验不足，导致自陷险地，最终更是因此失去性命。不过，在服下燃血丹后，你表现出来的意志力超越常人，以你的体质，服下2颗燃血丹便能发挥出最大药力。可你硬是强行吞下了5颗，表现评定蓝。轮回塔一层魂灯点亮，魂灯颜色蓝，你获得了开具道具燃血丹星号1。由于上一世仅获得修为，无任何宝物，自动选择保留修为。轰！秦晨睁开眼，眼前又是熟悉的血煞大阵，感受着体内熟悉的灵力，秦晨差点喜极而泣。心念一动，半透明的光幕顿时出现在面前。姓名：秦晨，年龄18，境界炼气4层，功法合欢诀，法宝无，特殊天赋一夜七次郎，还得是童子哥。炼气4层的实力全部保留了下来，而且秦晨还发现了一个意外之喜。由于学习功法之后，功法刻印在了记忆中，所以功法并不在系统的抹除范围内，合欢诀也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以后有机会的话，倒是可以多学习一点功法。什么贪多嚼不烂，那都是虚的，别管好坏，先背下来，大不了再慢慢从中挑选适合自己的功法修炼就是了。正想着，柳寒冰略带几分纠结的声音响起：“你把衣服脱了，滚过来。”秦晨抬头看去，正好对上柳寒冰那复杂无比的眼神。现在，秦晨已经能完全理解柳寒冰内心的挣扎了。毕竟保留了这么多年的处子元红，为了突破结丹，只能被迫交给一个将死之人。心中不纠结，那是不可能的。但秦晨却没有这么多顾虑，反正最后都是他占便宜。来了来了！秦晨小跑着过去，吸收完柳寒冰体内的灵力，秦晨的修为再上一层楼，来到了炼气5层。而且不得不说，这么多天不见，秦晨还有些怀念柳师姐的大长腿。势必，秦晨捡起柳寒冰的肚兜，露出一抹邪笑：“柳师姐，截留阴阳殿的炉鼎，残害同门，这一桩装饰可都是大罪啊！听说你的灵石都用来突破了，这些事要是被我捅到执法殿去，以你的身家，恐怕交不起罚款吧？”柳寒冰神色猛地一滞：“你到底是什么人？”秦晨说的这些，虽然在合欢宗内算不上什么隐秘，但绝不是一个刚刚加入宗门的普通人能知道的。我是什么人？秦晨挥了挥手里的肚兜：“柳师姐，我可是你的心上人啊，咱们可是有定情信物为证了。柳师姐，可不要想着报复我哦，我这个人胆小，要是吓到我的话，指不定抖出来什么事呢。”说完，不顾柳寒冰难看到极点的脸色，将肚兜塞进怀里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走出山腹，秦晨轻车熟路，回到柳寒冰杀人抛尸的案发现场，收起那枚身份令牌。上一世，他虽然没有拿到身份令牌，但也看到了其他人的令牌，和这个令牌一模一样，只不过身份令牌上不标注是阴阳殿哪一峰的弟子，所以还不清楚此人是哪一峰的人。先收起来，万一有用呢？将令牌揣进怀里，秦晨又根据记忆中的路线，好赶慢赶，终于赶上了前往以峰的非洲。落地后，又是苏若里接待。这次秦晨算是有了经验，提前占据好了跳下非洲的最佳位置。
苏若离刚说完3息内还留在非洲上的人死这句话，秦晨就跳了下来，总算是避免了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的囧样。然后又是一路畅通，苏若离带他们来到修炼地方，提出了7日之约。这次秦晨学聪明了，上一世他就是不小心得罪了苏若离的堂妹苏若云，被苏若离公报私仇，凭借一条辱骂同门的门规给弄死了。这一世必须得离苏妙云远点。至于报仇吗？苏若离是筑基巅峰，又是以峰执事，报仇之事不能心急，需要徐徐图之。总有一天，自己也要将那女人炼化成炉鼎。进了屋子之后，秦晨没有站上一世的床位，而是来到了通铺的另一侧。哼，先避其锋芒。不过他刚整理好床铺，想要打坐修炼的时候，身边忽然响起一声蛮横无理的声音：“喂，别收拾了，你这个地方赶紧腾出来，我们要了。”秦晨错愕地抬起头，眼前正是苏妙云吉女。我勒个擦！秦晨看看自己的位置，没错呀，自己确实是换了位置啊。这几个女人是属狗的吗？认上自己了，这都2世了，还不放过自己？聋了吗？没听见我们的话吗？赶紧滚！一名女子不屑道。秦晨无视嘲讽，起身看了看大通铺的另一侧，一名铁塔般的壮汉正在铺床。秦晨瞬间就明白了过来，好，合着是不敢去惹那个大汉，所以才找上了自己啊。不是极美，你是苏若里的堂妹，随便喊一声都可以让所有人睡地下，你自己一个人独享大通铺，有必要割我这玩欺软怕硬这种把戏吗？还有，自己看起来就这么好欺负吗？2世了，追着杀！匹夫一怒，血溅5步。秦晨易怒，卑微让路。诸位，请。秦晨毫不犹豫，直接把位置让了出来。好汉不吃眼前亏，小本本上再记苏妙云一笔。哼，果然是个软蛋。苏妙云不屑地瞥了一眼秦晨，然后和几位小姐妹占据了秦晨的床位。至于秦晨，则是抱着铺盖卷来到了角落。不远处，正是上一世解答炉鼎分类的阴质男子。阴质男子盘腿修炼，只在秦晨经过身边的时候，睁眼随意地看了一眼，并未过多理会。秦晨则是暗中打量了一番此人。根据上一世的经历来看，此人见识不俗，而且似乎还和苏若里认识，肯定不是一般人。仔细观察半天后，秦晨并没有在其身上感受到传说中的王八之气，于是便收回心神，放在了自己的修炼之上。他上一世磕了染血丹，才勉强突破的炼气4层境界，在童子的帮助下被完美的保存了下来。不得不说，染血丹真是个好东西，短短片刻就能让自己突破整整1层境界。这一世系统赠送了1颗染血丹，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例如快要死的时候磕1颗染血丹，死亡收益最大化。7日后，苏若里如约而至。这7天内，秦晨并未修炼，生怕修炼的动静惊动其他人。而在他身边不远处的阴质男子，则是第1天晚上身上就散发出恶臭气息，然后便不动声色地出去洗了个澡，不到1天便成功踏入炼气门槛，身上果然有秘密。于是秦晨在其身上打了个重点关注的标签。接下来又是熟悉的测试环节，在用试炼石测试的时候，秦晨生怕苏若里看出什么端倪来，紧张的要死。幸好苏若里似乎根本不屑于探查他们体内的灵力情况，让他顺利的蒙混过关。而这一世在苏妙云面前装怂也很有效果。苏妙云没有告状，只是在测试完从秦晨身边经过的时候，投来一抹不屑的目光，那表情似乎是在嘲讽，像秦晨这种软蛋竟然也能通过测试。秦晨在心中比了个国际友好手势，然后在其身上打了个必杀的标签，别落在我手里，不然小爷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测试完毕后，通过测试的10几人跟着苏若里前往阴阳殿拜见冷月。这次秦晨尝了教训，没敢再抬头与冷月对视，但不对视不耽误他看腿啊，那双大长腿和玉足简直就是最完美的艺术品。鉴赏完艺术，秦晨等人又跟随苏若里去六玉殿领取了狗牌，领取了身份牌。上一世秦晨就是在这里被苏若里带走，当成炉鼎折磨致死。而这一世秦晨没有踩坑，成功苟到了领身份牌，并且低调的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领完身份牌，苏若里又将众人带回了以峰山腰处。以峰正式弟子的住所便是在这里了，你们各自寻一处闲置的洞府住下即可。目前以峰共有82名正式弟子，宗门内不以入门先后区别辈分，而是以实力为尊，修为强的便是师兄师姐，懂了吗？苏若里淡淡道。是。众人齐声回答。宗门内一切行动由弟子守则约束，犯错者轻则罚款，重则殒命。回去以后熟读弟子守则，否则犯了事，就算是店主出马都护不住你们。苏若里嘱咐一声，随即指着不远处的一名女子道：“这是以峰的副执事吕轩，一会他会给你们分配任务，以后没有特别重要的事，不要来烦我。”说完，苏若里转身离去。吕轩笑了笑：“苏师姐就是这个脾气，以后你们就适应了。给你们1天时间，先收拾一下洞府，明日午时还是此地，我给你们分配任务，并且详细介绍一下以峰。”有了抢床位的经验，这次挑选洞府，秦晨不动声色地站到了队伍最后。等众人都挑选完之后，他才在角落里挑选了一个洞府。虽然是老破小，但胜再不起眼，非常适合狗。况且刚入职就分配洞府，
这种福利秦晨已经很满意了，收拾了大半天，才将洞府做了个简单装修，漏风漏雨的地方堵好，顺便还打了2件家具。结束后，天已经黑了，秦晨躺到床上，一边休息，一边挪开了面前巴掌大小的木片。在墙上，他挖了个洞，只要挪开遮挡的木片，就能看到大部分洞府的动静。当时选这个洞府，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洞府的地理优势。这时，秦晨眼神忽然移动，有人鬼鬼祟祟从洞府中走出，四下打量一番后，小心翼翼离开。不多时，又有人走出洞府，蹑手蹑脚离开。看离开的方向，似乎前往的是副执事吕轩的洞府。秦晨不动声色，记下了几人的样子。第二天午时，山脚下，众人再次见到了吕轩。吕轩清点完人数后，才开口道：“即日起，你们便算是正式成了阴阳殿已封的弟子。作为新入门的正式弟子，封内的一众事务自然是由你们负责。”说着，吕轩拿出10来份玉简，分发到众人手里。阴阳殿正式弟子的职责主要分为2种，一是日常看护封顶大阵中的炉鼎，二是在6玉殿有炉鼎订单的时候，将炉鼎押送至6玉殿。押送炉鼎需要炼气3层以上的弟子驾驭非洲，你们修为不够，暂且负责灵力炉鼎和血气炉鼎的日常照料即可。玉简中是照料炉鼎的一些注意事项，并且标注了对接弟子的信息，一会拿着玉简各自去寻他们交接即可。吕轩介绍道。这时有人疑惑问道：“吕师姐，他们没有玉简的要做什么？”那人手指着的几人，如苏妙云、英智男子等，手中都没有玉简。吕轩脸色淡漠：“我手下正好缺几个干活的，留他们在身边听候吩咐。你有意见？”提问的那人自知问错了问题，连忙闭上了嘴。而秦晨看着那几人的样子，心中也顿时明悟了过来。什么留在身边听候吩咐，活都分完了，这些人还能有什么事？而且秦晨记得清清楚楚，这几人正是昨夜偷偷离开洞府的那几人。刘师兄，秦晨刚开口，还没来得及说明来意，便被眼前的弟子打断。不用说了，老弟，我都懂。刘元拍了拍胸脯，你就是来接手我工作的秦老弟是吧？我已经知道消息了。来，咱们赶紧做一下交接。看到对方这态度，秦晨顿时心一凉。哥们，你这么着急交接，搞得我有点慌啊。刘元直接从秦晨手里接过玉简，扔到了一边。秦老弟，说实话，这玉简上写的都是狗屁，不用理会。对了，你弟子令牌领了吧？用没用过贡献点转移的功能？话题转移的太快，以至于秦晨大脑都出现了1秒的空白。贡献点转移？没错，贡献点除了和宗门交易，也是能私下转移的。一看你就不清楚，来把令牌拿出来，我教你。秦晨半信半疑的拿出弟子令牌。刘元见状，呵呵一笑，放心吧，秦老弟，当初入门的时候，宗门不是留了你一滴精血吗？弟子令牌中就有你的精血气息，除非你自愿，否则谁也动不了你令牌里的贡献点。当然，身死之后，令牌内的精血会跟着消散，不仅令牌失去效果，而且其中的贡献点也会被宗门回收。闻言，秦晨心中冷笑，不愧是魔门，弟子死后贡献点回收，还真是会做生意。念及此，秦晨连忙对刘元拱手道：“还请刘师兄指教。”刘元嘿嘿一笑：“好说，你把精神力注入弟子身份令牌，然后就可以操作了。”秦晨试着按刘元说的，将精神力注入到身份令牌。下一刻，果然他就感受到了对弟子令牌的掌控。令牌中有入门时赠送的10点贡献，只要他此时心念一动，就能将其转移出去。这时，刘元掏出了自己的身份令牌，放在桌子上。来，师弟，试试转移贡献点。刘元催促道。看到这一幕，秦晨立刻就明白了，合着在这等我呢，教自己用身份令牌，就是为了索贿是吧？不过秦晨初来乍到，不像苏妙云等人有背景，急需一个人介绍一下已封的情况。于是他心念一动，直接转过去了5点贡献。感受到令牌中多了5点贡献，刘元一副惊讶的样子。哎呦，秦老弟，你这是干什么？怎么一下子赚了5点贡献过来？是不是操作失误了？来，我给你转回去。刘元嘴上说着，手上却是一点动作都没有。秦晨拱手道：“列点小小心意，是师弟送给师兄的见面礼，还望师兄不要嫌弃。以后师弟想再以封魂，还要请师兄多多照顾。”刘元一听，这还是个上道的，他嘿嘿地收起弟子令牌。既然是师弟的一片心意，那师兄我就却之不恭了。不过师弟如此真诚，师兄我也不能藏私。这2年半负责炉鼎们的日常生活，倒是总结出了一些心得，现在免费赠与师弟了。还有工作总结。要知道，离职的员工留下的心得，那可是宝贝。看刘元的反应，如果没给他贡献点的话，此人肯定是不会说这种事的。看来这5点贡献没白花。秦晨道：“还请刘师兄指教。”刘元一脸得意，玉简上让你给炉鼎们多久送一次食物和水？秦晨回忆一番，答道：1天1次。刘元玩味道：“那你说，人要是不吃不喝，几天才会死？”闻言，秦晨恍然大悟，师兄的意思是说，呵呵，我可什么都没说，不过人嘛，潜能是巨大的，个3-5天也不会出事。原来如此，师弟明白了。秦晨道。刘元继续道：“3-5天的时间，足够师弟去外事殿接一点简单的任务了。虽然奖励不多，有的甚至只有零食，没有贡献点，但也聊胜于无不是。攒够50点贡献，就能换1枚储物戒指。
到时候给卢鼎运送生活物资便可以不费力气了。而且做咱们这个活虽然有点累，但也不是一点福利都没有。说到这，刘元一双鼠眼中露出几分猥琐。秦晨好奇问道：福利？什么福利？刘元嘿嘿一笑，咱们虽然是最底层的外门弟子，但手里可是掌握着那群卢鼎的生活物资，有这些东西，拿捏1-2个卢鼎，让他们帮咱们解决一下需求，不是轻而易举吗？经过刘元这么一说，秦晨也明白了过来，原来如此。看着刘元的样子，秦晨感慨无比。刘元一身衣服都快穿出浆来了，脸上胡子也不知道多少天没修剪，就这副调样，还能有手段让卢鼎投怀送抱。不得不说，这刘元还真是个人才。师兄呢，放下这些事，也该专心修炼了。当初和我一同入门的，已经有人修炼到炼气6期层了，而我还在炼气3层蹉跎，真是一言难尽啊。刘元感叹一声，秦晨又恭维2声，这才告辞离去。临走时，刘元又塞给秦晨几瓶辟谷丹。辟谷丹便是要给卢鼎定期服用的食物，虽然不值钱，但也是需要定期去六玉殿才能领取的。刘元看秦晨顺眼，顺便给了他几瓶，也算是免了秦晨爬山之苦。片刻后，秦晨收拾完，正要去山顶看看已封圈养的卢鼎时，有3人找上了他。秦师弟，我们3人的任务也是负责灵力卢鼎的管理，以后咱们可得要互相关照一下。为首的女子道，眼前3人全是和秦晨一同入门的女弟子，看起来年龄和秦晨相仿。3人的名字他也略有印象。刚刚为首说话的是霍静，另外2人分别是余竹和徐雅士。不过秦晨并没有给对方好脸色。有事？秦晨冷着脸问道。宗门内以实力定尊卑，对方和自己一同入门，按道理应该称一声秦兄，你喊秦师弟，而且一副居高临下死了爹的模样，是什么意思？上来就想压我一头？苏妙云那几人是关系户，自己惹不起，但这几个没背景的也想来踩一脚，不可能的。见到秦晨冷淡的样子，霍静3人心中冷哼，当初他们是见过秦晨在苏妙云面前卑微模样的，现在装给谁看呢？秦师弟，是这样的，我们3人要结伴去六玉殿领取给卢鼎的辟谷丹，但路程遥远，不知师弟能否代劳一下？霍静道。是啊，秦师弟，我们虽然已经炼气入门，但还没来得及打熬筋骨，如此远的距离实在是吃不消。不错，秦师弟，你反正也要过去，不如顺手帮我们把辟谷丹带回来，可好？另外2女在一旁附和。秦晨微笑，光是拿辟谷丹怎么行？不如我帮几位师姐把水也挑上去。管理卢鼎最主要就是记录卢鼎的状态，其次便是发放辟谷丹和水等生活物资了。据刘元说，几10年前以峰山顶是有一眼泉的，后来不知为何泉眼消失，便只能挑水上去了。有储物戒指的倒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水带上山，可一枚储物戒指价值50贡献点，不是他们这种干苦力的底层弟子买得起的。3女之前还在发愁如何挑水，没想到刚瞌睡，秦晨就送枕头来了。好啊，秦师弟如此热情，那我们便却之不恭了。既然秦师弟挑水帮我们做了，那发放辟谷丹要不也代劳一下吧？我们不会让秦师弟白忙活的，到时候给秦师弟一个满意的报酬。3女连忙道。一个臭不要脸，一个得寸进尺，一个画大饼，真有他们的？是自己嘲讽的不够明显，还是这3女脑子转不过来？说的都这么清楚了，还不明白自己的意思？3位师姐，既然咱们在合欢宗，也别说别的报酬了，这样3位与我共同修炼一下合欢诀，如何？这功法深奥的很，其中有很多姿势，呸，很多知识我还不明白，希望3位师姐亲自帮我解答一下。秦晨道。此话一出，3女齐齐皱眉。秦晨，你这是什么意思？哼，让你帮我们干活是给你脸，你怎么还得寸进尺起来了？不错，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不过是一个勉强通过考核的垃圾罢了，还妄想和我们发生点什么，可笑。3女犹如连环炮一般对秦晨口诛笔伐。你看又急了，我知道你们很急，但你们先别急，毕竟以你们的天赋，以后有你们急的。对了，刚刚说让你们陪我试说着玩的，毕竟要脸蛋没脸蛋，要身材没身材，浑身上下只剩一种美，那就是马上出来的美。秦晨回道。秦晨最不怕的就是对骂了，当初3言2语就把苏妙云骂破防，实力就可见一斑。3女主动送上来，着实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说完之后，秦晨根本没给3人反应的时间，转身就走。此乃骂战中最高级最精华的部分，无论你战斗力如何，就算只会个最低级的我星号你骂，但骂完之后立刻脱战，让对方找不到反击的目标，那攻击效果也能直接拉满。果然，等董静3女反应过来的时候，秦晨已经不知道跑哪去了。他竟然敢骂咱们！余竹愤恨无比，咬牙切齿，辱骂同门，咱们去告他。根据门规，要罚他0时的。徐雅士怒道。董静吐字如冰，我们手里没有证据，如何告他？不过这件事暂且记下了，有机会定要他为今日之事付出代价。上山的阶梯上，秦晨间挑2桶泉水，一边走一边懊悔。根据他的计划，入门之后应该始终恪守苟道，小心谨慎行事，尽量避免惹出事端。可每次都是嘴比心快，多年兑现的经验让他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只要对方开口辱骂，
他记忆深处的条件反射便会苏醒，开启自动反击。很多时候他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对面就已经红温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之前在网络上反应稍微慢一点，就会痛失双清。不过好在董静三人应该没什么后台，不然的话也不会和自己一样分配到苦力活了。以后只要小心一些，别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就是了。1个时辰后，秦晨挑着水来到山顶，虽然有修为在身，没感觉到劳累，但上山下山一来一回就要半天时间，确实耽误修炼。怪不得刘元入门2年半还在练气3层打转。山顶上，秦晨放眼看去，只见山头像是被一把白尺巨剑削去似的，只剩下平坦无比的石面，10来个半球形的大阵犹如碗一般倒扣在地面上，阵法上流转着淡蓝色的光芒，奇幻无比。刘元介绍过，此阵名为锁魂阵，用特殊手法抽取炉鼎的一丝魂魄与大阵连接，便可保证炉鼎无法逃走。而且大阵还有一个特点，那便是会时刻抽取被锁魂之人的灵力或血气之力，以维持大阵运转。简单来说，就是用你的胳膊锁你的喉，堪比永动机。每个大阵中都有几十个炉鼎，有男有女，这些炉鼎精神状态还算不错，只是因为长期失去自由，略显憔悴而已。不少人看到秦晨后都眼含期望地站了起来。不过当秦晨来到编号为乙的大阵后，其余大阵中的人又失望地叹息一声，坐了回去。身上带着身份令牌，秦晨畅通无阻地进入了锁魂阵。见状，乙阵中的炉鼎们像是见到了发放救济粮的灾民一般，纷纷涌了上来。这位大爷，你是来发放辟谷丹的吗？大爷行行好吧，我们已经2天没吃没喝了，快要饿死了，我要水，我要水！几十人围着秦晨哀求声不绝于耳。肃静！秦晨呵斥一声，众人顿时安静了下来。我叫秦晨，从今天起便负责管理乙阵中的炉鼎，你们要是能老老实实配合，我就会按时过来送食物和水。可要是有人敢闹事，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停了你们的物资了。哦对了，光是停物资还不够，我还会把他裤子扒光了，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都光着屁股。此话一出，众人顿时脸色大变。本以为好不容易盼走了心狠手辣的刘元，怎么又来一个更残暴的呀？裤子扒了光着屁股，想想就惨。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起来，按照阴阳殿的规矩，你必须每天都要来给我们送物资，你这是在虐待我们，我们要上告执事。听到这话，秦晨嘴角微微勾起。众所周知，有个成语叫做杀鸡儆猴，一项严苛的规则推行出来，最需要的就是有人亲身试法，然后杀鸡儆猴。现在这个鸡跳出来了，砰！秦晨一脚踢翻水桶，辛苦挑上山的泉水顿时倾泻到地上，众人全部目瞪口呆。刚刚叫嚣的，对，就是你，别躲了，站出来！秦晨指着人群中一个正在努力缩脖子的男子，刚刚就是你说要去告发我是吧？来，我给你机会。略微清了清嗓子之后，秦晨大声道：因此人口出狂言，所以我宣布，接下来3天你们得不到任何食物和水。当然，念在这是第一次，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1炷香的时间内，你们要是能把他的裤子扒下来，这次惩罚就取消。这一手叫做挑起内部矛盾。果然，听到秦晨说停3天物资的时候，所有人都哗然失色。可听到秦晨说只要把喊话那人的裤子扒下来就免受处罚的时候，众人的眼神又变了。所有人犹如饿狼一般，齐齐看向之前喊话的男子。你们看我干什么？丁豪咕咚一声咽了口唾沫，紧紧捂住了裤子。就是他，把他裤子扒了，一起上！只要把他裤子扒了，咱们就有饭吃了。众人高呼着一拥而上。锁魂阵内，炉鼎无法动用灵力，单靠肉身之力，丁豪没有丝毫反抗的机会，甚至连求饶的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人群给淹没了。片刻后，人群中飞出一条裤子，还有一声痛苦中夹杂着羞耻，羞耻中夹杂着绝望的嘶吼。人群散去，露出蹲在地上双手捂着私密之处的丁豪。幸好衣服够长，勉强能够遮羞。丁豪一脸悲愤，看向秦晨：秦哥，秦爷，我服了，我真服了。以后谁要是不服你，我第一个干他。给个机会，让我穿上裤子吧。冷风吹来，丁豪只觉得下半身凉飕飕的。秦晨上前2步，蹲到丁豪面前：真服了。丁豪点头如捣蒜：服了，真服了。秦晨呵呵一笑：可惜晚了。见秦晨要离开，丁豪也顾不得丢人了，连忙抱住了秦晨的大腿：秦爷，我以前也是阴阳殿以风的弟子，看在同门的份上，给个机会，只要你放我一马，我可以告诉你一桩隐秘。听到隐秘2字，秦晨顿时来了兴趣，他摆摆手让众人离开，然后对丁豪道：能骗我的下场知道吧？敢骗我的话，就不只是扒裤子这么简单了。丁豪浑身一震，连忙摇头：不敢不敢。秦爷，我以前真的是以风的弟子，只不过染上了毒瘾，还不起高利贷，这才成了炉鼎。之前我的洞府是黄字丙号，床板的地砖下埋了一片古地图残片，据我推测，那古地图指引之地很有可能是一处上古洞府。如今小弟将地图献于秦爷，希望秦爷高抬贵手，饶我一次啊。秦晨心神一动，黄字丙号不就是自己住的地方吗？哦，黄字丙号没骗我。秦晨眼神闪烁不定，似乎在考量丁豪言语中的真假。秦爷，
我都这样了，怎么敢骗您？您一去便知啊。丁豪捂着下半身，以一个颇为羞耻的姿势对秦晨哀求道。见状，秦晨嫌弃地摆了摆手，丁豪顿时大喜，此刻也顾不得许多了，光着屁股就朝着裤子冲了过去。秦晨拿出辟谷丹，给所有人发了一颗。临走时，他走到丁豪面前，拍了拍这个前辈的脸。我虽然新入门，但折磨人的手段有很多，10大酷刑听说过没？那些都只是开胃菜罢了，敢骗我的话，就算碍于门规要不了你的性命，我也有的是手段让你生不如死。丁豪咕咚一声，紧张地咽了口水，卑微道：不敢。回到洞府后，秦晨压下心中好奇，一直等到夜深人静，这才小心翼翼锁好门窗，蹑手蹑脚挪开床，借着微弱烛光，果然发现了一块异常的青砖。这块青砖周围的土有点松动，与其他青砖格格不入。秦晨刚想将这块青砖取出，却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伸出去的手停在了半空。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喃喃自语一声，找来一根木棍，这才小心翼翼地将青砖挑开。嗖！青砖移开的瞬间，一道微不可见的黑影从青砖下激射而出，几乎是擦着秦晨的头皮飞了过去，钻入墙壁。这一幕顿时将秦晨惊出了一身冷汗。丁豪，你也有屈死之道！看着从墙壁小孔上取出的淬毒银针，秦晨气得牙齿痒痒。魔门中简直处处是坑，一个沦落为炉鼎的赌鬼，竟然也能给自己下套。要不是已经被坑死过2次，对魔门弟子的品性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恐怕就着了丁豪的道。特么的，裤子都被扒了，还敢算计自己，这丁豪真是不怕死啊！不过此时正是半夜，报复丁豪的事只能暂且搁置。倒是青砖下的东西引起了秦晨的好奇，小心翼翼地确认没有其他机关，也没有什么毒药后，秦晨这才拿起青砖下的布兜，将其中的东西倒在了桌子上。一块黄褐色的兽皮，几块半透明的石头，以秦晨的眼力自然是看不出兽皮的材质。不过如丁豪所说，上面确实刻画着一些地图样式的纹路，东西也不像是新的，价值未知，暂时先收起来。至于另外5块石头，只有手指甲大小，半透明中带着几分淡蓝色，拿在手中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浓郁灵力。不用说，这玩意应该就是灵石了。从大小和色泽判断，估计是下品灵石。5块下品灵石对现在的秦晨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毕竟给刘岩送完礼之后，他全身上下只剩下5个贡献点，这5块下品灵石直接让他的存款翻了1倍。手里握着5块下品灵石，莫名有种幸福感。长夜漫漫，秦晨干劲十足，有着一点木工经验的他，连夜在床板下做了个夹层，将兽皮残片和柳寒冰的肚兜给塞了进去。毕竟他天天跑来跑去的，怀里揣着这些不安全。至于捡到的那块身份令牌，则是被他缝在了衣角里，随身携带。做完这一切，仅仅过去了1个多时辰而已。精神奕奕的秦晨不想浪费时间，拿出了厚厚的弟子守则，从第1页开始翻看。上一世他就是被苏若里用弟子守则给下了套，因为拿不出区1颗下品灵石的罚款而惨死。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这次他必须将宗门守则给摸透。可这弟子守则不看不要紧，一看真是吓一跳。弟子守则一开始对合欢宗下6大殿做了个简单的介绍，和当初苏妙云说的几乎没有出入。只不过后面真正涉及到弟子守则之处，却是把秦晨累得外焦里嫩。守则第1条，合欢宗弟子间应相互尊重，友爱互助，凡辱骂同门者，罚没1贡献点或灵石。守则第2条，严禁弟子私下斗殴，违反守则者，无论缘由，是后果轻重，罚没贡献点或灵石10贡献点起，上不封顶。守则第3条，弟子间冲突造成弟子死亡的，根据死亡弟子的身份，罚没贡献点或灵石100贡献点起，上不封顶。往下，守则中上100条，全部都是对于弟子行为的约束。寻衅滋事罚款，偷盗拐卖罚款，就连乱扔垃圾竟然也要罚款。我特么！秦晨忽然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东西不应该叫合欢宗弟子守则，应该叫好孩子是怎么养成的。圣人在世，加入合欢宗也得被罚款。他现在十分怀疑魔门弟子的赫赫凶名都是这本弟子守则造成的。毕竟在宗门内，这些弟子的天性被无尽的压抑，别说打架，就连骂人都罚款。所有负面情绪只能留到宗门外去发泄，妥妥的万恶之源啊！秦晨看着面前厚厚的弟子守则，神色忽然严肃起来。对待此物，恐怕要发动一项他很久都没动用的传统异能了，通篇朗读并背诵，免得以后有人用弟子守则给他挖坑，他都看不出来。况且这本弟子守则要是利用好了，未尝不能成为手中利器。这一背便是一夜。天亮后，秦晨收起弟子守则，直奔峰外，不急着收拾丁豪，反正那会也跑不了。现在有更要紧的事去办。在山脚下，秦晨搭上公共飞舟，在空中行驶了小半天，这才在一座宏伟无比的山峰上降落。一片巨大建筑群前，外事殿3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位师弟想要离开外事殿，回到此地等候公共飞舟即可，半个时辰一趟，最后一趟是在虚时，可别误了时辰。操控飞舟的修士贴心提醒道。秦晨拱了拱手，谢师兄提醒。看着公共飞舟远去，秦晨心都在滴血。魔宗真的是太他妈黑了，公共飞舟竟然也要贡献点。
缴纳2个贡献点才能给身份令牌开通公共非洲的乘坐权限，且有效期只有1个月。嘿，太黑了！秦晨咬牙切齿，转身走进外事殿。秦晨本以为阴阳殿的6御殿已经够大了，可眼前的外事殿比6御殿大上几倍，还不止。殿内人流如织，到处都是嘈杂的喊叫声。明明是修仙宗门，却偏偏给秦晨一种赶大集的感觉。猎杀妖兽咸水，3星任务，目前人手3缺1，炼器5层以上的来，自备法器，报酬平分。组队猎杀正道修士任务，5星任务，筑基3层以上的修士来报名报酬丰厚。外事殿和6御殿类似，根据任务危难程度、完成难度等综合因素，将任务难度分为1至9星，1至3星为低级任务，4至6星为中级任务，7至9星为高级任务。秦晨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想都没想，径直前往低级任务区。看了片刻，秦晨心中就有了个大概。低级任务区的任务无非就是那几种：照顾灵植、搜寻材料、帮忙跑腿，甚至是寻找丢失灵宠。虽然难度不高，但既费时又费力，没有什么含金量。当然，低级任务的报酬也低得可怜，普遍只有1、2点贡献点。偶尔冒出一些报酬略高的任务，几乎也是瞬间就被人给抢着接走。看着光幕上滚动的任务，秦晨微微皱眉，想要靠做低级任务积攒贡献点，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再努力，也只不过勉强混个温饱。既然如此，还不如先专注修炼，把实力提升上来再说。想到这，秦晨悔的肠子都青了。不接任务的话，公共非洲的月票岂不是白买了？那可是2个贡献点啊！这时，3道人影走到秦晨面前，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位师弟刚加入合欢宗不久吧？为首的男弟子上下打量秦晨一番，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他拿出身法令牌给秦晨看了看，我是炼器殿秉峰正式弟子钟佑，炼器3层。这2位是我的师妹石玉洁和童婷婷，他们都是炼器2层的修为。秦晨看着眼前的一男2女，不动声色的后退半步，见过师兄师姐。我说到一半，秦晨轻咳一声，从怀中掏出身法令牌，道：我确实是刚加入宗门的弟子，不知师兄师姐有什么事？钟佑眯着眼睛看了看秦晨手中的身份令牌，微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原来是彭师弟，幸会，还请借一步说话。秦晨神色如常的将彭通的身份令牌揣进怀里，跟着钟佑3人走到角落里。没错，他刚刚掏出的令牌不是自己的，当初柳寒冰黑吃黑，杀了帮他司寇卢鼎的阴阳殿弟子，毁尸灭迹。秦晨逃走的路上，偶然捡到了那名弟子的身份令牌，一直带在身上，现在就派上了用场。经历过2位师姐的摧残，又差点被丁好给暗算，秦晨现在已经有心理阴影了，看谁都不像是好人，所以他才没有显露真实身份，而是掏出了彭通的身份令牌。毕竟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钟佑等人估计也想不到秦晨身上有2块身份令牌，根本没有怀疑。来到角落，钟佑和蔼一笑，神神秘秘道：宗门修炼资源紧张，彭师弟来外事殿，想必也是为了挣贡献点换取资源吧。秦晨做出一副苦恼的样子，师兄说的没错，宗门所有资源都要贡献点兑换。我本想接2个任务挣点贡献，可我实力低微，只有炼器1层，根本没找到合适的任务。闻言，钟佑叹了口气，鼓励地拍了拍秦晨的肩膀。我们都是从师弟这个阶段过来的，自然是知道师弟的难处。恰好我们刚刚一个2星难度的任务，报酬不菲，不知彭师弟是否有兴趣？秦晨眼眸微动，敢问师兄是何任务？钟佑随意道：任务很简单，提交1份银月狼脊骨即可。我已得到情报，距合欢宗18000里的火石城郊外，正好有一头成年银月狼活动的痕迹，我等合力将其击杀，任务便算是完成了。秦晨皱眉问道：师兄，我才刚刚踏入炼器1层，境界还未稳定下来，便去猎杀妖兽，是否有点操之过急了？闻言，石玉洁掩嘴一笑，安慰道：彭师弟放心吧，成年银月狼的实力仅仅与炼器2层的修士旗鼓相当，有钟佑师兄带队，不会出现意外的。钟佑也微笑道：修仙一途危险重重，彭师弟小心点，总归没错。不过我可以实话告诉彭师弟，这个任务其实就是我们炼器殿秉峰的执事师姐发布的。一方面他确实是正在炼制法器，缺少银月狼脊骨，二来也是为了让峰内弟子出宗历练一番，所以这任务可以说是10拿9稳，而且报酬丰厚。说完，钟佑左右张望一番，搂住秦晨肩膀，压低声音道：想必彭师弟心中也有疑惑，这种10拿9稳的任务，我为何会找上你？说实话，师兄最近已经修炼到了瓶颈，准备买个血气炉鼎助我突破，而阴阳殿的弟子购买炉鼎有内部优惠价。嘿嘿，秦晨顿时露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如此，阴阳殿弟子购买炉鼎有内部价，这件事众所周知，普通弟子的折扣是9折，很多阴阳殿的弟子会先买下炉鼎后，再私下出售，赚取一点微薄的差价，也就是传说中的代购。这么说下来的话，就合理了。秦晨点头道。闻言，钟佑3人暗中对视一眼，眼神中露出一抹窃喜。彭师弟，你放心，这次的任务你只需要露个面即可，事成之后给你3贡献点作为报酬，之后代购炉鼎，我们还另有酬谢。说话间，钟佑暗中对2女使了个眼色，石玉洁和童婷婷2女立即会意，齐齐凑上前来，一左一右挽住秦晨的胳膊。彭师弟，
这种好事可不是谁都能撞见的。是啊，钟师兄说的没错，只要这次合作愉快，以后我们需要购买炉鼎的时候也会找你帮忙代购，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两女媚声蛊惑道。不得不说，修仙之后，无论是一开始的法骨洗髓，还是长期灵力滋养，都对人的气质有着巨大影响。以秦晨眼光来看，如果在前世，两女的身材和颜值至少也是女明星级别的，再加上两女故意露出的媚态，一颦一笑都有种摄人心魄的感觉。彭师弟如何？这等机缘可遇不可求，师弟可不要错过啊。钟佑道。秦晨重重的点了点头，师兄，我考虑好了。钟佑咧嘴一笑，正要说话，却听到秦晨开口道，我考虑好了，这么好的事应该让给更有需要的师兄妹们，所以我放弃。秦晨的话直接把钟佑三人给整不会了，三人面面相觑，一个个欲言又止的样子。要是条件允许，钟佑现在很想揪住秦晨的衣领，给他2巴掌，教教他做人的道理。你他妈加入的是合欢宗，而你则是为了利益可以捅同门2刀的魔门弟子，利益太大，所以要让给更有需要的人。这是魔门弟子能说出来的话吗？你他妈个这孔融让梨呢？可惜弟子守则里有规定，殴打同门是要罚款的。钟佑强忍住抽秦晨2巴掌的冲动，皮笑肉不笑地问道，彭师弟，机缘这种事既然到了面前，就应该果断抓住，你这动不动就打退堂鼓的思想是要不得的。秦晨继续摇头，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我要回去照顾炉鼎了。说完，秦晨根本不给钟佑挽留的机会，转身就走。看着秦晨离去的背影，钟佑三人神色犹如便秘一般，难看无比。师兄就这么放他走了？是啊，师兄，好不容易找到一头肥羊。石玉洁和童婷婷一脸不甘心地说道。钟佑咬着牙，确实是头肥羊，刚入门，手里至少有7、8点贡献，而且现在炉鼎价格飞涨，以他炼气1层的修为，骨血拆开卖到黑市也能卖个15点贡献。可惜他脑子有问题，到手的鸭子飞了。钟佑气得对着地上啐了一口，结果刚啐完，一名修士就走到了他面前，面无表情道，随地吐痰，根据弟子守则，罚款1点贡献。钟佑神色一僵，不过对方穿的衣服明显是执法殿的弟子，钟佑不敢发火，只能强忍下怒气，一言不发地交了1点贡献罚款。走，这2天宗门招收了不少新弟子，继续找目标。钟佑沉声道，这种事他们干过很多次了，新入门的弟子心思都比较单纯，再以利益相诱，很多人都会轻易上钩。事实上，只有彼此非常信任的同门才会一起接这种需要协同合作的任务。毕竟宗门虽然有规定不能对同门出手，但只要离开宗门制造点意外，那不是简简单单。没有证据，宗门也不会为了一个刚入门的弟子大张旗鼓的去调查。因此钟佑等人每年都能通过这种手段获取不少的贡献点。游荡一圈，三人又盯上了一个神色茫然的女弟子。这位师妹刚加入合欢宗不久吧？三人正在围着那名女弟子洗脑的时候，不远处一道眼神正在暗中窥视。秦晨躲在一根柱子后，小心翼翼地看着不远处的三人。没错，刚刚离开只是他营造出来的假象。在外面逛了一圈后，他又折返了回来，正好看到钟佑三人搭讪那名女弟子，果然有猫腻。秦晨冷哼一声，片刻后，钟佑三人似乎和那名女弟子商量好了什么，交谈一番后，面带笑容的离开。确认三人是真的走了之后，秦晨这才从柱子后一闪而出。站住！秦晨拦住那名女弟子。秦晨神色严肃的样子让那女弟子吓了一跳，脸上露出一抹慌乱。你是执法殿的？秦晨掏出身份令牌，在那名女弟子面前晃了晃，没等对方看清，便又揣进了怀里。对方显然也是听说过执法殿的威名，听到秦晨是执法殿的人，脸色顿时白了3分。这位师兄，我什么都没做啊！女弟子茫然无措地说道。少废话，把身份令牌拿出来！我现在怀疑你涉嫌参与一场有违宗门规定的任务。秦晨面无表情，对着女弟子伸出手。说实话，此时此刻，秦晨心中紧张的心跳如肋骨，毕竟他还从未见过执法殿的弟子是如何执法的，只能枉嚣张跋扈离眼。但凡对方露出一丝怀疑，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好在对方明显也没接触过执法殿的弟子，几乎没有犹豫，就将身份令牌掏出来交给了秦晨。丹药殿甲峰的喜敏是吧？秦晨一边记下对方的信息，一边问道，刚刚有3个人找你，说了什么？喜敏老老实实将几人的对话复述了一遍，不出意外，几乎和对秦晨的话术一模一样，都是邀请一起去猎杀银月狼。唯一改动了的就是当初和秦晨许诺说想要让秦晨代购炉鼎，而对喜敏说的则是想要让他代购丹药。话术倒是很灵活。约定的是什么时候出发？后天上午4时。喜敏怯生生地回答道。行了，知道了。秦晨将身份令牌递还给对方，然后道，看来是我弄错了，这个任务并没有违规，不过执法殿办事向来低调，我向你调查的事还希望你保密，知道吗？喜敏很想问问，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怀疑自己参与违规任务，最后只一句轻飘飘的搞错了就想打发自己，这也叫低调？可师兄师姐早就提起过执法殿的凶名，还特意嘱咐说不要得罪执法殿的弟子。想到这，喜敏强忍下怒意，带着几分火气从秦晨手里夺过身份令牌，
转身离去。秦晨左右张望一番，见没人注意到自己，也连忙擦了擦手心的冷汗，匆匆离开。后天上午4时，目的地火石城，任务是猎杀相当于炼器2层的成年银月狼，成员共有4人，其中1个炼器3层，2个炼器2层，1个炼器1层。秦晨在心中将碎片一般的信息整合了一遍。中佑有句话说的没错，机缘这种事送到面前就应该抓住。他是炼器5层，从实力方面来说，想要对付这4人不成问题。俗话说得好，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他现在手里只有3点贡献，5枚下品灵石，穷得叮当响。如果能找到出手的机会，说不定能在中佑等人身上发一笔小财。就算找不到机会，对方再明，自己再暗，应该也能全身而退。不过自己空有一身修为，还没修炼过攻击类型地功法，看来在出发之前还是得先去一趟传功殿，就是不知道自己这点家产能否学得起一门功法。事不宜迟，片刻后，秦晨便踏上公共非洲，前往传功殿。1个月2点贡献，老子一定要做回本。秦晨站在船尾，咬牙切齿道：传功殿。传功殿的外形奇特，共有7层，犹如一座巨大的石塔。不过看传功殿中散发出的古朴气息，估计也是个老古董了。而且和六御殿、万世殿等不同的是，传功殿四周坐落着无数洞府，其中散溢出的恐怖气息让秦晨心惊肉跳。当初拜见阴阳殿主冷月的时候，他也没感受到如此大的压迫感。难不成这些洞府中居住的修士全部都在冷月之上？这些密密麻麻犹如星辰般的洞府，看得人眼晕。看来这些修士都是在传功殿附近守卫的，为的就是震慑心怀不轨的宵小。不愧是顶级魔宗，底蕴深不可测。秦晨低下头，快步走向传功殿。入口处，秦晨学着其他弟子的样子，拿出身份令牌，按在护着传功殿的大阵上。一阵灵力波动后，秦晨面前的大阵自动显现出1人高的入口。刚进门，便看到一名头须皆白的老者躺在摇椅上，一手拿着紫砂茶壶自酌自饮，另一只手也没闲着，手里盘了2颗核桃。核桃表面光滑细腻，有种玉质感，也不知道盘了多少年。小子，你是刚入门的吧？别琢磨了，我不是什么游戏人间的隐士高人，只是个突破无望的外门长老，在此养老罢了。瞥了秦晨一眼，老者抬手举起茶壶，饮了半口。闻言，秦晨轻咳一声，按照他了解的套路，眼前的老者不应该是合欢宗的太上长老吗？自己上去攀谈一番，谈吐不凡，得到太上长老的青睐，然后被赠予上古秘法。短短片刻，秦晨连抄哪句都想好了。高端一点的可以抄《道德经》里的道可道，非常道；现实一点的可以抄曹丞相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至于横渠4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然很有名，但被秦晨直接否了。这句话一出，搞不好眼前的老者能跳起来指认自己是正道来的卧底。只是千算万算，没算到眼前的老者直接自曝身份，点破了秦晨的小心思。见过长老。秦晨拱了拱手，态度极为谦恭。弟子不知道长老在说什么，弟子只是看长老面相和蔼，有亲切之感罢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秦晨做事的准则之一就是遇事不决，直接开舔。听到秦晨的话，老者饶有兴趣地将其上下打量一番，随即冷哼道：合欢宗怎么将你这种油嘴滑舌之辈招揽进来了？滚吧！记住，外门弟子只能在传功殿1层活动，新入门的弟子第一次购买功法只需要付1贡献点。言语上虽然不怎么客气，但老者的话却是很有价值。1点贡献换1本功法，和白捡的有什么区别？秦晨拱了拱手，向老者告辞后，走向殿内密密麻麻的书架。木质的书架上层层排列着无数玉简，放眼望去，恐怕上万本都不止。而这仅仅才是传功殿1层收藏地功法。微弱的神识在一层层书架上扫过，大半天后，他才找到1本还算满意地功法——长春功。根据介绍，长春功是从正道宗门中夺来地功法，无需任何资源辅助，只吸收天地灵气便可修炼。唯一的问题就是开始修炼的几年，修炼速度奇慢，随着时间增长，修炼速度才会慢慢加快。修炼理念与功法名字长春契合，就是它了。秦晨拿起玉简，一脸满意。当然，秦晨看中的不是长春功厚积薄发的修炼方式，而是他不用修炼资源辅助的特性。两兜空空，全身上下只能掏出10来个贡献点，除了长春功，没有更适合地功法了。将功法玉简交给老者，老者看到功法名字后，脸上的肌肉明显一抽。小子，我好心提醒一句，这功法也不是没人修炼过，但无一例外都耐不住进展缓慢，中途转修了其他功法。以你的修炼天资，恐怕要修炼1辈子才能有所成就。老者淡淡道：谢长老提醒，不过我这个人最耐得住寂寞了，1辈子又何妨？弟子不在乎。秦晨自信道：不自信不行，主要是秦晨的那点存款支撑不起他修炼别的功法。刚刚在寻找功法的时候，秦晨甚至起了自杀重开的念头，但仔细想想，他轮回的次数不是无限的，轮回塔只有100层，所以每一世都要珍惜，先苟着再说。没想到你还是个稳重的性子，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再劝了。老者熟练地接过秦晨的身份令牌，扣除1点贡献。走出传功殿的时候，
天色已经不早了。坐上公共飞舟，秦晨马不停蹄地赶回洞府，开始修炼。1天后，啪！秦晨将手中茶杯捏碎，说是修炼速度慢，也没说这么慢啊。修炼了整整1天，经脉内的灵力几乎一点都没运转，要不是一直在吸收外界灵气，秦晨都怀疑身体出了问题。按照这个速度，恐怕要半年才能让灵力在经脉内循环一圈。这垃圾功法叫什么？长春宫，干脆改名王八功算了。秦晨带着怒气直奔峰顶。峰顶的大阵内，见秦晨2天没有出现，丁豪松了一口气，看来我留下的后手还是成功了，只是没了底牌，怎么才能保住性命？丁豪喃喃自语。当时秦晨当众脱他裤子，对他来说实在太过羞辱，所以一怒之下才将压箱底的底牌给露了出来，想要报复秦晨。那剧毒的银魄针是他在一次外出历练中无意间得到的，寻常炼气修士处之即死。秦晨这个刚入门的炼气弟子绝对不能幸免，现在估计尸体都快臭了。这个底牌他之所以藏到现在，就是着等有人将他买下，再假意告诉对方自己手里有宝物，以陷阱暗害对方，重获自由。只是现在一切都被秦晨毁了。正在懊悔的时候，丁豪忽然愣了神，然后用力地揉了揉眼睛，神色像是见了鬼一般。只见秦晨大摇大摆，像是个没事人一般出现在了众人眼前。看着一脸惊恐的丁豪，秦晨冷哼一声：今天你们想吃饭喝水的话，就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了。丁豪是灵力炉鼎，属于宗门财产，秦晨不敢轻易杀人，但比杀人更残忍的方式他有的是。虽然众人不知道丁豪是怎么得罪了秦晨，但听到秦晨的话之后，顿时乌泱乌泱地朝着丁豪冲了过去。饶！丁豪还没来得及求饶，便被人海淹没。伴随着丁豪的哀嚎声，他的衣服一件一件从人群中飞出，短短片刻变成了一个无毛猴子。看着自己的得意杰作，秦晨满意点点头，做得不错。秦晨如约将屁股丹和泉水分发下去，随即指了指刚刚动手最凶的一个男子：再给你一粒屁股丹，一会你把他裤子里的猴皮筋抽出来，然后弹他屁股，懂吗？秦晨淡淡道。那男子一听有额外的辟谷丹拿，顿时点头如捣蒜。而一旁的丁豪听到秦晨的话，顿时两眼一翻，吓晕了过去。残暴，太残暴了，这个秦晨简直不是人。而秦晨则是懒得在丁豪身上浪费时间，径直下了山。不过俗话说得好，冤家路窄，刚下山便碰上了准备上山的霍静、余竹和徐雅诗三女。看到秦晨，三女不退反进，走上前挡住秦晨的去路，打扰一下看书的大大们，介绍一下本书加更规则：一、当天免费的唯爱发电达到500个，付费礼物按价值换算，次日加更1张；二、一个大神认证，次日加更1张。点击阅读界面右上角3个点即可送礼，送免费的唯爱发电即可，跪谢大佬们！一个免费的唯爱发电我只能拿到0.1元，但聚少成多，只要每个人看1次广告就够加更了。要是看3次，我在这先磕一个星号，简单看个广告，每天就可以更3张，跪求好狗不挡道。秦晨临阵起手，这几个女人找上来肯定没什么好心思，既然如此，先占点便宜再说。听到秦晨的话，三女先是一愣，旋即大怒。上次被秦晨骂了个狗血淋头，三女气急败坏，乳腺都结节了。思来想去，三人终于想到了一个收拾秦晨的好办法，勾引秦晨，然后在关键时刻告发秦晨故意猥亵。要知道，合欢宗内虽然有大量的双修之法，但却是严禁强迫同门弟子进行双修的。当然，炉鼎不在这个规定的保护范围之内，而且有益于双方的双修之法大多存于内门，外门弟子普遍修炼的都是单方面的采补之法，就更没人愿意冒着风险双修了。试想，你正在行敦伦之礼，结果正爽到顶点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一身修为都被人家给采补了。如此危险的事，除非是小头控制了大头，否则没有几个人敢和不熟悉的修士来一发的。事实上，合欢宗内绝大多数修士都是在找到道侣之后才会双修，在此之前都是购买炉鼎采补罢了。昨夜霍进三人翻看宗门弟子守则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这一条：强行与同门弟子发生关系的话，根据性质的恶劣程度、侵犯的程度、被害者的修为境界等因素综合评定，罚款100点贡献起，上不封顶，严重者还要被关禁闭。秦晨一个刚入门的弟子，身上满打满算只有10贡献点，只要被罚，绝对交不起罚款，到时候便可以直接将其罚为炉鼎。三人计划的好好的，见到秦晨后，先是假意道歉，然后邀请酒宴，将秦晨灌醉之后做出假现场，直接上报执法殿。到那时，秦晨就算浑身是嘴，也绝对说不清。只是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晨不按常理出牌，上来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口，便又被秦晨痛骂一顿。你！余竹咬牙正要反击，却被霍静拉住了手腕。霍静给了余竹一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冲动，然后才又对秦晨笑道：秦师弟，我们三人此番前来是为了向师弟道歉的，师弟为何如此咄咄逼人呀？听闻此言，秦晨心中嗤笑一声，给自己道歉？骗鬼呢！一般的出哥说不定还真有可能会被这三女娇媚的样子给迷惑了，但他不一样。被害死好几次之后，他对合欢宗的修士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认知，全宗上下特么的没有一个好人。不过秦晨也有些好奇，
对方想怎么对付自己？道歉，这话是什么意思？秦晨淡淡道。霍敬微微一笑，上次是我们3人有些莽撞了，对师弟提出了一点不合理的要求。今天前来，一是准备了一桌酒席向师弟赔罪，二是商量一下让师弟代劳照顾卢鼎的事情。当然，这次不会让师弟白忙活，我们3人可以付出贡献点作为报酬。哦，秦晨眼睛一亮，露出一副财迷的激动模样。贡献点，这倒是可以商量。霍敬抬手微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那咱们边喝边聊。秦晨大手一挥，走着。看着秦晨得意的背影，三女齐齐对视一眼，露出一抹不屑的讥笑之色。这些臭男人果然都是一个德行，听说有酒有肉，还有贡献点，顿时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霍敬的洞府中，洞府早就被收拾一新，桌子上摆了7、8个精致的菜，旁边还有2瓶酒，酒瓶看起来是预制的，刚一进门就闻到了浓郁的酒香气息，一看就不是凡品。看着满桌饭菜，霍敬也一阵肉疼。为了引秦晨上钩，这桌饭菜算是下了血本。秦师弟，这桌饭菜花了整整3个贡献点呢。你看这道翡翠龙虾，其中青菜乃是用的半年年份的灵叶草，龙虾则是林泉温养了3个月的上品龙虾。再看这道凝脂雪花牛，霍敬介绍了一遍菜品，最终手指落到那壶酒上。秦师弟，这酒乃是数10种灵植酿造而成，喝一口，其中灵力便可顶上数日苦修。说着，霍敬轻轻提起酒壶，给秦晨斟满一杯，素手将酒杯递到秦晨面前。秦师弟，我们赔礼的诚意还满意吗？秦晨嘿嘿一笑，接过酒杯，不过他没喝，而是将酒杯放回到桌子上。师姐如此盛情款待，师弟惶恐至极啊。不过咱们还是先谈谈贡献点的事吧，万一无法替师姐们解忧，这顿饭我可就没脸吃了。秦晨道。看到秦晨焦急的样子，霍敬心中冷哼一声，不过他丝毫都没有表现出来，反而是轻轻捂住红唇，娇笑一声，师弟果然思虑周全。既然如此，那我便直说了，我们3人想要专心修炼，照顾卢鼎的事，想要麻烦师弟代劳，当然我们也不会让师弟白忙活，每7天给你2点贡献当做报酬，如何？秦晨略微思索片刻，右手抬起，缓缓伸出3根手指，3贡献点。师姐每日挑水是个苦力活，每7日给我3贡献点，这活我就接了。看着秦晨锱铢必较的样子，三女互相对视一眼，嘴角的得意之色都快压不住了。贪心不是罪，但你既然敢要价，最好有命的啊！管你2点还是3点，只要喝了这杯酒，就等着进套吧。想到这，霍敬连忙应下，那就依师弟所言。说完，他又拿起酒杯，娇笑着走向秦晨。秦师弟，以后可就要麻烦你了哦。霍敬又敬出一杯酒，可秦晨却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拿起筷子夹菜道：“不急不急，喝酒之前先垫垫。”霍敬见状，顿时暗中咬了咬牙，假装一个踉跄，撞向秦晨。秦晨虽然在吃菜，心思却一直在霍敬几人身上。见霍敬朝着自己跌倒，他伸出手一揽，顿时将霍敬挽回到大腿上。俗话说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经过洗骨伐髓之后，霍敬的这双腿虽然还比不上柳师姐，但说一句吹弹可破也算是当之无愧。而失去平衡的霍敬则是下意识搂住秦晨的脖子。这一系列动作在余竹和徐雅诗眼中，导向是霍敬主动往秦晨怀里扑似的。之前3人确实有过计划，如果秦晨油盐不进，怎么说都不喝酒的话，那霍敬就假装跌倒，让秦晨扶一下，给其一个碰碰小手的机会。但现在2女对视一眼，在对方眼中都看到了钦佩之色。不愧是发起这个计划的主使人，霍敬太豁得出去了，竟然以身饲虎。这时秦晨开口了：“师姐，你这是想要亲自喂我酒吗？”秦晨一边用手丈量霍敬大腿根到膝盖的长度，一边笑着问道。感受着腿上的魔爪，霍敬牙都快咬碎了。想喝酒是吧？今天就喝死你！既然师弟想喝酒了，那师姐喂你喝。霍敬强忍着怒意，将酒杯送到秦晨嘴边。秦晨咧嘴一笑，像是根本没有设防一般，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好酒，不愧是灵酒。一杯酒入喉，秦晨忽然兴奋了起来，连菜都顾不上吃了。来，继续喝。看着秦晨双眸中显现出来的浓密血丝，霍敬眼神中闪过一丝阴谋得逞的得意之色。他对余竹使了个眼色，后者立即会意，找了个理由匆匆离去。秦师弟，来，师姐再喂你喝一杯。师姐用什么喂啊？1刻钟后，砰！霍敬洞府的大门被一脚踹开，随着几道身影鱼贯而入，大门发出咯吱一声响，摇摇晃晃倒在地上。桌上精致的饭菜几乎一口未动，倒是那壶酒似乎早已被喝了个干净，几个酒杯东倒西歪。而屋内的单人小床则是不堪重负，在摇曳中发出咯吱咯吱的哀嚎声。不过由于床幔被放下，只能隐约看到床上的2、3道身影罢了。没想到霍敬和徐雅诗他们2个为了坐实秦晨的猥亵之举，竟是付出了这么多，我绝不能耽误他们的计划。余竹心中暗道一声，随即指着床对身边几位修士大声道：“几位执法殿的师姐，那贼子和我2位同门此刻就在床上。我们姐妹3人本想拉近同门关系，这才邀请那贼子前来赴宴，没想到他喝了2杯酒之后兽性大发，对我们……”说到这，余竹挤出几滴泪，还请师姐出手制止这个恶贼，不然我2位姐妹的清白不保，
余竹身边的3名女修士皆是执法殿的弟子，刚刚他借机出门，就是前去执法殿告发秦晨猥亵同门。执法殿接到10名举报，自然是立即派出3名女弟子前来处理。为首的执法殿女弟子听完余竹的哭诉，面无表情的摆了摆手，其余2名女弟子立即持剑上前，然后猛地出剑，挑飞床幔，床幔掀飞，床上的场景自然是显露在众人眼前。可是执法殿女弟子的目光看向余竹，而余竹则是目瞪口呆，大脑一片空白。诸位同门，你们还在看什么？再不过来帮我，我清白恐怕不保啊！秦晨一边挣扎，一边向众人求救。此刻他正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而霍静和徐雅诗2女则是衣上半脱，压在秦晨身上，像是疯了一般撕扯着秦晨的衣服。这是什么情况？余竹用力地揉了揉眼睛，到现在他依然不敢相信看到的这一幕。按照计划，他们3个通过美色让秦晨放下戒备，骗其喝下掺了合欢散的灵酒。余竹抓准时机去禀报执法殿，带着执法殿弟子抓秦晨一个正行。计划很完美，秦晨也按照计划喝下了掺药的灵酒。但现在执法殿的人来了，怎么被压在下面的变成了秦晨？错了，一定是这个世界错了，去把他们拉开。执法殿的师姐淡淡道。2名执法殿弟子立即上前拉开霍静和徐雅诗2女，可2女像是失心疯一样，眼里只有秦晨。无奈之下，只能将2女打晕，这才将秦晨给救了出来。这位师姐，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是再晚些，师弟的一身清白就被……秦晨一边整理乱糟糟的衣服，一边委屈道：“你胡说，明明是你！”说到一半，余竹的声音戛然而止。霍静和徐雅诗对秦晨施暴，有3名执法殿弟子亲眼见证，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余竹，我怎么胡说了？今日明明是你们3人把我诓骗至此，然后骗我喝下加了料的灵酒，想要对我不轨。幸好我察觉到不对，这才没让你们得逞。结果你们恼羞成怒，想要对我用强。多亏这几位执法殿的师姐及时赶到，不然的话，今日我的清白就要被你们3人给玷污了。秦晨大声控诉道：“行了，多说无益，跟我们回执法殿说一下细节。”为首的女弟子出言打断2人对话，长袖一挥，便带着几人回了执法殿。折腾大半天，执法殿给出了最终判决，在房间内剩余的灵酒中检测出了合欢散的成分，并且霍静和徐雅诗对秦晨施暴，乃是执法殿弟子亲眼所见，人证物证俱全。霍静和徐雅诗被罚款100点贡献，由于身家不足，直接被罚成了凌厉如鼎。余竹则是因为主动上报执法殿，被认定和霍静2女不是一伙的，无罪释放。至于秦晨，由于没有实质性的损失，霍静和徐雅诗2女也拿不出赔偿来，最终什么也没拿到。执法殿外，余竹失魂落魄走出门，一抬眼便看到了挡在身前的秦晨，他猛地退后半步，神色犹如看到鬼一般惊恐。你想干什么？余竹色厉内荏，威胁道：“这里是执法殿，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执法殿不会放过你的。”秦晨呵呵一笑，走到余竹身边，以只有2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低声道：“你以为执法殿就能保住你吗？别忘了霍静他们2个的下场。”此话一出，余竹脊背顿时出了一层冷汗，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秦晨乘胜追击道：“不过嘛，我这个人也不想赶尽杀绝，要是你能答应以后替我照顾卢鼎，说不定我就能放你一马。”余竹眼神中闪过一抹欣喜：“真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秦晨道：“好，我答应你。”秦晨，其实这件事是霍静主使的，和我根本没什么关系，我只不过是劝酒，然后在关键时刻去找执法殿的人来做个证人罢了。你要是不再追究，一切都好说，甚至我可以给你一个正式追求我的机会。”余竹红着脸说道。抛开秦晨骂人的事来看，秦晨虽然长得一般，但心思缜密，在步步危险的合欢宗说不定能闯出个名堂来。先抛一个鱼钩吊着他，反正养鱼不怕鱼多。只是听到余竹的话后，秦晨笑了，非常开心的笑了。“这位师姐，刚刚余竹说的话您都听到了吧？”秦晨对着余竹身后的那道身影拱了拱手，一脸恭敬的说道。余竹神色发懵的回过头，正好对上了之前那名执法殿师姐的目光。那名师姐的目光中有叹息，有怜悯，有不解，但更多的则是对愚蠢的不屑。执法殿又不是傻子，有证词和证据，自然知道3女本想暗害秦晨，只不过不知道哪里出了差错，最终被秦晨反杀。但执法殿办事素来讲究证据，所以才放了余竹一马。只是没想到刚出门，这蠢货就自爆了。送上门的业绩，执法殿当然不会错过。来人，把他押入执法殿重新审理。执法殿师姐淡淡道：“冤枉，我冤枉啊！”余竹还没反应过来，便被人制住，拖入执法殿。而后执法殿师姐淡淡的看了一眼秦晨，转身离去。等所有人都离开后，秦晨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缓缓擦去额头冷汗。今天对3女的反杀实属不易，要不是霍静等人不知道他身具炼气5层的修为，恐怕根本无法成功。霍静第一次敬酒，他接过酒杯放到桌上的同时，暗中用手指沾了一点酒水，然后假借吃菜的动作送入嘴中。虽然酒水不多，但也足够分析出其中的药性。随后他尝试用体内灵力对抗药性，
没想到轻而易举便将药性从体内逼了出去。那时他就已经清楚，对方下的药品质不高，恐怕只对刚刚踏入炼气期的修士有效。后来霍敬3番2次催他喝酒，甚至不惜出卖色相，更是让秦晨明白了他们的谋划。所以在余主走后，秦晨直接不演了，他悍然出手将两人制住，然后强行将整整1瓶酒都灌给了两人，最后便躺在床上等着余竹带执法殿的人过来。反杀之所以能够成功，有他扮猪吃虎不露实力的缘故，有对方计划不周的缘故，甚至还有一丝运气的缘故，但最重要的却是因为执法殿拉偏架。没错，执法殿就是在拉偏架。执法殿那名师姐在离开时留下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眼光，意思很明显，就是我们知道事情的经过，但你的证据占优势，所以执法殿选择帮助你。执法殿，我呸，也是一群为了利益没原则的家伙。秦晨暗骂一声，这合欢宗果然一个好人都没有。坐着公共非洲返回以丰，秦晨立即进入了低调修炼的模式，除了给炉鼎们送补给，其余时间全部闭门修炼。当然回去当天，以丰便重新招收了3名新弟子，顶替霍敬等人的位置。合欢宗这种庞然大物，最不缺的就是低阶修士。第3天，秦晨早早的就搭着公共非洲前往外事殿，在殿外找了个角落隐藏身形。4时左右，果然看到以中佑为首的炼气殿3人和丹药殿的席敏会合，双方寒暄几句后，便乘上出宗的非洲飘然离去。秦晨将时间记下后，又返回了以丰闭关修炼。又是半月过去，秦晨依然低调修炼，期间虽然暗中打探过2次中佑和席敏等人的消息，但都是杳无音信。正当他要放弃这条线索的时候，他却得知了一条重磅消息：一支外出做任务的小队在火石城附近，偶然发现一条有关上古遗迹的线索。火石城全面封闭，多名宗门高层带队前去探索，全宗上下皆因这条消息而沸腾。上古遗迹啊，那可是上古遗迹，说不定里面有成仙之法。据说咱们合欢宗当初也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宗门，是祖师偶然间发现了一处上古遗迹，得到了其中的上古功法和无数稀有材料药材，宗门这才一飞冲天，成了天下3大宗之一。上古遗迹如此重要，怪不得仅仅半个时辰，消息就被全面封锁了。暗中听着同门的讨论，秦晨沉默不语。上古秘境的消息是一支在外做任务的小队带回来的，虽然消息立刻被封锁，但时间对得上，地点也对得上，难不成上古秘境就是中佑等人发现的？想到这，秦晨再也坐不住，准备去验证一番。没想刚出门就碰上了多日不见的刘元。自从来以丰第1天去做了个工作交接后，秦晨就再没见过刘元，还以为他闭关了。见过刘师兄。秦晨拱了拱手道：我倒是谁？原来是秦师弟，这些日子修炼可还适应？刘元笑呵呵地问道，看其表情显然是心情大好，多亏师兄照顾，师弟才能事半功倍。秦晨笑呵呵地恭维一声，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此乃亘古不变的道理。听到秦晨恭维的话，刘元哈哈大笑，随即对秦晨招了招手，待秦晨走近，他压低声音道：别说师兄不照顾你，现在有个发财的机会，你要是行动快一点，说不定还能喝口汤。秦晨眼睛一亮，刚才他看刘元一身珠光宝气的还纳闷呢，明明上次去见面的时候刘元一身邋遢，不像是有钱的样子，结果这才几天不见就鸟枪换炮了，还想着如何开口询问，没想到刘元主动提起了这个话题。秦晨深深作揖，一副激动的样子，还请刘师兄不吝赐教。刘元颇为享受的嘿嘿一笑，秦师弟，你应该也听说火石城有上古秘境线索一事了吧？宗门虽然在消息传回宗门的第一时间就大肆封锁消息，但不知为何还是有不少小道消息传了出来，就连秦晨这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底层弟子都听说了消息，可见这消息恐怕已经是人尽皆知了。确实听说了一些，可这和发财有什么关系？难不成遗迹探索还用得上我们？秦晨疑惑道，你想屁吃呢？那可是上古遗迹，指不定多少宗门高层盯着呢，哪里轮得到咱们这种蝼蚁？就算是让炼气弟子过去，恐怕也是去填人命。刘琦给了秦晨一个大大的白眼，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你可知火石城的由来？秦晨摇了摇头，这些日子他除了修炼就是修炼，还没来得及去了解这些。啧，你呀，以后还是要多看看地理风情志之类的书，不然赚钱的机会摆在你眼前你都抓不住，书中自有黄金屋，懂不懂？刘元显摆一番，这才解释道，火石城因特产火石矿而得名，一开始大家并不清楚火石矿的价值，直到一位炼气大师突发奇想，在炼制法宝时加入了几块火石矿，结果炼制成功的法宝竟是提升了整整1成的威力。1成？没错，就是1成。刘元言辞凿凿，后来经过研究才发现，火石矿本身虽然没有什么效果，但却能增加其他材料在炼气过程中的融合效果，放入的火石矿越多，效果越好。从那之后，火石矿便在炼气店大受欢迎，拳头这么大的一块火石矿便可卖到1贡献点。不过说到这，刘元嘿嘿笑了起来，表情甚至有几分猥琐。不过这都是以前价格了，上古秘境消息一出，整个火石城被强制进入戒严状态，短期之内火石矿根本运不出来，这价格你懂的。刘元这么一解释，
秦晨顿时明白了过来，火石矿的特性摆在这，只要是炼器，恐怕就绕不开它。但现在火石城突然戒严，火石矿的产出直接归零，消息出现的太过突然，甚至连囤货的机会都没有。现在火石矿的价格恐怕已经炒到天上去了。刘源呵呵笑道：“那才小半天时间，我离开炼器店的时候，火石矿的价格已经炒到了4点贡献1块。秦师弟现在过去的话，说不定还能喝口汤。”秦晨连忙道：“多谢刘师兄提点，以后师弟必有重谢。”说完，秦晨便告辞，匆匆赶往炼器店。炼器店内人声鼎沸，不过有趣的是，法宝交易的窗口几乎没人，反而是炼器材料交易的窗口处人几人，叫骂之声不绝于耳。我要买100块火石矿，快点！100块！一边玩去，老子把内裤都当了，老子要梭哈500块！你们都他妈给我滚！我是炼器店的弟子，我要买火石矿炼器啊！要不是有执法殿弟子在一旁维持秩序，恐怕现在已经有人为了抢排队的位置而大打出手了。秦晨没往人群里挤，原因无他，囊中羞涩矣。他兜里满打满算，也只能掏出来3点贡献和5枚下品灵石，而火石矿已经涨到了恐怖的6点灵石1枚，现在买不起，但我有轮回塔，这一世错过了最佳的入手机会。下一世想到这，秦晨猛地一愣，下一世我好像也买不起。超在价格最低点购入火石矿，以他的身家能买10块左右，全部卖出去的利润只有几十贡献点，几十个贡献点算是一笔小财，但依然入不了秦晨的眼。重生到现在大概过了30天，只要在这期间多赚贡献点，就能在秘境消息出来之后大赚一笔。秦晨看着光幕上不断上涨的价格，心情也跟着有些波动。都是贡献点啊，这位师兄，我看你在这观察很久了，是不是也想买点火石矿？秦晨正在盯着价格走向的时候，一名贼眉鼠目的矮个子修士走到秦晨身边，小声问道：“什么意思？”秦晨皱眉问道。矮个修士嘿嘿一笑，从怀里掏出1枚戒指：“师兄请看，这乃是交易戒指，能远程对接各大殿的交易，炼器殿的法宝，丹药殿的丹药，阴阳殿的炉鼎，甚至是外事殿的任务，都能通过这枚戒指远程操作。”哦，还有这种东西，卖价多少？秦晨惊讶不已。见秦晨有兴趣，那矮个修士更加热情了。宗门的售价是100贡献，不过此物早已绝版，正规渠道买不到了。我这里也仅有2、3枚存货而已。你要是诚心想要，500点贡献，我忍痛割爱。矮个修士一脸痛惜的样子。秦晨25点贡献。矮个修士听到秦晨的报价，矮个修士直接傻眼了。不是哥们，没听到我说这东西已经绝版了吗？绝版是什么意思？要不要我给你解释一下？矮个修士怒道。可，不好意思，砍价习惯了。秦晨摸摸鼻子，有些尴尬。砍价是老娘传授的被动技能，对方只要一报价，他就下意识去个零再砍半。既然是绝版的，那我就再加点。听到秦晨的话，矮个修士脸上的愤怒之色才略微收敛。120点贡献吧。秦晨道。矮个修士450点贡献，不能再低了。矮个修士咬牙道。要不是好几天都没开张了，秦晨这种抠门货他连看都懒得看一眼。150点贡献，我这贡献点也不多。秦晨道。400点，你诚心要的话，这是我的底线。矮个修士开始红温。这位师兄，现在火石矿价格水涨船高，你通过交易戒指购买火石矿不用排队，随便买个几十块火石矿，戒指的钱就赚回来了。再犹豫下去，可就是因小失大了。秦晨思索片刻，认同的点头，是这个道理。既然这样，那200点贡献交个朋友，以后我……秦晨话还没说完，矮个修士忽然开口打断：“成交！”一声成交，直接给秦晨干懵了。不是，你不再涨价了吗？不是400点贡献就是底线了吗？秦晨难以置信道：“没事，师兄，我这个人的底线很灵活的。”矮个修士红温的神色瞬间消失不见，恢复了笑呵呵的模样，变脸速度之快，让秦晨都怀疑刚刚自己是不是眼花了。咱们怎么交易？矮个修士笑眯眯道：“兄弟，你可能理解错了，我没说想买。”说着，秦晨将身份令牌里的贡献点朝对方展示了一下，3个贡献点，差点闪瞎对方的钛合金狗眼。不是，你他妈一共3个贡献点，搁这激情砍价个什么劲啊？要不是附近有执法殿弟子，矮个修士真的想跳起来给秦晨一巴掌。现在他总算是想明白秦晨为什么一直在旁边盯着屏幕不去排队抢火石矿了，原来是他妈的没贡献点买不起啊！练习一下砍价技能，习惯了，不过别灰心，下辈子我一定来找你买。秦晨呵呵一笑，摆手离开。你这种人还配有下辈子？我呸！矮个修士啐了一口，正准备去寻找下一只肥羊的时候，一名执法殿弟子走到他面前，面无表情道：“随地吐痰，罚款1贡献点。”操！离开炼器殿后，秦晨犹豫片刻，最终深吸一口气，踏上了前往丹药殿公共非洲。这一世，如无意外的话，他应该是没有什么大机缘了。眼下的上古遗迹便是重中之重，为此，他必须去丹药殿确认一件事。丹药殿，甲峰，洗米。秦晨回忆着当时假冒执法殿弟子套取的情报，一路找到了丹药殿甲峰，正要前去扣山门，忽然心中一动，在路边采了几束野花，拿在手中。什么人？站住！2名看守山门的女弟子见到秦晨，顿时一个闪身挡住秦晨的去路。秦晨一副憨笑模样，举了举手中的野花：“2位师姐，
麻烦通报一声，我想找贵峰的喜敏师姐。喜敏，两名女弟子对视一眼，面露讶异。秦晨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是缺点心眼的样子，羞涩道：“我和喜敏师妹早已互定终身，共求仙道。”闻言，其中一名女弟子叹息一声：“你可能还不知道，昨夜刚刚传来消息，喜敏师妹在外执行外事殿任务的时候不幸遇难。”哎，听到这个消息，秦晨顿时一愣，中佑等人的邀请果然是个陷阱吗？那发现上古遗迹线索的到底是不是中佑这一行人？好不容易抓到的线索断了。喜敏，不！秦晨仰天悲呼一声，扑通跪倒，手中野花霎时间被捏得粉碎，花瓣随风零落，凄美无比。此情此景，当真是见者落泪，闻者伤心。两名守山门女弟子也不禁眼圈泛红。这位师弟，还请节哀。两人忙上前将秦晨搀起，柔声安慰，还请两位师姐告知。秦晨强行逼出2行泪水，咬牙切齿：“喜敏师妹究竟是如何遭遇不测的？我要替喜敏师妹报仇。”两名女弟子摇头叹息：“实不相瞒，我们也不甚清楚。喜敏师妹遇难的噩耗刚刚传回，宗门就宣布火石城戒严，自那之后便再也没有消息了。”原来如此，那就谢过两位师姐了。秦晨拱了拱手，失魂落魄的转身下山。如此痴情之人，世间少有啊！望着秦晨踉跄远去的背影，两名女弟子齐齐叹息一声。而痴情的秦晨在离开两女视线后，手一抬便抹去了脸上的泪痕，神色瞬间恢复如常。喜敏刚死，上古遗迹现世的消息就传回了宗门，搞不好那遗迹还真是他们发现的。秦晨略作思忖，终究还是放弃了去找中佑等人的念头。他的原计划是以表白为借口见到喜敏，然后继续假借执法殿弟子的身份，从喜敏身上套取情报。而如今喜敏已死，又无法从中佑等人身上获取信息，线索到这里便是彻底断了。看来下一世少不得要陪中佑等人走一遭火石城。回到阴阳殿以风，秦晨又开始了闭门修炼，一晃便是半年光景。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猛然响起，打断了秦晨的静修。秦晨起身刚推开门，刘元就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秦师弟，你手头有多少贡献点？先借我点印记。刚进门，刘元就急吼吼地开口借钱。秦晨定睛一看，不禁吃了一惊。眼前的刘元胡子拉碴，一身衣服不知道多久没换洗，隐隐散发出一股酸臭味，形容枯槁，眼神涣散，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毫无之前的精气神。要知道，自从刘元开始炒作火石矿，短短数日，身家便翻了数十倍，巅峰时期身家数万贡献点，名噪阴阳殿。即便是足不出户，只偶尔往峰顶运送物资的秦晨，也曾听闻过刘元的辉煌战绩。毕竟有人笑，就有人哭。最开始，有一群胆大心细之人炒作火石矿发了横财，惹得宗内不少弟子眼红乃至失去理智。很多没有经验的修士在高价期购入大量火石矿，幻想着一夜暴富。无奈火石矿价格虚高，冲顶之后价格起起落落，不少人砸锅卖铁想要护盘，最终却落了个倾家荡产的下场。更有甚者，竟然借贷炒货，还不起贷款，便被当成炉鼎抵债，下场凄惨无比。这些日子，阴阳殿内的炉鼎数量激增，其中不乏筑基结丹期的弟子，甚至听说还有元婴期的大能，全都是因为炒作火石矿而资不抵债进来的。不过刘元不是已经发财了吗？怎么混成了如今的样子？刘师兄，您这是经历了什么？秦晨惊讶问道。你先别管这么多，我手里囤了一批货，只要挺过这几天的低迷期，就能大赚几10万贡献点。你先借我点贡献，到时候挣钱了，我100倍还你。刘元声音颤抖，眼神闪烁，目光时不时紧张地瞥向门口，像是在躲避什么。刘师兄，想借多少？秦晨试探问道。5000，不，3000贡献便可助我翻身。虽狼狈不堪，但刘元眼神中却燃着近乎疯狂的自信火焰。3000，秦晨轻咳一声，掏出身份令牌。实不相瞒，刘师兄，我浑身上下只有3个贡献点，实在是有心无力啊。看着秦晨令牌中的3点贡献，刘元瞬间呆若木鸡，旋即他爆发出阵阵狂笑，状若疯魔，笑声未歇，又猛地化为嚎啕大哭。天要亡我，天要亡我呀！话音刚落，砰的一声，洞府大门被粗暴踹开，几道身影鱼贯而入。刘元，你借贷不还，现在已经超出了最后的还款期限，宗门已经按照流程扣押了你的全部财产，你有何话说？来人厉声问道。几人穿的都是执法殿的衣服，秦晨无奈，只能老老实实的退后2步。看着半疯的刘元，秦晨心中叹息一声，本来挺好的一个刘师兄，怎么就成了今天这副模样呢？见刘元只哭不答，为首的执法殿弟子冷哼一声，下巴微抬，其余几人立即上前架起刘元，扬长而去。人去屋空，秦晨看着满地狼藉，很想追上去问一声，你们把我洞府的门踹坏了，不需要赔的吗？可人家身上穿的是执法殿的衣服，又只能忍了下来。次日，秦晨难得的出了一趟门，和同门打听一番，这才明白了刘元为何沦落至此。一开始，刘元并未贪心，他心思敏锐，上古遗迹现世的消息传回宗门时，别人只顾着惊叹，他却是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毫不犹豫地押上全部身家，低买高卖，身家迅速翻了几10倍。按理说，手握几万点贡献，
如果不拿去挥霍，绝对足够支撑刘元修炼到结丹期。可他刚要收手的时候，宗门内忽然爆出一条消息，据传一名普通的外门弟子凭借着对火石矿买卖的极限买卖操作，短短1月时间狂揽100万贡献点。此人先是豪掷千金买下数百名姿色出众的女性炉鼎，而后又在炼器店和丹药店下了巨额订单，最后更是以炼器3层的境界被一名内门长老看中，破格招收为内门弟子。此消息一出，无数人为之疯狂，就连刘元也没能忍住诱惑，将刚刚赚取的数万贡献点全部投入交易市场。然而半年后，也就是昨天，火石城忽然传来消息，上古遗迹正式现世，遗迹中竟是有一处完好的秘境。可宗门派出的几支探索队在进入秘境后不久，留在宗门内的魂灯全部熄灭。要知道，探索队中可是有化神、合体这种级别的大能存在。之后，宗门忽然宣布，秘境对宗门内弟子免费开放，无论境界高低皆可进入，且在秘境内的所有收获全部归个人所有，甚至如果能向宗门提供重要情报，宗门还会奖励不菲的贡献点。而随着这条消息传回的，还有火石城解封的消息。毕竟秘境都对外开放了，火石城也没必要继续封锁了。接收到消息的瞬间，火石矿的价格直接跳水，从16点贡献1块，无缝衔接跌到2点贡献1块，并且还在持续下跌。有些人本想咬牙观望一段时间，但没想到接下来的消息直接给这些人泼了一盆凉水。上古遗迹是在黑石城外一处火山中现世的，遗迹现世时蒸发了岩浆，露出了大片火石矿的矿脉。经过统计，共有15条大型矿脉，并且全部是露天的，产量至少能增加10倍。于是火石矿的价格经历了第2次大跳水，直接跌到了0.1点贡献1块。一时之间，火石矿从稀缺宝物变成了烂大街的东西，无数人从峰顶一跃而下，结束了生命。而剩下的也没能逃过此劫，破产后沦为任人宰割的炉鼎。刘元便是众多破产户中的一个。哎，刘师兄实在是太过贪心了呀！得知刘元的遭遇后，秦晨忍不住叹息一声。这种割韭菜的事，他没吃过猪肉，但勉强算是见过猪跑。以他的经验来看，1月赚取100万贡献，这件事搞不好就是哪位宗门高层故意捏造出来的消息，为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宗门弟子入局。而给阴阳店、炼器店、丹药店等几店的大额订单，便算是封口费。有了此人作为案例，无数人便会争着抢着去当冤大头，最后被宗门彻底收割。这件事就算不是宗门出手，也绝对是宗门默许的。毕竟这件事受益最大的一方不是别人，正是宗门，以宗门弟子为韭菜，成熟之后便残忍收割，不愧是魔门。经过此事，秦晨对合欢宗的认知又清晰了几分。接下来，秦晨闭门不出，除了隔2、3日上山送一趟物资以外，其余时间全部闭门修炼长春宫。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一晃便是10年时光。不久前，执事苏若里闭关突破结丹期失败，身陨道消。得到消息后，秦晨唯有长叹一声。修仙之路漫漫，绝大多数修士终其一生却只能化作路边枯骨，可悲可叹。5年前，他将照顾炉鼎的任务交接了出去，当然如同当年的刘元一般，他也收了5点贡献作为好处费，然后将刘元总结的心得传授了下去。剩下的时光，他依然是闭门不出，醉心修炼。经过10年打熬，长春宫的运转速度终于增加了不少，达到了正常修士1半的水准。正是因为这，他修为进展缓慢，如今才是炼器6层，也就是说10余年时间，他的境界才堪堪进展了1层。同时入门的弟子，有的中途陨落，剩下的大多境界也在他之上。像是苏妙云等一众有后台的修士，更是早就已经炼器大圆满，开始着手准备突破筑基期了。唉，沉淀。秦晨现在兜里比脸还干净，除了继续闭关修炼，也没有什么其他事可做了。又是10年时光，期间看着同门一个个突破到筑基期，只有他稳居炼器期。秦晨发愤图强，勤修苦练，最后终于突破到了炼器7层。没错，10年苦修只提升了1层境界。天杀的长春宫！秦晨仰天长啸，知道这功法修炼缓慢，没想到竟然这么慢。勤修20年，修炼速度还没刚入门的弟子快，但没办法，他一没天赋，2没资源，思来想去，也只有长春宫最适合他。期间，他也打听到了柳寒冰的消息。柳寒冰成功突破到结丹期，被一名内门长老看中，收为弟子，成功进入内门。这个所谓的内门长老，估计就是将我一指碾死的孙长老了。看来柳寒冰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魔爪。上一世临死前，他曾见过孙长老的手段，赠予柳寒冰阵法、资源，甚至是功法，都只不过是为了帮助柳寒冰尽快突破到结丹期，然后用他炼丹而已。这一世，柳寒冰被自己吸收了不少功力，结丹时间足足晚了20年，但终究还是没能逃过此劫。在宗门的那些大人物眼中，这些低阶弟子恐怕全都是可以随时拿来利用的资源罢了。柳寒冰终其一生追求境界，最终还不是成了孙长老的一颗丹药。看来只有把境界提升上去，才有资格跳出棋盘，避免成为棋子的命运。秦晨叹息一声，又开始了闭关。也许是道心坚定，也许是修炼多年的长春宫终于厚积薄发，
秦晨的修炼速度终于快了不少。60年后，秦晨的洞府内传来一阵强大的灵力波动，引起不少弟子的注目。这股波动难道是秦师兄突破了吗？听闻秦师兄自80年前加入宗门之后，便闭门苦修，虽进展缓慢，但仍道心不改，实乃我辈之楷模呀。80年，一粒丹药没吃，一个炉鼎没用，不愧是被称为禁欲系师兄的存在。伴随着一阵阵惊叹声，秦晨推开门，从洞府中缓缓走出。大限将至啊！秦晨抬头看了一眼熟悉的景色，如今的他俨然是凡人40-50岁的样子，眼神中更是添了一抹木气，再也不似刚入门时的意气风发。算算时间，他18岁拜入合欢宗，而后在宗门内苦修80载，如今已经是98岁的高龄了。炼气期可息骨伐髓，保一生无病无灾，但可惜并不能增长寿元，和凡人一样，炼气期修士只有100年寿元。秦晨刚刚突破至炼气大圆满，变心感大限将至，心中唏嘘不已。如果再给他10年时间，他有把握冲击筑基期。筑基期寿元300载，到那时他便又可以继续沉淀了。只可惜别说10年，他现在连10天的寿元都没有，此生再无机会冲击筑基，真是天意弄人啊！哎，不对，我能重开啊，那没事了。秦晨从怀中掏出重生石系统赠送的那枚燃血丹，送入口中，真是熟悉的气息啊！秦晨深吸一口气，缓缓闭上眼。下一刻，秦晨气息断绝，不对，燃血丹将你一身气血消耗殆尽，你死了。开始对上一世表现进行评定，你一生碌碌无为，并没有什么亮眼的操作，本应自然去世，但在突破无望的情况下，你不甘天命，在仅剩下2天寿元，体内气血全无的情况下，竟是毫不犹豫地吞下了燃血丹，去追寻那一丝根本不存在的可能，真是令人肃然起敬。表现评定红，轮回塔一层魂灯点亮，魂灯颜色红。你觉醒了特殊天赋瞒天过海。瞒天过海，你能隐瞒自身修为，可对外随意展示自身实际境界以下的任意境界，即便是仙人也无法看破伪装。由于上一世仅获得修为，无任何宝物，自动选择保留修为。轰！秦晨睁开眼，熟悉的血煞大阵出现在眼前，抬起手，炼气大圆满的蓬勃灵力顿时在经脉内凶猛运转起来。不过想到轮回塔给他的表现评价，秦晨嘴角顿时又是一阵抽搐。我本意是想用燃血丹冲击一下筑基，就算没办法成功，也能多积攒点修为。秦晨心中无奈，当时他确实想凭借燃血丹的功效冲击一把筑基期，可他却忘了自己寿元所剩无几，体内气血也早已耗尽。燃血丹没有气血之力还燃个毛，丹药刚一入口就直接嗝屁了。不过因此获得了一项天赋，果真是祸惜福之所以。心念一动，半透明的光幕出现在面前，姓名秦晨，年龄18，境界炼气大圆满，功法合欢诀、长春功，法宝无，特殊天赋一夜七次郎，瞒天过海。果然上一世苦修几十年的修为被完美的保留了下来，而新获得的天赋瞒天过海更是狗道神技。有了这个天赋，以后做事倒是方便了许多。就在这时，秦晨心中轻疑一声，刚刚他运转体内灵力的时候，下意识的运转的是长春功，体内灵力运转毫无晦涩之感，流畅无比。难道说，想到这，秦晨又运转起了长春功。果然体内灵力奔腾如河，这顺畅的感觉绝不是刚刚修炼长春功的样子。思忖片刻，秦晨便明白了过来，虽然功法不能保留，但我这一身境界全部是修炼长春功而来，现在在运转长春功，自然是得心应手。想明白这一点，秦晨激动不已。长春功的修炼速度会随着修炼时间增加，如此一来，自己岂不是可以卡 bug 了？正想着，大阵外柳寒冰的声音响起：“你把衣服脱了，滚过来！”秦晨抬头看去，又看到了那熟悉的目光，纠结不甘中夹杂着一丝疯狂。秦晨走出大阵，朝柳寒冰走去：“你是修士？不对，你怎么在吸收我体内的灵力？结束后，你到底是什么人？”柳寒冰盯着秦晨，恨意滔天。刚刚秦晨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是强行将他体内的灵力吸走了不少，导致他从筑基巅峰直接跌落回筑基后期。柳师姐，这么久不见，还是你的腿最让我怀念。你见过我？对啊，上辈子的事了，这辈子有缘的话，咱们会再见的。说着，秦晨熟练地从柳寒冰身上扯下肚兜，揣进怀里。柳师姐，你残害同门，私自截留阴阳殿炉鼎，这一桩可都是大罪啊！今天的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柳师姐要是想找我报复，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说完，秦晨头也不回地离开。刚刚在柳寒冰的身上耽误了太久时间，再晚一点就赶不上去阴阳殿已封的非洲了。接下来，秦晨在半路上捡起彭通的身份令牌，卡着时间赶上非洲，成功来到已封。苏若离当众宣布7日炼气的入门要求时，秦晨根本没听，只顾着欣赏苏若离的那双美腿了。苏若离的腿和柳寒冰完全是两种风格，柳寒冰的腿笔直修长，匀称紧致，毫无赘肉，犹如艺术品一般，而苏若离的腿则是曲线饱满，属于是那种该有肉的地方有肉的类型，多一分嫌多，少一分嫌少，两者风格迥异，
各有千秋。似乎感受到了带着恶意的目光，苏若丽冷哼一声，交代完入门规则之后，直接拂袖离去。秦晨大饱眼福之后，也心满意足地走入瓦房。这次他吸取了上一世和上世的教训，根本没去抢占床位。进门后直接来到墙角打坐。不多时，另一道身影进门，皱了皱眉后来到秦晨身边，席地而坐。敢问阁下尊姓大名？接下来的几天还请多多照顾了。秦晨拱手道，身边这人正是神秘兮兮的英质男子。上一世他以为苏妙云是最纯血的天龙人，毕竟她是苏若里的堂妹，即便是苏若里突破失败陨落，也给苏若里留下了一笔不菲的财产。但后来他才发现他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火石城的上古秘境现世后，对秘境的探索持续了数十年，折损无数修士，直到秘境出现50年后，才有一名修士成功从秘境中全身而退，而且带出了一部上古功法。而那人便是秦晨面前的英质男子王腾。直到王腾成功通过秘境声名大噪，秦晨这才知道了其真实实力。短短50年，竟是已经成功结丹，并且修炼了多种威力强大地功法。从秘境出来后，便被宗主直接收为真传弟子，一飞冲天。宗主曾经这么评价过王腾：无图王腾，有成仙之姿。王腾身上有诸多谜团，自然是出引起了秦晨的好奇，这才想要交好一番。只是没想到，王腾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秦晨，便继续修炼，从始至终一言未发。装你妈！等秘境现世，看我抢不抢你就完事了。秦晨心中不屑冷哼一声。上一世，无数人前仆后继，用生命去探索火石城秘境，并总结出了一系列秘境攻略。不过一份攻略价值几百贡献点，自然不是秦晨能买得起的。直到20年后，秘境被探索完毕，攻略失去价值，秦晨才掏出全部身家买了一份秘境探索攻略。有了攻略，这一世他自然是不甘心一生碌碌无为，到时候抢了王腾的机缘，看他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淡定。7天后，苏若里如约而至。秦晨利用瞒天过海的天赋，伪装成炼气一层的样子，顺利成为合欢宗外门弟子。等苏若里离开后，秦晨暗中叹了口气，如果不出意外，这应该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苏若里了。10年后，苏若里会在闭关冲击结丹的时候后失败，身陨道消，真是可惜了那双大长腿了。秦晨惋惜想到。吕轩也是和上一世一样，说是给大家1天的时间打理洞府，次日再分配任务。吕轩走后，众人纷纷开始争抢洞府。当然，秦晨不用抢，他上一世住的破洞府堪比狗窝，别人自然是看不上的。推门走进熟悉而又破旧的洞府，秦晨心头莫名涌上一丝亲切感。毕竟上一世他在这里住了80年，但他顾不上感慨，一进门就有些迫不及待地推开床铺，撬开地上那块不起眼的青砖。一块兽皮，5枚下品灵石到手。秦晨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拿起那张兽皮。饶是他已经炼气大圆满，仍是有些压制不住此刻内心的激动。上一世他倾家荡产买下的秘境攻略中，清清楚楚地提到了此物，想要获得秘境之中的大机缘，必须用到此物。当初王腾就是用兽皮换了一部上古功法，这一世想要争夺秘境中的机缘，就必须现在开始准备了。秦晨目光炯炯，他掂量着手中的几块灵石，也不知道贿赂吕轩到底需要多少东西。按照上一世的经验，吕轩故意拖延1天才给众人安排任务，就是在故意索贿。苏妙云和王腾等有背景的人，一会就会过去给吕轩送礼，从而避免被分配到任务。如此一来，便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修炼之上。时间宝贵，满打满算，距离上古秘境的消息传回宗门还有20天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必须尽快提升自身的实力。想到这，他揣起灵石，趁着夜色，径直走向吕轩的洞府。咚咚咚，进来！秦晨小心翼翼推开门，只见吕轩穿着整齐，正端坐在会客桌旁，桌子上2盏热茶还在冒着热气，显然是早有准备。哦，你叫秦晨对吧？见到秦晨，吕轩的眼中闪过一抹诧异。要知道，那些有背景的弟子在入门之前，就已经有人暗中打过招呼了，其中并没有秦晨。不过看秦晨的样子，应该也不是一般人，毕竟普通弟子可不懂送礼的规矩。想到这，吕轩脸上含笑，指了指一旁的座位：“秦师弟深夜来访是有什么事吗？”吕师姐明鉴，师弟确实有一事相求。师弟从小就身虚体弱，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有些体力活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请师姐理解。秦晨一边说，一边不动声色地掏出5块灵石，摆在了桌子上。初次见到吕师姐，就感觉亲切无比。这几块灵石算是师弟请师姐喝茶，还请师姐不要嫌弃。吕轩，师弟莫不是拿我在开玩笑？吕轩眉毛都快拧到一起去了，他感觉自己刚刚的判断完全错了。秦晨不是来送礼的，而是来羞辱自己的。区区5块灵石，还请师弟收回去吧。要是叫旁人见了，还以为我在向你索贿呢。吕轩冷冷道：“5块灵石，打发叫花子呢？要是收了这种礼，他估计今晚都恶心的睡不着觉。”秦晨面色如常，自信道：“吕师姐，这5枚灵石只不过是我的一点诚意罢了。我有渠道，在接下来的1个月内替师姐弄来100点贡献。”来之前他就知道5枚灵石根本满足不了吕轩的胃口，要想把任务撇出去，
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给吕轩画大饼。显然这一招很有用，100点贡献。吕轩本想把秦晨一脚踹出去，但听到秦晨的话，顿时又犹豫了。要知道，苏妙云那几个关系户出手也才50点贡献而已，要是秦晨真能弄来100点贡献，那绝对是大赚。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他并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一本万利。吕师姐，我说100点贡献，就肯定是100点贡献。秦晨趁热打铁，以后我还在您手底下混呢，怎么可能骗您？吕轩敲着桌子，看你一片诚心。既然如此，师姐也不是冷酷无情的人，你身体抱恙，那以风的事务就暂且不安排你了。说完，他话锋又忽的一转，不过师姐最讨厌的就是被骗，你应该懂我什么意思吧？秦晨立即站起身，拱了拱手道：师姐放心，要是1个月内弄不到100点贡献，我提头来见。呵呵，什么提头来见？太血腥了，师姐听不懂。好了，天也不早了。见吕轩有送客之意，秦晨立即知趣的告辞。回到洞府，秦晨松了口气，距离上古遗迹现世只剩下20天的时间，到时候他可以利用信息差狠狠地炒一波价格。上一世他在炼器店蹲守了好些日子，早已将火石矿的价格走势记在心中，绝不会像刘源一样被套牢。接下来就是要在出发之前修炼一门攻击性强的霸道功法了。秦晨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上古遗迹其中必然危险重重，长春宫虽好，几乎毫无战斗力，进去就是送死，所以在进去之前必须修炼一门威力不俗地功法。按照时间线来看，2日后他会在外事殿遇到中佑等人，再准备3天便会出发前往火石城，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第2天一早，秦晨花费2点贡献买了一张公共非洲的月票，直奔传宫殿。刚进门就又看到了那位头须皆白的传宫殿李长老。李长老依然一手盘着油亮的核桃，一手捧着紫砂壶，颇为悠然自得。弟子见过长老。秦晨上前恭敬地行了一礼。什么事？李长老眼皮都没抬一下，手中核桃转得咯吱响。长老，我想要找一门功法，新入门的吗？秦晨话还没说完，便被李长老打断。想要什么功法自己去挑，记住，外门弟子只能在一层挑选功法，购买第1本功法只需要缴纳1点贡献即可。说完，李长老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示意秦晨别打扰他。秦晨心中苦笑，上一世他几乎将整个1层地功法全翻了个遍，似乎并没有他需要的类型。敢问长老，宗门内有没有那种是否有威力特别大、杀伤力特别强地功法？只要效果强、容易上手、代价大点没事，什么消耗寿命啊、燃烧精血啊之类的，我都可以接受。秦晨拱手问道。李长老嘴里的茶还没咽下去，一听秦晨的要求，差点当场喷出来。你说你要什么功法？李长老瞪大眼睛问道。合欢宗是魔宗，招揽的弟子中暴力阴狠的他见过，嗜杀如命的他见过，阴险狡诈的他也见过，但唯独没见过脑残的。刚入门就急着想要修行这种邪功，是着急投胎吗？传宫殿包罗万象，功法浩瀚如星辰，你说的这种功法自然是有的。李长老勉强咽下茶水，语气鄙夷，但你可要想好了，这种功法一般代价都极大，轻则自毁根基，未来成就受限，重则大大缩减寿命，我怕你有命修炼，没命享受。闻言，秦晨大喜，不愧是大宗门，果然有这种功法，还请长老务必推荐1本，效果越强越好。秦晨激动的2眼冒光。李长老看秦晨表情不似作伪，沉默良久，这才指了指身后的一排书架道：这里地功法全都是你要找的类型，威力大，效果强，见效快，唯一的问题就是代价极大，即便是合欢宗也不怎么推荐弟子修炼。看着书架上的几10部功法，秦晨双眼放光，犹如饿狼。怪不得上一世翻遍1层都没有发现这种功法，原来是怕宗内弟子误入歧途给藏起来了。秦晨心中暗暗思忖一番，终于明白过来上一世为何没看到类似功效地功法。多谢长老指点。秦晨拱了拱手，迫不及待地走到书架前查看。七情是心种，在心脏中种下一颗魔种，吸收至亲的血脉之力，浇灌培养，修炼速度远超常人。咒骨诀用特殊手法将灵力阵法篆刻在自身的骨头上，增加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但会有损骨血，不出50年，一身骨头全部损坏。9域化魔真经，此功法共有9重境界，每突破1重都需要经历1次化魔劫，打破全身骨头和血肉重组，凶险万分，稍有失误便会万劫不复。呵呵，你们这些小辈就是好高骛远，竟然想着修炼这种功法，现在看到功法的效果了吧？这里面每一部功法都是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我劝你啊，还是寻一部正常点地功法修炼吧。看到秦晨神色凝重的样子，李长老开口劝道。没成想秦晨小心翼翼将手中地功法放下后，凝重的神色逐渐转为兴奋，2眼犹如看到稀世珍宝一般炯炯发光。没想到传宫殿竟有如此功法，以前我真是白活了。秦晨狠狠地一拍大腿，肠子都快悔青了，要是上一世看到这些功法就好了。一旁李长老看到秦晨欣喜若狂的样子，到了嘴边的劝告顿时又咽了回去。哎，又疯一个。李长老躺回到躺椅上，不再理会秦晨，自己寻死，怪不得别人。将书架上地功法全部浏览一遍后，
秦晨犹豫片刻，最终缓缓拿起一枚幽暗的玉简。焚血燃魂诀，在丹田内点燃魂火，以精血为燃料供魂火燃烧，火灭则人亡。魂火燃烧期间，经脉内灵力的运转速度至少提高3倍，危急关头更是能燃烧魂魄之力，爆发出远超当前境界的实力。好，此等魔功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我不用谁用。秦晨将玉简递给李长老，长老，我就要这本。看着功法玉简上的名字，李长老摇摇头，叹息一声，要是修此功法，气血之力便会无时无刻燃烧，少则10年，多则20年，必然气血耗尽殒命。你当真要修炼这功法？秦晨略带诧异看向李长老，这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宗，这位李长老心思如此纯正，是怎么活到今天的？谢长老提醒，不过我意已决。秦晨沉声道，罢了，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李长老无奈，从秦晨的身份令牌中扣下一点贡献值，将功法玉简扔了过去。秦晨拱手道谢，兴奋离去。回到洞府，秦晨迫不及待修炼起焚血燃魂诀。说实话，魔宗内地功法都比较邪，像是入门功法合欢诀，其中就记载了不少通过炉鼎进行修炼的手段，相对于正道功法来说，绝对算得上是魔功。而焚血燃魂诀被传宫殿藏起来，以免新入门的弟子误练，可以说这部功法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魔功中的魔功。根据此功法的描述，想要在丹田内点燃魂火，必须完全不借助灵力，以气血之力侵入丹田，然后再使用秘法将其点燃。届时气血之力燃烧产生的能量将催动丹田，大大增加经脉内的灵力运转速度。当魂火熄灭之时，丹田也会跟着毁坏，修士陨落。发明这个功法的人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竟然能想出来将气血之力侵入丹田？鬼才，绝对是个鬼才。秦晨忍不住惊叹道，这部功法的效果，无论是效果还是名字，都和燃血丹很像，搞不好燃血丹就是受了这部功法的启发才发明出来的。小半天过去，秦晨成功在丹田内点燃了魂火。在魂火点燃的瞬间，他感觉像是被一根烧红的烙铁狠狠捅进丹田一般，直接蜷曲着从床上滚落。仅仅几息时间，冷汗浸透全身，那股痛苦像是从灵魂深处猛然炸开，然后潮水般一步步蚕食着秦晨的意识。这功法也没说点燃魂火会这么痛苦啊！秦晨疼得呲牙咧嘴，感受了一番才明白过来，这股疼痛乃是魂火直烤丹田的本源之痛。喘息许久，他才强忍着痛苦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匆匆出门。午时已到，吕轩要分配任务了。空地上几乎所有人都在垂手肃立等待吕轩，看来没有迟到。秦晨松了一口气，随即不动声色地站到人群最后。不多时，吕轩出现，将已封的各项事务分发下去。得益于昨晚的交易，秦晨自然是没有分到任何任务。看着那群分到活的弟子敢怒不敢言的样子，秦晨心中自嘲一笑。上一世他分到任务后，在心中大骂苏妙云等人，而这一世自己也成了天龙人，真是世事弄人。吕轩宣布解散后，秦晨正要溜回狗窝喘口气，一道身影却是拦在了他的面前。你叫秦晨是吧？你到底是谁的人？苏妙云皱着眉毛，眼神中满是审视。苏妙云满肚子疑惑，他早就通过苏若里了解过同一批入门的弟子，除了那个一直冷着脸的王腾，其他人的底细他都一清二楚。如果没记错的话，秦晨就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弟子，可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免受指派任务之苦。如此看来，秦晨昨晚应该也是去找过吕轩了。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他没忍住，直接拦住了秦晨。一旁的王腾本想离开，看见如此情形，也停下脚步，抱起胳膊准备看戏，似乎对秦晨的来历也有了几分兴趣。这一举动差点触发秦晨的被动，不过想到苏妙云是苏若里的堂妹，他还是强忍着将问候苏妙云母亲安康，表达想要与其发生亲密关系的话给咽了回去。我是谁的人，和你有关系吗？秦晨淡淡道。苏妙云叉着腰，一副蛮横的样子。我是苏若里的堂妹，你想要再以封魂的话，我劝你说话最好还是客气点。秦晨呵呵一笑，对苏妙云勾了勾手指。等苏妙云狐疑走近，秦晨立刻压低声音，以只有两人能听到的音量小声道，我是什么人？这件事有点难解释，要说我的背景，说大也不是特别大，你要说小吧，倒也不是特别小，具体该怎么说我还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简单告诉你，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你明白就行。我的身份你也不用乱猜，我只能说懂的都懂，不懂的我也不会多解释，自己知道就好。可以回去之后再细细品，说多了对你我都没有什么好处，毕竟利益牵扯太大，里面的水很深。总而言之，懂的人自己就懂了，不懂的人永远不懂，关键还是得你自己去悟，明白了吧？一口气说完，秦晨给了苏妙云一个你懂得的眼神后，拔腿便溜，只留下大脑一片空白的苏妙云。片刻后，王腾皱着眉上前，他和你说了什么？他心里有些嘀咕，难道自己看走了眼？那小子来头很大，不然的话以苏妙云的身份不可能如此震惊的。他说这里面的水很深，让我细品。苏妙云呆呆地说道。他感觉刚刚秦晨似乎说了很多，但似乎又什么都没说，难道真的要回去细细品？苏妙云皱了皱眉，
总感觉似乎哪里有点不对。水很深，敢在苏妙云面前说这句话，这人的来历果然不简单。王腾也似乎是明白了什么，一副了然的样子。2天后，秦晨掐着时间，天刚亮就乘公共飞舟前往外事殿，在殿内守株待兔半天，这才等到了钟佑3人。秦晨站在人群外，眼睛盯着光幕上滚动的低阶任务，余光却是一直打量着钟佑3人。果然，他这副我是小白，快来骗我的样子，顿时吸引了钟佑等人的注意。这位师弟刚加入合欢宗不久吧？钟佑和蔼地微笑道。和上一世一样，钟佑先是拿出身份令牌，介绍了几人的身份取信秦晨，然后提出要带着秦晨一起去做任务。秦晨装作懵懂无知的样子，推脱几番，然后在钟佑抛出鱼饵后，假装因为贡献点动心答应下来。当然，这一世他还是用的彭通的身份令牌。呵呵，彭师弟果然有魄力，你放心，有我在，没意外，到时候一定平平安安带你回来。钟佑一副亲昵的样子，拍着秦晨的肩膀。3天后4时，咱们在外事殿门口集合，这里有直通宗门之外的飞舟，那就麻烦钟师兄和2位师姐了。秦晨受宠若惊地拱了拱手。等秦晨走后，钟佑脸上的亲切瞬间化为冷笑，看来咱们运气不错呢，又找到一只肥羊。师兄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此人是刚入门的弟子，看来这次咱们又能赚上几十贡献点了。石玉洁笑盈盈地恭维道。一旁的童婷婷却皱着眉，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种心神不定的感觉。钟师兄，我的第6感很准的，这趟任务说不定会有什么意外。钟佑不屑地瞥了一眼童婷婷，什么心神不定？你那是修炼出了岔子，回去吃2粒通心丸就好了。闻言，童婷婷有些尴尬地闭上了嘴，不敢再说话。到了黑石城，先不急着杀他，毕竟银月郎狡诈，想要引其出来，还需要此人的配合。钟佑嘴角勾起冷笑，不过嘛，只要引出银月郎，随便用点手段就能杀了那小子，到时候便说是此人在执行任务中不幸遇难，上报执法殿。这种事他们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每次都是滴水不漏，从未出过意外。被钟佑选中的弟子都是新入门，这种人心思单纯，还没有体会到魔宗弟子的阴险，因此没什么防备心，再加上以利益相诱，非常轻易就能得手。从今天秦晨的表现来看，也是个傻的。想到这，钟佑邪笑一声，此番势必不仅能拿到执事的任务报酬，那小子一身骨血也能卖个不错的价钱。现在灵力炉鼎的价格可是一直居高不下。2女宛然一笑，钟师兄出手，自然是手到擒来。接下来3日，秦晨闭门不出，加紧修炼焚血燃魂诀，直到约定好的日子，秦晨这才悄然出门，前往外事殿。飞舟刚落地，钟佑3人便迎了上来。彭师弟果然守信，准备妥当的话，咱们现在就出发吧，飞舟已经到了。说话间，钟佑指了指不远处的巨大飞舟。相比于宗门内的公共飞舟，这艘飞舟不仅体型更大，而且船身上还隐隐有灵力流转，一看就是篆刻着不少阵法。师弟，这便是宗门的玄霄渡厄舟，价值上千万灵石，其中有9个加速战法，5个防御阵法，3个攻击战法，豪华无比，可供300人乘坐。而且飞舟上有画神器大能压船。钟佑介绍一番，如此高端的飞舟，乘坐一次仅需2点贡献，也算是宗门的福利了。2点贡献？秦晨露出一副惊诧的模样，我还以为是免费呢。师兄，我刚刚加入宗门，身上根本没什么存款，一去一回就是4点贡献，这算了算了，要不我还是不去了。秦晨做事就要打退堂鼓，而听到秦晨的话，钟佑心里直骂娘，特么的，千算万算，没算到遇上的是只铁公鸡，连4点贡献都不舍得拿。换做平时，他早就一巴掌打上去了，但此行还要以秦晨为饵，在引出银月郎之前，必须哄着秦晨，免得秦晨起疑。他强压下火气，在脸上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师弟跟我们一起出去执行任务，怎么好意思让师弟出钱买船票？出行的费用自然是我来负责。他有些肉疼的掏了船费，带着几人登上飞舟，让你再开心2天，等引出银月郎，便是你的死期。盯着秦晨的背影，钟佑心中咬牙切齿。2日后，秦晨正在船尾闭目修炼，忽然听到钟佑的声音，彭师弟来看，下方便是火石城了。飞舟缓缓下落，秦晨俯身看去，果然看到一座城池坐落在山谷中央，城墙通体黑色，不知道是何材料所铸，给人一种厚重沉稳之感。此城想必就是钟佑说的火石城了。从高空俯瞰，火石城四周皆为绵延的山脉，千里不见人烟，犹如一颗明珠孤悬于荒野之中。飞舟落地后，随着一声轰鸣，船身一侧换画出一条通道，直抵地面。包括秦晨等人在内，数十人沿着通道缓步徐行，走下玄霄渡厄舟。秦晨扫眼看去，火石城内颇为繁华，居民大多数都是凡人，但对巨型飞舟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依然在忙着各自的事情。钟佑目光投向城中最高的建筑，那便是城主府了。我已经提前联系过火石城城主，此地在他治下，关于银月郎的最新情报还需他来提供，先去拜访一番。秦晨点头，全凭师兄安排。不多时，一行4人来到城主府，通报身份后，立即被管家恭敬地迎到会客厅。会客厅内陈设雅致，桌椅俱是用上好的紫檀木打制，手工镂刻出精美花纹。几名婢女步履轻盈，迅速给钟佑4人奉上香茗。刚落座，
一阵浑厚的笑声便从厅外传来。哈哈，不知几位师兄师姐驾临，怠慢之处，还请师兄师姐见谅。声到人到，只见一位血鬓霜髯的老者大步流星走进厅内，向众人拱了拱手。此人看起来足足有60-70岁，面如古铜，脸上皱纹犹如沟壑，却精神矍铄，丝毫看不出老态。只是被如此年龄外貌的一位老者称呼为师兄师姐，秦晨何时遇见两女均有些尴尬。钟佑倒是坦然地受了这一礼，陈师弟这城主当得如此惬意，师兄确实是羡慕啊。以后若是厌倦了打打杀杀，倒是可以学师弟来凡人城市做一城之主。陈明贤呵呵一笑，师弟也是无奈为之，毕竟修炼天资太差，修炼数十年也还是炼气一层，既然大道无望，还不如在最后的几十年肆意享受一番。闻言，秦晨这才明白过来眼前的老者为何称自己等人为师兄师姐。此人修为虽然只是炼气一层，但听其言语，应该也是合欢宗弟子。按照宗门规矩，实力为尊，纵使对方年龄大，见到自己等人也必须尊称一声师兄师姐。上一世他曾经听人说过，宗门内有些弟子天资一般，见突破无望，便会申请调去宗外担任外职。如此一来，合欢宗可以借助这些弟子增加对属地的控制，外派的弟子也可以借用修士身份享受荣华富贵，算是双赢。所以宗门对此持鼓励态度。不过火石城盛产火石矿，涉及利益颇多，眼前的陈明贤能以炼气一层的境界担任城主一职，看来也是有些背景。寒暄一番后，几人纷纷落座。陈明贤端起茶碗，此前接到过钟师兄的传讯，几位是为了银月郎而来的吧？钟佑微微颔首，不错，我炼气殿甲峰的执事正在炼制一件威力不俗的法宝，只缺银月郎脊骨这一项材料，我们此番正是为其而来，还望师弟协助。陈明贤放下茶杯，轻拍2下手掌。下一刻，一名婢女从屏风后走出，手中捧着一份兽皮地图。看到兽皮的瞬间，秦晨心头猛震，这块兽皮和自己手中的那份兽皮实在是太过相像了。师兄请看。陈明贤将地图在桌子上摊开，自从接到师兄消息，我便命人每天在发现银月郎的地方吊上一只肥猪，据手下来报，那银月郎每天都在附近徘徊，师兄直接过去便可将其灭杀。趁着陈明贤指着地图给钟佑介绍的间隙，秦晨不动声色地走上前，仔细观察一番。而后他心中紧绷的弦松了下来，不过同时也略微有些失望，只是颜色和大小相像而已，并不是同一份地图。想想也是，一个在宗门内都混不下去的炼气一层，手里怎么可能有那种东西？陈明贤拿出来的不过是一份火石城周围的地形图罢了。师弟有心了，既然有如此布置，那银月郎绝对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钟佑自信道。成年银月郎的实力和人类修士炼气2层差不多，并没有什么威胁，只不过狼这种畜生本就聪慧，开智之后更是谨慎，一旦让其发觉到异常逃跑，要费不少功夫才能追到，毕竟这玩意是4条腿。现在有了陈明贤的布置，只要守株待兔即可，省了不少功夫。这银月郎吃了不少开采火石矿的矿工，前段时间闹得人人自危，如果师兄能将这畜生除去，也算是为那些枉死的矿工报了仇。师弟在此替那些冤魂提前谢过师兄了。陈明贤拱了拱手，然后将地图交给钟佑。来人！陈明贤喊来几名婢女。钟师兄，今日天色已晚，我已经备好了上房，几位师兄师姐不如先在城中休息一夜，等明日随送肥猪的队伍一起去城外。如此也好。钟佑从善如流，几名婢女领着钟佑等人来到城主府的客居。不得不说，看到陈明贤安排的住所，秦晨差点失声痛哭，实在是太他妈豪华了。一人一间院子，每个院子都是独立的配置，一进门便是砖雕影壁，上面刻着用来挡煞气的松鹤。大门左侧是厨房和下人房，右侧的小侧院则是马厩。跟着婢女继续前行，后面宴客厅、花厅、起居室、书房等一应俱全，甚至后院还有人工开凿出来的小溪和假山作为后花园。如此一看，简直就是在城主府内又盖了几处豪华庭院啊！走进古色古香的起居室，屋子内家具一应俱全，材质全都是紫檀木，庄重而又大气。屋内早已焚起檀香，此刻屋子内散发着淡雅的香气，颇为舒爽。彭爷，奴婢伺候您脱衣沐浴。见到秦晨，两名婢女行了一礼，脸色含羞地说道：“啊，脱衣？”秦晨瞪大眼睛，眼前两女看起来不过双10年华，正是娇嫩的岁数。此刻两人俏脸含羞，晕染了一抹粉红，更是无比诱人。是城主大人吩咐的，今夜由奴婢们服侍彭爷休息。婢女抿着红唇，羞涩地回答道。从微微颤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两名婢女现在都非常紧张。之前有人交代过他们，这次要服侍的人是仙人，不得出现任何差池。无论仙人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得无条件满足。若是惹得仙人不快，不仅他们，就连他们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彭爷，已经给您备好了洗澡水，奴婢们先伺候您更衣吧。两名婢女上前，一左一右伸出纤纤玉手，准备替秦晨脱衣。停！秦晨躲开2步，轻咳2声，掩饰内心的尴尬。我这个人不喜欢有人伺候，你们2个出去吧，不用留人。
秦晨假装震惊道：“他不是不喜欢被女人伺候，而是在不清楚对方底细的情况下，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即便城主陈明贤才炼气一层，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但别忘了，此人可是出身于合欢宗。请问合欢宗有好人吗？从合欢宗山门面前路过的野狗都得夹着尾巴跑。”听到秦晨的话，两名婢女对视一眼，神色莫名变得惊恐无比，两人齐齐跪倒在地，带着几分哭腔哀求道：“彭爷，不要赶我们走啊！城主说过，要是伺候不好彭爷，我们两个还有家人都会死，还请彭爷怜惜。”两人梨花带雨，俏脸也因为受惊而略显苍白。不得不说，这副模样确实容易勾起男人的同情。正在这时，屋门咯吱一声被推开，石玉洁和童婷婷连个招呼都没打，径直闯了进来。看到屋子中的一幕，两女顿时瞪大眼睛，神色复杂的看向秦晨。没想到彭师弟刚刚加入宗门，就会如此享受了。童婷婷冷声道。见状，石玉洁拉了拉童婷婷的胳膊，笑着对秦晨解释道：“今日童师妹见彭师弟气度不凡，前途无量，本来想过来私下结交一番。彭师弟，你这是……”听到石玉洁的话，秦晨心中顿时警觉起来。石玉洁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童婷婷对自己有意思，想要私下接触一下。可他当时对中佑三人说的是刚刚加入宗门，实力也是炼气一层，就这是怎么看出来气度不凡、前途无量的？童婷婷又不是瞎子，怎么可能主动向一个刚刚加入宗门的弟子示好？就连万人齐都没有这么主动的吧？不过心中虽是这么想，但他的神色丝毫没有表现出异常，反而露出一抹惊喜之色。不敢欺瞒两位师姐，这两个婢女都是陈明贤安排的，我是一点都不知情啊。而且我正要让他们两个走呢，但是他们怕被陈明贤处罚，正在向我求情。秦晨一脸诚恳地解释道：“既然你们想演戏，那我就陪你们演一场，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谋划。无非是几个想要攀龙附凤的下贱货罢了，要我说，直接杀了便是。”童婷婷瞥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两个婢女，冷哼道。听闻此言，两名婢女浑身一颤，连连磕头求饶：“行了行了，我和两位师姐还有话要说，你们去外面伺候着吧。要是陈明贤真要处罚你们，让他来找我便是。”秦晨摆摆手，对两名婢女道：“再纠缠下去，以合欢宗弟子的脾性，搞不好还真的会把这两名婢女给杀了。”两名婢女如蒙大赦，再也不敢停留，慌张的站起身退出了屋子。秦晨呵呵一笑，亲自给石玉洁和童婷婷两女倒上2杯热茶。不知两位师姐深夜来此，有何指教啊？天色已黑，按理来说孤男俩女独处一室，传出去会有损女方声誉，但3人都是合欢宗弟子，这件事反而正常了起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石玉洁微微一笑落座，而童婷婷依然是冷着个脸，一副秦晨欠她800万零食的样子。石玉洁笑容微僵，暗中抻了抻童婷婷的裙子，童婷婷这才有些不情不愿地坐下。至于秦晨递过来的茶水，她是看都没看一眼。不知师弟年龄几何，有无道侣，可曾婚配？石玉洁一开口，直接把秦晨弄得不会了。不是姐妹，上来就查户口啊？不过石玉洁的话，再结合童婷婷那副死了妈的神情，秦晨心中隐隐有所明悟。师弟今年刚满18岁，之前一心求道，还未曾有过道侣，也未曾婚配，不知师姐问这些？秦晨疑惑道。石玉洁婉然一笑，指了指身边的童婷婷，不瞒你说，我这个童师妹呢，对你有那么一点点意思，接下来你们可以相处着试试，说不定以后还能结为道侣呢。说完，怕童婷婷任性，石玉洁又暗中捅了捅童婷婷。秦晨只当是没看到两人之间的小动作，一副既惊喜又不知所措的样子，猛然间站起身来：“真的，童师姐对我有好感。”童婷婷深吸一口气：“当然是真的，从前些日子第一眼见到师弟，我就被师弟高大威武的气质给吸引了。这几天在非洲上相处下来，更是觉得师弟气度非凡，以后必成大器。”这番话要是秦晨点评的话，绝对是要给0分。台词一听就是提前备好的，一点情绪起伏都没有。只是不知道童婷婷为何会突然向自己表白，总不能是真心话大冒险输了吧？不过秦晨最大的优点就是给根棍就爬。童婷婷话音刚落，他就一个箭步冲到童婷婷面前，激动地抓起童婷婷的手：“童师姐，没想到你是这么看我的，你果然是我的知己啊！”这一举动顿时让石玉洁和童婷婷目瞪口呆，尤其是后者，他怎么都没想到秦晨竟然如此大胆，上来拉自己的手，而且以他炼气2层的境界，竟然没能躲开，被秦晨占了便宜。你放开！童婷婷推开秦晨，失声吼道。秦晨则是一副被吓到的样子：“师姐，你……”虽然这句话仅仅只有几个字，但秦晨入戏非常之深，将被童婷婷甩开的震惊、悲伤和失望全都表现了出来。石玉洁狠狠地瞪了一眼童婷婷，然后连忙站出来打圆场：“师弟，童师妹确实对你有好感，但你上来就拉手，也太操之过急了。”“什么过急？我没急啊，石师姐。”秦晨一副被冤枉的委屈样子。石玉洁一阵无语，之前秦晨做非洲一点贡献不掏，现在又如此急色，这种垃圾到底是怎么混进合欢宗的？碰上此人真是晦气。等事情结束后，他必须多砍2刀解气。想到这，他顿时有些不满地训斥起了童婷婷：“还有你也是，
彭师弟不过是欣喜过头，下意识的反应而已。你不是对彭师弟有好感吗？怎么牵手就有这么大的反应，还不向彭师弟道歉？童婷婷又羞又怒。刚刚秦晨拉她手的时候，偷偷在她手心挠了挠，所以她才下意识把秦晨甩开了。不过这种事，她实在是不好意思点破。彭师弟，对不起。童婷婷咬牙道歉。没事没事。秦晨摆摆手，一副我原谅你了的表情。见状，童婷婷差点忍不住出手拍死秦晨。明明是你占我便宜，现在还搁这装起大度来了，装给谁看的呀？不过好歹两人也算是将误会给解释清楚了。这时石玉洁轻咳一声，似乎在用暗号提醒童婷婷。童婷婷立即会意，深吸两口气后，脸上露出一丝媚意。师弟，其实今天我们来还有点其他事要和你商量。有事？什么事？秦晨疑惑道。石玉洁示意童婷婷坐回去，而后嫣然一笑。彭师弟，银月郎这种畜生，成年之后便是灵智初开的水平，智力远超其他妖兽。到时候一旦发现如此多的修士，绝对会第一时间远遁，再也不回来。到那时再想追踪这畜生的踪迹就难了。师姐的意思是，呵呵，其实也没什么。自古以来，修士便有猎杀妖兽的习惯，但很多人不知道，人类修士对于妖兽来说，同样也是大补之物。吞下一名修士，相当于妖兽多年苦修。明日你以自身为饵，定能吸引那畜生的注意。到时候我们则会趁机包抄，等包围圈成型，那畜生便是瓮中之鳖，只能任由我们宰割了。图穷匕现。说了这么多，石玉洁终于露出了獠牙，说出了今晚之行的目的。秦晨面露慌张，石师姐，你们说过我不用做什么危险之事的，我才练气一层啊，怎么可能是那银月郎的对手？要是你们行动稍晚一步，我岂不是成了那畜生的腹中餐？看着秦晨的反应，石玉洁心中满是不屑。先是抠门铁公鸡，刚刚是极色恶鬼，现在又是贪生怕死，这种废物到底是怎么通过入门试炼的？这2年宗门招收弟子的底线这么低了吗？彭师弟，只是让你拖延一点时间罢了，实际并没有什么危险，难道你还信不过我们吗？童婷婷轻咬着嘴唇，柔声媚色，终于进入了一点状态。彭师弟，其实我最崇拜的就是临危不惧的男人，我这辈子的梦想就是想要嫁给一个顶天立地的真男人。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吗？说完，童婷婷还对秦晨眨了眨眼睛，眼神之中满是期盼。熟悉的味道，味太正了，满满都是普洱的气息。只不过童婷婷应该没见过什么世面，普洱段位太低，好歹先培养一下感情基础再普洱。你这刚上来就让我去玩命，傻子才会答应。但好在秦晨现在扮演的就是傻子的角色，他紧紧抿住嘴唇，激动的身子都跟着颤动。婷婷这个称呼一出，秦晨自己差点没忍住吐出来。幸好强大的信念感支撑着他继续演下去。婷婷，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放心，明天我会亲自去引诱那头银月郎，给你们创造机会。说完，秦晨趁着童婷婷震惊走神的机会，猛地将童婷婷搂入怀中。不过婷婷，明天的事太过危险，万一出了意外，我可能就没命了。我想在死之前体验一把男人的快乐，你今晚能留下来吗？听到这话，童婷婷猛地推开秦晨，眼神中又惊又怒。你休！童婷婷的想字还没说出口，便被石玉洁眼疾手快的打断。石玉洁捂住童婷婷的嘴，对秦晨强颜欢笑道：你休息，时间不早了，童师妹说让你早早休息，我们先回去了。说完，不给秦晨插话的机会，石玉洁拉起童婷婷转身就走，仿佛稍微慢一点就会被秦晨给吞了似的。确认两人离开后，秦晨笑着摇了摇头，对方的目的他已经猜出来了，无非就是为了确保能够猎杀到银月郎，想要以他为饵，又怕他不答应，所以使了一出美人计。只是这童婷婷一点都不会演，破绽百出。明天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到底想做什么，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给你们一个惊喜了。秦晨轻笑道，他之所以如此配合中佑三人，是为了不干扰事情的发展，从而找到上古遗迹的线索。如果期间出现意外，触发蝴蝶效应，可能这一世都发现不了上古遗迹的线索。另一边，离开秦晨的院子后，童婷婷和石玉洁径直前往中佑住所。走进屋子，童婷婷和石玉洁顿时抬手捂住穷鼻，皱着眉看向屋内。只见2名婢女晕倒在地，神识不清。一旁中佑正在欣赏自己的杰作，颇为自得。事情办好了。中佑抬起眼皮，回头看向童婷婷两人，两女齐齐一颤，办好了。彭通已经答应，明天以他自己为饵，吸引银月郎的注意力。好，如此一来，银月郎那畜生必然上钩，到时候顺便将那小子一起给办了，一箭双雕。中佑哈哈大笑2声，而后笑声戛然而止，阴鸷的神色吓得童婷婷两女又是一惊。你们是怎么让那小子答应下来的？没让他占什么便宜吧？中佑审视着两人，声音冰冷。没有，钟师兄，那小子涉世未深，童师妹仅仅是说了2句，便勾引得他心醉神迷，直接答应了下来。石玉洁连忙道：真的吗？咔嚓2声，中佑扭断身边2名婢女的脖子，而后似笑非笑对两女道：即使如此，那便脱了衣服，爬过来让我检查检查，正好多日没有修炼双修之法了，今日给你们2人一个机会，
共求大道。童婷婷和石玉洁对视一眼，而后抬起手放在了衣服的扣子上，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秦晨就跑到了童婷婷的小院前，砰砰地拍起了门。昨晚人家表白了，今天咱也得主动点，不是？不过童婷婷小院一直没有反应，倒是钟佑居所的院门被推开了，钟佑三人缓缓走出。钟佑面色红润，一副精神焕发的模样，但他身边的童婷婷和石玉洁却是一脸疲惫，看起来似乎整夜未睡似的。秦晨八卦多年，早就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只一眼便看出三人之间有猫腻。三人的关系绝对不是表面上的师兄妹这么简单。钟佑啊钟佑，没想到你小子长得这么磕碜，心思歹毒，竟然还能玩三人行。秦晨一肚子坏水，眼珠一转，心中顿时有了个主意。他快走2步上前，一手扶住童婷婷的胳膊，另一只手却是揽住了童婷婷纤细的腰肢。童师姐，你没事吧？怎么看起来这么虚弱？秦晨嘴上关怀，手上却是毫不客气地占起了便宜。你放开我！童婷婷羞怒地挣扎道。可不知为何，她明明是炼气2层，却丝毫挣脱不开秦晨。在钟佑眼中，两人倒像是在打情骂俏一般，看得钟佑是七窍生烟。够了，童师妹是修士，还没到弱不禁风的地步，时间差不多了，你们2个别闹了，启程！钟佑冷哼一声，大步离去。而这时，童婷婷终于从秦晨怀里挣脱开，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衫后，连忙追了上去。钟师兄，你听我解释。半个时辰后，火石城门口，诸位仙师，城主大人有要事在身，不能前来相送，还请仙师们恕罪。城主府的管家躬身行礼道：无妨，收拾区区一只银月狼而已，1日之内，我等便会带着银月狼尸首归来，回去告诉你家城主，提前备好酒席，到时候我要与其畅饮一番，不醉不归。是。管家躬身行礼。这时一众将士上前，齐齐用力推开城门。钟佑大手一挥，下一刻4人骑马带着一辆兽车出城而去。目送4人远去后，管家摆摆手，城门缓缓关闭。踏入炼气期之后，修士可将灵力聚集在双腿之上，短距离赶路速度远超马匹等外物，可此举消耗太多，不适合长距离赶路，所以秦晨等人还是选择了骑马赶路。更何况4人还带了一只肥大的家猪，赶路速度更是提不起来。大半日后，4人才赶到了目的地。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原上，怪石嶙峋，放眼望去满是枯焦之色。地上的巨石饱经风霜，早已龟裂破损，姿态奇诡扭曲，犹如枯骨。风生呜咽，卷起几缕细尘，旋即又归于亘古的沉寂。而在这片荒原的中心，偏偏却伫立着一棵歪脖树，树干早已枯槁，枝丫求节如爪，像是不甘命运般指向天空。歪脖树上一根粗壮的麻绳时不时随风飘荡，绳子的另一头本应吊着一只肥大的家猪，可现在除了树下堆积如小山的枯骨，便什么都没有了。呵呵，每日吃一只猪，这畜生的胃口挺大啊！钟佑冷笑起来。按照陈明贤的说法，他每日都会派人送来一只家猪，看来这银月狼已经养成了习惯，每日来此觅食。如此一来，捕杀就变得容易多了。钟佑指了指远处的歪脖树，彭师弟，接下来就要麻烦你了，你带着这头猪过去，假装将猪挂在树上，只要那头畜生在附近，就绝对抵挡不住如此大的诱惑。到时候我们埋伏在四周，待你引蛇出洞，我们便一起出手，将那头畜生给杀了。秦晨点点头，随即含情脉脉地看向童婷婷。婷婷，为了你，我愿意冒险，等我。秦晨满脸为爱冲锋的表情，说完后，一脸决绝地带着家猪朝歪脖树走去，一边走一边心中暗笑，当面恶心人，果然很爽。钟师兄，我和他真的没有什么。秦晨走后，童婷婷连忙解释，无妨，反正他已经活不过今天了。钟佑盯着秦晨的背影，目光中满是杀意，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想杀死一个人了。一会我们散开，占据3个方位，隐匿灵力波动，等待银月狼出现。记住，不要急于求成，等银月狼把那小子重伤之后再出手，到时候就算执法殿前来探查，也发现不了什么端倪。钟佑冷笑道，修仙界危险得很，想要让一个人死得不明不白，有的是手段。是，钟师兄。两女拱手道。钟佑摆了摆手，3人顿时散开。秦晨牵着肥猪走到歪脖树下，也不知道这棵歪脖树是什么品种，看起来早已枯死，毫无生机，枝丫却坚硬如铁，承受一只400-500斤的家猪毫无压力。看样子这些人是想要借助银月狼之手除掉我，只是不知道上古遗迹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现世。将猪吊在树上后，秦晨背靠着歪脖树坐到地上，以身为饵。到了此地之后，秦晨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上古遗迹现世的消息就是钟佑等人带回去的。上一世上古遗迹现世后，附近的地貌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他虽然没有亲自来过，但根据攻略上对遗迹位置的描述，应该就是在这附近了。算了，先按照剧本来，等银月狼出现再说。秦晨心中暗道一声，随即盘坐在树下调息修炼。不过随着夕阳坠落，银月狼并未如期出现。时间一点点流逝，夜色渐渐侵染了荒原，一轮圆月升空，洒下凄冷的月光。就在秦晨以为计划出现了偏差，准备找钟佑等人确认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一声狼嚎。嗷呜！一道银灰巨影如电射般窜出，
直冲秦晨。在月光的伪装下，银月郎距离秦晨已经不足100丈。虽说名字中带有一个郎字，但银月郎身形庞大，犹如巨虎，身上毛发在月光下闪烁着月光般银色的冷芒，巨大的狼爪拍在地上，发出阵阵轰鸣。此刻，银月郎已经将秦晨当成了猎物，幽绿色的狼瞳在月光下化作一道竖线，死死地盯住秦晨。钟师兄救命！秦晨继续扮演着一名炼气1层弟子该有的反应，看到银月郎的那一刻，转身就跑。然而四周满是死寂，根本无人回应。钟佑伏在阴影中，看着眼前一幕，嘴角顿时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彭师弟啊，彭师弟，你恐怕是没钓过鱼吧？只有鱼咬了饵，才能体感啊！钟师兄，再不动手，我命为矣！秦晨慌不择路，回忆着3人埋伏的方向，果断地朝着最近的石玉姐跑去。不出来是吧？那就来一招祸水东引。石师姐，这头畜生已经被我引出来了，快出手！秦晨边跑边喊，身后银月狼化作一道银色的闪电，朝着秦晨猛地扑了过去。而就在狼爪即将拍在秦晨肩膀上的时候，秦晨像是背后长了眼一般，一个翻滚，堪堪躲过这一击。嗷呜！银月狼凶性更盛，獠牙带着腥风再次咬向秦晨。可在钟佑眼中，不知是秦晨运气好，还是这银月狼视力有问题，接连几次攻击都没能碰到秦晨分毫，眼睁睁地看着秦晨引着银月狼朝石玉洁埋伏的地方跑去。废物！钟佑暗骂一声，也不知道是在骂秦晨，还是在骂银月狼。咬了咬牙，钟佑对童婷婷做了个手势，然后同时起身朝着石玉洁的方向包围过去。与此同时，石师姐还不出手，更待何时？秦晨厉喝一声，嘴角却勾起一抹邪笑。石师姐，找到你了！石玉洁始终躲在一块怪石的阴影中，见秦晨朝自己急冲而来，顿时心神大乱。计划不是这样的，他想都没想，转身就逃。当初为了降低秦晨的戒心，他们其实是说谎了。成年银月狼的实力换算成修士境界的话，对应的是炼气3层，而不是炼气2层。他一个区炼气2层的修士，根本不是那头畜生的对手。石师姐，别跑啊，快来救救师弟！不得不说，秦晨非常敬业，到现在还在演。你滚开！看着越来越近的银灰巨影，石玉洁目眦欲裂，吓得声音剧烈颤抖。在巨大的恐惧之下，他根本没有发现秦晨身上的异常。一个炼气1层的修士，怎么可能比他跑得还快？跑出去几百步后，石玉洁回头一看，差点魂都吓丢了。只见秦晨在自己身后，距离仅有数十步，而银月狼则是张着血盆大口，咸水从锋利的锯齿中甩出。石玉洁感觉自己甚至能闻到恶臭味。没听见吗？快滚开，把那畜生引走！石玉洁又惊又怒，这废物自己找死也就罢了，别拖上自己。但就在这时，他看到秦晨的嘴角缓缓勾起，秦晨竟然笑了。这种时候他是怎么能笑得出来的？石玉洁神色一滞，尚未反应过来，一股剧痛就从腹部炸开，紧接着他整个人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在地上翻滚10几圈，才撞到一块岩石上停下来。他艰难地抬起满是鲜血的脸，看向腹部，只见不知何时，他的小腹已经被击穿，丹田也被毁去。这时秦晨的声音传来：咦，修士的生命力这么强悍吗？这都不死？秦晨落到石玉洁面前，居高临下地看向石玉洁。此刻他的脸上已经丝毫没了刚刚逃命时的慌张。彭师弟，饶命！石玉洁再傻，此刻也明白过来，秦晨根本不是炼气1层，炼气1层的修士怎么可能一击将他的丹田毁去？刚刚那股霸道的灵力根本不是他能够抗衡的。面对石玉洁的惊恐求饶，秦晨冷笑一声，掐住对方的脖子，咔嚓一声扭断。嘎嘣脆！石师姐，我姓秦，你求错人了。扔下石玉洁的尸体，秦晨往身上抹了点血，装出被重伤的样子，靠在岩石上惊慌地喊了起来：钟师兄，童师姐，救命啊！面前银月郎看着眼前的一幕，也有点发懵。他小小的脑壳似乎理解不了眼前的2个食物为什么会突然自相残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停下了脚步，警觉地观察起来。远处听到秦晨的求救声，钟又咬了咬牙，脚下的步伐又加快了几分。刚刚秦晨抬脚就跑，变化来得太过突然，他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秦晨就已经一溜烟没影了。当初为了确保银月郎能够入套，3人各自占据了一个方位，而且距离较远，等他起身想要支援的时候已经晚了。灵力聚集在腿上，几个起落后，他终于看到了银月郎。巨大的兽影左右徘徊，他的面前石玉洁浑身是血，躺在地上生死未知。秦晨身上也不少血迹，气息萎靡地靠在岩石上。见到钟佑，秦晨像是看到了生的希望一般，顿时挣扎着喊道：钟师兄，快来救我！这头畜生疯了，竟是一爪拍死了石师姐！谁让你乱跑的？钟佑怒骂一声，这么小的事都办不好，真是废物！嘴上虽然骂着，但他却没有轻易上前。银月郎似乎已经感受到了身后的威胁，猛地跳转过身子，森绿的树瞳盯住钟佑。下一刻，童婷婷姗姗来迟，落到钟佑的身边。看到眼前一幕，他顿时震惊地捂住了小嘴。不过还没来得及和钟佑询问情况，银月郎猛地抬起头，嗷呜一声，腥风扑面，银色的巨影裹挟着罡风朝2人扑来。见状，
钟佑眼中闪过一抹厉色，左手猛地探出，闪电般揪住童婷婷衣衫的后领，一把将她推了出去。钟师兄，童婷婷心中大骇，你缠住这头畜生，我来解决他。钟佑冷声道。童婷婷惊得魂飞魄散，但求生的本能压过了一切，她拼尽全身灵力，抽出背后的长剑，对着银月郎的眼睛刺了过去。枪刺耳的金属交击声响起，童婷婷手中的长剑刚接触到银月郎的毛发，便寸寸崩裂飞溅出去。不过好在灵力派上了用场，剩下的半截断剑在银月郎的身上划出一道惊心触目的伤口。而此刻，银月郎的巨爪也拍了下来，嗤啦一声，童婷婷身上的衣衫裂开，3道深可见骨的爪痕瞬间出现在童婷婷的左肩，鲜血四溅，瞬间染红了地上的碎石。童婷婷惨叫一声，重重地撞在岩壁上，面如金纸。这一切虽发生的极快，仅在眨眼间，但对于钟佑来说已然足够。给我死！钟佑凝声暴喝，不知何时已经绕到了银月郎的身侧，掌中一支下品法器青红剑如毒蛇般递出，凝聚着炼气3层的全部灵力，精准狠辣地刺入银月郎的喉咙，剑锋其根没入。不得不说，钟佑外出做过不少次任务，经验确实丰富。这一击直接断绝了银月郎的生机。嗷！银月郎长啸一声，随即又戛然而止，颈部如泉水般喷出一股股血水，庞大的身躯剧烈抽搐击下，最终轰然到地，瞳孔中的忧虑也迅速暗淡下来，归于死寂的灰败。月光下的荒原中，只剩下钟佑粗重的呼吸声和童婷婷压抑的痛呼声。哼！钟佑踩住狼尸，手中青红剑在狼尸上用力划过，随即一根完整的脊椎骨被他抽取出来，脊椎骨上还沾连着不少碎肉，血腥无比。钟佑左手一抬，只见那根脊椎骨竟是凭空消失。看到这一幕，秦晨眼睛一亮，哟，还有储物戒指，真是意外收获啊！钟师兄当真是神勇无敌，师弟佩服，多亏有师兄出手，否则师弟现在已经葬身狼腹了。秦晨抱拳，一脸感激的样子。钟佑看了一眼躺在地上气息全无的石玉洁，心中戾气喷薄而出。他曾经有过一番小小的奇遇，得到了一份残缺的双修之法，虽然能通过双修提高自己修为，但由于功法残缺，只能一方受益。自那之后，他在峰内培养控制了2名师妹，便是童婷婷和石玉洁，时不时就和2名师妹双修，以供自己修炼。为了培养这2名师妹，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财力。而如今，由于秦晨的失误，竟是折损了一人。疼痛！钟佑踢开狼尸，缓缓朝着秦晨走去，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冷笑：“你害死了石师妹，你真是该死啊！”秦晨背靠岩石，脸上露出一抹惊惧：“钟师兄，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并非有意要害石师姐啊，这是个意外。”钟佑狞笑，缓缓抬起剑，指向秦晨的脖颈：“放心，我的剑很快，你不会痛苦的。下辈子记得要……”话只说到一半，异变陡生，秦晨身上的虚弱萎靡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抹邪笑：“钟师兄，你离我太近了。”开口的同时，他就已经动了。钟佑甚至都没有看清秦晨的动作，秦晨的手就已经穿过了他的胸膛。“你不是炼气1层？”钟佑瞪大眼睛，嘴中下意识地说出这句话。下一刻，秦晨手中依然跳动的心脏砰的一声碎成了血雾。砰！钟佑尸体倒地，死不瞑目。看到这一幕，正在疗伤的童婷婷顿时愣住了，巨大的恐惧直接笼罩了她。你！童婷婷扑通一声瘫软在地，身体因为极度的恐惧颤抖不止，一股寒意顺着她的脊椎直冲大脑。当秦晨的目光扫过来的时候，她猛地一个机灵，随后不知哪来的力气，手脚并用朝着秦晨爬了过来。“彭师弟，不，彭师兄，饶命啊！”童婷婷涕泗交流，肩头的伤口因为爬行的动作再次撕裂，鲜血汩汩而出，瞬间染红裙子。但她浑然不觉，仍是努力地抬起苍白的俏脸，尽量让声音显得凄婉柔美。“彭师弟，都是钟佑做的，是他想要算计你，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之前我对你说的话都是真心的，我是真的喜欢你。”她颤抖着扯开裙子领口，露出一抹雪白的肌肤。“彭师兄，我会的很多，求您给我一条活路，我愿意为奴为婢，为您做任何事。对了，我还知道一个关于钟佑的隐秘，我都可以告诉你。”“哦？”秦晨饶有趣味地问道。“什么秘密？”童婷婷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其实钟佑之前有过一番机缘，得到了一份内门弟子才可以修炼的双修之法，虽然是残缺的，但依然效果显著。我愿意配合彭师兄修炼此功，以后只要师兄有需求，我绝对随叫随到。童婷婷的话顿时让秦晨想到了今早出发时3人的异样。3人是从同一个院子里出来的，明显是进行了一夜的3人行。可只有钟佑满面红光，精神奕奕，石玉洁和童婷婷满脸疲惫，像是被吸干了精元似的。现在看来，昨夜钟佑应该就是修炼了此功。“彭师兄！”童婷婷柔柔地喊了一声。在秦晨思考的时候，她已经扯开了裙子，露出几分媚意。可她话音还没落下，声音便陡然卡住。秦晨的手已经落在了她的脖颈上。“你觉得我像是喜欢吃剩饭的狗吗？”咔嚓一声轻响，童婷婷眼中最后那点光彩瞬间灰败下来，头一歪，整个身子瞬间软了下去。荒原终于彻底归于一片死寂。秦晨看着脚下的3人一狼4具尸体，
心中古井无波。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已经死了好几次，也许是提前做了心理准备，这是秦晨第一次出手杀人，除了血腥味让他有些不适以外，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看着中佑的尸体，秦晨心中暗叹，不同境界修士之间的实力差距果然深如鸿沟。他身上没有法宝，仅凭雄厚的灵力，只一掌便结束了中佑的性命。当他的手掌印在中佑胸口的时候，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中佑体内的灵力在胸口形成了一层护盾屏障，可那层屏障在秦晨眼中犹如薄纸一般，一触即破，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心脏捏碎。看来还是要尽快提升实力，不然在那些高阶修士的眼中只能做一辈子蝼蚁。秦晨暗下心思，目光移到了脚下的3具尸体上。3人中只有中佑手指上戴着一枚储物戒指。上一世刘源曾经说过，这一枚戒指价值50贡献点，最大能储存100方的死物。秦晨毫不客气将其撸了下来，略微研究一番，便弄懂了储物戒指的使用方法。心念一动，戒指中的东西顿时全部出现在脚下，丹药5瓶，灵石1堆，功法玉简1枚，闲杂材料1堆，银月狼脊骨1条，赤色鸳鸯蟹裤1件，等等，似乎混进去了一件奇怪的东西。秦晨嫌弃地将蟹裤扔到一边，然后将剩下的东西收了起来。至于石玉洁和童婷婷身上，则是空空如也，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两人被中佑控制这么久，估计身上的财物也早就被中佑搜刮走了。尘归尘，土归土，3位师兄师姐走好。秦晨把歪脖树拆成了柴火，将3人一狼付之一炬。处理完尸体，秦晨正要离开，动作却猛地顿住，一股极其细微的灵力波动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不好！秦晨心中暗道一声不妙，正要催动灵力逃走，数十道犹如巨蟒般的红色光芒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空中交错连接，最终化作半球形，将秦晨扣入其中。秦晨只感觉空气陡然间粘稠沉重了数十倍，无形的压力自4面8方涌来。与此同时，他经脉内的灵力也变得晦涩迟滞，运转困难。装神弄鬼！陈明贤，滚出来！秦晨厉声喝道。呵呵，一阵苍老却中气十足的笑声打破死寂。陈明贤从一块巨石后踱步而出，步伐沉稳有力，神色倨傲，哪还有半点之前在城主府的谦恭？没想到彭师兄这么快就猜到了是我，不知道我哪里露出了马脚？陈明贤笑呵呵地问道。此刻他身上的灵力波动赫然达到了炼气9层，与秦晨相差无几。秦晨冷笑一声，马脚？不，你伪装得很好，不过可惜你是合欢宗的弟子，合欢宗没有一个好人。他之前就感觉这个陈明贤不太对劲，从见到他们开始就太过热情，而等到他们出城的时候，陈明贤却推脱说有要事，只派了一名管家相送。现在看来，陈明贤口中的要事应该就是布置眼前这个阵法了。秦晨试着调动了一下体内的灵力，可灵力却如同根本不受控制。哈哈，彭师兄说的没错，合欢宗一个好人都没有。陈明贤脸上的笑容变得狰狞可怖。我本想借由银月郎捉2条小鱼，可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彭师兄扮猪吃虎的套路实在是精彩至极。说着，陈明贤走近几步，仿佛在欣赏笼中困兽。师弟这把年纪，早年又伤了根基，寿元早已油尽灯枯，可我不甘心，凭什么我就得死？这荣华富贵我还没享受够，我舍不得死。于是我花光了这些年积攒下的钱财，买了这炼血夺元大阵。说到这，陈明贤打出一道灵力，眼前的阵法猛地运转起来。彭师兄，只要榨取了你一身灵力气血，便可助老夫延寿数十年，老夫在此提前谢过了。陈明贤眼中露出一抹疯狂。此前他本想趁中佑等人解决掉银月郎后，放松警惕时发动战法，吸收几人的气血灵力延寿，可没想到竟是看到了秦晨反杀的一幕，顿时惊喜无比。秦晨动手时身上展现出来的灵力波动，赫然是炼气大圆满。吸收完秦晨体内的灵力血气，他甚至有机会一举突破到筑基期。筑基期，寿元300载，多么精纯的生命力啊！彭师兄，那些凡俗矿工的血肉不及你1/1000。陈明贤闭上眼睛，神色颇为享受。大阵运转，一股股淡绿色的气息从秦晨身体内被抽离，经由大阵注入陈明贤的体内。老匹夫，你找死！秦晨咬牙怒吼一声，体内焚血燃魂诀疯狂运转起来。不想让我活，那你也别活了。几息时间，秦晨的皮肤迅速的暗淡下来，几缕青丝化作白发，这便是强行催动焚血燃魂诀的下场。随着浑身的气血之力疯狂燃烧，秦晨身上的气息也愈加危险。血色大阵外，正陶醉于抽取秦晨的生命精华的陈明贤，忽然感受到大阵中一股远超炼气期的威压轰然炸开。炼血夺元阵上竟是生生的被这股气息给震出不少裂纹，抽取生命精华的速度也跟着一致。怎么可能？陈明贤抬头看去，神色骇然。这炼血夺元大阵是结丹期的阵法师祭炼所得，筑基之下绝不可能破阵而出。难道？陈明贤想到了一种恐怖的可能。难道说眼前这个彭师兄不是炼气期，而是筑基？他到现在还在扮猪吃虎。大阵内，秦晨咬着牙，似乎在承受莫大的痛苦一般，神色狰狞。他那只青筋裘结的手缓缓抽出青红剑，
全身灵力疯狂迸发，争前恐后的汇入剑身。焚血燃魂诀虽然不能助秦晨提升修为，但是却硬生生的将他的实力强行拔升到了筑基期。筑基期与炼气期相比，简直是质的变化。给我破！随着秦晨的怒吼，青红剑斩出。青红剑只是一柄下品法器，承受不住如此狂暴的灵力，在斩出的瞬间便剑身崩碎，而剑光却气势不停，裹挟着罡风重斩在大阵之上。不！看到这一幕，陈明贤目眦欲裂，痛苦的嘶吼出声。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下一刻，阵法之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缝，还没等陈明贤补救，便开始寸寸崩碎。炼血夺元阵彻底毁了。与此同时，陈明贤痛苦地捂住胸口，喷出一口鲜血。大阵被毁，反噬到了他的身上。你到底是什么人？陈明贤又惊又怒，他筹划已久，可千算万算，也没想到自己钓的鱼是筑基期。秦晨没有回答陈明贤的问题，而是看着地上一道长约100丈的裂缝，陷入了沉思。这就是筑基期的力量吗？一剑便可斩出如此长的一条沟壑。正想着，大地忽然晃动起来。一开始秦晨还以为是错觉，可等他看到面前的裂缝越来越大的时候，猛然惊醒。这道裂缝恐怕并不是他劈出来的。轰隆隆，脚下的裂缝骤然扩大，炽热的岩浆从裂缝深处涌出，伴随着硫磺恶臭。秦晨连忙跳开，再回头看时，偌大的荒原已经变成了一片岩浆的海洋。这时，岩浆又剧烈涌动起来，一座庞大的废墟缓缓升起，展现在秦晨眼前。废墟中到处都是一块块黑色巨石垒砌起来的断壁残垣，也不知道巨石是何材质，岩浆对其无法造成丝毫损坏。从仅存的一些石壁上，依稀还能看到残破的画像，有鸟兽花虫，却不知是何品种。而废墟的核心处，一道数10丈高的巨型石门巍然矗立，这应该是整座遗迹中仅存的完好建筑，顿时就将秦晨的目光吸引了过去。石门的材质非玉非石，青灰色的表面布满皲裂，却隐隐地透出亘古不灭的浑厚气息。门框上缠绕着藤蔓状的浮雕，隐约间能看到枝条间流转的阵法符文。而门扉正中则是一道淡蓝色的光晕缓缓流转，其中灵力之浓郁，让秦晨都吃了一惊。难道这就是上古遗迹？找了半天，遗迹竟然就在脚下。他现在也明白了过来，刚刚脚下那道裂缝应该不是自己劈出来的，而应该是陈明贤的阵法毁坏时的动静太大，引动了上古遗迹。不得不说，无巧不成书。正在这时，秦晨的余光瞥见一道身影正趁乱往远处疾驰，气血燃烧的实力还未消退，秦晨几个起落便拦住了想要逃走的陈明贤。看到秦晨面容枯槁，像是被抽干了一身精元的样子，陈明贤吓得一个踉跄，摔在地上。彭师兄，饶命啊！陈明贤惊恐求饶。彭师兄，之前都是误会啊！我储物戒指里还有不少火石矿，只要彭师兄放过我，我便全部当作赔礼送给师兄，可否？秦晨缓缓走到陈明贤面前，随即一掌拍出。陈明贤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脑袋便化作一团血雾。傻逼，杀了你，东西也是我的。秦晨捡起储物戒指，将尸体踢进岩浆，陈明贤顿时化作一阵青烟，尸骨无存。做完这一切，秦晨身形踉跄，单膝跪在地上。不愧是邪功，这才几息时间，便燃烧了我大半的气血。此刻，秦晨是真的虚了，不是那种虚，而是气血亏空的虚。他强撑着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翻出中佑的遗产，往嘴里扔了2颗疗伤丹药，盘腿调息。不是他不想去探索秘境，而是他现在气血燃烧太多，实力10不存一，万一在秘境中遇到什么风险的话，恐怕连保命都费劲。这时，秦晨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从怀中翻找一阵，最终拿出了贴身携带的兽皮。兽皮滚烫无比，上面散发出的气息与石门上的远古气息隐隐共鸣。攻略上说的没错，果然是这东西。看来这一世秘境中的机缘非我莫属了。秦晨将兽皮扔到储物戒指中，专心调息。3日后，秦晨刚刚调息完毕，就看到数10艘飞舟和上百柄飞剑御空而来。感受着强大的压迫感，秦晨缩了缩脖子，连忙发动瞒天过海，完全隐匿了自己的气息。这些人应该就是收到消息之后赶过来的合欢宗门人，能在第一时间赶到的修士修为都颇为不俗，其中带队的更是有化神期的老怪。不过秦晨心中毫无波澜，根据上一世的消息来看，第一批探索秘境的修士几乎全部陨落，就算有侥幸逃出来的，也什么好处都没有获得。既然他们想死，那就让他们先上，等人都死光之后，自己再悄悄潜入，坐收渔利。果不其然，见到上古遗迹中央的石门后，合欢宗众修士顿时发出一阵惊呼：秘境竟然是上古秘境！石门上的远古气息无法作假，众人一眼便认出石门内隐藏着一个上古秘境。下一刻，上百道身影激射而出，冲入秘境。这时，秦晨忽然在人群中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王腾，怎么可能？他怎么在这里？秦晨震惊不已。仔细辨认一番后，秦晨无比确定，刚刚进入秘境的那道身影就是王腾无疑。但这怎么可能？根据上一世的消息，王腾是在秘境现世50年后才闯入秘境，从其中带出一部功法的。他怎么可能提前50年过来？除非
就在这时，秦晨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上一世，王腾是在50年后用神秘兽皮换走了一部上古功法，可谁说他在那之前就一直没进过秘境？进入秘境的人大多都已经陨落，就算王腾曾经偷偷进去探索过，消息也传不出去。分析到这里，秦晨终于是想明白了：上一世秘境现世后，王腾肯定第一时间就进过秘境，并且从里面得到不少珍宝，但为了掩人耳目，他一直沉寂了50年，然后才找机会将闯过秘境的消息放出来，借此拜入宗主门下，成了宗主真传弟子。真是好算计啊！秦晨暗叹一声，要不是他有轮回塔这种逆天的作弊神器，还真被那小子给骗到了。做了这么多，付出如此多的代价才找到上古秘境，绝不能为这小子做嫁衣。秦晨咬咬牙，等众人纷纷冲入秘境之后，也跟着飞身而入。进入石门，一股强大的阻力袭来，还没等秦晨反应过来，便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不知道过了多久，秦晨逐渐恢复了意识，他晃了晃昏沉的脑袋，抬起头向周围望去，他的脚下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刚刚进入秘境的合欢宗修士此刻都在广场上，大多数人比秦晨进来的早，此刻已经盘腿坐了起来。广场前则是一座高耸入云的仙山，没错，就是仙山。那座山拔地而起，直刺苍穹，峰顶隐没在翻涌的云雾深处，目力不见其巅，仔细看去，可以发现山体并非寻常石头，似宝玉一般流转着温润的光泽，宝气冲天。几道七彩霞光犹如链带一般环绕在山腰处，时隐时现，几只仙鹤在其中嬉戏。也只有仙山才能有如此不可撼动的气势了。秦晨忽然有种错觉，整座仙山就是一尊法宝。这个念头一出，秦晨也不由得吓了一跳。到底要到什么境界才能将整座山祭炼成法宝呢？就算是合欢宗宗主，恐怕也做不到吧。正想着，广场上的上百道身影都已经缓缓苏醒，不过众人显然都比较谨慎，苏醒后没有轻举妄动，只是盘坐在地上调息。秦晨趁此机会，目光四下搜寻，片刻后果然找到了王腾。与此同时，秦晨余光却是瞥见了另一道熟悉的身影，阴阳殿殿主冷月。也许是为了不引人注意，他换了一身略微低调一点装扮，头发简单挽起，用一只蛇形白骨固定住，几缕发丝慵懒地垂在额前。衣衫则是一身紫色的裙装，材质看起来像是丝绸，裙子贴合身材曲线，显露出起伏有致的高挑身形，下摆稍作开叉，不像在阴阳殿中露出修长的大腿，而是只露出一截光洁如玉的小腿，足踝处依然是那串淡蓝色的脚链装饰，脚下则是一双月白色的绣鞋。此刻冷月虽然正盘坐在地上闭目调息，但浑身仍然散发出一抹魅意，似乎是觉察到了有人窥视。冷月猛地睁开眼，下一刻冷月冰冷的目光和秦晨在空中交汇。秦晨心中一紧，连忙心虚的扭过头，不敢再看。特么的，不愧是玄阴魅体，看一眼就上瘾了。秦晨心中暗叹，看着秦晨，冷月微微蹙眉，那个年轻人似乎有点眼熟，只是忘了在哪里见过。而就在这时，忽然有人喊出声：不对，我体内的灵力怎么不见了？我的修为呢？此话一出，广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我体内的灵力也不见了，难道这秘境能吸收修士的修为吗？不好，储物戒指也没办法动用。不少修士被眼前一幕吓得脸色苍白，惊恐无比。要知道，在场的不少修士都是高阶的大能，甚至不乏化神和体气的大能，他们正是以自身修为为依仗，才敢闯入未知的上古秘境。现在一身修为忽然消失，顿时慌了神。人群中，秦晨盘腿打坐，对周围的混乱充耳不闻。他早就知道这上古秘境的诡异之处，所以对此早有心理准备。而远处的王腾，如秦晨所预料的一样，也颇为冷静，并未显露出惊慌神色。果然，秦晨心中冷哼，此人绝对知道秘境中的规则，否则绝不会莽撞地闯进来。王腾和他是同一批入门的，入门也不过才几天而已。就算王腾是大帝之资，修为也不会高到哪去。他敢以炼气期的修为进入秘境，和众多高阶修士争夺机缘，必然是心中有所依仗。那就看看，到底是你的情报厉害，还是我的卦厉害？秦晨继续闭目养神，肃静。就在这时，一个苍老但却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响起，瞬间盖住了所有的嘈杂。虽然声音中没有灵力，但依然有种无形的威压。躁动的人群纷纷安静下来，看向发出声音的人。只见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盘坐众人前方，此人头须皆白，面色红润，眼神炯炯如电，浑身自然地散发出一股上位者的气势。王长老，您竟然也来了！有人认出了此人的身份，惊呼出声：王长老在此，我们有救了！通过众人的议论，秦晨也算是明白了此人的身份。内门长老王玄龄，合体中期境界，也是在场之人中地位和实力最强的。见到此人，众人顿时有了主心骨，还请王长老出手啊！众人纷纷恳求。王长老冷冷一哼：莫要惊慌，你们的修为并非消失，只是被这秘境压制罢了。闻言，众人眼中顿时燃起一丝希望，纷纷屏气凝神，等待王玄龄的解释。天下秘境无数，但按照类型来划分的话，无非只有两种罢了。一种是普通的秘境，想必在场之人应该都很熟悉；另一种呢，便是咱们所在的秘境了。王玄龄抬头看向眼前的仙山，
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我们现在所在的秘境，乃是一处罕见的诡异秘境。此言一出，全场哗然。诡异秘境，听到王玄龄的话，不少人低头沉吟，神色凝重起来，但更多的是一脸茫然，显然是第一次听说，还请王长老解惑。有人拱手开口，见状，众人纷纷拱手行礼，请王长老解惑。王玄龄微微颔首，沉声开口道：“尔等可知何为诡异？”见众人满脸疑惑，他解释起来：“你们应该知道，每处秘境实际都是一方小世界，而我们进入的是一处上古秘境，存在的时间很有可能持续了成千上万年。在这期间，小世界内部经过漫长的岁月演变，便有可能孕育出天地规则。只不过由于小世界终究不是大世界，形成的天地规则千奇百怪，与我们所知的天地规则截然不同。当初有大能将其称为诡异规则。”听到这，众人纷纷哗然，小世界竟然也能孕育出天地规则，也就是说，我们的修为消失也是这诡异规则搞的鬼。完了，既然规则千奇百怪，那咱们还怎么探索秘境？听到众人的疑惑，王玄龄抚须呵呵一笑：“诸位不必太过担心，诡异规则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一般来说，诡异规则的形成与小世界内部的事物息息相关，只要小心探索，早晚能摸清其中的规则。”闻言，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纷纷对王玄龄躬身行礼。看着眼前的一幕，秦晨心中冷笑不止。王玄龄所言非虚，这处上古秘境确实是诡异秘境，而且已经形成了诸多诡异规则，只要小心探索，总结规律，便能找出破局之法。可王玄龄只说了一半，要知道，就算诡异规则被称为诡异，但那也是天地规则，一旦违反天地规则，那便是与天道作对，后果可想而知。逆天者，天道诛之。王玄龄之所以将这些信息告诉给众人，无非就是想让这些人当炮灰，用人命去总结规律罢了。还是那句话，合欢宗一个好人都没有。这时，秦晨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王腾，只见王腾微微垂首，神情没有丝毫波动。此人果然知道秘境的信息，目光缓缓移动，不知道为什么，秦晨又看向了冷月。冷月显然是知道诡异秘境的凶险，此刻神色沉重，眉眼间隐含一抹忧色。快看，那仙山有变化！有人察觉到了异常，惊声喊道。顺着此人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众人面前的云雾缓缓散去，露出一个巨大的山门。山门正中，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篆刻其上：青云宗。青云宗这个名字我怎么感觉有点熟悉？是啊，好像在哪里听说过。我想起来了，有人惊呼一声：8000年前曾经有个正道宗门就叫做青云宗，其中修士无数，大成遍地走，渡劫不如狗，甚至还出过飞升仙界的修士。有人疑惑，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宗门，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听说过？这时王玄龄接过话头，因为青云宗已经被3大魔道宗门联手围攻，尽数剿灭，其中之一便是我合欢宗。现在想来，秘境外的那些断壁残垣应该便是青云宗的遗址了，而此地则是以青云宗为模板形成的一处秘境。众人纷纷点头，恐怕也只有青云宗那种庞然大物才有资格拥有一整座仙山吧。咦，山门中似乎有人。放屁，这秘境都几千年了，怎么可能有？卧槽，真的有人！众人纷纷看去，只见一道身影自山门中缓缓走出，众人顿时如临大敌，可正要运转功法自保时，却忽然又想起一身修为早已消失，全都慌乱无比。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人了。那道身影缓缓走到众人面前的高台上，俯视着广场上的众人，满意的点了点头。而众人听到此人的话，顿时浑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可是存在了几千年的秘境，怎么可能还有活人？此人身形瘦削，剑眉星目，光是站在那就给人一种凌厉之感。更重要的是，此人身上穿的乃是一身青色劲装，胸口以银白色丝线绣出青云2字。这一身打扮看得众人惊恐不已。难不成此人是青云宗弟子？此番我青云宗大开山门，招收弟子，尔等如若能闯过3大入门关卡，就能成为我青云宗的外门弟子。我名为李健，负责此次考核，尔等可称为我一声李师兄。李健开口道：谁要加入你青云宗？我要离开。有人高呼一声。李健的目光缓缓瞥向说话的那人，忽的眉毛一皱，没想到竟是有魔门的奸细混了进来。李健右手食指和中指并起，凌空一挥，下一刻一道剑意瞬间斩出。说话的那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被斩成2段。而且可以看出来，李健对于魔门中人是非常痛恨的，因为刚刚那一剑他是竖着斩的。大成期，竟然是大成期！众人的修为虽然被封印，但眼力不减。李健一出手，不少人便感受出了其修为。区区一个考核官，竟然是一位大成期的老怪，而且其修炼地功法杀伐之力颇为强悍。众人的修为就算没有被封印，加在一起恐怕也没信心胜过此人。好了，奸细已经处理完了，我继续说考核的事情。李健拍拍手，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那副淡然的样子，仿佛刚刚只是随意碾死了一只小虫子似的。尔等虽然还未加入我青云宗，但在考核期间也必须遵守宗门守则。第一，考核期间不得伤害宗门；第二，不得对我撒谎；第三，不可贪婪。如有违反3条守则的，立即判定为考核不合格。听到李健说的规矩，
众人的表情顿时精彩万分，不愧是正道宗门，连规则都如此劝人向善。可问题是，他们是一群魔门弟子啊，让一群魔门弟子遵守正道守则，这确定不是在玩他们。今天已经不早了，尔等跋山涉水赶到青云宗，估计状态也有所下滑。我先安排尔等休息一晚，明日再正式考核，随我来。说完，李健转身踏入山门，沿着石阶向上走去。众人见状，顿时面面相觑，没一个敢动的。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我现在只想回我的洞府，我还没来得及和新买的炉鼎双修啊！别吵了，听王长老的。众人嘈杂的声音逐渐停息，最终目光全都集中到了王玄龄的身上。王玄龄沉吟一番，开口道：“刚刚被斩杀的那人，仅仅是说想要离开秘境，便被李健直接斩杀。要说魔门奸邪，我们全都是合欢宗的人，为何偏偏只杀他一人？在我看来，这便是诡异规则中的一条，那就是不能退出入门试炼。所以，我认为还是跟上去为好。”王玄龄的分析有理有据，众人纷纷点头。当然，我的分析也不一定正确，大家自行判断吧。王玄龄找不一句，随即迈开步子朝山门走去。众人纷纷跟上，但也有人犹豫不决。毕竟现在身上一点修为都没有，毫无安全感，参加什么入门试炼，搞不好还会死人。而退出秘境会死，也只不过是王玄龄的猜测而已。最终有3人没有跟上，转身离去。秦晨回头看了看3人的身影，摇了摇头。果然，刚刚走出广场，不知从哪出现3道剑光，径直斩去了3人的头颅。看到这一幕，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刚才有不少人犹豫着想要和那3人一起离开，现在顿时有些庆幸，幸好没有跟着3人一起离开，否则现在失手分离的就是自己了。这秘境之中果然诡异。想到这，众人又加快了几分脚步，匆匆跟了上去，生怕走得慢一点脑袋就飞起来了。不多时，众人穿过山门，来到一片空地上。尔等今天在此休息，明日4时在广场上集合，到时我会带你们去参加第1关考核。说完后，李健转身离去。有了前车之鉴，众人现在已经学乖了，李健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让休息那便休息。看着空地上的几座洞府，秦晨猛地一怔，不会吧，这几座建筑说是洞府，其实就是几间青砖瓦房罢了。更重要的是，不等众人反应过来，秦晨抢先几步直接闯入一间洞府。果然熟悉的大通铺。秦晨现在非常想骂娘，这等小事攻略里自然是没有提及，但此情此景顿时勾起了秦晨一些不好的回忆。幸好他有经验，抢先站下靠着墙壁的位置，和一群魔头一起休息，还是保证自身安全为先。不少人心思和秦晨一样，大家素不相识，仅仅是同为合欢宗弟子而已，怎么可能放心和别人同睡一床？即便是占住床位的，也只是盘膝打坐休息而已，丝毫不敢松懈。而有些人则是谨慎的连床位都没占，随便找个墙角坐下，准备靠着墙休息一夜。虽然修为没了，但修炼多年，这点辛苦还是能承受的。对此，秦晨只是嘴角冷笑。不过就在这时，他忽然看到一道倩影也走向墙边，随即盘膝在地上打坐。冷月，他怎么？秦晨心中疑惑，不过立刻就明白了过来。进入秘境的修士，男女几乎为五五之分。冷月今天穿的虽然偏保守一些，但毕竟体质是玄阴媚体，对男修士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如果他也跑到通铺上占床位，搞不好就会被人盯上。在外面，冷月毕竟是一殿之主，而且是元婴中期的修为，没有什么人敢动他。可现在在秘境之中，修为都被封印，要是真有人想对他做点什么，他根本没办法反抗。所以低调行事才是最佳的选择。低调没错，可是选错了方式。秦晨心中暗叹一声，不过犹豫再三，他还是对冷月招了招手。店主，弟子有事请求一叙。秦晨轻声道。闻言，冷月上下打量一番秦晨，眉毛微皱。刚刚在广场上，他曾经看到此人毫无顾忌地窥视自己，心中对其早有厌恶，但听其言语叫自己店主，难道是阴阳殿的人？可阴阳殿的那些执事、副执事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根本没有眼前这号人。至于其他弟子，他想都没想。毕竟能在第一时间赶到上古秘境的修士，在合欢宗内地位和修为都颇为不俗，根本不可能有普通的外门弟子。你是何人？思索片刻，冷月开口问道。弟子是阴阳殿已封的外门弟子秦晨，前几日刚刚加入宗门，分管我的执事师姐是苏若里苏师姐。秦晨自报家门后，又解释起来自己为何出现在此。弟子最近接了个任务，是在火石城附近猎杀一头银月狼。弟子刚刚完成任务，便看到有上古遗迹现世，见大家纷纷进入秘境，所以弟子才跟着进来的。哎，现在后悔也晚了。说到这，秦晨长吁短叹，一副懊悔的样子。苏若里已封，刚入门的外门弟子。冷月眼睛微眯，仔细地回忆起来。前几日各封执事带着新入门的弟子前来拜见的时候，他曾经随意地扫了一眼。现在回忆起来，已封中确实有一人与秦晨的外貌身材相似。如今我自身难保，没空分神帮你，你还是自求多福吧。冷月淡淡道。秦晨自报身份，他还以为秦晨是想找自己寻求庇护，可他也是第一次进入诡异秘境，自身尚且难保，怎么可能分神去保护一个刚刚入门的外门弟子？
别说保护秦晨，要是遇到危险需要牺牲秦晨，他肯定都不会犹豫半分的。合欢宗的风格就是如此，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我知道诡异秘境内凶险万分，我不求店主大人能够时刻保护我，只需要之后店主大人有什么情报的话，能够照拂弟子一二。秦晨一脸恭敬，心中却是非常鄙夷。我手握攻略，用得着你照顾？要不是看你是个御姐，而且后面的考核有可能用得着你，我才懒得帮你。只不过心中虽是这样想，秦晨的脸上却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他做了个请的手势，指了指自己身边，店主大人，明日的考核还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呢。您现在修为尽失，要是坐着休息一夜，明日肯定精神萎靡，不如在这里和我一起挤挤，也好养精蓄锐，准备明日的考核。听到秦晨的话，冷月犹豫了。秦晨的话确实有道理，如今他和凡人并无区别，坐在地上休息一夜，肯定对明日的考核大有影响。可唯一的问题是，秦晨身边的空位只有半个，他怎么休息？冷月柳眉微蹙，带着几分命令的口吻冷声道：秦晨，既然你是我阴阳殿弟子，那便把位置让给我吧。此番探索秘境，我可以忽悠你一二，等出去后也少不了你的好处。听到这话，秦晨顿时一愣，不对劲，十分的不对劲。入门的时候，苏妙云就是这么抢自己位置的，结果现在冷月又盯上了自己的床位，这群女人都怎么回事？这么喜欢抢床位的吗？店主大人，此事恕难从命。秦晨嘴角扯出一抹略带痞气的笑容，虽说你是店主，但在诡异秘境之中，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要丧命，所以只能委屈一下店主大人了。说着，秦晨侧起身，指了指自己身边的半个床位道：要么就请店主大人屈尊挤一挤，要么你就继续在那坐着吧，后果自负。你！冷月银牙暗咬，冷媚的俏脸上闪过一抹恼怒。区区一个外门弟子，竟然敢和自己这么说话，要是在秘境之外，他早就一掌将其给毙了。可此刻修为尽失，他一时半会拿秦晨没办法。片刻后，求生欲最终还是压过了尊严。秦晨说的没错，现在没有修为，在坚硬的地板上打坐一整晚，肯定休息不好。在诡异秘境之中，稍有差池便有可能万劫不复。想通之后，冷月重重的冷哼一声，带着忍辱负重的怒意挤到秦晨身边。为了避免看到秦晨那副丑恶的嘴脸，他侧过身，背对着秦晨：此乃权宜之计，你要是敢趁机对我动手动脚，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冷月威胁道。第二天，你混账东西，你在做什么？冷月的俏脸上顿时染上了一层寒霜。秦晨轻咳一声：店主大人，如果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冷月先是有些慌乱地整理好自己的裙子，确认秦晨没有占到便宜后，这才松了一口气。难道此人是知道没办法活着走出秘境，所以才如此大胆吗？竟然连自己的便宜都敢占，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想到自己被此人抱着睡了一夜，冷月心中又羞又怒，顿时从头上拔出了簪子。看到这一幕，秦晨立即跳下床，一边后退一边辩解道：店主大人，误会啊，我可什么都没做，是你主动钻进我怀里来的。冷月神色一滞，自己昨晚是背对秦晨睡的，如果是秦晨偷偷将他翻过身，那么以他的警惕性，绝对会被惊醒。难道说真的是自己主动钻进那个混账怀里的？可即便如此，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今天你也必死。和秦晨这种地位低下的外门弟子，他根本用不着讲道理，杀了便杀了，就算执法店要罚款，以他的身家也完全交得起。可就在这时，秦晨沉声开口道：店主且慢，你还记得李健说过的话吗？此话一出，不仅是冷月，就连周围的不少人也都将目光投了过来。之前秦晨和冷月是私人之间的矛盾，所以周围的人就算是看到了也并未插手，但秦晨突然开口涉及到李健，大家顿时都不困了。冷店主，还请给他个机会让他解释一下。不错，等他说完之后再杀也不迟。有人开口阻止，能第一批进入秘境的修士，身份地位都不一般，就算是冷月也不敢轻易招惹。混账东西，给你3句话的机会解释，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活命的理由，不然3句之后你还是得死。冷月咬牙道。秦晨呵呵一笑，既然如此，那我应该是死不了了。第1句，冷月咬牙怒道。秦晨神色一滞，擦，这也算。不过既然已经将冷月引到了自己的节奏中，他就不慌了。想到这，他后退2步，指向墙角的一排身影：诸位请看。第2句，冷月依然在死死地盯着秦晨，似乎不取秦晨的性命誓不罢休。可这时周围响起一声声惊呼，冷月皱眉看去，顿时也吃了一惊。昨晚至少有10几人没有占床位，直接席地而坐，靠着墙壁打坐休息。这些人要不就是久居高位，不屑于和一群人挤大通铺，要不就是女子，怕被人占了便宜。但此刻这些人全部垂着头，气息全无，死了。看着那一排诡异至极的尸体，众人的心中顿时浮现出一抹恐惧。要知道，靠墙盘做休息的人中，有几人是内门长老，境界极高，就算是进了秘境之后修为全无，也不至于毫无声息的被人给弄死吧？凶手不会在我们之中吧？众人顿时警觉地看向周围的修士，毕竟在合欢宗中，屠杀同门再常见不过了。看到众人的反应，秦晨呵呵一笑，这就是不守规矩的下场。说完，
他扬起脖子，好了，3句话说完了，店主大人可以动手了。秦晨的话让众人陷入了沉思，就连冷月也在蹙眉思索着秦晨话里的意思。什么叫这是不守规矩的下场？而规矩又是什么？片刻后，冷月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忽然上前按住秦晨的肩膀，另一只手握着簪子抵在了秦晨的喉咙上。冷店主息怒，还请留这位小兄弟一命。这时王玄龄站了出来，开口阻止。诡异秘境之中处处杀机，稍有不慎便会身陨道消。既然这位小兄弟知道些什么，那我们还是暂且留他一条性命为好。至于你们2人之间的矛盾，等出了秘境之后再私下解决便是。王玄龄看似公正地说道。老匹夫！秦晨心中暗骂一声，出了秘境再私下解决矛盾，那不还是要杀自己吗？其余众人虽然没有说话，但看这些人的神色态度应该和王玄龄是一样的。秦晨的性命不重要，但是他知道的情报很重要。他抬起头，神色狂喜，也就是说，只要我们通过那所谓的3关入门考核，便可以成功破解秘境。闻言，众人先是一愣，随即也跟着惊喜交加，终于看到了希望。而冷月此刻心中满是后怕，如此看来，秦晨让给他半个床位，虽然半夜占了他的便宜，但无形之中竟是救了他一条性命。想到这，冷月微微蹙眉，眼神中闪过一道奇异的光芒。他昨晚主动给我让出半个床位，是否早就知道这条规则？冷月心中暗暗思忖，如果秦晨只是根据昨天几名修士想要离开秘境便被抹杀这件事推理出这条规则，那就太可怕了。但他为什么要救自己呢？想要向自己示好，等出了秘境之后让自己照拂他一番。可如果是这个目的，秦晨昨天的态度应该不会那么倨傲，更不会半夜占自己便宜。想到这，冷月的耳根顿时染上了一抹粉红。这个混账东西竟然敢轻薄自己，到现在还有些疼。不管如何，咱们先准备一下第1关考核吧，快要到时间了。王玄龄看了看外面的太阳说道。既然已经知道考核官李健说的话就是诡异规则，那他昨天说4时准时开始考核，迟到的话搞不好就会丢了性命。想到这，众人纷纷向屋外跑去。这时冷月趁乱抓住秦晨的胳膊，没等秦晨反应过来，他就贴到了秦晨耳边，轻声问道，关于诡异秘境你还知道些什么？老实交代出来，之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感受着耳朵上吹来的阵阵热气，秦晨玩味一笑，没想到堂堂店主大人也会对一名小小的外门弟子用美人计。见秦晨这副欠扁的样子，冷月牙都快咬碎了。这些外门弟子平时见了他都要恭敬行礼，甚至连看他一眼都不允许，没想到偏偏出了秦晨这么一个异类，不仅不怕自己，竟然还敢调侃，真以为自己没脾气吗？冷月正要发作，秦晨却忽然开口道，我还真知道一些关于这个秘境的隐秘，如果店主大人愿意勉为其难地亲我一口的话，说不定我心情一好就说出来了。闻言，冷月顿时陷入了纠结，看秦晨的样子不似作伪，可要让自己亲他一口，这比杀了自己还难受。看来店主大人很为难啊。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吧。秦晨哈哈一笑，他故意说这些就是想耍一下冷月而已，毕竟冷月生气的样子很有韵味。可他正要抬脚出门的时候，冷月忽然凑到了他的面前，你要是敢骗我，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冷月咬着牙，认命似的闭上眼睛，朝秦晨凑了过来。不知秦晨是没反应过来，还是根本就不想拒绝，没等他有所动作，唇上就传来了一阵温热，软软的，触感极佳。下一刻，冷月推开秦晨，好了，你的要求我已经满足了，现在该你兑现诺言了。虽然冷月已经在尽力的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微微颤动的睫毛还是出卖了他。店主大人，我只说让你亲我一下，可没说让亲嘴啊，这是免费赠送的。秦晨感受着残留的香气，一脸玩味道。听到这话，冷月顿时神色一滞，猛地瞪大眼睛。秦晨刚刚好像确实没有说让亲呐，自己上赶着去接吻，那不是自己送上门去了吗？你！冷月银牙紧咬，眼中的杀意愈来愈盛。好了好了，既然店主大人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了，我也不是出尔反尔之人。秦晨连忙远离冷月2步，生怕这个女人忽然发疯，要拿发簪捅死自己。我之前说过，考核官李健的话便是这出秘境的规矩，违反他的话必死。那你别忘了，昨日他曾经说过3个规矩。说完，秦晨呵呵一笑，转身离去，只留下皱眉回忆的冷月。昨日说了3个规矩，冷月喃喃自语。几息后，他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瞳孔猛缩，背后惊出一层冷汗。想到这，他连忙追了出去。广场上，众人齐齐站在中央，等待着李健的到来。无论在合欢宗内的地位如何，无论在秘境外的修为如何，现在众人都像是刚入门的弟子一般，站得笔直，神色惴惴不安。唯有众人身后的秦晨神色淡然，静静地等待着4时的到来。这时，冷月踩着绣鞋，带着一阵暗香站到秦晨身边。秦晨见状，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了挪，可冷月也立即跟上，再挪，再跟，再挪，再跟。秦晨站定，皱了皱眉，不就是亲了一下吗？又没发生什么，怎么还缠上自己了？冷月眼神之中闪过一抹得意，没错，他现在就是要缠住秦晨。经过秦晨的提醒，他已经想起来昨日李健说的话了。李健说，众人虽然还不是青云宗的正式弟子，但在考核期间也必须遵守青云宗的守则：1. 不能伤害同门；
2. 不得对李健撒谎。3. 不可贪婪。虽然3条规则看起来都很简单，但别忘了，这群人可都是魔门弟子，伤害同门，能修炼到现在这个境界的，谁手里不是沾满了鲜血？撒谎！这群人说话10句话里得有9句是假话，剩下的1句估计也是半真半假。贪婪，拼着生命危险进入的秘境，要是碰到宝物，怎么可能不贪婪？这3条规矩虽然看似不起眼，但却处处暗藏杀机。就比如刚刚，如果他二话不说杀了秦晨，那恐怕他也会受到诡异规则的惩罚而当场殒命。一想到自己差点不明不白的就死了，冷月就一阵后怕。前不久，他刚刚突破到元婴中期，虽说在同龄人中天赋已经算是不俗，但在天道规则面前，他仍是一只蝼蚁。思来想去，还是跟在秦晨的身边安全一点。此人虽然爱占便宜，但脑袋转得很快，后续的考核说不定还能给自己更多惊喜。一会试炼的时候，你跟在我身边，我会尽力护你。冷月淡淡道。他虽是想找秦晨合作，但姿态并不能摆得太低，否则容易被人拿捏。刚刚被秦晨哄骗着亲了一口，便是前车之鉴。再妥协下去，指不定秦晨还会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听到冷月的话，秦晨心中暗笑。抛开自己手握通关攻略不说，现在大家修为全无，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女人怎么敢说护住自己的？不过他懒得拆穿冷月，后面的试炼说不定还得利用一下此女，那就有劳店主大人了。秦晨随意的拱拱手，话虽恭敬，但言语表情上却似乎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见状，冷月顿时红唇紧抿，修长玉指钻的骨节发白。不过最终他还是忍了下来。不多时，李健的身影缓缓出现，他站在高台上俯视众人。很好，看来你们休息的不错，已经准备好参加第1关试炼了。李健满意的点点头，对洞府内的10几具尸体视而不见。时间差不多了，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李健抬手，一道灵力打出，眼前阵阵白雾散去，一道白玉阶梯凭空显现。只见那道白玉阶梯斜插云霄，一眼根本望不到尽头。阶梯散发着柔和纯净的霞光，仙气氤氲，两侧云海翻腾，似乎在托举着白玉阶梯一般。看到这一幕，众人纷纷低声惊呼。虽然身处秘境，知道这只是幻象，但当这条白玉阶梯出现在面前时，依然震撼无比。目前来看，这处上古秘境非常稳定，咱们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应该都是曾经存在过的，也就说是当年真的存在这么一条通天的仙梯。上古宗门底蕴果然恐怖，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秘境中的宝物都有什么了。上古宗门恐怕随意一件东西拿到现在都是无价之宝。众人兴奋议论道。这时李健开口了，修仙问道：始于根基，想要踏入修仙之路，必先褪去凡胎。说着，他指向面前的白玉阶梯，声音淡然。而等眼前的乃是青云宗秘宝青云天梯，也是第1关试炼，而等需在3日内登顶。闻言，众人顿时面面相觑。第1关这么简单，仅仅是爬山？似乎是看出了众人的疑惑，王玄龄上前一步，小心翼翼地拱手问道：李师兄，只需要在3日内登顶即可是吗？没有其他的要求？自从知道李健的话就是诡异规则之后，众人现在对他的话可谓是100个小心，生怕遗漏什么关键信息导致殒命。李健的目光扫过来，眼中无悲无喜。我说了，只需要3日内登顶即可，届时尔等便可褪去凡胎，这对尔等以后的修行也极为有利。说完，他不再理会王玄龄，身形一晃，引入茫茫云海。广场上顿时只剩下了合欢宗众人面面相觑。短暂的沉默之后，终于有人按捺不住，那李健所说的便是规则，只要咱们登上天梯，便算是通过第1关考验。既然如此，爬就完了，老子来打头阵。说完，他迈开步子，一步踏在了白玉台阶上。就在那人脚步落下的瞬间，仿佛有千斤重锤砸下，那人猝不及防，身子猛地一晃，脸色霎时间涨红。他闷哼一声，用尽全身力气才挺着没有跪下去。看到这一幕，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冷气，果然有鬼，这才第1步便如此艰难吗？如何？有人喊道。你们自己上来试试不就行了？那人冷哼一声，随即又艰难地迈出一步。他现在的状态就像是背负了什么重物一般，身子佝偻，额头青筋暴起，仅仅2步，汗水便浸透了他的衣衫。我还就不信了，爬2步阶梯就这么难。有人不信邪，也踏上了台阶，但下一刻，此人身子也猛地一滞，如同石化般僵在了原地。那人咬紧牙关，嘴里挤出一句话：这玉阶有问题，压力非常大。闻言，众人纷纷哗然，原来如此。可这白玉台阶根本看不到尽头，李健不会是在耍咱们吧？不管了，先爬再说。犹豫一番后，众人纷纷开始登上台阶。脚刚踏上去，果然就感受到了之前那人所说的压力问题，身上犹如背着一块巨石似的，压得人根本抬不起身来。要是修为还在，别说一块巨石，就算是背着半座山，他们也不带喘的。可现在由于秘境的诡异规则，修为尽失，在如此压力下爬一条看不见头的台阶，着实是搞人心态。不过现在众人根本没得选，根据已经推断出来的规则，3日后如果无法成功登顶，必死无疑。你还不准备登阶吗？大家都上去了。白玉台阶前看着毫无动作的秦晨，冷月皱眉催促道：现在时间就是生命，
秦晨却一副不急不慢的样子，着实让他摸不清头脑。急什么？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秦晨冷哼一声，折身走向广场旁的一棵大树，精挑细选半天，最终才在上面挑了2根拇指粗、大腿长的笔直树枝折断，拿到手后又仔细的修整一番，尽可能让2根树枝长度一致。见到这一幕，冷月微微蹙眉，不急着爬台阶，反而在这里折树枝，有病吗？不过心中虽是这样想，但他也没闲着，学着秦晨的样子折下2根树枝。既然秦晨能总结出秘境的规则，那他说不定也能找到通过第一关试炼的捷径。但下一刻，秦晨的动作直接给他整不会了。只听撕拉一声，秦晨竟是撕开了衣服。你干什么？冷月退后2步，神色又惊又怒。店主大人，我又不会对你做什么，你这么害怕干嘛？说实话，现在你就算是想要和我发生点什么，我也没有兴趣，我的体力还要留着去爬天梯呢。秦晨嗤笑一声，随即将撕下的布条缠在树枝上，做出了一个手握屈。见状，冷月顿时明白自己想歪了，不由得脸色一红。他看看自己的裙子，又看看秦晨的衣服，最终还是清了清嗓子，开口道：“把你的衣服给我一点，我也要缠在树枝上。”秦晨玩味一笑：“店主大人，这个时候就别矫情了。你这一身长裙又重又不适合爬天梯，我劝你还是提前减少一点负重，免得后悔。”说话间，秦晨已经将自己的一身衣服撕成了短裤、短袖，只是手段粗糙，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思索着秦晨的话，冷月心中也认同起来。犹豫片刻，他最终下定决心，将裙子撕下去半截，露出膝盖的话，应该就不影响爬天梯了。可下一刻，他尴尬了，也不知道是他的力气太小，还是衣服的质量太好，几番用力，衣服竟是纹丝不动。你过来，帮我把裙子扯开。冷月咬着牙命令道。这种占便宜的事情，秦晨自然是来者不拒。从哪撕？秦晨手放在冷月的大腿上。从这里吗？冷月目光狠狠地瞪了一眼秦晨，把你的狗爪子放开。说完，他指了指自己的膝盖。从这里。秦晨见好就收，轻咳一声，是你不提前说清楚的，现在又来怪我。见冷月又要发怒，他连忙伸出手，扯住冷月的裙子，用力一撕，撕拉，冷月的裙子应声而断，修长白皙的大腿顿时暴露在秦晨面前。看什么看？冷月咬着牙，恨不得现在就拿出簪子把秦晨给刺下。这混蛋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占自己的便宜，找死！亲都亲了，还不让看腿，真是小气！秦晨吐槽一声，转身便逃。冷月将撕下来的布料缠在树枝上，匆匆跟了上去。回到白玉台阶前，众人已经登上了几十阶，不愧是魔门精英啊，爬的就是快。秦晨感叹一声，这才沿着台阶的边缘踏上台阶。虽然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感受到压力的那一刻，他还是差点骂娘。难如登天，登天梯果然很难。秦晨喃喃自语一声。攻略中对试炼的第一关有非常详尽的描述，并且形象地将第一关称为登天梯。有人曾经查阅过资料，这3关入门试炼确实和当初青云宗招收弟子的试炼相同。这青云天梯乃是青云宗的数十位大能炼制出来的镇宗之宝，凡人登上天梯后，可以借用天地灵气淬炼身体，在踏入炼气期之前便可习古法髓，提高修炼资质。这等效果简直可以被称为逆天。可惜3宗围攻青云宗的那一战中，青云天梯被波及损毁，失传了。没想到此物竟是借由秘境再次现世。走了几步之后，秦晨喘息几口，回头望去，只见冷月有样学样，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不过看他红润的俏脸和紧贴在额头的发丝，显然也并不轻松。店主大人，这是怕我一个人寂寞，要陪我？秦晨呵呵一笑，开口调侃。闭嘴！冷月深深地喘息2口气，抬眼看去，只见白玉阶梯一眼根本望不到边，心中顿生绝望。好在看秦晨胸有成竹，甚至还有心情调侃自己的样子，顿时给了他不少信心。你有什么破局之法，尽管说出来，我必定不会亏待你。冷月咬牙道。破局之法没有，不过省力的办法倒是有机条。秦晨提起手中的2根树枝，示意道：接下来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便是。说完，他迈开步子，斜着朝上方爬去。上一世也不是没人尝试过作弊，但结果很一致，作弊的人会被天道规则直接清理掉，连改过自新的机会都没有。眼前这条天梯必须亲自爬上去，不过同样是爬天梯，效率也是有区别的。就比如秦晨现在所做的，都是在减负和节省体力上做努力。别看他撕下去的衣服不是很重，但别忘了，青云天梯上的压力远超平时，多1斤重的衣服实际上就相当于多负重了好几斤。而他折取的2根树枝则是充当了登山杖的作用。别小看这2根树枝，只要正确使用登山杖，至少能节约2到3成的体力，效果惊人。还有他现在登天梯的方式也是采取的之字形登梯，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整体路程多了不少，但实际上却能节省不少体力。这些攻略上都没有提到。对于第一关，攻略上只有区区一句话，就算是跪在地上爬也要爬到底。而这些节省体力的小妙招，都是秦晨从前世的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掌握这些要领，至少能让自己的天梯之路省一些力气。至于冷月，秦晨回头看了一眼依然在有样学样的冷月，嘴角一勾。冷月能走到哪步，
就要看他自己了。时间一点点流逝，一开始还有人抱怨2句，但半天过去后，所有人都沉默了，少说2句话就能省下一点力气。这时众人之间的差距已经显现出来了，百十号人化作一条长龙，队伍稀稀拉拉，前后差距至少有几百级台阶。秦晨始终以不快不慢的速度在往上爬，此刻正处在队伍的后半。秦晨，你这方法到底有用没有？照现在这个速度，3天之内能爬完吗？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台阶，冷月心中有点泄气，也不怪他疑惑，毕竟秦晨的所作所为都是有点反常识的，比如走之字形，提升的高度没变，路程增加了，怎么可能省力气？还有登山杖，他虽然感觉这东西能帮着卸力，但手里拿着2根树枝，增加了负重，得不偿失。修先生，你们一个个都是什么元婴化神的前辈，但在这种比较冷门的生活常识上，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听我的。秦晨淡淡道，这些爬山登梯的小技巧，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过，肯定是不知道的。他前世也是在去爬泰山之前做了点准备工作，才知道这些。要是店主大人信不过我，觉得我在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的话，已经可以把手杖丢了，自己去爬。说完，秦晨冷哼一声，自顾自地继续向上爬去。你被一个地位低下的外门弟子如此教训，冷月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可看着秦晨那副自信的模样，他最终只能将心中的愤懑强行忍下。混账东西，等出了秘境，看我怎么收拾你！盯着秦晨的背影，冷月心中暗暗发誓，脚下步伐却是丝毫不慢地跟了上去。又是半日过去，不少人早已坚持不住，停下脚步休息。有人爬几级台阶后喘息几口气，又继续向上爬去。到此时，大家已经顾不得形象了。为了减少负重，几乎所有人都像秦晨一样，尽可能地减少身上的衣物。台阶上遍地都是扯下的衣服碎片，昂贵的首饰。秦晨甚至还看到了不少亵衣亵裤，当真是眼花缭乱。这一天一夜，秦晨丝毫没有休息，脚步始终未停，他的速度一直保持在一个稳定的速度。即便速度不快，但现在他的前面已经没有多少人了。他虽然是后出发，但在这一天一夜中，已经不知不觉地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现在排名前10。前面几道身影依然在吃力地向上攀爬，能修炼到如此境界的，都是心智坚定之辈。现在修为尽失，这些人完全是靠着强大的意志才坚持到现在。当然，秦晨的意志力丝毫不比这些人弱。9328、9329、9330。秦晨一边抬起沉重的步伐，心中一边默念。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心态算是秦晨的一大优势，毕竟爬了1天1夜，依然看不到青云天梯的尽头。现在众人前后皆是看不到头的阶梯，周围是茫茫云海，人站在天梯之上，犹如永远走不到尽头的蝼蚁，可悲而又可笑。但秦晨不同，他知道青云天梯共有2万级，现在他马上就要过半了。对他来说，第一关的进度是可以量化的，心中有底气，压力便会小很多。片刻后，9999、10000。当爬到1万级时，秦晨彻底累趴，瘫在了台阶之上。你怎么停了？冷月气喘吁吁，显然体力也达到了极限。我又不是仙人下凡，和那几个变态比不了，再爬下去就要猝死了，先休息2个时辰再说。秦晨一边喘息，一边看向前方的几道身影，几人全都是老头老妪，看起来都到了骨质疏松的年纪，但却稳稳地占据了前几名，简直是倒反天罡。冷月苦笑，什么变态？那几位都是内门长老，至少都是化神和体气境界，他们打熬了这么多年的筋骨，纵使现在修为全无，体质也不是常人能比的。他之前对秦晨的诸多操作感到十分迷惑，但现在他是彻底没有脾气了。他元婴中期的修为在外门虽然算是顶尖，但和那些内门长老相比，根本没有可比性。内门长老修为最差的也至少碾压他整整一个大境界。按理说，爬阶梯的时候，自己和这些人的差距应该会很大，但现在凭借着秦晨那些根本看不懂的小手段，他们2人的进度竟是排进了前10。想到这里，冷月也坐了下来。那好，便依你休息2个时辰。冷月自然是不知道秦晨心中早已清楚整体进度，但出于对秦晨的信任，他还是老老实实的陪着去休息了整整2个时辰。接下来我们不能停，要一口气登顶了。秦晨嘱咐一声，随即便迈开步子继续登天梯。冷月什么都没说，步伐坚定地跟了上去。2人登梯的同时，后方早已经乱成了一锅粥。1天了，整整1天了，为何还看不到终点？那人不会是在骗我们吧？不错，即便是修为全无，我等的体质也远不是普通人能比的。马不停蹄地爬了1天天梯，怎么可能还看不到终点？我知道了，我懂了，我彻底懂了。这也是秘境中诡异规则的一条，这条所谓的天梯根本没有终点。说完，那人竟是疯癫大笑，从天梯的边缘一跃而下。我成了，我看破规则了。带着一阵大笑声，那人消失在了云海中。又疯一个，旁边的人无奈摇头，随即继续抬步向上爬去。这种事在众人眼中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现在几乎所有人的心头都紧绷着一根弦，一旦弦断了，人也就没了。1夜过去，朝阳缓缓升起，晨曦洒在天梯上，将白玉做的台阶染上一层薄红。秦晨和冷月依然在缓慢向上爬行，不同的是，
他们二人此时已经来到了队伍的最前方。昨天还在前面的几名内门长老半夜体力不支，只能原地休息，被秦晨二人轻松超过。秦晨，我不行了。冷月喘着粗气，眼神都有些涣散。没有灵力支撑，他现在浑身骨头像是散了架一般。自从修仙以来，他记忆中还从未如此体力透支过。此刻他身上的衣服早就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曼妙的曲线暴露无遗。不过他根本没有心思在意这些，只想躺下休息。店主大人，再坚持坚持。秦晨的声音传来，冷月顿时有种想哭的感觉。不行，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5步都不行吗？秦晨笑道。冷月一愣，随即猛地抬起头来，只见一道白玉做的门就在眼前，门中荡漾着淡蓝色的波纹。难道这就是终点？冷月激动不已，抛开手杖，艰难地冲了上去。进入白玉门的同时，他的眼前瞬间一黑，在睁眼时便又回到了广场上。冷月一惊，眼前熟悉的场景让他一阵恍惚，仿佛前2日的经历就像是场梦一般。下一刻，秦晨的身影在他身边缓缓浮现。李师兄，这第一关试炼算是过了吗？秦晨对着高台上李健的身影拱手道。不错不错，问到知心坚定，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样好苗子了。李健点点头，冰冷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抹满意的笑容。你二人现已退去凡胎，以后修仙之路将会畅通许多。说完，李健轻抬手指，2人面前顿时各自出现一枚令牌。令牌通体幽蓝，不知是什么材质，入手温润，有凝神静气之功效。我已给你们准备好灵池，先去巩固一下根基，除去身上的污秽吧。李健淡淡道。闻言，冷月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低头一看，顿时露出一抹羞赧之色。整整2天的辛苦跋涉，此刻他身上满是汗渍，甚至还散发着淡淡的酸臭气息，像极了逃难的凡人。谢过李师兄。冷月接了牌子，瞬间被传送离开。见状，秦晨呵呵一笑，果然，即便是身份地位高如冷月这般，对自己的外貌装扮的要求也是很高的。随即他也伸手接过令牌，眼前一晃，下一刻他便出现在一口灵池之内。灵池虽然不大，但灵气浓郁的程度乃是秦晨平生所见之最。灵气滋养着他的身体，疲劳顿时一扫而空。更为重要的是，他此刻心神通明，不仅经脉的灵力的滋养下更加粗壮，就连对灵气的亲和程度都上了一个层级。这便是退凡吗？秦晨感受着体内的变化，喃喃自语。攻略中对此有记载，成功闯过第一关试炼的都能退去凡胎，提升修炼天赋，而且修士的境界越低，退凡的效果就越好。此刻看来，这退凡的效果着实不错。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灵池中的灵气变得稀薄无比，秦晨才被传送出灵池。广场上几十道身影几乎同时显现，所有人的脸上几乎都挂着笑意，看来是都感受到了退凡所带来的益处。秦晨扫视一圈，此刻广场上只剩下了50人左右，也就是说，光是第一关试炼就淘汰了一半试炼者。要知道，第一批进入秘境的人，除了秦晨和王腾，其他人没有低于元婴期的。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被淘汰了一半人，可见试炼之凶险。人群中，秦晨发现了王腾的身影，此人依然神色阴鸷，站在角落中，低调无比。得找个机会除掉此人。秦晨心中暗道，他对秘境中的宝物势在必得，必须想办法把王腾除去，才能安心。这时，王玄龄上前一步，敢问李师兄，没有通过第一关试炼的人都去哪了？此言一出，众人纷纷竖起耳朵。去哪？李健的双眸中闪过一抹茫然。试炼失败之人，当然是被我送下了山。闻言，众人心中骇然。这个诡异秘境中只有一处仙山而已，送下山，那些人8成都已经被诡异规则给抹杀了。算了算了，不想那些，我们继续接下来的第2关试炼吧。说回到试炼，李健顿时又恢复了原本的灵力。第2关试炼也不难，我被修士自然是以匡扶正义为己任，所以这场试炼的主题是问心，诸位只需遵从内心行事即可。听到这话，所有人顿时脸色大变。什么玩意？匡扶正义为己任？我们是魔道弟子啊，你搞问心，谁能通过？冷月神情紧张，一把抓住秦晨的胳膊。秦晨，怎么办？他虽然不认为秦晨能解决这个麻烦，但之前的经历让他下意识地求助秦晨。店主大人，再亲我一下，说不定我可以勉为其难地告诉你。秦晨玩味道。听到秦晨的话，冷月柳眉倒竖，双眸中几乎喷出火来。秦晨，你别得寸进尺。冷月胸口起伏，浑身的气势变得凌厉无比。这混账东西占了自己一次便宜竟然不知足，还想要蹬鼻子上脸。不过秦晨对冷月的态度毫不在意，只是嘴角勾起一抹玩味。那一会你可不要求我哦。此话一出，冷月顿时微微皱起了眉。可还没等他追问，李健便一挥袖袍，广场尽头的浓郁雾气如同被无形之手拨开，显露出一座石门。石门青苔斑驳，甚至能看到风化的痕迹，从上到下都显露着远古的气息。随我来。李健率先穿过石门，众人心情复杂的跟上。走过石门后，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一片广阔的药园出现在眼前，浓郁的药香顿时扑鼻而来。放眼望去，只见药园纵横阡陌，分区种植着无数灵植，光是看这些灵植上散发出来的各色奇光，便可知道年份绝对不低。这是8000年的龙血草。
这叶脉中不会真的有真龙之血吧？万年朱果，这已经是仙草了，不可能，不可能！冰火并蒂莲，这东西早就已经灭绝了，这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众人也都是见多识广之辈，仅仅是看了一眼，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药园中种植的灵植，全都是奇珍异宝，随意拿出去一株，恐怕都能在外界引起轰动。而此刻，这些灵植却如同最普通的庄稼一般，密密麻麻地立在眼前，浓郁的药力交汇，在空中形成肉眼可见的彩色光晕，氤氲蒸腾，着实是让人目眩神迷。即便是心智坚定、见多识广的王玄龄等内门长老，此刻眼中也闪过一丝难以抑制的贪婪。就在众人激动之时，李健开口了。丹殿长老准备为宗门开炉炼丹，此刻还缺一味药材。李健站在药田的边缘，声音平淡无波。1个时辰内，每个人都需要找到10株100年份的山参，失败者淘汰。100年山参，众人听到此话，不由得一愣。药园之中确实有山参，而且数量颇多，密密麻麻，犹如野草。只不过和那些动辄千年、万年年份、霞光缭绕的灵植相比，100年份的山参实在是太过不起眼了。敢问李师兄，只需要上交10株100年山参吗？没别的要求了。王玄龄上前一步，问出了所有人的疑惑。不错，只需如此。李健神色淡然，手一甩，一支香遁石立在了众人面前的空地上。1个时辰后，此香便会燃尽。尔等莫要误了时辰，耽误长老炼丹。说完，李健转身离去。一阵诡异的平静后，众人瞬间爆发出狂喜之色。100年山参，遍地都是啊！哈哈，这关竟是如此简单。一名身材魁梧的大汉忍不住狂笑起来。而且那李健说了，只要山参，可没说不让我们动其他灵药。没错，天赐机缘，这绝对是天赐机缘。我等辛辛苦苦闯入秘境，经历生死，何该有此机缘？快！只有1个时辰，手脚麻利点，100年千年的灵植随便捡一点就行了。那些万年宝药才是关键，小心有诈！万一李健见到咱们毁了药园，迁怒于咱们怎么办？一道略显谨慎的声音响起，带着几分迟疑。不过话音刚落，此人的声音便被更多人兴奋的议论所淹没，甚至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付诸了行动，如饿虎扑食一般朝着霞光流转的万年宝药冲去。人群瞬间失控，众人犹如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涌入药田。药园中顿时陷入狂欢，一片喧嚣混乱中，只剩下几道身影孤零零地站在药田之外。秦晨余光瞥了一眼王腾，果然此人也是个能沉住气的，到现在一点破绽都没有露出来。随意一瞥之后，秦晨便收回了目光，以免引起王腾的注意。此番秘境之行，王腾在明，他在暗，如果能找到机会，他会毫不犹豫给王腾致命一击。随意从地上捡了10株100年山参后，秦晨回到药田边，靠在树下，一边乘凉，一边欣赏面前的疯狂劫掠。不得不说，一众元婴化神的大能面朝土，背朝天，趴在地上拔灵植的场景确实罕见。一旁，冷月站在秦晨身边，全程目睹了秦晨的举动。满园浓郁的药香让他血脉喷张，他100%确定那些灵植绝不是幻想。要不是秦晨怪异的举动，他现在恐怕也已经加入了那些人。秦晨，这是为何？冷月忍不住开口问道，声音明显带着强行压抑的波动。这些灵药明明都是稀世珍宝，你就一点都不动心吗？秦晨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丝弧度。动心？我看是贪心吧。听到秦晨的话，冷月猛地一滞，一个念头犹如惊雷在他的脑海中炸响。贪婪。刚进入秘境的时候，李健说过的3条规矩中的一条，不要贪婪。难道说？冷月抬头看向癫狂的众人，心中一阵发寒。这些人现在就是贪婪的具象化。眼前的药园在冷月眼中顿时化作一个巨大的陷阱。想明白这些，他的后背已经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再看向秦晨时，他的目光复杂无比。1个时辰如指缝流沙，很快过去。当李健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药田入口时，药园中的喧嚣才戛然而止。众人纷纷回到药园入口处，几乎所有人的腰间都挂着几株灵植。此刻挖了药园灵植的人均是有些惴惴不安，毕竟只要李健不是瞎子，就能看到已经被搬空的药园。现在的药园哪还有一点药园的样子，像是被人掘地3尺一般，到处都是被踩烂的灵植和挖出的坑洞。李健的目光缓缓扫过众人，却并未在众人腰间的灵植上过多停留。他缓缓开口，声音依然古井无波，时间到，将你们寻到的山参呈上。听到李健的话，众人齐松了一口气，随即更是狂喜起来。之前推断的果然没错，这药园便是众人的机缘。那些心中有所顾虑，没敢抢太多灵植的人，此时更是捶胸顿足，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众人排着队依次上前，将山参呈上。而李健对众人身上的灵植视若无睹，纷纷放行。一番试炼下来，竟是一个人都没有淘汰。不错，李健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一抹笑意。尔等果然是精英中的精英，接下来还有另一项考验。说着，李健率先走出药园石门，众人立即激动地跟了上去。难道说还有机缘？真说不定，以青云宗的底蕴，随便从指缝里露出来点，就足够让我们发达了。众人激动不已，而冷月则是冷冷地斜睨一眼秦晨，眼中有不满，也有自责。
原来秦晨也不是全知全能，这些人在李健的眼皮子底下抢了药园的灵植，李健根本没有惩罚他们。冷月心中暗道一声，不免有些后悔，因为过于谨慎，他似乎错过了一项大机缘。冷哼一声，冷月走出药园，眼前的景色突变，竟是出现了一座书院。书院古朴肃穆，青石铺地，梁柱粗粝，空气中甚至能闻到墨香的气息。不同于药园，书院之中自有一股清冷压抑之感。一人一个座位，李健声音平淡，指向厅中排列整齐的桌案。众人略带兴奋地依次落座。等众人都找到位置，盘膝坐下后，李健袖袍一挥，众人面前的桌案上顿时凭空出现一份古朴的书卷和一份笔墨。他的目光缓缓扫过众人，一炷香内如实作答书卷上的问题。说完，一支细长的檀香凭空显现，立于最前方。袅袅青烟升起，李健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再次消失。大厅中陷入寂静之中，有人迫不及待地翻开书卷，但下一刻顿时忍不住骂出声来：这些都是什么狗屁问题？众人纷纷疑惑地打开书卷，等看到上面的问题后，神色也精彩万分。只见书卷上第一个问题赫然是：你可曾残害过他人性命？往下看去，众人脸色更加难看。第二个问题：你可曾背叛过亲人或者朋友？第三个问题：如果有一份机缘摆在你的面前，你是会光明正大去争取，还是用尽手段去抢夺？这些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直指魔道修士习以为常却为正道所不耻的行径。呵呵，角落里一名美妇轻蔑冷笑：李健难道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青云宗自诩名门正派，我等若是据实回答，岂不是自曝身份，坐等淘汰？正是，有人高声附和：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此乃钓鱼，岂能上当？哼，老子一生清清白白，比那出生的婴儿还要心思纯净，全写他奶奶的！此言一出，众人哈哈大笑，气氛顿时松弛了下来。有了药园之举，众人已经总结出了试炼规则中的漏洞。只片刻，众人纷纷落笔，毫不犹豫地在各个问题下写下未曾我是一个好人，没听说过魔道等答案。书案前，冷月握着笔，指节微微发白。第一个问题：你可曾残害过他人性命？未曾二字几乎就要落下，可他顿时又犹豫了。美眸轻抬，前方便是秦晨的背影。秦晨似乎毫无犹豫，拿到书卷之后立即开写。秦晨会撒谎吗？想到撒谎，冷月不由得又回想起李健说过的那3条规矩，不得对李健撒谎。冷月的心猛地一跳，如果药园对应的是不得贪婪，那么书院对应的就应该是不得撒谎。可如果据实回答，等李健看到自己杀过几百人，背刺过同门，为了争夺利益而不择手段，到那时李健真的会放过自己吗？魔门的身份如此明显，李健应该一剑刺死自己才对吧？犹豫良久，他下意识抬头看向前方的檀香，那香已经烧去一半，所余时间不多了。冷月的指甲几乎嵌入掌心，眼中闪过挣扎、犹豫，最终化作一片决然。不管了，就再相信那个小混蛋一次。冷月银牙暗咬，拿起毛笔，而他不知道的是，秦晨此刻已经快写完了。第50题，以是否是凡人为蝼蚁。心中读出题目的同时，秦晨直接落笔：当然是。废话，我都修仙了，如果还不把凡人当成蝼蚁的话，那我岂不是白修了？秦晨心中吐槽一声，然后拿起书卷，神色满意无比。每一个问题都不经过大脑的思考，完全依据本能来回答。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不太会写毛笔字，导致整篇书卷上的字都歪歪扭扭，像是狗啃一般。不过这丝毫不影响这篇回答的完美。1个时辰后，当檀香完全燃尽，青烟消散的同时，李健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大厅入口。时间到，李健冰冷的声音响起，他手一挥，众人桌案上的书卷顿时飞起，纷纷落入他的手中。收起试卷后，他并未一一审查，而是抬步走向门外：跟我来。闻言，众人顿时松了一口气。我们猜的果然没错，只要答案符合他的要求，是真是假并不重要。有人兴奋道：光是试炼中得到的机缘已经如此之多了，闯过秘境，不知道还有什么逆天机缘。有人期待道。而人群后的冷月此时心中却是疑惑无比，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撒谎了，而自己没有撒谎，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竟然一点惩罚都没有吗？那设置这场试炼的意义又是什么？正当他疑惑的时候，秦晨忽然走到了他的身边，低声道：借我点东西。什么？冷月皱眉：借你的手一用。秦晨说着，竟是趁冷月不备，直接抓住了他的手。你！冷月脸色大变，这小混蛋占自己便宜没完吗？正当他想要挣脱的时候，秦晨却得寸进尺一般搂住他的腰，强行将他带出了书院。冷月眼前顿时一阵恍惚，等反应过来后，才发现场景变换，自己和秦晨正站在一个青石擂台之上，而秦晨的手依然搭在他的腰上。混蛋，放手！冷月咬牙怒道。意外？这纯属意外。秦晨轻咳一声，尴尬地松开手。冷月柳眉倒竖，羞怒交加，手掌瞄准了秦晨的脸，已经抬起。可就在这时，他才发觉到了异常。青石擂台上只有他和秦晨2人，身边空荡荡的。抬眼四下望去，只见四周坐落着数十座被淡金色光照笼罩的擂台，所有人都被2两分组，拘束于擂台之上。这是什么意思？有人惊疑不定地喊道。不远处，李健的身影如一柄孤鞘的剑，立于众人面前。李师兄，
登青云天梯为第1关试炼，药源采药为第2关试炼，书院问答为第3关试炼。3关试炼已经结束，这擂台又是何意？一名内门长老沉声问道。我何曾说过药源采药是第2关试炼？李健冷漠的脸上没有任何波澜，声音冰冷地传遍每一个擂台。此话一出，众人顿时脊背生寒。李健继续道：药源采摘灵植，书院文书作答，擂台比武决胜，此3者皆为第2关试炼。闻言，全场哗然。但细细回想一番，李健确实从未说过药源采药算是单独一关，而待他们到书院作答时，只是说了规则，也未曾说过是第几关试炼。众人心头顿时浮现出一抹不祥的预感。但这时有人强撑镇定道：诸位，前2次试炼我们都已经轻松通过了，想必这擂台比试也不会太难。王玄龄上前一步，压下心中的不满，向李健拱手道：敢问李师兄，这擂台比武的规则是什么？李健淡淡道：规则简单，尔等以现在分组2-2比试，分出胜负后阵法自解，比试过程中生死勿论。轰！李健的最后4个字犹如炸雷一般在所有人的心头炸响。生死无论，也就是说这是生死斗，只有一半的人能够活下来。我要求重新分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是男人的对手？有一宫庄美妇又惊又怒地喊道。另外几名幸存的女子也都喊了起来。在秘境之外，这几女的修为并不低，甚至好几个都是内门长老，可在秘境之内，修为被诡异规则压制，只能凭借自身的体质战斗，对上男人还未开始就已经输了一大半。但这些抗议的话并没有让李健有丝毫动容，他甚至懒得多看一眼人群。开始，这次比试时间不限，直至分出胜负为止。李健冰冷地宣布。随着李健话音落下，擂台上的阵法纷纷启动，但金色的光芒逐渐变得凝实，不仅隔绝了外界的声音，就连视线也被一同阻隔。擂台之上，冷月神色复杂，他已经顾不上追究刚刚秦晨占他便宜的事情了。此刻他心中只剩下一个疑问，自己和秦晨分到了一个擂台上，到底是不是秦晨搞的鬼？他不是傻子，刚刚秦晨突然搂住他的动作太过反常，而被秦晨搂着走出书院之后，2人就出现在了同一个擂台之上。如果不是秦晨搞的鬼，怎么可能这么巧？可如果这都是秦晨计算好的，那就说明秦晨早就知道有擂台比试的试炼。这怎么可能？一个刚刚加入合欢宗的外门弟子竟然知道上古秘境中的试炼内容？因为紧张和恐惧，冷月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秦晨，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有擂台比试？他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目光却锋利如刀。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对刚刚现世的上古秘境了如指掌？到现在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些模糊的猜测，秦晨有可能是哪位大人物转世，看似修为很低，但却有通天手段，能够提前知悉试炼的内容，提前规避危险。又或者当初青云宗并未灭门，一直传承至今，秦晨便是青云宗弟子，前来取走青云宗遗留下来的秘宝。但不管如何，秦晨选自己作为对手，应该是做好了必胜的准备。而秦晨听到冷月的话，心中也不由得暗暗称奇，不愧是能做到店主之位的人，心思果然通透。自己之前已经占过冷月的便宜，按理说去搂冷月腰的行为也不算多么异常，可还是被冷月看出了端倪，甚至从而推断出自己知道试炼内容的结论。可怕，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店主大人，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合欢宗外门弟子罢了。秦晨随意敷衍一句，紧接着话锋一转，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店主大人想不想成功通过这一关试炼。冷月眼中满是不屑，声音冰冷刺骨。秦晨，你选我作为对手，是看中我是女人？生死搏斗不是你的对手对吧？说着，他手腕一转，攥起拳头。我劝你不要得意的太早，我曾修炼过一套品级不低的拳法，纵使现在没有修为，也有资格和你搏命。拳法？秦晨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巧了，我也会一套拳法。说着，秦晨演示了起来，弓步冲拳，穿喉弹踢，马步横打，内拨下勾，一招一式皆是威猛有力，让冷月大为忌惮。我这一套军体拳，店主大人以为如何？秦晨呵呵一笑。不过我选中店主大人并不是为了生死搏杀。他上前半步，压低声音道，只要店主大人稍稍付出一点代价，我便可以立即认输，让你赢得这场比试。代价？冷月眉头一皱，随即心中警铃大作，像是明白了秦晨的意思，猛地后退2步，捂住了胸口的肌肤。混账东西，你休想！秦晨一愣，不过看到冷月那副又羞又怒的神色后，顿时明白了过来。店主大人想哪去了？也太污了。他呵呵一笑，店主大人想哪去了？现在的条件太简陋了些，我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要是店主大人真的想，等出了秘境，咱们倒是可以好好的深入交流一番。看到冷月即将放火，秦晨连忙打断，我要的也不多，当时在进入药园之前，你欠我一吻，现在只要兑现，我立刻认输，让你赢得这场试炼。闻言，冷月立时怔住了。就这，为了一个吻，你要付出性命的代价？冷月满是困惑地问道。秦晨收敛起脸上的笑意，神色变得认真起来。还能为什么？不知店主大人听没听过一句话，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听到秦晨的话，冷月的眼中闪过一抹慌乱。这是什么意思？拿生命表白？合欢宗内
竟然还有这种奇葩。可当冷月看到秦晨眼神中的戏谑后，瞬间反应了过来，这混蛋在戏弄自己。秦晨，你找死！冷月径直从头上拔下发簪握在手中，而他的一袭长发顿时披散到肩膀上，颇有另一番韵味。秦晨哈哈一笑，不再调戏冷月，开口道：店主大人别生气嘛，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不过有一句我是真心的，我可以向天道发誓，只要店主大人亲我一下，我立即认输。听闻此言，冷月眼神中透露出一抹凝重。一般人说话绝不敢说向天道发誓几个字，这种誓言被称为天道誓言。虽然违背誓言后不会立即被天道抹灭，但却会在后续的修炼中出现心魔，最终身陨道消。从古至今，还从未有人能破解天道誓言。秦晨敢以天道誓言发誓，说明他确实没有其他心思。你认真的？冷月一字一句道。当然，能与店主大人一清方泽，属下虽死不悔。秦晨一脸视死如归的样子。听着秦晨的话，冷月的指尖深深地嵌进了掌心。秦晨虽然是在趁人之危，但在没有修为的情况下，要想和秦晨搏命，他获胜的希望极为渺茫。尊严在生存面前终究还是没那么重要。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翻涌的羞愤，几乎从齿缝里挤出声音：我答应你，可你要敢耍花样骗我，我就算是拼着神魂俱灭，也要让你付出代价。店主大人放心，天道为证。秦晨笑呵呵道。冷月好齿咬着下唇，一步步走到秦晨面前。短短几步路的距离，他的脸已经热得发烫。把眼睛闭上。冷月带着命令的口吻低声道。秦晨笑容却更深了，有些无赖道：店主大人，我就快死了，怎么还能闭眼呢？黄泉路上也好拿店主的绝世容颜当个念想不是？你无耻！冷月被秦晨气得胸口起伏，俏脸染上了一层薄怒的红晕。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眼一闭，心一横，径直点着脚吻了上去，带着一丝温暖的触感传来。冷月正要分开，腰间却猛地一紧，他只感觉到一只手掌像是铁钳般搂住了他的腰，另一只手却是如毒蛇一般从他裙子的领口处滑了进去。冷月猛地瞪大双眼，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店主大人别乱动哦，否则后果自负。秦晨威胁道。冷月身子剧烈颤抖，那只攥着发簪的手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什么，始终没有抬起。时间仿佛被拉长，每一秒都是如此煎熬。不知过了多久，秦晨终于恋恋不舍地松开了手。冷月像是被烫到一般，猛地后退一大步，与秦晨拉开了距离。此时他呼吸急促凌乱，发丝散乱，俏脸如酒醉一般酡红，胸口处的丝绸布料满是褶皱。混账东西，你竟敢言而无信！冷月的一双美目中喷薄的怒火足以焚山，声音也因为羞怒而略微发颤。秦晨抬手用大拇指擦了下嘴角，脸上带着几分痞意和几分轻佻。店主大人何必动怒？这一吻牵得太久，我只不过是稍稍收了一点利息而已。你放心，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到做到。说完，秦晨朗声道：这一场试炼，我认输。话音落下，笼罩在擂台四周的淡金色光幕如水波般无声消散。冷月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秦晨，留下一声冷哼，转身离去。片刻后，周围一座座擂台上的阵法接连破碎，空气中瞬间被浓烈的血腥气息所充斥，犹如修罗场一般。此刻，一座座擂台上宛如从地狱浮现出来一般，满是血迹。有的擂台上，赢者浑身鲜血，衣衫褴褛；有的擂台上，赢者断了一条胳膊，半张脸血肉模糊；还有的擂台上，两人同归于尽，但就算是死，两人的肢体依然还纠缠在一起，场面惨不忍睹。哈哈哈！我赢了，我赢了！有人发出劫后余生的狂笑，但更多人连笑出声的力气都没了，一脸茫然地瘫坐在地上。冷月看着眼前的一幕，饶是经历过无数生死，此刻看着满地的鲜血内脏和断臂残腿，也不由得一阵反胃。他甚至有些庆幸，如果不是秦晨主动认输，恐怕他现在也是倒在地上众人中的一个。但与此同时，他秀眉微蹙，眉宇之间满是疑惑不解。两两生死搏杀，青云宗自诩名门正派，怎么会设计一个如此残酷的试炼？但他话音刚落，一道熟悉的声音忽然在他耳边响起：谁说这试炼残酷了？听到这个声音，冷月浑身剧震，猛地回头看去，秦晨，你没死！冷月犹如白日见鬼一般，惊得声音发颤。此时，秦晨完好无损地站在他身后，脸上还带着几分慵懒。我本来是要死的，可我想了想，还是舍不得店主大人。秦晨玩味道：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违背诡异规则？冷月眼神中满是震惊。擂台决斗，两两对战，生死不论，直至分出胜负。说到这，冷月猛地顿住了。礼剑的规则似乎并未说输的人有什么惩罚，也就是说，无论是击杀对手还是主动认输，只需要分出胜负便能结束试炼，就这么简单。秦晨，你早就知道？冷月问出这句话之后，便后悔了。秦晨敢主动认输，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条规则？而他明明早就准备好了认输，却偏偏做出一副主动牺牲的样子，骗他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秦晨，你等着，今日之辱我记下了。冷月咬牙威胁：店主大人，我这可太冤枉了，是你主动亲的我，怎么还怪起我来了？秦晨这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样子，气得冷月狠狠咬牙，咯吱直响。不过
秦晨显然是不准备放过冷月，又继续道：“店主大人，我早就提醒过你那3条规则，是你没想起来。这件事可怪不得我。”听到秦晨的话，冷月神色一滞，随即猛地反应过来：3条规则，又是那3条规则。第一，考核期间不得伤害宗门；第二，不得对李健撒谎；第三，不可贪婪。冷月稍一思索，便明白过来，这第二关试炼的3个情境，正好分别对应3条规则。药园采摘灵植，对应的是不可贪婪；书院书卷问答，对应的是不可对李健撒谎；擂台两两对决，对应的是考核期间不得伤害同门。对上了，一切都对上了。看着冷月那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神色，秦晨呵呵一笑，所以说救了你这么多次，只要这点代价，不过分吧？冷月闭口不言，只是看向秦晨的眼神更加复杂。这时，随着最后一座擂台上的阵法消失，这场擂台比斗也落下了帷幕。所有胜者都拖着或重伤或残缺的身子缓缓来到李健面前，但李健只是冷冷地扫视一眼众人，便开口宣布道：“第二关试炼正式结束，只有9人顺利过关，我对你们很失望。”此言一出，剩下的几十人面面相觑。9人，这是什么意思？李健的话如寒冰坠地，让所有人都心头一震。我们明明都通过了试炼，为何只有9人过关？没错，老子的一条胳膊都废了，通关的不可能没有我吧？李师兄，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众人群情激愤。如果按照李健所说的，只有9个人通过试炼的话，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活不下去，所以也怪不得他们激动。李健眼神中露出一抹冰冷，目光从在场的所有人身上扫视而过。第二关试炼最重要的是问心，3重试炼环环相扣，考验的便是你们的心性。他的声音冰冷如刀。可惜药园中，尔等贪婪成性，将药园毁坏一空；书院中，尔等违背内心，胡乱作答；擂台上，尔等为了胜出，不惜伤害同门性命，贪婪无度，满口谎言，暴力嗜杀，违反一条者都不配加入我青云门。李健的话顿时让众人如坠冰窖。我可以把灵芝还回去，再给我一次机会，李师兄，再给我一次机会。李师兄，我知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饶命啊，李师兄！不，我要退出，我要退出试炼！求饶声、咒骂声、崩溃的哭声瞬间交织。可李健的脸上只剩下蔑视与不屑，他袖袍一挥，不见有其他动作，在场的绝大多数修士便随着尸体如风中的沙粒飞速消散。那些各种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上一秒还站满人的擂台广场瞬间变得空旷死寂。除李健外，全场只剩下了9人：秦晨、冷月、王玄龄，5名内门长老，剩下一个则是始终没有开过口的王腾。看着眼前几人，李健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之色。还好，尚且余下9颗好苗子。李健微微颔首，语气也温和了许多。此番考核，如若一个都通不过试炼，师傅定然是要怪罪于我的。李健环视仅存的9人，今天已经不早了，尔等暂且休整2日，3天后进行第3关试炼。届时只要通过最后一关试炼，便可正式拜入青云宗，成为我青云宗的外门弟子。谢过李师兄。9人齐齐拱手。李健不再多言，袖袍一挥，众人便眼前恍惚起来。等反应过来时，众人已经换了地方，面前是一座极其宽敞、灵气氤氲的巨大洞府。此处洞府有上100个房间，本来是预备给通过第2关考核的人居住，只可惜，算了，你们各自挑选房间即可，3日后我再过来。说完，李健的身影如烟飘散，消失无踪。众人直到这时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诸位，王玄龄苍老但不失威严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仅仅是前2关考核，就让我们的人损失大半，可见第3关绝对更加凶险。接下来，我等应通力合作，同舟共济。话刚说一半，站在角落的王腾忽然开口：“不好意思，我有点累了，要先去休息。至于合作什么的，你们商量吧。”说完，不顾王玄龄难看的脸色，王腾自顾自地走入洞府。看到这一幕，秦晨不禁满头雾水。这王腾脑子被门夹了。从进入秘境开始，此人就一直低调行事，怎么到现在突然高调起来，和王玄龄对着干？此人是何身份？竟然敢对王长老不敬！一名内门长老怒道：“一个普普通通的外门弟子罢了。”王玄龄冷哼一声，此人以炼气期的境界能走到现在，必然是有所依仗。后面盯紧他，炼气期的垃圾竟然敢顶撞王长老！哼，死了这么多人，我不介意多死一个。不错，多死一个，咱们能分的宝物就多一分。呵呵。众人冷笑。闻言，秦晨不禁摸了摸鼻子，什么叫炼气期的垃圾？搁这指桑骂槐呢？随后，王玄龄嘱托2句，意思无非就是接下来第3关试炼中，大家要共同合作。他以内门长老的身份保证，只要获得机缘，所有人平分。众人纷纷响应，尤其是秦晨最为主动，就差摇旗呐喊了。对于秦晨，众人的态度都很不屑。在他们的眼里，秦晨始终跟在冷月身边，看那殷勤的样子，绝对是抱着冷月的大腿才活到了现在。众人散去后，秦晨也是找了一个房间。不得不说，通过2关试炼之后，条件明显好了许多，一人一个房间，终于不用再住大通铺了。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搂着店主大人睡觉了。唉，此乃人生一大憾事。正在感叹的时候，屋门被敲响，打开门，
冷月顿时欺身而入。秦晨有些疑惑，店主大人深夜来访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孤寂难眠吗？冷月狠狠地瞪了一眼秦晨，随即落座。平息一番心情后，他单刀直入地开口道：“你应该还有底牌吧？”秦晨没开口，示意冷月继续。冷月咬着牙，重重地冷哼一声。他还从未像今天这样被一个练气期的外门弟子给牵着鼻子走。你不会以为王玄龄说要平分机缘是真的吧？别忘了，这可是上古诡异秘境，里面的机缘绝对价值无量。如果真有稀世珍宝，你觉得他会舍得和别人平分？冷月沉声道：“哦，你说这个呀，我早就知道啊。”秦晨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合欢宗中一个好人都没有，这种事我早就习惯了。你……冷月一阵气结，不过看到秦晨成竹在胸的样子，他还是压下心中火气，继续道：“你能如此淡定，一定是有所依仗对吧？我可以和你做一笔交易，只要你带我成功走出秘境，秘境中的所有机缘我只取一桩，其余所有东西都给你。”秦晨走到冷月面前，似笑非笑道：“凭什么要分给你东西呢？如果你死了，所有东西不都是我的吗？”闻言，冷月顿时恼怒起来，他咬着牙冷冷道：“秦晨，你是把别人当成傻子了吗？就这么笃定别人都没办法通过第3关试炼？你如果帮我的话，至少可以多一个帮手。”秦晨突然伸手抬起了冷月的下巴。冷月双眸一寒，正要推开秦晨，却听到了秦晨那自信而又冰冷的话：“没错，我就是可以笃定，只有我一人能够通过试炼。”秦晨之所以如此自信，是有依据的。上一世，根据合欢宗传出来的消息，第一批进入秘境探索的修士无一人生还。不过这个消息也不是完全正确，至少从这一世来看，王腾其实也在第一批探索秘境的队伍之中。也就是说，他的对手只有王腾一人而已。只要解决了王腾，秘境中的所有宝物和机缘便会尽归他手。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冷月。之所以将冷月留到现在，也只是为了迷惑王腾而已，让王腾以为自己是抱着冷月的大腿才活到了现在。而事情也确实朝着他预料的方向发展。王腾在明，他始终在暗。几息之后，冷月终于反应过来，愤怒地将秦晨的手给打开。你确实与普通的外门弟子不同，但你也太小看其余那几人了。这些人能在重重考验中活到现在，你觉得是你一个外门弟子对付得了的？冷月有些不屑道。按常理来说，冷月此言有理，可秦晨的手段偏偏是常理不能解释的。他有轮回塔，相当于能开着上帝视角和这几人斗。你告诉我，开挂了还怎么玩？看着冷月冷傲中带着一丝不屑的样子，秦晨心中一动，这成熟御姐风格的店主大人实在是太戳人了。其他人必死，不过店主大人嘛，倒是还有一线生机。秦晨似笑非笑道：“什么意思？”冷月皱眉，看秦晨的样子就知道此人八成是在想什么歪点子。果然，秦晨开口道：“只要店主大人成了我的炉鼎，咱们2人利益一致，店主大人也威胁不到我的安危。届时我自然是会护着你走出秘境的。”听到这句话，冷月一掌拍在桌子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秦晨，你占了我2次便宜，就真的以为能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了？冷月冷哼一声，拂袖离去。欣赏着冷月离去的背影，秦晨忍不住感叹一声：这腿、这背、这腰，就这么弄死，还真的是有点暴殄天物。次日，秦晨刚醒，就听到洞府外传来王玄龄低沉而又富含威压的质问：“站住！你鬼鬼祟祟的是要去哪？”秦晨眼睛一转，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嘴角顿时勾起一抹笑意。他正要前去看看热闹，没想到一开门，正好和同样闻声而出的冷月碰了个正着。2人的房间是对门，几乎同时开门，但冷月只是目光冷冷地瞥了秦晨一眼，鼻腔里发出一声冷哼，丝毫没有掩饰其中的厌恶。他抬起绣鞋，无视秦晨，向洞府外走去。秦晨也不恼怒，笑呵呵地紧随其后。洞府外，王玄龄挡在王腾面前，其余几名内门长老站在不远处观望。算上刚刚赶来的秦晨和冷月，9人竟是到齐了。我去什么地方，还需要和你报备吗？王腾声音平淡，言语之中满是不屑。让开！王玄龄显然没料到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敢如此顶撞自己，脸上怒意丝毫收敛不住。小子，此地凶险异常，你自己乱跑找死我不管，但要是连累了我们，我可就要说道了。此话一出，其余几门内门长老也纷纷色变，附和起来。可王腾却讥讽冷笑起来，丝毫不顾及这些人的身份，肆意嘲讽道：“危险永远是伴随着机缘而生，你们这些老头老妪贪生怕死不敢外出探索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拦着我？呵呵，我王腾一生行事，何须向他人解释？”说完，王腾推开王玄龄，大步离开洞府。被一个小辈如此羞辱，王玄龄顿时老脸发烫，眼底杀意汹涌。这时，旁边一位内门长老忽然开口道：“诸位，这小子仅仅是练气期修为，却能在多重试炼之中活下来，绝对有大问题。他现在拼着得罪王长老也要外出，说不定。”此人话只说了一半，但他的意思大家都清楚的很。以练气期的修为活到现在，此人身上必有蹊跷，说不定发现了一些秘境中的隐秘。如果真是如此，绝不能让其独享机缘。没错，王玄龄眼神一闪，不能放任这小子脱离掌控。反正秘境之内禁止伤害同门，只要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他就翻不出什么浪来。
众人纷纷点头赞同。老夫倒是要看看这小子到底有什么底牌。说着，王玄龄拂袖追了上去。几名内门长老对视一眼，毫不犹豫地紧跟王玄龄追去。冷月秀眉微蹙，略一迟疑，也准备迈步跟上。可就在这时，一只手拦在他的身前。且慢！秦晨笑盈盈地挡住冷月的去路。滚开！冷月脚步一顿，咬牙冷斥。秦晨对冷月的态度毫不在意，慢悠悠地开口道：“不知道店主大人有没有兴趣和我打个赌？”冷月皱眉：“什么赌？就赌。”秦晨指了指那些内门长老的背影，就赌这些内门长老一个都回不来。听到秦晨的话，冷月瞳孔骤然猛缩。你说什么？冷月有些不敢置信地反问道。那些可都是在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内门长老，就算现在修为被秘境压制，但都是成了精的老狐狸，怎么可能全死？哦，不信？秦晨一脸玩味。既如此，那我们便打个赌如何？如果这些内门长老一个都回不来，你便做我的炉鼎，如何？你休想！冷月脸色瞬间变得冰冷刺骨，眼神中的杀意毫不掩饰，几乎凝成实质。秦晨，如果你真的有手段杀了王长老他们，那便一同杀了我便是，当炉鼎。呵呵，这些年死在我手里的炉鼎没有1000也就几百，炉鼎的下场我清楚得很，当炉鼎还不如一死了之。啧，可惜了。秦晨一脸惋惜道。可就在这时，冷月话锋一转，忽然又道：“不过我可以换个赌注，如果你真的能杀了王长老他们，我可以考虑当你的道侣。”秦晨一愣：“道侣？难道你不知道道侣是什么吗？”冷月又羞又怒地质问道。此刻他的神色决绝而又愤怒，竟是有种别样的惊心动魄的美。我知道，只是我有个小小的问题，我这个人比较博爱，可不爱你懂吧？如果和你结为道侣，这方面没有什么限制吧？秦晨好奇问道。我不会管这些。冷月咬牙道。闻言，秦晨这才松了一口气。冷月，这朵花虽然娇艳，但不能为了这朵花放弃一整片森林啊。那我还有个问题，既然是道侣，那双修之事自然是可以的吧？秦晨又补充道。说话间，他的目光直白地落在冷月玲珑有致的曲线上，眼神火热。冷月气得差点咬碎银牙，俏脸也不知是因为羞怒还是愤怒，染上一抹淡淡的红。他没有回答秦晨，只是从齿缝里挤出一声冰冷的哼声，算是默认了秦晨的话。这时他强压下心中的怒意，反问道：“如果你输了呢？”很容易。秦晨干脆利落道：“我之所以能在秘境中活到现在，是因为知道了诡异规则的规律。如果我输了，我会把这些规律毫无保留的全部告诉你。”好，那便以天道为誓。冷月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以天道为誓。秦晨笑呵呵道：“既然如此，那就请店主大人回去收拾打扮一下吧。你这道侣，我是当定了。”秦晨摆摆手，转身离去。看着秦晨的背影，冷月心中暗叹，这份赌约是他权衡利弊之后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如果秦晨真的有本事将王玄龄那群老狐狸全部弄死，那他想要杀自己也绝对不成问题。答应做他道侣，也算是能保全一条性命。而如果秦晨失败，自己便能知晓秘境的规则，对他来说也是一大助力。无论如何，这份赌约对他来说都不会吃大亏。另一边，山间的幽僻小路上，秦晨看着前方几道身影，嘴角微微勾起一道弧度。在王腾离开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了王腾的心思。此人果然心思深沉，先是昨日突然高调当众顶撞王玄龄，引起众人的关注，然后便是今日假装鬼鬼祟祟离开，故意被王玄龄发现。没错，这一切都是王腾故意的，为的就是让众人上钩。要不是自己提前知道王腾去的地方，恐怕也得做个枉死鬼。此人着实可怕。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向下，众人进入一个隐蔽的山洞。随着继续向下，山洞中的温度骤然升高，脚下的岩石也开始变得发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硫磺和金属灼烧的难闻气息。前方几人早已经汗流浃背，呼吸沉重，神色间显露出一抹惊疑不定。不对劲，怎么可能这么热？那小畜生到底要去哪里？难不成这里有座火山吗？王玄龄此时也热得额角见汗，但眼中杀意丝毫不减。怕什么？区区一个练气期的小子都敢进，咱们还能畏首畏尾不成？跟紧他，此人必有蹊跷。众人点头，咬牙跟了上去。片刻后，众人走过一个转角，眼前的视野终于开阔了起来。只见眼前是一个人工开凿出来的巨大石厅，放眼望去，怕是整座山的山腹都被掏空了。而石厅的中央则是一片沸腾的岩浆池，鲜红色的岩浆沸腾滚动，时不时发出爆裂声，带起一阵阵刺鼻的黄色烟雾。整个山洞中都被岩浆映照的一片通红，温度之高，甚至眼前的视野都被扭曲了。然而就在这片岩浆湖的中央，竟是赫然矗立着一尊巨大的炼气炉，炉身赤红，不知是用什么材料所铸，上面布满了玄奥的阵纹，散发出古朴威压。当当当，一声生金石敲击的声音响起，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在那尊炼气炉旁，一个魁梧如铁塔般的身影正在抡锤。那人上身赤裸，虬结的肌肉如同盘龙角铁，在通红的火光下闪耀着金属光泽。他犹如机械般抡起巨锤，狠狠捶打着针台上通体赤红的金属。当锤子每次砸下，都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之音，火星四溅，颇为壮观。整个山洞仿佛都在跟着颤抖。
这是什么？有人呆呆地问道。火金帖，那是火金帖。王玄龄喃喃开口道。即便事见多识广的他，此刻也被震撼到了。什么？火金帖怎么可能那么大？众人纷纷侧目。可眼前的炼气炉和那名大汉手中锻造的器物，无论怎么看都符合火金帖的特征。地火中数千年可孕育出一朵拇指大小的火晶，火晶有灵，但偏爱铁矿，与之结合后便会变成火金帖。火金帖不仅产出极少，而且还蕴含着狂躁的火属性能量。法宝中只要加入一小块，就能成为攻击力无比强大的火属性法宝。至于完全用火金帖铸造的法宝，这种暴殄天物的做法，从古至今都未听说过。而王玄龄等人现在完全可以确定，眼前的炼气炉和那块正在打制的材料，全都是火金帖。发财了，这次真的是发财了！众人眼睛发亮，这东西要是能带出秘境，好处想都不敢想。快看，那小子竟然想要捷足先登！有人惊呼一声，众人顺着其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王腾不知何时已经踩在了岩浆中的石块路上，小心翼翼地朝着炼气炉走去。追！王玄龄大手一挥，迅速跟上。此刻他已经顾不得陷阱之类的东西了，眼中只有火金帖。秦晨紧随其后，踩着岩浆中露出的岩石，小心翼翼来到中间的孤岛上。魔道那群狗崽子们越来越猖狂了，竟然敢进攻我青云宗！前线战士吃紧，我得多炼制一些法宝，帮助同门斩杀那群狗崽子。下一把法宝是要炼制什么来着？大汉对身边众人熟视无睹，只是一味的抡锤。没错，这就是火金帖，而且品质极佳。近距离确认一番后，王玄龄等人狂喜。可就在这时，王腾开口了：“师兄，我是来帮您炼制法宝的，要不您歇会，我来抡锤。”王腾上前一步，诚恳无比地说道：“哦。”听到王腾的话，大汉终于放下锤子，投过一道审视的目光。“你说要帮我炼制法宝？没错，我虽然刚刚加入青云宗，但我决心要和青云宗共存亡，与那些魔道贼子势不两立。”王腾一脸决绝，只不过这种话从一个魔道宗门的弟子嘴里说出来，着实有些可笑。只是大汉似乎并未察觉有异。“好，不愧是我青云宗弟子，有种。既然如此，尔等速速过来帮我炼气。”大汉哈哈大笑，手中光华一闪，八柄炼气锤掷出，一人一柄。他指了指一旁的小针台，不过尔等实力太弱，帮我处理材料即可。针台上摆放着不少火金帖，还未加工过，形状各异。记住，一旦开始锻造，便不可中途而废，否则火金帖便废了。前线战士吃紧，资源紧张，不可浪费。大汉认真的嘱咐一声，随后又自顾自的开始锤炼火金帖。就在此时，有人忽然发出一声惊呼：“这锤子怎么放不下来？”众人脸色齐齐一变。我也是，好像有一股力量将我的手和锤柄连接在一起了。这是什么东西？诡异吗？众人正在慌乱的时候，王腾嘴角露出一抹阴谋得逞的笑意。上钩了！可就在此时，当的一声响，让王腾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扭头看去，只见秦晨不知何时已经抡起锤子开始锻造火金帖了。似乎感受到了王腾的目光，秦晨对其嘿嘿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大板牙。王腾咬了咬牙，心中冷笑：现在还笑得出来，等会有你哭的时候。想到这，他也抡起锻造锤，开始专心锻造面前的火金帖。王玄龄等人见状，也连忙有样学样，开始抡锤。短短片刻，他们已经明白了过来，他们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不同于李健的入门考验的另一处诡异。他们所要做的是替大汉锻造材料，而诡异规则便是大汉所说的不能中途停下浪费材料，区锻造材料而已，还能有什么难的？一名内门长老咬牙道。高温中山腹中满是叮叮当当的捶打声，没过多么会，众人便大汗淋漓，肌肉开始酸痛。不过他们的劳累也并不是没有成效，那些形状各异的火金帖已经被锤平了棱角，初具雏形。眼看着锻造即将成功，众人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看来这一次试炼并不太难。可就在这时，一名长老忽然惊呼一声：“不对，这是什么东西？”众人闻声看去，只见那名长老话音刚落，便猛地喷出一口黑血，气息瞬间萎靡下来。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打断了他的锤炼，针台上的火金帖瞬间变得漆黑，失去光泽。那人大惊，还未反应过来，浑身皮肤忽然变得火红。轰！下一刻，那人的七窍之中忽然喷出火焰，整个人全部燃烧了起来。救命！救！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完，此人便被焚为一堆灰烬。当的一声，锻造锤应声落地。他身边的另一位长老被眼前的一幕吓到，手中的锻造频率被打断，他面前的火金帖也瞬间变得暗淡下来。我不想死，我要退出！此人惊慌失措地大喊一声，但下一刻也被一片赤色火焰包裹，几息时间便将其烧成了灰。看到这一幕，众人大惊，但手上的动作却丝毫不停，生怕沦为和那两人一样的下场。王腾用余光瞥了一眼，嘴角冷笑：终于开始了吗？另一边，秦晨目不斜视，仿佛早就知道会如此，始终专心地捶打着面前的火金帖。正在众人惊疑不定的时候，王玄龄眼前猛地一黑，他瞬间便反应了过来：不好，这火金帖有古怪，我体内的血气在流失。此话一出，众人纷纷色变：不好，我的血气也在流失，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那大汉搞的鬼？不行，
不能停，一停就会被诡异规则抹杀。众人顿时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如果不停，体内的血气就会一直流失，以现在的速度来看，根本坚持不到炼制完成。可如果停下来，恐怕就会像前2人那般，直接赤火焚身而亡。这位师兄，这是什么情况？王玄龄咬着牙看向大汉，大汉终于有了反应，他缓缓扭过头，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你说这个呀？我不小心往里面加了1点9转世魔草的汁水。听闻此言，众人顿时惊得面无血色。9转世魔草，这东西不是早就灭绝了吗？这里是诡异秘境，谁知道都有什么鬼东西？完了，彻底完了！众人一阵绝望。几人的心态，秦晨倒是非常理解。上一世，他曾经查阅过9转世魔草的来历。这东西天生与魔门功法相克，只要沾上一点，就会让修炼了魔功的修士持续损耗血气，就算能捡回1条命，也会气血大伤，甚至跌落境界。当时围攻青云宗的时候，这东西给几大魔门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后来青云宗始终还是没能抵挡住魔门的攻势，9转世魔草也随之跟着灭绝。没想到诡异秘境之中竟是有这种东西，这几个内门长老的境界只是被压制，并未消失。一接触到9转世魔草的汁水，顿时中了招。你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王玄龄怒道。大汉神色淡然，之前锤炼的时候不小心把9转世魔草的汁水和火精铁混在了一起，却发现两者并不排斥，对付那些魔崽子效果斐然，所以后来一直这么做。说完，大汉不再理会众人，转过身继续锤炼火精铁。王玄龄几人强撑着想要将面前的火精铁打制完成，可随着血气流失，几人力气越来越小。不，我不能死，小子，我就算是死，也要带你一起下地狱！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几人临死挣扎，却无济于事。轰轰轰！随着一道道火焰爆裂的声音，几人瞬间化为灰烬，一群废物！王腾不屑地冷哼一声。可就在这时，当的一声巨响传来，他瞳孔猛缩，惊疑不定地扭头，正好看到秦晨落锤的一幕。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王鹏失声惊叫，脸上满是骇然。在9转世魔草的作用下，魔修的一身气血必被蚕食殆尽，就连王玄龄等一众内门长老都无法幸免，最终化作飞灰。秦晨一个小小的炼气期，凭什么能活下来？秦晨手中的锻造锤依然稳稳落下，不断的锤打下，他也早就接近力竭，全靠着一口气支撑。王兄这话说的奇怪，你都活蹦乱跳的，我为何不能活着？秦晨嘴角的讥讽毫不掩饰，冷笑起来。不可能的，你入门的时候修炼的是合欢诀，那是魔功，你不可能幸免！王腾怒吼着。秦晨并未继续理会王腾，只是眼神愈发锐利，落锤动作更加沉稳。当当当，一锤锤落下，那火精铁终于延展成型，在最后一次敲击后迸发出一抹耀眼的红的光芒，最终火精铁上的光芒散去，呈现出带着金属光泽的暗红色。仔细对比的话，这块火精铁的样子与大汉手里的锻造锤倒是十分相似。成了！秦晨脸上一喜，连忙将火精铁城交给大汉。师兄，信不辱命！秦晨沉声道。大汉接过火精铁，大手在其上仔细抚摸一番，脸上难得露出几分赞赏。质地均匀，火力内蕴，几乎毫无杂质。好，师弟真是好手艺！大汉蒲扇一般的大手按在秦晨肩膀上，你帮了我这么大忙，说吧，想要什么奖励？听到这话，王腾心中闪过一抹不屑，就算速度比我快一些又如何？如果不懂这秘境中的隐秘，这机缘最后还是会落在我的手中。可就在这时，秦晨忽然开口道：“师弟没什么想要的，就是想学习一下您的手艺，所以斗胆想要师兄的这把锻造锤。”此话一出，王腾惊怒交加，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放肆！这锻造锤乃是师兄的趁手利器，没了他怎么为宗门打造法宝？你想要师兄的锻造锤，简直是包藏祸心！王腾怒喊道。秦晨冷冷一瞥王腾，人家师兄都没开口说什么，你像个癞蛤蟆在这又蹦又跳，恶心人的吗？你！王腾一阵气结。这时大汉脸上露出一丝为难，开口道：“这锤子倒不是不能给你，只是你还未入门，现在恐怕掌握不了这柄锤子。”秦晨猛地挺直腰板，脸上充满义愤填膺的悲壮：“师兄，魔崽子们荼毒苍生，害死我青云宗无数同门，我作为青云宗的一员，也想为宗门做一份贡献。如今我找到了我的方向，那就是传承炼气之道，所以今日师弟斗胆，不为私欲，只为正道，请师兄成全。”听着秦晨这番慷慨激昂的发言，王腾直接傻眼了。这他妈小词一套一套的，说的和真的似的。要不是知道秦晨的身份，恐怕真会以为他是青云宗弟子。大汉也被秦晨的发言搞得动容，他郑重地将锤子交给秦晨，此锤名为赤炎锤，当初祭炼的时候放入了一株万年9转世魔草，对魔崽子极具杀伤性，希望你以后不要夺了他的威名。一股炽热的气息包裹住秦晨，不过这道气息对秦晨毫无攻击性，反而将岩浆的燥热隔绝在外。果然和上一世传说中的一样，是个逆天法宝。秦晨激动不已，完成大汉的试炼后，可以向大汉请求将炼制好的火精铁留下，但这并不是最佳选择。只要在大汉提出给你奖励的时候，只要表现得足够诚恳，表示想要传承炼气之道，
就能从大汉的手里拿到这柄赤焰锤。常见的法宝品级一般是法器、法宝、灵宝、珍宝，据说珍宝之上还有更高品级的存在，但秦晨从未见过。赤焰锤的品级虽然不高，只是上品法宝，但其效果却足够逆天。祭炼之时加入了一整株万年九转噬魔草，恐怕就算是内门长老级别的大能也不敢硬扛。只不过以秦晨的实力，能不能摸到人家的衣角，就是另一回事了。谢过师兄，我一定不负师兄所望，用它斩杀魔门贼子。秦晨提起半人高的赤焰锤，炫耀一般对王腾挥了挥，随即转身离去。王腾面容扭曲，脸色铁青。几息之后，他的火金铁也锻造成功。王腾连忙捧着火金铁呈给大汉：“师兄，我也想要一柄赤焰锤。”不知话还没说完，就被大汉一巴掌拍开。没看到我的赤焰锤已经送人了吗？王腾的神色顿时像是便秘一般恶心，他狠狠咬牙。既然如此，那师弟想要一块锻造好的火金铁。大汉随意的摆摆手：“可以可以，滚吧。”王腾再也忍受不了如此屈辱，拿起火金铁转身就走。这秦晨到底是什么人？难道他也是？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此多的隐秘？王腾眼中杀意翻腾。不过无论你是谁，敢抢我的机缘，第3关试炼，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回到洞府，听到动静的冷月匆匆走了出来，一推门正好看到浑身疲惫拖着赤焰锤的秦晨。你回来了？你手里的锤子是什么？王长老他们呢？冷月震惊问道。秦晨虽然没有受到九转噬魔草的影响，但连续抡了半天炼气锤，也接近他体力的极限了。此刻他脚步虚浮，脸色苍白无比。不过听到冷月的话之后，他嘴角还是强扯着露出一抹笑意，不先关心道侣的身体，反而在这问东问西，这对吗？冷月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你说什么？你的意思是王长老他们都死了？根据两人的赌约，只要王玄龄等一众内门长老死了，两人就结为道侣。现在秦晨自称道侣，岂不是说王玄龄等人已经回不来了？冷月正要继续问些什么，秦晨眼前忽然一黑，倒在冷月怀里。混蛋，放开手！冷月惊怒交加，他实在是理解不了，秦晨都已经晕倒了，手竟然还能自动锁定目标，占自己的便宜。不过片刻后，冷月还是叹息一声，将秦晨拖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恨不得秦晨直接死在这才好，但3天后还有第3关试炼，没有秦晨的帮助，他没信心活着通过试炼。秦晨在睁眼时，洞府内天光已然大亮，他只觉得全身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一般，酸软无力。坐起身，环顾一圈，似乎不是在自己的洞府。不过好在赤焰锤没丢，静静地立在床边。吱呀一声响，房门被推开，冷月走了进来。醒了？冷月语气冷冽，还有力气的话就赶紧起来准备一下，马上要第3关考核了。秦晨一惊，什么？我昏迷了这么久？冷月面如寒霜，犹豫片刻，最终还是问出声：王玄龄他们到底怎么了？秦晨揉了揉依旧有些发胀的太阳穴，咧嘴一笑：店主大人，我早就说过那些人回不来了，怎么之前的赌约想要赖账？你见秦晨张嘴闭嘴就是赌约，冷月目光中杀意愈盛，不过秦晨却丝毫不在意，脸上的笑意中带着几分得意的促狭。店主大人乃是元婴期，想要杀我一个小小的炼气期弟子，自然是轻而易举。可你别忘了，你要是敢伤我分毫，便算是违背天道誓约，不仅以后修为不得寸进，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心魔反噬，陪我一起死。听到秦晨的话，冷月沉默了。秦晨说的没错，有天道誓约在面前摆着，他根本不敢拿秦晨怎么样，否则天道誓约反噬的代价不是他能承受得起的。想通了，既然想通了，就叫一声夫君听听。秦晨揶揄道。秦晨，你不要得寸进尺！冷月怒道。可话音刚落，他的脖子就被秦晨一把抓住。你想干什么？冷月又惊又怒，脸色瞬间憋得通红。我只希望你弄清楚一件事，叫你一声店主大人，不过是玩笑话而已，以后在我面前别摆什么店主的架子。秦晨摸着冷月的俏脸，现在知道该叫我什么了吗？冷月呼吸艰难，眼前因为窒息一阵阵发黑，可他依然不愿屈服，艰难的一字一句道：秦晨，秘境之内不能伤害同门，你要是敢杀我，你也活不了。秦晨似笑非笑，我一个小小炼气期的修士，贱命一条，死就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能拉着一个元婴期垫背，这辈子就值了。疯子，你是个疯子！冷月心底浮现出一抹惊恐。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该叫我什么？秦晨手上继续用力，冷月终究是没能承受住秦晨的威胁，败下阵来，红唇轻启：夫君，呵呵，店主大人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勾人心魄呀。秦晨松开手，冷月顿时剧烈咳嗽起来。这时秦晨一把将冷月扔到床上，结束之后，秦晨长呼一口气，累瘫在床上，而冷月则是连手指都没有力气动了。秦晨道：出去之后，你教我一门双修之法。这种事他虽然很享受，但如果能同时修炼双修之法，利用冷月元婴期的修为来修炼，一箭双雕，那就更好了。听见了没？秦晨手放在冷月的腰上，吓得冷月一哆嗦，还以为秦晨想继续。我虽然修炼过双修之法，但你我之间修为相差过大，双修的效果微乎其微，而更高深的双修功法，以我现在的实力和地位还接触不到。冷月咬牙道：到现在
他还有些不敢相信刚刚发生了什么。他的修炼天赋非常不错，有资格进入内门当内门弟子，甚至是真传弟子。但同时，他的玄阴媚体太过吸引人，为了守护清白，他断然拒绝了不少机会，最终投靠宗门内的一方势力，来外门当了阴阳殿殿主。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守护了这么多年的清白，竟然被一名练气期的外门弟子强行夺去。一旁的秦晨没心思去理会冷月的绝望，两个人修为相差太多会影响双修的效果吗？这倒是没想到，不过是真是假，到时候是事便知。念及此，秦晨却是想起了另一件事。童婷婷在临死前曾经交代，中佑得到过一份残缺的双修功法，并以此功法双修才补二女。事后他确实在中佑的储物戒指里找到了一份功法玉简，只不过还没来得及细细查看就进了秘境，也不知道那残缺的双修功法有没有效果。就在这时，洞府外响起李健的声音：时辰已到，准备参加第3关入门试炼。听到李健的话，两人齐齐一震：滚开，我要穿衣！冷月玉足踹在秦晨腰间，脸上满是怒意。对于这些小动作，秦晨毫不在意，只当作是打情骂俏，又不是没见过，穿衣服还要避着我。秦晨冷哼一声，也连忙爬起来穿衣服。毕竟李健时间观念很强，要是迟到，搞不好是会丢小命的。匆匆穿好衣服，两人连忙朝洞府外走去。只是冷月刚一下地，便秀眉微蹙，显然是身子有些不适。他狠狠地瞪了一眼秦晨，恨不得将秦晨千刀万剐。怎么走不动？要不要我扶你？秦晨好心地伸出手，却被冷月一掌拍开。滚开，别拿你的脏手碰我！冷月咬着牙，一瘸一拐地推开门走了出去。秦晨撇撇嘴，现在嫌我脏了？刚刚你不是挺享受的吗？听到秦晨的话，冷月顿时一个踉跄，带着滔天恨意看向秦晨。要是眼神能杀人的话，恐怕秦晨现在已经被万箭分尸了。他痛苦地闷哼一声，脚下步幅加快，迅速逃离了这噩梦一般的房间。秦晨抓起赤炎锤，不紧不慢地追了上去。刚一出门，正好王腾也从另一间屋子中走出。王腾的目光瞬间落在了秦晨手中的赤炎锤上，眼神犹如淬。那柄赤炎锤本是他的囊中之物，却半路杀出个秦晨。难道秦晨也有那东西，所以知道秘境中的诡异规则？否则的话，他一个练气期怎么可能平安活到现在？幸好还有第3关试炼，自己还有报仇的机会。看到王腾紧握拳头，暗暗咬牙的样子，秦晨心中冷笑，这小子绝对是没憋什么好屁。不过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就算他有什么想法，也翻不起什么浪来。也许王腾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是猎物，殊不知自己已经想好他的死法了。两人始终没有对话，只是眼神在空中交汇碰撞了一番，然后分开。走到广场上，李健早就已经等候在此，他的目光在3人的身上扫过，最终落在了秦晨手中的赤炎锤上，流露出一丝诧异。没想到你已经得到了炼气堂师兄的认可，前途无量。李健赞叹一声。听到这话，冷月惊诧地看了一眼秦晨。炼气堂，这又是哪？难道秦晨手里那柄暗红色的锤子就是他从秘境中得到的宝物？秦晨上前一步，恭敬道：只是侥幸罢了。弟子虽然还未加入青云宗，但听说那些魔道中人的卑劣行为果真是罄竹难书，所以我发誓与魔道贼子势不两立。炼气堂的师兄见我心诚，所以赠了我这柄赤炎锤。这番话听得冷月是目瞪口呆。你一个合欢宗的魔门弟子，竟然说和魔道贼子势不两立，你还有良心吗？但李健却偏偏一副满意的样子，他点点头，以后好好表现，不要让师兄失望。秦晨立即肃然道：是。这时李健又皱眉看向洞府，怎么只有你们3人，其他人去哪了？王腾目不斜视，像是根本没有听到这句问话一般。冷月则是有些心虚地低下了头。见状，秦晨连忙拱手道：李师兄，我等现在已经查明，那些人都是魔道奸细，在炼气堂长老试炼中身份暴露，全部化作飞灰了。闻言，李健脸上闪过一丝怒意，哼，魔道贼子该杀。李师兄息怒。秦晨拱手，算了，既然已经伏法，那便算是便宜他们了，尔等继续试炼即可。说完，李健抬手一指，广场上顿时出现一座扭曲不定的灵气之门，此乃第3关试炼。进入此门后，尔等会进入虚幻战场，亲历魔道宗门和青云宗的大战，只要活过1刻钟，便算是试炼成功。切记，如果在其中身死，那便是真的死了。所以遭遇不能敌的危险时，心中默念放弃2字，便可传送出幻阵。尔等可听清楚了？是。3人齐声回答。王腾瞥了秦晨一眼，嘴角带着嗜血的笑意，率先走进灵气之门。秦晨呵呵一笑，跟了上去。冷月对秦晨虽说是万般厌恶，但此刻为了保命，还是紧紧跟在秦晨身边。进入灵气之门后，两人眼前景色瞬间变幻。两人此刻站在一处悬崖之上，远处的天空暗红无比，犹如被血染红一般。远处满是震天的喊杀声和凄厉的哀嚎声，法宝碰撞发出阵阵轰鸣，到处都是血肉横飞的残像。此刻眼前便是地狱，饶是冷月也从未见过上万名修士对战的壮观景象。天空中密密麻麻全是高阶修士。先躲起来！秦晨毫不犹豫转身就走。他们所在的位置距离战场太近，大能之间战斗的余波
都能将他活活震死。这时，冷月忽然抓住秦晨的胳膊，御空踏行。哟，看来店主大人不傻吗？这么快就发现了？秦晨笑呵呵地说道。冷月神色冷寒，沉默不语。刚才他忽然发现被封印的修为竟然完全恢复了。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冷月语气冰冷地问道。你不舍得，准确地说，是你不舍得自己的命。秦晨神色玩味，丝毫看不出恐惧。用你元婴期的命换我炼气期的命，你不舍得，对不对？听到秦晨的话后，冷月再次沉默。秦晨说的没错，他确实恨不得把秦晨抽魂炼魄，让他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不过一旦如此，他便会因为违背天道契约遭受反噬，到那时便是一命换一命的结局。这时秦晨忽然笑了起来，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在想出了秘境之后借他人之手来杀我？秦晨似笑非笑，不得不说，这样做确实可以规避天道契约的反噬，是个很好的手段，所以我决定和你缔结同生血契。此话一出，冷月顿时身形一滞，落在了一片山林中。他美目瞪向秦晨，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你说什么？同生血契？没错，就是同生血契。从此之后，你我同生共死。秦晨以灵力刺破指尖，逼出一滴心头血。冷月，你没得选。虽然冷月的修为已经恢复，只需要轻轻一指便可让秦晨神魂俱灭，但看着秦晨那股不容置疑的眼神，竟是让他感到一阵畏惧。我要是不缔结同生血契，你又如何？冷月色厉内荏道。秦晨呵呵一笑，我能让王玄龄等人死在秘境里，自然也能让你死在这。还是那句话，店主大人，我贱命一条，死不足惜。听到这话，冷月银牙暗咬，恨不得一掌将秦晨拍成肉泥，动不动就威胁要同归于尽。这人是疯子吗？犹豫再三，冷月心中暗叹一声，还是答应了下来。好，我可以和你缔结同生血契，不过话还没说完，就被秦晨直接打断。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赶快和我缔结血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秦晨已经发现了远处王腾的身影，在秘境之中是击杀此人的最好时机。你！冷月美目之中怒火熊熊，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逼出一滴心头血与秦晨的血相融，随即手指虚滑，用灵力牵引着血滴在空中画出一个诡异的符阵。下一刻，符阵消散，两人像是感受到了什么，同时抬头看向对方。在两人之间已经有了一股特殊的羁绊。同生血契，只要缔结血契的一方死亡，另一方也会在血气的影响之下死亡。现在你满意了吧？冷月神色愤恨道。只是一道最基础的安全措施罢了。秦晨神色淡然，破解血气的方式有很多，例如把我炼制成傀儡，又或者损我神魂，让我陷入昏迷。不过我还是要劝店主大人一句，针对这些我布置了不少后手，一旦我出了意外，店主大人绝对会给我陪葬。秦晨说的信誓旦旦，自己都快信了。实际上他有个屁的后手，只不过在玩心理战，吓唬冷月而已。冷月身为阴阳殿殿主，又是元婴中期修为，绝对不会冒着风险和自己一个小小的炼气期修士赌命的。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办点事。秦晨嘱咐一声，朝着远处王腾的身影匆匆赶去。此刻王腾正在一块空地上与一名炼气6层的魔道修士缠斗。我都说了，我也是魔道中人，你为何不信？王腾一边抵抗一边怒道。魔道中人？你身上为何穿的是青云宗的衣服？你的魔功又在哪？那名魔道的大汉冷哼道。闻言，秦晨连忙脱去身上的青云宗衣服，从储物戒指里找出一身合欢宗弟子的服装换上，随即他一个起落来到两人身边。师兄，我乃合欢宗弟子，咱们一起把这个正盗贼子给杀了。秦晨高喊，施展出合欢诀，朝着王腾攻去。哈哈，原来是合欢宗的援军到了，既然如此，那咱们就一起联手干掉此人。那名大汉得意大笑，手中血刀不停，打得王腾节节败退。而看到秦晨突然跳出来加入战斗，王腾先是一愣，而后气得七窍生烟。秦晨，你找死！王腾目眦欲裂，恨不得把秦晨大卸8块。此人刚刚在青云宗的炼气堂内大骂魔道修士，忠心的像是青云宗的狗，结果一转头就又披上了合欢宗的皮，简直一点脸都不要了。果然是正道走狗，到现在还负隅顽抗。秦晨冷哼一声，而后对身边的魔道大汉沉声道：这位师兄，正道贼子太强，咱们二人合力斩其狗头。大汉哈哈大笑，好，那就看看咱们谁手中的刀锋利。说着，大汉又劈出几刀，震得王腾连连后退。秦晨也掏出青红剑，对着王腾攻去。王腾手中只有一柄长刀，面对秦晨二人的合力攻击，只能节节败退，身上添了不少伤。找死！王腾躲过秦晨的阴狠一剑，往后跳出一段距离。本不想崭露底牌，这是你们逼我的。秦晨，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知道秘境之中的众多规则，但只要你死了，这些就都不重要了。说话间，王腾身上忽然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威压，周身竟是掀起一道气浪，顿时尘土飞扬。王腾满头长发飘荡而起，看向秦晨的眼神中满是嗜血的光芒。他手一翻，顿时掌中出现一杆黑色的大帆，帆面上散发出血红色的雾气，隐隐能看到其中一个个扭曲的面容。这是万魂幡？你到底是什么人？先前那名持刀大汉看到王腾手中的黑色大帆后，顿时骇然失色，一边发问，
一边缓缓向后退去。想跑？刚刚打的不是挺爽的吗？王腾咬着牙，奋力挥舞起手中的黑色长帆。下一刻，一道黑光从其帆中打出，瞬间落在大汉身上。那名大汉哀嚎一声，瞬间化为干尸，而那道黑光则是拘束着大汉半透明的魂魄回到帆中。你之前隐藏了实力。秦晨看着王腾手中的黑帆，心中警铃大作，这货底牌不少啊。他之所以没让冷月过来，是怕王腾手中有跑路的底牌，一见到冷月就逃跑。一旦其逃走，偌大的战场上再想找到王腾就难了。但王腾现在境界节节攀升，手中更是拿出了诡异的黑色大帆，搞不好还真得让冷月出手。哼，之前为了瞒过青云宗炼气堂那位长老，所以我从入门开始就一直没有修炼过魔功，可没想到竟然被你这畜生抢了先，夺了我的机缘。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瞒过那位长老的，但那都不重要了，只要在这杀了你，秘境中的机缘依然属于我。王腾神色狰狞，显然还对之前秦晨抢先一步夺走赤炎锤的事耿耿于怀。而听到王腾的话，秦晨神色愈加凝重。为了避免火金铁中九转噬魔草的影响，王腾在入门的时候修炼的竟然不是合欢诀，也就是说，王腾在入门之前不仅手里有其他功法，而且还知道上古秘境之事。要不是秦晨手握轮回塔，他甚至有些怀疑王腾是不是偷拿了主角的剧本。不过你有句话说的没错，只要你死了，秘境之中的机缘便全是我的了。秦晨心中暗道。这时王腾厉喝一声，手中黑帆猛然一扫，一道浓稠如墨的黑光带着几分凄厉的鬼笑声直扑秦晨面门。秦晨也顾不得动作了，一个恶狗扑食，在地上翻滚一圈，堪堪躲过这道黑光。嗤的一声，只见黑光打在秦晨身后的石头上，顿时侵蚀出几缕黑烟，散发出浓浓的腥臭气息。秦晨见状，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刚刚若是反应慢上半拍，恐怕也像之前的那名大汉一般被抽魂炼破了。抬头向王腾看去，只见王腾额头青筋暴起，胸口剧烈起伏，显然催动黑帆负担极大，机不可失。秦晨心中一动，毫不犹豫猛然登地，身影朝着王腾直扑而去。俗话说，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要是再这么纠缠下去，他迟早要完。此时秦晨心中有些后悔，要是学过剑诀就好了，也不至于如此费时，还要跑到王腾面前近战。贴身来到王腾面前，他立刻就是一顿毫无章法的乱刺。当当当，王腾下意识举起黑帆抵挡，双方法宝撞在一起，发出阵阵金石交击之声。哈哈哈！王腾一边狼狈抵挡，一边咬牙发出阵阵嘲讽。秦晨，看你气息，不过是个炼气3层，连剑都不会用的废物罢了。以你那点可怜的真气，能攻击几次？等老子缓过这口气，马上就送你进我的万魂幡。呵呵。出乎王腾意料的是，秦晨听到这番话后，并没有气急败坏，反而脸上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炼气3层，你再用你狗眼看看呢？说着，秦晨解除了瞒天过海天赋，炼气巅峰的境界顿时显露无遗，一股远比王腾气势还要强大的威压顿时扩散开来，惊得王腾双眼瞪成了铃铛。感受到秦晨炼气巅峰的境界，王腾眼中满是骇然。不可能，不可能！你明明是刚加入合欢宗不久，炼气3层已经是你的极限，怎么可能是炼气巅峰？见王腾心神恍惚，秦晨心中大喜，好机会！趁着王腾动作迟滞的瞬间，秦晨掷出手中的青红剑，然后右手一翻，赤炎锤顿时从储物戒指中显现。他奋力抡起锤子，速度之快，甚至响起了一阵破空声。咚！赤炎锤划出一道凌厉的红芒，带着开山裂石般的霸道气势，狠狠地砸在了王腾的肩膀上。咔嚓！骨裂声响起，王腾的整个右肩膀瞬间垮塌下去。他只感觉到一股根本无法抗衡的力道灌入体内，然后便喉头一甜，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狠狠撞在一块巨石上。咳！王腾艰难起身，感觉五脏六腑都移了位，浑身骨头，尤其是右臂剧痛无比。你的修为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是炼气巅峰？事实胜于雄辩。在秦晨赤炎锤砸下来的那一刻，王腾就确认了秦晨并未说谎，对方竟真的是炼气巅峰，否则的话，他绝不会被压制得如此之惨。我劝你还是别急着说话，先感受一下九转噬魔草的滋味吧。秦晨一脸阴谋得逞的讥讽道。赤炎锤乃是一柄上品法宝，以他炼气巅峰的境界，还不能完全发挥出其全部威力，仅仅是一锤就消耗了他体内的大半灵力，让他气喘不已，可效果却是明显的。王腾被废了一条胳膊，但更重要的是，其中万年九转噬魔草的威力才是杀伤性最强的。果然，秦晨话音刚落，王腾就瞬间色变，整个人仿佛是被抽空一般，扑通一声半跪在地上。你！王腾痛苦咬牙，他感觉体内的气血正在疯狂流失，要是这么下去，恐怕用不了几息时间，他就会气血亏空而死。不愧是万年的九转噬魔草，竟是恐怖如斯。可如此逆天的宝物，本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想到这，王腾不禁喷出一口逆血，他慌张地拿出一颗丹药，就要往口中送去。这模样应该是染血丹吧？没想到你手里还有这玩意。秦晨一眼便认出了这枚丹药，不等王腾吞下，便又举起了锤子。王腾见状，又惊又怒，只能放下丹药，
运转灵力抵抗。秦晨，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不要太过分。王腾怒道。可迎接他的是秦晨的又一锤。秦晨，秘境中的机缘我不要了，我立刻就走。秦晨不语，又抡出一锤。秦晨，饶我一命，我可以把我身上的秘密都告诉你，还能送你一桩机缘。王腾口中喷血，慌张地开始求饶，但秦晨不为所动，又是一锤。终于，王腾气血亏空，再也无力抵抗，被一锤砸在了胸口，整个胸口直接瘪了下去。秦晨深刻贯彻趁你病要你命的方针，根本不给王腾反抗的机会，一锤子砸下，将王腾的脑袋砸了个稀巴烂，红的白的溅了一地。秦晨长舒一口气，要是死成这模样还有后手的话，那他也服了。收起赤炎锤，略微休息一番后，他从地上捡起黑帆和王腾的储物戒指。黑帆入手，顿时传来一股刺骨阴寒。秦晨注入一股灵力，直接认主。王腾已死，黑帆无主，没有反抗便被秦晨打上烙印。此刻秦晨也知道了此帆的名字，黑炎万魂帆。秦晨上下翻看，越看越喜欢。此帆也是上品法宝，硬扛了好几锤赤炎锤也没有损坏，品质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此帆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成长型法宝。顾名思义，随着对黑炎万魂帆的祭炼，后续此帆的品质还能上升，甚至突破法宝，成为灵宝。而祭炼的手段也很简单，吸收修士的魂魄即可，魂魄越强，效果越明显。看到这，秦晨心中一动，对着王腾的尸体挥动黑炎万魂帆。下一刻，一道黑炎打出，从王腾的尸体中将一道透明魂魄裹挟而出。咦，看到眼前一幕，秦晨顿时惊疑一声，只见黑炎之中，王腾的魂魄竟然还在挣扎痛呼，看似还未死绝。饶命，饶命啊，秦师弟！王腾的魂魄只有巴掌大小，在黑炎之中对秦晨跪地磕头，恐惧无比。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秦晨皱眉问道。这王腾实在是太诡异了，魂魄的强度比那大汉强了数百倍不止，几乎凝成实体，绝对不是炼气期修士的样子。我都说。王腾魂魄显然对那黑炎极为惧怕，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来历交代出来。我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合欢宗的化神期长老，早年间偶然闯入一处上古洞府，得到了2份机缘，其中之一是一部功法，名为血炼夺魂大法，以秘法祭炼浑身精血，然后再找一位曾修炼之人，便可夺其魂魄，也就是夺舍。但夺舍之后，浑身修为尽失，又要从炼气期开始修炼。当时我正值壮年，根本用不到此功法，所以一直珍藏，从未修炼过。直到前2年我寿元将近，却依然看不到突破的希望，破釜沉舟之下，我才修炼了这部功法，最终成功夺舍王腾，以王腾的身份再次加入合欢宗。而第2份机缘便是关于上古秘境的信息。其实你们不知道的是，青云宗的诡异秘境几千年前曾经现世过一次，当时引来不少大能前来探查。当时秘境中的诡异规则还不像现在这么强大，即便是闯关失败也不会直接被抹杀。久而久之，众人便总结出了一份闯关的诀窍。只可惜众人还没来得及去实践，秘境便沉入地底消失不见。有大能推演因果，算出秘境再次现世的时间要在几千年后，众人这才散去。而我得到这些信息后，惊喜地发现上古秘境现世的时间就是这几天，所以我一直在关注着这里的消息。等秘境现世的消息一传来，我立刻就过来了。王腾将他的来历和前因后果交代了个清清楚楚，丝毫没有隐瞒。秦晨到现在才明白过来，合着此人手里也有一份通关的秘籍，怪不得如此自信。可终究照着攻略通关的不如开挂的，碰上自己这个挂逼，只能算王腾倒霉了。我的情况都交代了，秦师弟，不，秦师兄，你就放我一马，只要你把我带出秘境，帮我再找一个合适的躯体让我夺舍，我一定当牛做马报答你。如果你信不过的话，我可以立下血契。王腾恳求道。不好意思，没有兴趣。秦晨语气冰冷道。下一刻，包裹着王腾魂魄的黑炎骤然缩紧，王腾惨叫的声音陡然拔高，而后又戛然而止。黑炎带着他的魂魄飞入万魂幡，他扭曲的面庞顿时出现在幡旗上众多冤魂中间。而随着王腾魂魄之力被万魂幡所吸收，一股远比之前阴冷暴虐的气息轰然散开。王腾虽然夺舍了一个普通人，但他的魂魄依然是化神期的强度。黑炎万魂幡吸收了一个化神期的完整魂魄，气势直接拔高了一个层次，看来用不了多久，这法宝就能突破到灵宝的品质了。秦晨心中暗喜，随即他收起黑炎万魂幡，翻看起王腾的储物戒指来。不过其中的东西让他有些失望，也不知道是王腾修炼血炼夺魂大法用了大量资源，还是他怕储物戒指中的东西太多会被人盯上。此刻储物戒指中几乎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几部功法玉简、数瓶丹药、上百枚下品灵石，以及一块入手沉重非金非玉的令牌。最为贵重的恐怕就是那块充斥着古朴气息的兽皮了。令牌与外门弟子的身份令牌有些相似，但无论是质地还是样式都显得更为高端一些。正面是内门2字，背面则是长老董云4字。看来王腾的真实名字应该就是董云了。秦晨心中暗暗心惊，没想到此人的真实身份竟是一位夺舍重生的内门长老，要不是有轮回塔在手，他绝不是此人的对手。只不过这内门长老也太他妈穷了，除了一杆黑炎万魂幡以外，
根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算了算了，不与穷逼计较。秦晨平复一下心情，随即收起东西，转身朝着之前冷月藏身之处赶去。然而冷月刚见到秦晨，便秀眉冷竖，一脸狐疑地质问道：“已经是炼气巅峰的境界，你到底是什么人？”之前他曾经探查过秦晨的修为，绝对是炼气3层无疑，但现在秦晨的气息却是炼气巅峰。难道说秦晨修炼了什么功法，竟是能屏蔽一个元婴修士的探查？冷月开口询问，秦晨这才反应过来，刚才为了影响王腾的心神，解除了瞒天过海的天赋，将自己的真实境界展露了出来。结果回来的时候忘了屏蔽，在冷月面前露出了马脚。稍一思忖，秦晨便有了主意。他将储物戒指里董云的身份令牌拿出来，故意用没有名字的那一面对准冷月。既然你都发现了，那我就告诉你实话吧。其实我的背后是一位大成期的内门长老，至于其他的，你还是少知道为好。秦晨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这一招叫做扯虎皮拉大旗。为了增加威慑，他还把王腾的实力提高了2个大境界，化神直接拉到了大成。冷月总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些吧？果然，这一套说辞显然让冷月忌惮不已，顿时闭上了嘴。好了，还是先想办法熬到试炼结束吧。秦晨看向冷月，此时冷月一身青云宗的衣服，虽然样式偏向保守，但丝毫遮不住冷月的傲人身材。我们所在的位置魔修比较多，先换上合欢宗的衣服，假装是魔道的。秦晨道：“什么假装？我们本来就是魔道。”冷月冷哼一声，但手上动作却一点没慢，立即从储物戒指里翻出一套合欢宗的衣服，正要换衣服，他忽然犯了难。你转过身去。冷月脸上一热，对秦晨咬牙吩咐道。不过秦晨显然一点没把自己当外人，听到冷月的话后，不仅没转过去，反而还双臂抱在了胸口，一副我就是要看的痞样。店主大人，咱们2人之间就没必要这么生分了吧？秦晨一脸玩味，而且咱们好歹也算是道侣，当着道侣的面换衣服，有这么难堪吗？听到秦晨的调侃，冷月满口银牙，差点咬碎。这个混账东西，就是笃定了自己不敢拿他怎么样，才敢如此嚣张，还不快脱！时间紧迫，一会要是有魔道修士到此，看到你的衣服，恐怕一刀就把你给劈了。秦晨催促道。冷月心中又羞又怒，可眼下确实没有什么时间留给他浪费了。于是他心一横，纤纤玉指扯开青云宗的袍子，当着秦晨的面换上了合欢宗的裙子。之前那套风格偏向保守的衣服早就被毁，现在他穿的正是当时作为店主接见新入门弟子的那一身黑色工装长裙。秦晨对这套衣服很有印象，毕竟冷月的这件裙子开叉直接开到了大腿根，当初他看得差点入了迷。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看到秦晨那副2眼放光的样子，冷月羞怒不已，想都不用想，此刻那个混蛋的脑海里绝对在想恶心的事。我这叫欣赏，你懂什么？秦晨毫不掩饰冷哼道。冷月狠狠地瞪了秦晨一眼，随即一边整理衣服一边问道：“接下来要怎么做？”秦晨道：“接下来当然是要往战场的外围走了，无论遇到哪方的人都直接换上衣服装成同道，尽量避免战斗。”虽然李健说此番试炼只是模拟出来的战场，但秦晨无比怀疑他们现在所经历的就是当初青云宗灭门那一战。既然如此，战场中心恐怕有大量的高阶修士，冷月这种元婴去了也只能算是炮灰而已，所以想要存活下去就只能往战场的边缘跑了。冷月点点头，他之所以甘愿委身于秦晨，就是因为相信秦晨能带他活着走出秘境，所以对秦晨的决定毫无异议。接下来2人小心翼翼朝着远离青云宗的方向遁走。当然一路上2人遇到了10几波修士，其中大多数都是魔道，也有被打散的青云宗修士。2人直接化作变装达人。到后来冷月对在秦晨面前换衣服这件事已经变得麻木了。第3关试炼本来凶险无比，但在秦晨的操作之下，2人竟是一次战斗都没碰上，有惊无险地熬到了试炼结束。时间一到，秦晨和冷月顿时化作2道模糊的虚影消失，而战场之中只剩下正魔2道的修士无尽厮杀。再睁眼，2人又回到了广场之上。李健站在前方，身形如剑，面含笑意：“恭喜师弟师妹通过试炼，自现在起2位便是青云宗的外门弟子了。”李健笑盈盈地说道，仿佛对王腾的生死毫不在乎。“谢过李师兄。”秦晨拱手道谢。随即在冷月震惊的眼神之中，秦晨又拱手道：“李师兄，如今正魔2道大战，传法堂的长老们估计也没有时间传授我们功法，不如师兄教我一门功法，如何？”冷月连忙拉了拉秦晨的衣服：“好不容易通过试炼，不应该立即离开吗？怎么还和此人攀谈起来了？要知道此方秘境之中，李健的话可以化作诡异规则，稍有不慎就会死在这些诡异规则之下，多说2句，万一被害死怎么办？”可这时李健开口了，他皱眉沉吟一声，随即抬起头，目光如炬，言之有理：“既然如此，那我就代传法堂的长老们传授你2人入门功法。”说着，李健拿出2部功法玉简，秦晨立即上前，毫不客气地全部收了起来。这时秦晨又拱手道：“李师兄，魔道那群狗崽子对我宗门虎视眈眈，师弟也想报效宗门，只可惜……哎。”李健皱眉追问道：“可惜什么？”秦晨一脸悲痛：“只可惜有心报效宗门，可没有利剑啊。师弟刚刚入门，
虽然有炼气堂长老赠予的赤炎锤，但却没有攻击行地功法，实在是……哎！秦晨一声叹息，蕴含了万般无奈和遗憾。当真是闻者落泪，听者伤心。当然，除了冷月，此刻冷月小嘴微张，显然是被秦晨的表演给震惊到了。你一个合欢宗弟子，现在口口声声要报效青云宗，上阵与魔道修士拼个你死我活，说这些，难道良心不会痛吗？不过冷月立刻就反应了过来，这小混蛋恐怕是根本就没有良心，怎么可能会良心痛？而李健听到秦晨的哀叹后，陷入了沉思。片刻后，他抬起头，沉声道：“传功堂内地功法不允许私自授予他人，即便是宗门内的弟子也不行。这件事我帮不了你。不过……”李健顿了顿，宗门一直在寻找一处叫做幽冥域的秘境，如果你能找来关于幽冥域的线索，我倒是可以做主，传你一部我自创地功法。闻言，秦晨从怀中掏出了2块兽皮，一块是他从自己洞府的床下找到的，另一块则是从王腾的储物戒指里发现的。他恭敬地将兽皮交给李健：“李师兄，师弟恰巧有所奇遇，得到过2块兽皮，上面记载的似乎就是幽冥域的位置。上一世他只知道王腾用1块兽皮换了一部功法，现在看来应该就是和李健换的。只不过幽冥域又是什么秘境？以青云宗的实力，当时竟然也找不到幽冥域在哪吗？不错，就是这个东西。”李健一脸惊喜，将兽皮收了起来。见状，秦晨立即有些期待，2块兽皮不会要给自己2部不同地功法吧？下一刻，李健手一翻，掌中顿时出现了2枚白玉斑地功法玉简，这是我自创的九阳破虚剑，威力还算不俗。既然你一心想要报效宗门，那此功法便赠予你了，希望你日后利用此功法斩尽天下魔道走狗。秦晨无语，果然是诡异秘境，规则太他妈的诡异了。给了2块不一样的兽皮，结果给的2部功法却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即便如此，秦晨也并不怎么失望，这功法能作为秘境的特殊奖励，绝不是凡品。他上前接过玉简：“师兄放心，师弟必然谨记于心。”李健笑呵呵摆了摆手：“好了，你2人暂且去修炼吧，我要去接待下一批入门试炼的弟子了。”秦晨拱手：“师兄慢走，日后若有机会，师弟再过来拜见李师兄。”抛剑坐舟渡云海，星河为酒尽远山。师弟，等荡平魔道，我定请你喝酒。李健呵呵一笑，踩上飞剑，御空而去，只留下声音在云海中激荡。看着李健离去的影子，秦晨暗叹一声。按理说，此处上古秘境就是青云宗当初的宗门所在之地。青云宗被灭门后，不知被什么力量单独隔绝成一个小世界，并且将时间线回退到正魔2道刚刚交战之前，历经8000年，一成未改。李健还不知道青云宗已灭，仍在孜孜不倦地招收新弟子，立志荡平天下魔道。哎，李师兄，有缘再来找你喝酒。秦晨叹息一声，收起玉简，回到冷月身边：“给我。”冷月冷声道：“秦晨。”秦晨上下打量一番冷月，眼神中满是意外。这大白天的又没有床，店主大人难道是想体验一下野外战斗的滋味？不过也是，秘境中现在只有我们2人，倒是不用怕被人打扰。听到秦晨的话，冷月先是一愣，但当他听到那些虎狼之词的时候，顿时反应了过来。你……冷月脸色瞬间变得通红。我是说让你把九阳破虚剑给我一份，你在说什么有的没的？秦晨一脸玩味。哦，原来你说的是要这个呀？这可是我出卖尊严得来的机缘，凭什么给你？就凭咱们有名无实的道侣名分吗？冷月下意识反驳：“有名无实，混蛋！你敢说你没碰过我？”秦晨得意道：“反正今天没碰，要想见绝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嘛……”感受到秦晨炙热的目光，冷月下意识地捂住胸口，后退2步：“你要干什么？”当然是你！秦晨再次抓住了冷月话中的漏洞，邪笑一声扑了上去：“混账，放开手！作为道侣，你现在可不太合格哦，用心一点，好好伺候我，说不定我一开心就送你一份剑诀，我是不会为了区区一部功法向你这个混账妥协的。”半个时辰后，秦晨心满意足地穿好衣服，将剑诀扔到冷月面前：“我这个人说话算话，刚刚你扭的还挺让我满意的，这部剑诀给你了。”秦晨笑呵呵道。冷月攥紧裙子，眼神中的杀意浓郁到几乎凝成实质。“怎么？不要？那我收起来了。”说着，秦晨做事想要去捡。冷月见状，连忙护住玉简。他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才换得的机缘，怎么可能不要？只是这代价也太大了些，不仅失了这么多年的清白，还被这个混蛋强逼着结为道侣，甚至缔结了同生血契。既然想通了，那就赶紧把衣服穿上吧。你这个样子，我不保证能抵挡得住诱惑。秦晨玩味道。经秦晨这么一提醒，冷月这才发现身上凉飕飕的。刚才着急去护住玉简，忘了娇躯不着片缕，现在竟是全部暴露在秦晨面前。混账！冷月怒骂一声，连忙抓起裙子套在身上。只不过修为境界被秘境压制，腿上的酸痛和胸口的大片痕迹根本无法消除。秦晨指了指不远处的山门，那便是离开秘境的通道了。闻言，冷月一言不发，朝着山门走去。只是大腿上传来的酸痛感，让他的步伐看起来有些怪异。秦晨则是不紧不慢地跟在冷月身后，倒不是为了保护冷月，而是从这个角度才能完美地欣赏冷月的那双逆天长腿。刚刚就是这双腿盘在自己的腰上，那滋味简直是意犹未尽。
以后再想这么光明正大的欣赏冷月的俏丽美腿，机会肯定就不多了。想到这，他的目光又挪到了冷月手中的玉简上，给冷月玉简也是他的计划之一。他对自己的天赋还是有点逼数的，以他的天赋，恐怕修炼好几年也未必能将这部剑诀入门。上一世有了攻略之后，不少人都通过了试炼，众人发现试炼之后和李健的对话内容不同，获得的奖励也不尽相同。经过无数次实验，最好的奖励便是这部九阳破虚剑的剑诀，据说就连合欢宗宗主剑到此剑诀也为之惊叹。这种逆天功法，秦晨自然是无福享受，但幸好他加入的是合欢宗，一个伟大的宗门。曾经有一名资质极差的修士，在宗门内双修功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最终创造出一部伟大地功法阴阳周天诀。此双修功法不仅可以用来双修境界，甚至可以双修功法。那名资质极差的修士竟是凭借此功法与炉鼎双修，一路做到了内门长老的位置，被无数资质普通的修士视为传奇。让冷月先修炼九阳破虚剑，然后自己再用阴阳周天诀与冷月双修，到时候再修炼九阳破虚剑便会容易得多。唯一的问题是，双修之法只有在内门才有资格修炼，阴阳周天诀这部功法就算是在内门中也珍贵无比，想要获得此功法需费一番功夫了。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山门，果然踏出山门的瞬间，两人眼前景象变幻，又回到了火石城外的荒原之上。秦晨看着身边的断壁残垣，心中叹息一声，强如青云宗也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如今只剩下这一片遗迹和一个无限循环的上古秘境，真是可悲啊！怎么，店主大人想对我动手？秦晨忽然转过身，看向不远处的冷月。此刻冷月已经恢复了修为，元婴中期的气势毫不掩饰地释放出来，压得秦晨有些喘不过气。但即便如此，秦晨依然腰板挺直，嘴角挂着一抹邪笑。我只要心念一动，便可以自觉心脉。店主大人尽管可以试试，是你出招快，还是我死得快？听到秦晨的威胁，冷月的俏脸上顿时挂满寒霜。犹豫几息，他最终还是放弃对秦晨出手。诚如秦晨所说，他根本不知道秦晨到底有什么后手，一旦出现失误，下场很可能就是两人同归于尽。如果还有其他希望，他断然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对付秦晨。秦晨的命没他值钱，哼，在我眼里，你只不过是一只臭虫罢了，还不配让我出手。冷月嘴上不饶人，不屑道。可这番话在秦晨面前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秦晨立即接话道：我是臭虫，那你作为我的道侣又是什么？你……冷月胸口深深起伏，显然是气得不轻。见状，秦晨呵呵一笑，还想和自己斗嘴，店主大人也太天真了一点。这时他又伸出手，大大咧咧道：我没贡献点了，给我点贡献。冷月睡了自己，还和自己要贡献点，他怎么敢的？秦晨，你找死！冷月怒道：行了行了，除了这句你会说别的吗？赶紧拿贡献点。秦晨不耐烦道：修仙修仙，修的就是法履财地，现在功法有了，道侣有了，狗窝有了，就差财了。而眼前正好有个发财的好机会。等所有人死亡的消息传回宗门之后，宗门才会封锁火石城，到那时火石矿的价格将会直线拉升。趁着消息还没传开，他得赶紧回去操盘。你要多少？冷月咬牙道：你作为店主，手里贡献点肯定不少吧？给我个180万的就行，不多要。多少？听到秦晨的话，冷月直接傻眼了。这混蛋是对贡献点没有概念吗？要是手里有个180万贡献点，恐怕在整个合欢宗也能数得上号了。不等秦晨说话，冷月直接开口道：给你1000，爱要不要？他实在是懒得和秦晨扯皮，1000贡献点已经是他能接受的极限了。不是他手里没有贡献点，而是他刚刚被秦晨占了便宜，现在还要给秦晨贡献点，实在是有辱自尊。看到冷月即将发怒的样子，秦晨轻咳2声，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好像有点过分。他递出身份令牌：行吧，1000就1000吧，总比没有好。等我花完了再去找你啊。冷月正拿着秦晨的身份令牌转移贡献点，听到秦晨的后半句话，差点一个没忍住，把秦晨的身份令牌给扔他脑袋上。转移好贡献点，冷月像是发泄一般，狠狠地将秦晨的身份令牌摔在地上。我还有事，先回宗门，你自己想办法回去。冷月冷哼一声，祭出飞剑就准备离去。他生怕再继续待下去会忍不住把秦晨给掐死。可还没等他遇见，身后就传来了秦晨的声音：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死。冷月回头一看，只见秦晨不知道何时从储物戒指里掏出了青红剑，横在了喉咙前，一副要自刎的样子。你……冷月目眦欲裂，已经被秦晨惊得说出不话来了。这个人不对，这只狗怎么一点底线都没有，动不动就拿自刎威胁人。见冷月站在原地，秦晨嘿嘿一笑，快步走上前。你想干什么？冷月质问道。当然是和你一起回宗门了呀，我的境界还不能预见，你作为我的道侣，总不能把我扔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吧？你就不怕我遇上什么妖兽殒命？到时候你还得给我陪葬，多可惜。秦晨说着，一点不见外的踏上冷月的飞剑，直接抱住了冷月的纤纤细腰。你给我松开！冷月厉喝一声，下一刻他的身上猛然散发出元婴期的气势，直接将秦晨震飞出去。咚的一声，
秦晨摔在地上，一口逆血喷出。这一幕顿时把冷月给吓了一跳。这几天他已经习惯了秘境中没有修为的状态，刚刚被秦晨碰到，下意识地发动了反击。幸好他在最后一刻反应了过来，没有痛下杀手，否则的话，仅仅是他元婴气息一震，就能让秦晨殒命。秦晨捂着胸口，擦干嘴角的血迹，脸上露出一抹冷笑：“你这个女人还挺心狠，想要谋杀亲夫吗？你乱说什么？住嘴！咱们两个已经结为道侣了，难道我说错了吗？不想让我碰是吧？简单，有本事就把我杀了呀！”秦晨说着，再次走上前搂住冷月的腰。冷月身子猛地一颤，不过这次他强行将心中的抗拒给压制了下去，不然再来一次灵气反震的话，秦晨大概率会当场殒命。而看着秦晨这副气息萎靡却依然强横的样子，冷月甚至感觉有一丝畏惧。这怎么可能？自己是元婴中期，想要杀死一个炼气期的修士，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怎么可能怕他？肯定是因为两人之间有同生血气，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对，就是这样。冷月正在心中安慰自己，忽然又听到秦晨开口：“怎么还不走？你是想多享受一会吗？”秦晨说着，手上还用力搂了搂冷月的腰。冷月这才反应过来，顿时脸上一烫。他扭过身背对秦晨，冷哼一声，随即御剑而起。飞剑刚刚升空不久，身后突然传来秦晨的声音：“店主大人，你说一边御剑飞行，一边亲密交流，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听到这话，冷月顿时毛骨悚然：“你想做什么？当然是做一些爱做的事情了。”秦晨邪笑。1日后，飞剑缓缓在合欢宗的宗门前降落，飞剑还未停稳，冷月便如同受惊的鸟一般一跃而下。纤纤玉手带着难以压抑的颤抖，整理起带着几分褶皱的宫装长裙，随即他豁然转身，一双带着无尽怒火的美目看向秦晨。无耻！冷月咬牙切齿：“店主大人何必动怒？”秦晨脸上扬起一抹回味无穷的笑意，凑近冷月，深深吸了一口冷月身上的体香。“店主大人，下次买一艘非洲吧，风吹多了还是不好。”“滚！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冷月胸脯剧烈起伏，脸上的潮红之色还未完全消退，他强忍着一掌将秦晨这个混账毙了的冲动，转身就要离开。“等等！”秦晨一步踏出，拦在了冷月面前。“你还想干什么？前面就是合欢宗山门，要是你把我们两个的关系捅出去，我定然不会饶你。”冷月低声威胁。“放心吧，我不会把咱们的关系捅出去的。”秦晨摆摆手，示意冷月放心，我只是提醒你一句，宗门派出这么多人探索上古秘境，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出来了，肯定会遭受盘问，你要提前准备好说辞，免得露馅。冷月皱皱眉：“那你呢？”秦晨呵呵一笑：“我并不在宗门探索秘境人员的名单上，只要你不说，谁知道我进过秘境？我只是去附近做了个宗门任务罢了。”闻言，冷月神色顿时变得认真起来。眼前这个秦晨果然有问题，他似乎知道秘境现世的时间，竟然提前接了个宗门任务去附近。如此一来，就算有人调查到秦晨当时在秘境附近，也不会怀疑他进去过。这份算计实在是太恐怖了。这时，冷月忽然想起一件事，秦晨之前曾经拿出一枚内门长老的身份令牌，说他背后有内门长老坐镇。当时他还有些怀疑，现在看来，只怕这件事是真的。而且那位内门长老地位不低，甚至很有可能是10大长老中的一位。我会想办法敷衍过去。冷月沉声道。说完，正要离开时，秦晨忽然又道：“累了，这2天可以囤一点火石矿，不过等价格涨到15点贡献左右就可以抛售，千万别贪心。”冷月皱眉：“你是说上古秘境的出现会影响到火石矿的价格？”还没等秦晨解释，冷月便反应了过来：“是了，此番探索秘境的队伍全灭，而且确认了秘境有关青云宗，宗门肯定要封锁秘境周围的区域，火石矿的价格便会飞涨。”秦晨暗暗颔首，自己只是提示了一句，冷月这么快便反应了过来。果然，能爬到店主之位的人都不是普通人。这2天好好养养身子，顺便想办法给我弄一部阴阳周天诀来，等我忙完手头的事情，我再来找你双修。秦晨邪笑道。此话一出，只见冷月身影猛地一滞，连看都没看秦晨一眼，只见落荒而逃，步伐急促凌乱，丝毫看不出一殿之主该有的沉稳。看着冷月玲珑的背影，秦晨嗤笑一声，已经落入自己手掌的猎物还能跑到哪去？现在还有利用价值，所以叫你一声道侣，等压榨完了，到时候就老老实实做自己的炉鼎吧。等到冷月消失不见，秦晨这才整理一下衣服，踏入合欢宗的山门，登上熟悉的公共非洲。秦晨直奔炼气殿。进入殿门后，秦晨扫视一圈，顿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上前2步，拍了拍此人的肩膀，把对方吓了一跳。“擦，你干什么？吓老子一跳！”矮个修士怒视秦晨，嘴里骂骂咧咧的。秦晨面带笑意：“我买个交易戒指。”听到此话，矮个修士直接来了个川剧变脸，脸上的怒意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比哭还有点难看的笑容。原来师兄是来买交易戒指的，是师弟有眼不识泰山了。矮个修士从怀里掏出一枚散发着古朴气息的戒指，师兄请看，这便是交易戒指。此戒指内篆刻了高深的阵法，能够远程对接各大殿的交易系统，无论是炼气殿的法宝、丹药殿的丹药，
还是阴阳殿的炉鼎，甚至是外事殿的任务，都能通过这枚小小的交易戒指远程操作。这东西的作用，秦晨上一世就听过了，自然是不陌生。多少贡献？秦晨问道。师兄既然想买交易戒指，那就应当听说过此物现今绝版。说实话，我这里也只剩下这一枚存货了而已。既然师兄诚心想要，那我就忍痛割爱，888点贡献给师兄。听到这话，秦晨差点没忍住大嘴巴抽他。特么的，这报价还看人下菜碟。上一世这矮个修士报价才500点贡献，这一世看自己懂行，所以要加888点贡献。行了，不用乱报价了，我有个朋友买过，才150点贡献而已，就按这个价给我来一个。秦晨懒得砍价，直接报了价格。上一世自己砍价输了一手，这一世自己一定要找回场子。成交！秦晨话音刚落，矮个修士就连忙把交易戒指放在了秦晨手中，生怕秦晨反悔似的。秦晨，不是哥们，150点都这么痛快成交，你特么到底挣多少啊？秦晨咬牙切齿，感觉自己好像又被坑了。师兄，你都已经报价了，不能后悔吧？矮个修士小心翼翼道。不会。秦晨齿缝里挤出2个字，然后拿起身份令牌给此人转过去150贡献点。呵呵，师兄大气。矮个修士恭维一声，随即递给秦晨一份玉简，这里面是交易戒指的使用注意事项，非常简单，师兄稍微学一下即可。秦晨接过玉简，迫不及待地学习起来。片刻后，他将交易戒指与身份令牌相绑定，然后将身上的所有丹药、灵石全部换成了贡献点，梭哈了火石矿。梭哈是一种智慧。一番买卖之后，秦晨浑身上下只剩下一柄赤炎锤、一杆黑炎万魂幡、一部青云宗的入门功法、一部从中佑身上得来的双修功法、一根银月狼脊骨、自己、彭通以及董云的身份令牌。但凡能够见光的东西，例如灵石、丹药等，都被他换成了火石矿。毕竟火石矿的价格马上就要飙升了，现在投的越多，挣的也就越多。最后他共计购买了1900多块火石矿。这时交易戒指中传来消息，由于他单次购买的物品价值已经超过了100贡献点，所以会有专人配送到他的洞府，还有配送上门的服务。炼器店真贴心啊！秦晨感叹一声，正要离开时，却又忽然想起一件事。当时钟佑等人是接了个击杀银月郎的任务，招揽自己一同前去，想要来个一箭双雕。现在钟佑等人死了，银月郎的脊骨却是在自己手中，既如此，还能白捡不少贡献。当时钟佑承诺给自己3点贡献，这么算的话，这个任务至少也有20点贡献。现在对秦晨来说，20点贡献不算多，但只要投进火石矿市场，用不了多少天就能翻10几倍。秦晨还没好横到直接无视掉这么多贡献。想到这，他拿出交易戒指，查询了一下自己接过的任务，果然钟佑做戏做全套，把自己也添加到了任务人员名单之中。提交任务物品，秦晨发出消息，可交易戒指立即发回了反馈，不好意思，由于您接取的任务为指定委托任务，需要您自行向任务发布人提交任务品，经过任务发布人确认后，外事店将立即发放奖励。擦！秦晨心中暗骂一声，自己去找任务发布人提交任务物品，到时候钟佑等人的死怎么解释？那不是自投罗网吗？算鸟，几10点贡献而已，还是狗命要紧。秦晨放弃了交任务的想法，收起交易戒指，乘坐公共飞舟回到了自己的洞府。躺在破床上，他对未来做了个大致的规划，接下来便是安心等着火石矿价格大涨，在价格高位抛售出去，大赚一笔，然后换成修炼资源。至于九阳破虚剑，以我的资质，修炼这么高深地功法，估计入门都难，看来还是要靠和冷月双修。不过想要通过双修修炼剑诀的话，得用到阴阳周天诀，虽然已经让冷月想办法去寻找了，但他肯定不会用心，这件事还是得我来想办法。此番秘境之行，他本来是想去拿九阳破虚剑功法的，控制住冷月倒算是个意外之喜。有冷月这个店主在，自己做起事来会方便许多。秦晨正在畅想未来的时候，洞府外忽然响起一道女声，请问这是秦晨师兄的洞府吗？秦晨心中一动，立即起身开门。洞府外，一名身穿杏黄色长裙的女子正在皱眉打量。只见她看起来大概27、8岁的年纪，青丝乌黑如墨，以一条红绳束起，随意地垂落在腰间。隔着裙子，依然能看出凹凸有致的身材轮廓，身姿风韵曼妙。她面容偏向成熟妩媚，一双丹凤眼波光流转，顾盼生辉，饱满的红唇鲜艳欲滴。不过此时她秀眉微微皱起，脸上有些许疑惑的神色。你找我？秦晨问道。回来之后，秦晨对外展现的一直是炼气3层的修为。感受到秦晨的修为后，女子顿时改了称呼。秦晨师弟。女子目光中依然带着几分疑惑与怀疑。她是来送火石矿的炼气店弟子，这笔交易额接近2000点贡献，在外门弟子中也算是一笔不小的交易了。她费了不少功夫，才好不容易从其余几个女弟子手中抢到送货的机会。本想趁机结交一下富家子弟，可女子再次打量一番面前的秦晨和洞府，无论是此人的穿着气质，还是住的洞府，怎么看都不像是妇人啊。感受到女子目光中的怀疑，秦晨无语地拿出身份令牌，让其查验了一番。你是来送火石矿的吧？东西在哪？秦晨开门见山问道。
确认完秦晨的身份，女子脸色顿时缓和了不少，抬手拿出一枚储物戒指，这是师弟订购的火石矿，共计1973块。因为交易额度大，所以炼器店赠送一枚储物戒指，还请师弟清点一下。女子柔声道：“有劳师姐。”秦晨接过戒指，神识扫过，确认数目和品质都没问题。然而，就在他收起戒指想要关门的时候，面前的女修士却忽然上前一步，一只手扶在了门框上，整个人露出一抹妩媚的气息。师弟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这么急着关门？女子轻笑一声，身子微微前探，一股幽香顿时飘了过来。还未通报姓名，我叫柳妙言，乃是炼器店贾峰的弟子，炼器7层修为。柳妙言似乎不经意地撩了一下额前碎发，我有些好奇，师弟是阴阳殿的人，没有炼器的需求，这么大手笔一下子购入接近2000块火石矿，是有什么用处呢？秦晨扯出一个随意的微笑，道：“我另有用处，只是不方便告诉师姐，寒舍简陋，就不留师姐喝茶了。”柳妙言似乎没听出来秦晨送客的意思，反而凑得更近了几分。师弟不必紧张，我只是有点好奇罢了，并不想探听师弟的隐秘。说到这，柳妙言四下看了一圈，压低声音道：“师弟以后在炼器店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认准师姐来送货，师弟可以放心，只要是师弟你的单子，无论大小，师姐一定都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说到最后，他竟是伸出手指，在秦晨的胸口从上到下划过，而妥妥当当4个字，则是被他念得有些绵长，眼神里的那抹暧昧之色毫不掩饰。秦晨，这女人在勾引自己。不过随即，秦晨就反应了过来，炼器店送货的弟子应该是能拿到提成，这个柳妙言以为自己是个大款，所以诱惑自己，想让自己以后找他送货。柳妙言暗示的很明显，就是只要自己下单足够多，就能一清方泽。但以秦晨的经验来看，这些都是假象，毕竟人家可什么都没有保证，一切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秦晨退后2步，拉开与柳妙言的距离，多谢师姐的美意，可惜买完火石矿之后，我囊中羞涩，买不起东西了。听到这话，柳妙言暗暗撇了撇嘴，囊中羞涩，骗鬼呢？正常人怎么可能拿出全部身家买这么多火石矿？柳妙言嘴角微微翘起一抹弧度，无妨，不知师弟可否听说过金蝉会？师弟若是手头紧的话，倒是可以拿一些东西来抵押借贷，以解燃眉之急。闻言，秦晨直接懵了，不是，合欢宗内还有放贷的业务，抵押东西？秦晨疑惑道。不错，柳妙言轻笑，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皆可抵押，会内有专门评测价值的长老负责估价，童叟无欺，即便是见不得光的东西，也能抵押给金蝉会。秦晨皱眉道：见不得光的东西，你们也敢收？闻言，柳妙言的脸上顿时露出几分傲意。不错，金蝉会的会长是合欢宗10大长老之一的8长老，如此背景，谁敢找金蝉会的晦气？秦晨暗暗点头，随即他直接拿出一个传音玉佩，给冷月发去了消息。此物是他在临走时威胁冷月交出来的，毕竟以他的身份，想要见冷月一面颇为不易，平时用传音玉佩沟通方便许多，能少见秦晨几面，冷月自然也是乐意之至。另一边，冷月正在侧躺在榻上，思考如何解除同生血气，突然收到秦晨的消息，把他吓了一跳。金蝉会？冷月皱眉，你怎么接触到金蝉会了？你别管那么多，就说这个组织可信不可信就完事了。秦晨催促。金蝉会是宗内第1大商会类型的组织，不参与任何派系斗争，口碑还是可以的。冷月回答道。行了，知道了。秦晨中断联系，将传音玉佩收了起来。看到这一幕，柳妙言心中暗笑，还说囊中羞涩，光是这一枚传音玉佩就至少价值300贡献点。既然如此，那我就卖你点东西。秦晨将柳妙言带进洞府，手一挥，面前顿时出现2件物品：血炼夺魂大法，功法玉简卖给你们。至于这黑岩万魂幡，则是半个抵押。你看一共能给我多少贡献点？秦晨问道。这2件东西都是从王腾身上获得的。既然冷月说金蝉会信誉不错，那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虽说合欢宗全员恶人，但在长期的利益面前，应该还是能遵守一定的规矩的。至于赤岩锤和九阳破虚剑，这2件东西干系太大，他实在是不敢拿出来。看到秦晨拿出来的2件东西，一开始柳妙言并未放在心上，可当他触碰到黑岩万魂幡的时候，顿时心中一惊。以他炼器7层的修为，竟然光是碰一下就感觉心悸，这到底是什么宝物？冒昧问一句，秦师弟，这些都是什么？柳妙言心惊胆战地问道。没什么，一部夺舍类地功法和一杆马上晋升灵宝品质的法宝罢了。秦晨随意道。这番潇洒随意的态度，震得柳妙言话都说不清楚了。这已经超出了我的管辖权限，我这就上报给会中长老，让他们代为鉴定估价。他连忙拿出一张传音符，将2件物品的信息拓印一份发了出去。不多时，他便收到了回信。看到回信的内容，柳妙言顿时瞪大了双眼，满眼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8万！柳妙言猛地抬起头，长老说这2件东西价值8万，如果万魂幡能卖给金蝉会的话，再加2万，一共10万贡献点。说到这，柳妙言都已经有些磕巴了。他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单笔2000贡献的交易，在他眼里已经是大额交易了。而现在秦晨随便拿出来的2件东西就价值10万贡献，
此人难道是哪位内门长老的私生子吗？算了，万魂幡我留着还有用，不卖。秦晨摆摆手，把贡献点打到我身份令牌里，东西你就带走吧。柳妙言再次震惊，价值8万贡献的交易，几息之间就做好了决定，这也太豪横了吧！而柳妙言不知道的是，秦晨现在兜里确实是一穷二白，只不过这些东西都是他白捡来的，所以交易起来才一点都不心疼。柳妙言传回消息，不多时，8万点贡献就如约转移到了秦晨的身份令牌上。柳妙言小心翼翼地将功法玉简和万魂幡收起，这才长舒一口气。刚才紧张的额头出了一层薄汗，他轻轻擦去额头细密的汗珠。师弟的实力还真是强呢，刚刚竟然还斗师姐说囊中羞涩。你要是囊中羞涩，那我可就穷死了。柳妙言说着，忽然露出一个妩媚的笑意，只是不知道师弟的其他方面是不是也这么强呢？秦晨轻咳2声，师姐这是什么意思？柳妙言捂住红唇轻笑一声，随即扯了扯裙子的领口，露出一大片肌肤来。他一边用手轻轻扇风，一边自言自语道：师弟的洞府好生奇怪，怎么这么热，热得我都想脱衣服了。在柳妙言看来，秦晨这个年龄就算有什么深厚的背景，终究抵挡不住某些诱惑。恰巧作为合欢宗的修士，他正好修炼过不少媚术，要是能趁机攀上秦晨这条大腿，那他就不用再为了一点修炼资源天天抛头露面，朝着一群油腻的男修士卖笑了。这时秦晨上前2步，2只手按住了柳妙言的肩膀。柳妙言脸色微红，嘤咛一声，正等着秦晨接下来的动作时，却忽然被秦晨按着肩膀推出了洞府。站在门外，柳妙言如同石化，甚至连滑落肩膀的裙子都忘了提起来。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没看上自己？他还是男人吗？连送上门的猎物都不要？该不会是那方面有问题吧？柳妙言愤怒地跺了跺脚，而后匆匆离去。门内，秦晨长舒一口气，不得不说，柳妙言确实有韵味。要是时间合适，他不介意和此女切磋一番技术。可上古秘境的消息估计已经传回宗门了，时机稍纵即逝，他得赶紧拿着带来的贡献点去购买火石矿。至于柳妙言，等下次再吃吧。只不过秦晨要是知道柳妙言在背后腹诽他能力不行的话，他估计拼着损失数万贡献，也得证明一下自己到底行不行。拿出交易戒指，秦晨将8万贡献点全部换成了火石矿，并且备注矿石不用送上门了，暂存在炼器店的仓库里。此举顿时引起了炼器店的注意。要知道，炼器店也只有几10万块火石矿的库存而已，一下子被人买走8万块，直接影响到了市场价格。可还没等炼器店的人去调查，又有神秘人下单了几笔订单，直接买走10万块火石矿。紧接着便是宗门封锁火石城的消息传来，火石矿的价格开始直线拉升。听说了吗？火石城附近出现了一个上古秘境，里面估计遍地都是宝物。呵呵，已经有小道消息传开了，说是第一批进入秘境探索的高阶修士们只有1人幸存，而且还受了不轻的伤。咱们这种炼器修士就算去了也是炮灰。上古秘境确实轮不到咱们觊觎，不过你们听说没？宗门已经决定要封锁秘境周围的区域了，到时候火石矿的价格肯定会受到影响。我买了10块火石矿，说不定能挣一笔呢。我怎么没想到？不行，我也去买点。听着洞府外几名弟子的议论，秦晨微微一笑，买吧买吧，使劲买。这些韭菜不进场，自己挣谁的贡献点去？他拿出交易戒指看了一下火石矿的价格，连最底层的外门弟子都知道了火石城即将封锁的消息，恐怕这消息已经传遍了宗门上下。果然，火石矿的价格再次飙升，来到了5点贡献1块。要知道，火石矿的产出比较稳定，已经几10年都没有过价格波动了。从1点贡献涨到5点贡献，整整翻了5倍，算是非常恐怖的涨幅。有人已经觉得价格涨到了头，开始抛售，市场上的价格出现了小小的波动。不过秦晨丝毫不慌，毕竟他是挂逼，知道火石矿的价格上限。火石矿的价格不仅不会降，反而会一路狂飙，涨到16点贡献。他坐回到破床上，静下心来尝试修炼九阳破虚剑。九阳凝剑，真火焚天，太虚破镜，异动见金。不知道过了多久，秦晨被洞府外的动静惊醒，他连忙收起功法玉简，顺便擦了擦嘴角的口水。特么的，果然是高深功法，看2句就看睡着了。看来自己修炼是没什么希望了，还是得靠阴阳周天诀从冷月内下手。正想着，他洞府的门被一掌拍开，一道倩影缓缓走近。什么人？难道不知道擅闯他人洞府是要罚款的吗？秦晨厉喝的同时，拿起传音玉佩发出去一段消息。罚款？女子轻笑一声，那也得执法殿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不过一个死人又能说什么呢？女子转过身来看向秦晨，只不过一双桃花眼中满是凌厉的杀意。柳寒冰。秦晨瞪大了眼睛，有些错愕。眼前的女子肌肤胜雪，一双桃花眼勾人心魄，鼻梁秀挺，红唇娇艳欲滴。今天她穿的是一件淡蓝色纱裙，像是量身定制一般，与她的身材完美贴合，连步轻移间能隐约在裙摆间看到白皙的足踝。此女不是柳寒冰还能是谁？只是偌大一个合欢宗，数10万人，她是怎么找上门来的？怎么见到我很意外吗？柳寒冰俏脸寒霜，一步步逼近。忽然她身上的气势
毫不保留地释放出来，将洞府中的摆设瞬间碾压成一堆堆碎片。噗！秦晨喉头一甜，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看到这一幕，柳寒冰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我曾经发过誓，一定会让你死得很痛苦，只是没想到还没找到你的线索，你就来自投罗网了。自投罗网？秦晨脸上闪过一抹诧异，还没来得及细想，柳寒冰便又开口道：我已经在你洞府周围布置好了逆鳞阵，今日我倒是要看看你还能怎么逃。逃？秦晨稳住气息，脸上丝毫不慌，反而露出一抹嘲弄之色。我为什么要逃？柳师姐大驾光临，想必是对上次的体验念念不忘，所以来找我再续前缘了，对吧？你找死！想起那天的耻辱经历，柳寒冰的俏脸上顿时浮现出丝丝煞气，显得有些狰狞。那一天，秦晨不仅夺走了他的处子元红，更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将他体内的灵力吸走，让他的境界生生跌落一个小境界，从筑基巅峰跌落到了筑基后期。找秦晨不仅仅是为了复仇，也是为了逼问出秦晨到底对自己用了什么手段。今日时间还多得很，你放心，我会让你在尝遍神魂灼烧、筋骨寸断之苦后，再将你抽魂炼魄，让你永世不得轮回。柳寒冰咬牙道：还永世不得轮回？老子体内就有一尊轮回塔，只不过这话秦晨是不会说出来的。他抬起手，手掌一翻，顿时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件衣物，衣物精致无比，还带着几分女子独特的体香，赫然是柳寒冰那件贴身的浅粉色真丝肚兜。秦晨捏着肚兜，对着愤怒到几乎颤抖的柳寒冰晃了晃，带着3分讥讽、3分羞辱，还有4分暧昧的意味道：师姐怎么这么大的怨气？你莫不是忘了曾经送给过我定情信物？我一直贴身保存着，没想到师姐倒是个提起裤子不认人的。秦晨一副哀怨的样子，看得柳寒冰恨不得一掌劈了他，而且还得是竖着劈，把那个罪魁祸首也给劈成2半。秦晨，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柳寒冰发出一声厉喝，身形如电，爆射至秦晨面前。他一把夺过秦晨手中的肚兜，手中燃起火焰，瞬间将其烧成飞灰。而后他又伸出纤纤玉手，狠狠地掐住秦晨的脖子。在绝对的实力面前，秦晨毫无反抗的机会。他甚至都没看清柳寒冰的动作，便已经被制住了。哼！秦晨发出一声痛苦的声音，惹得柳寒冰轻笑一声：怎么，刚才不还挺狂妄的吗？怎么现在不叫唤了？刚说完，他便猛然瞪大了眼睛，整个人愣在了原地。眼前的秦晨不知道哪来的胆子，竟是伸出舌头在自己的手指上舔了一下。秦晨，我要杀了你！柳寒冰一掌拍在秦晨胸口，秦晨顿时倒飞而出，撞在墙壁上，又喷出一口鲜血。秦晨缓缓爬起，抹去嘴角鲜血，脸上却是露出一抹得意的笑意。柳师姐，如果你在见到我的时候就痛下杀手，早就已经得手了。可现在……秦晨捂住胸口，咳嗽2声。现在晚了。话音落下的刹那，柳寒冰脸色巨变，他布下的逆鳞阵竟然被人给破了，这怎么可能？他布置阵法的时候曾经检查过，附近居住的都是阴阳殿已封的外门弟子，别说破阵，恐怕连发现都发现不了自己布置的阵法。这时，一道恐怖的威压将整个洞府笼罩，柳寒冰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痛苦的神色，他像是承受着什么巨大的压力一般，扑通一声单膝跪在地上。但秦晨也好不到哪去，他被气势压得只能盘膝坐在地上，又吐出一口鲜血。特么的，冷月，你这是在挟私报复！秦晨怒吼一声。冷月，阴阳殿殿主！柳寒冰脸色大变。随着秦晨话音落下，一袭玄色宫装长裙的冷月缓缓走入破败的洞府。他居高临下的瞥了一眼秦晨，发出一声冷哼，那眼神的意味很明显。没错，他就是故意报复。以他的境界，自然是能控制威压，只针对柳寒冰一人。可凭什么？自己堂堂一殿之主，不仅被秦晨玷污了清白，还与他缔结了同生血气，以至于秦晨出现危险，他还得跑来替秦晨擦屁股，真是个混账！好，报复我是吧？你给我等着，我记下了。秦晨咬着牙，艰难地站起身，喘着粗气走到了冷月身边。一旁感受着冷月元阴气的强大威压，柳寒冰心中慌乱无比。在收拾秦晨之前，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甚至还布置好了逆鳞阵。阴阳殿主是怎么发现自己的？他强忍着心中恐惧，行了一礼，自报身份道：见过殿主大人，属下乃是炼气殿甲锋执事柳寒冰，与秦晨有些私人恩怨，实非有意惊扰殿主大人，还请殿主大人恕罪。听到柳寒冰的身份，冷月微微皱眉。炼气殿的执事，秦晨是怎么惹到这种人的？对方甚至不惜动用了价值不菲的逆鳞阵上门杀人。炼气殿，哼，什么时候炼气殿的执事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杀人了？冷月淡淡道。6大殿虽然都属于合欢宗，但还是那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冲突。6大殿自成一体，相互合作的同时又在相互竞争。毕竟宗门下发的资源是定量的，表现得越好，分到的资源才越多。现在炼气殿只是跑到阴阳殿来杀人，这种事要是闹大了，不仅柳寒冰的死，就连炼气殿的殿主也得跟着受罚。柳寒冰显然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有些事要是没人发现，那就根本不算事，可要是被人拆穿了，那恐怕他一条命根本不够往里面填的。殿主大人，弟子这里还有1000多贡献点，几柄法器和一把法宝，只要殿主大人不追究此事，
弟子愿意赔礼。柳寒冰惴惴不安地说道。可还不等冷月回应，一旁的秦晨顿时发出一声嗤笑：“柳师姐，我看你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啊！你该求的人是我。”柳寒冰一脸错愕地看向冷月，只见冷月淡淡冷哼一声，并未否认。见状，柳寒冰懵了，这是什么情况？元婴期的店主竟然听命于一个小小的炼器修士，是自己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这时，秦晨指了指柳寒冰，把他的修为给封印了。这女人刚刚打得我吐了2口血，我要让她全赔回来。冷月瞪了一眼秦晨，眸光中带着一丝不加掩饰的厌恶。秦晨，本座不是你呼来喝去的仆人，再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小心我把你的嘴先封。冷月的话还没说完，秦晨顿时开口，威胁我？谁给你的勇气这么和我说话？还本座，在我面前装什么高冷？你什么样子我没见过。秦晨语不惊人死不休，竟是当着柳寒冰的面羞辱冷月。你什么你？赶紧把他的修为封印了，然后滚蛋，不然的话今天把你也给办了。秦晨威胁道。以冷月的性格，估计是不能留下的，今天就先收拾柳寒冰。而听到秦晨的威胁，冷月咬着银牙，用目光狠狠地剜了一眼秦晨，随即身形消失。下一刻，冷月出现在柳寒冰的面前，双指轻点几下，一股灵力顺着冷月的指尖侵入柳寒冰的身体，迅速锁死柳寒冰的经脉，强行封印其丹田气海。他是筑基后期修为，此法只能封印他7天修为，之后你自己看着办。说完，冷月一个瞬移从洞府中消失，仿佛生怕走得慢一点，秦晨就会再占他便宜似的。一时之间，洞府内只剩下了秦晨和柳寒冰2人。看着缓缓走向自己的秦晨，柳寒冰瞬间被巨大的恐惧与绝望淹没。此刻，他体内的灵力一点都调动不了，与凡人女子无异。秦晨的眼神，他太熟悉了，是猎人看向无法逃脱猎物的那种得意。上一次见到这种眼神，似乎也是在秦晨身上。秦晨，之前都是误会，只要你放过我，我身上的东西任你挑。柳寒冰缓缓向后退去，神色之中闪过一抹慌张。哦，是吗？秦晨忽然站定，一脸玩味地问道。见状，柳寒冰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般，连连点头。我身上有一件中品法宝，价值至少1800贡献点，只要你放过我，我就告诉你击炼这件法宝的方法。说完，柳寒冰深深吸了一口气，又补充道：秦晨，我是炼器殿执事，要是失踪了，宗门一定会追查的。你曾经想要提交我发布的收集银月狼脊骨的任务，我收到消息后，通过内部权限查到了你的身份，然后就找上了门，只要执法殿一查，就能查到你的身上。我劝你不要做过分的事。听着柳寒冰的话，秦晨人都麻了，合着柳寒冰刚进门的时候说的自投罗网是这个意思啊？中佑等人接的任务就是柳寒冰发布的，当时自己想要提交任务，只不过外事殿那边说这是定向委托任务，需要自行向委托人提交物品，自己怕暴露，这才放弃。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小心了，结果没想到特么的柳寒冰会开河，把自己给开了。核武器，恐怖如斯！幸好自己手里有冷月的传音玉佩，在察觉到不对的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冷月来救自己狗命，不然的话自己就阴沟里翻船了。我这件中品法宝价值不凡，就当是我给你赔罪了，如何？柳寒冰问道。秦晨冷哼一声，中品法宝，老子手里2件上品法宝，你这种垃圾还是自己留着吧。说着，他上前2步，抓住柳寒冰的一袭青丝，想要赎罪就要有赎罪的态度，我想要的东西不是法宝。秦晨邪笑一声，这是什么功法？感受到体内的灵力在飞速流失，柳寒冰神色巨变，混蛋，放开我，我一定会杀了你。此刻秦晨施展的正是从中佑手中得到的那部残缺的双修之法。高深的双修之法对于双方修士都是有益的，但秦晨手中的双修之法不全，施展起来的效果更像是采补之术，只不过相比于入门功法合欢诀中记载的采补之术，这部残缺地功法效果更加猛烈一些罢了。中佑的2个师妹是玉洁和童婷婷，2人都是炼器2层的修士，当初2人被中佑采补了一夜，出来的时候气息虚浮的样子，秦晨还历历在目。光是残篇便如此霸道，要是完整地功法，恐怕能够媲美内门的双修之法。柳师姐，今天这才1日，接下来还有7日呢，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配合，不然的话，哼哼。秦晨邪笑一声，感受着缓缓流入体内的灵力，浑身只觉得舒爽无比。要是如此下去，说不定都用不了7天，他就能突破到筑基期。柳寒冰咬得牙齿咯吱直响，一双桃花眼中满是怒火。现实是残酷的，柳寒冰纵使再不愿，最终也没能逃过秦晨的魔爪。这几天，秦晨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几世为人，从未如此勤奋地修炼过，到最后已经不知天地为何物了。这期间，火石矿的价格一路飙升，秦晨为了低调，没等火石矿的价格涨到顶，在14点贡献1块的时候，就将手里的火石矿全部抛售出去。扣除交易手续费后，他的身份令牌中瞬间多出来110多万的贡献点，真100万富翁。秦晨手中8万多块火石矿，占了库存总量的1/5左右。这么大一批火石矿突然进入市场，顿时拉低了火石矿的市场价格，单价从14点贡献一路降到了9点贡献，不少人因此而破产。大妈炼器店操控市场敛财，当然秦晨对此毫不在意。韭菜
就要有韭菜的觉悟。第6日，经过这几天的采补，柳寒冰已经彻底成了秦晨的形状。不仅如此，柳寒冰的境界再次跌落，从筑基后期跌落至筑基中期，而秦晨此时体内则是灵力充盈，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柳师姐，多亏有你，要不是你自投罗网，我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突破？秦晨一脸玩味道。自投罗网是柳寒冰找上门时对秦晨说过的话，现在被秦晨原封不动的送还。只是柳寒冰此刻恐怕没有心思在乎这些，他瘫在床上，神情呆滞无比。修炼了这么多年，付出了无数心血与努力，结果因为眼前的男人，境界硬生生从筑基巅峰跌落到了筑基中期。命运为何要如此捉弄自己？不过一旁的秦晨并未理会柳寒冰，他正在打坐调息，调动体内的灵力，准备尝试突破筑基期。随着秦晨运功，洞府周围的灵气开始躁动，最终化作一个小型的灵力漩涡朝着他汇聚而来。秦晨也没想到突破筑基期竟然会引发如此大的动静，但现在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大量灵气灌入他的经脉之内，经脉瞬间胀痛欲裂，他现在骑虎难下，只能先行突破。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秦晨猛然发现一道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洞府之中，抬眼时正好碰上对方饶有趣味的目光。此人中年样貌，一身朴素的青衫，面容温和儒雅，整个人给人一种古代文士的感觉。不过秦晨自然是不会傻到以为眼前之人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士，此人身上自带一股上位者的气势，目光深邃犹如幽潭，看向秦晨的时候像是在审视一只蝼蚁般。秦晨神色骇然，他竟是丝毫都没有察觉对方是怎么进入洞府的。更为可怕的是，他想要查探对方的境界，灵石却犹如泥牛入海，根本查探不出对方境界的深浅。强敌境界有可能还在冷月之上，绝不是自己能对付的。秦晨露出一抹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手中微动，拿起了冷月的传音玉佩。只是还没来得及发出消息，那青山如生只是轻轻抬手，传音玉佩已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如生饶有兴致地把玩着玉佩，语气平淡，一个小小的炼气修士手里竟然有传音玉佩。说到这，他目光瞥向床上同样惊恐无比的柳寒冰。不仅如此，还有一个筑基期的炉鼎，怪不得你能搅动火石矿的市场，敛财100万贡献点，果然有古怪。听到如生的话，秦晨顿时脸色煞白，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此人连这件事都知道。不过刚想到这，秦晨便反应了过来，连柳寒冰这种执事级别的修士都能查出自己的信息，更别说更高层次的人物了。交易戒指绑定了身份令牌，只要有心人想要追查，恐怕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查到自己的头上。特么的，大意了！前辈，弟子也只是侥幸而已，相见便是缘分，弟子想要献上100万贡献点，与前辈结交一番，不知前辈能否赏个面子？秦晨探寻道。事已至此，贡献点已经不重要了，想办法多套取一点对方的信息才是重中之重，免得下一世继续在这里栽跟头。青山如生呵呵一笑，并未理会秦晨，他目光在秦晨身上扫过，秦晨手上的储物戒指和腰间的身份令牌顿时凭空飞起，落入其掌中，也不见如生有什么动作，似乎储物戒指上的神识封印对他来说不存在一般，轻易便抹去了秦晨的身份印记。而当如生的神识探入储物戒指后，不由得轻咦一声，这锤子上的气息是怎么回事？竟然能侵蚀我的灵力！说话间，赤炎锤出现在了如生的手中，仔细查探一番，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瞳孔猛地一缩。九转噬魔草，这东西不是早就已经灭绝了吗？如生连忙查探起戒指中的其他东西。青云诀，青云宗的入门功法，九阳破虚剑。这功法，如生的脸上陡然出现一抹狂喜，他看向秦晨，我知道了，你去过上古秘境是不是？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本来只是想看看是谁在搅乱市场，影响我的计划，竟然还有意外之喜。搅乱市场，秦晨心中一动，前辈，秦晨正要套话，却正好迎上了如生那冰冷的目光。小虫子，你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说着，如生随意地挥了挥袖袍，下一刻，秦晨和柳寒冰的躯体瞬间化作血雾，一道灵力将你打成了血雾。你死了，开始对上一世表现进行评定。你贪心不足，为了赚取贡献点，搅动火石矿市场，最终触及高层利益，最终被人所斩杀。这一世，你虽然夺取了王腾的机缘，控制了冷月，将柳寒冰纳为炉鼎，但自身修为毫无寸进，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表现评定率，你获得了开局道具紫霄神雷镇阵盘，请在修为和宝物中选择一项进行保留，可选择的宝物有赤炎锤、黑炎万魂幡。我选择保留黑炎万魂幡，已经为宿主保留黑炎万魂幡。轰！秦晨睁开眼，眼前又是熟悉的血煞大阵，他抬起手，手指上出现了一枚储物戒指，查探一番，黑炎万魂幡和一枚阵盘正静静地躺在里面。不过想到系统给他的评价只有绿色，秦晨心中顿时一阵怒火。狗系统，什么叫贪心不足？什么叫烂泥扶不上墙？你骂人太脏了！秦晨心中怒吼，他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在火石矿的价格还没涨到顶点的时候就已经全部抛售了，可是没想到依然被人给盯上了。虽然没能套出那青山如生的身份，但他曾说我扰乱火石矿的市场价格，影响了他的计划，
看来此人也在炒火石矿。秦晨心中暗暗思忖一番，立刻就知道了自己被盯上的原因。在上一世，他打听火石矿的消息时，曾经听说过有一个外门弟子，短短数日之间便赚取了上百万的贡献点，最终被破格招入内门。当时师兄刘源都快收手了，听到此人的传奇经历之后，又把全部身家投入进去，最终破产。当时秦晨就怀疑，那个外门弟子不过是某个大人物推到台前来的白手套罢了。一方面是为了洗白他操纵火石矿价格的事，另一方面也能让更多韭菜入场。现在看来，杀自己的那个青年儒生，便是那位在暗中操纵火石矿市场的大人物，还是大意了。秦晨叹了口气，他本想借由这件事大赚一笔，只是忘了以他现在的实力，还没资格上桌吃菜，这一事得小心点了。他心念一动，半透明的光幕顿时出现在眼前。姓名秦晨，年龄18，境界炼气大圆满，功法合欢诀、长春功、无名双修功法，法宝黑炎万魂幡，特殊天赋一夜七次郎，瞒天过海。上一世他虽然得到了不少功法，但只修炼了一部残缺的双修之法。不过这都不重要，那些功法依然是他的囊中之物。而他之所以选择黑炎万魂幡，则是有个大胆的想法。万魂幡的品质是由其中魂魄的数量和生前境界决定的。上一世他把王腾的魂魄收入万魂幡，结果差点从上品法宝直接晋级成灵宝。这一世他选了一杆万魂幡，到时候再从王腾手里夺来另一杆，到时候想办法融合在一起，岂不是赚大了？至于开局自带的阵盘，秦晨查探了一下戒指中的阵盘系统，倒是还挺贴心，注明了阵盘的使用方法和威力。使用方法倒是不难，将阵盘固定好之后，注入灵力便可以激发，简直可以说是傻瓜式操作。而看到阵盘的威力后，秦晨顿时眼前一亮。紫霄神雷阵的阵法范围为方圆30丈，元婴期的修士也不能幸免。秦晨乐了，他本来以为这东西和上世给的燃血丹一样没用，没想到这玩意竟然能杀元婴期的修士。统哥，刚刚是小弟叫的声音太大了。秦晨正在激动的时候，阵法外柳寒冰的声音响起：“你把衣服脱了，滚过来！”秦晨抬头看去，正好与柳寒冰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柳寒冰此刻咬着牙，神色中带着几分疯狂。为了突破，他已经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只不过看到秦晨的目光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猛地一颤。秦晨嘴角勾起，走出大阵：“你到底是什么人？”柳寒冰捂着胸口，眼神之中满是杀意。刚刚秦晨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手指点在自己的神庭穴之后，自己体内的灵力就拼了命的外泄。短短片刻，自己的境界就跌落了一整个小境界，从筑基巅峰到了筑基后期。更重要的是，秦晨刚刚似乎还施展了一门双修之法，这不是内门弟子才能修炼地功法吗？想到这，柳寒冰俏脸顿时煞白无比。要真是碰上了内门弟子，自己暗中劫掠阴阳殿炉鼎的事被捅出去，自己必死无疑。我是什么人？秦晨嘴角勾起一抹邪笑：“柳师姐，我是什么人不重要，但我知道你的身份哦。”秦晨伸出右手，半眯着眼睛，大拇指在其余4指上掐算一番，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你是炼气殿甲峰执事柳寒冰，筑基巅峰？哦，不对，现在是筑基后期的修为了。我说的没错吧？秦晨淡淡说道。闻言，柳寒冰瞳孔骤缩，他行事严密至极，对方怎么可能知晓他的身份？难不成？柳寒冰的目光落在秦晨正在掐算的右手上，神色中露出一抹忌惮。难不成这些事真的是秦晨掐算出来的？这时，秦晨脸上忽然露出惊讶之色。咦，原来如此！你铤而走险劫掠阴阳殿的炉鼎想要突破结丹期，竟然是因为内门的孙长老给了你承诺。你究竟是谁？怎么会知晓？此刻，柳寒冰心中的震惊已经化为巨大的恐惧。他的身份还能提前调查，费一番功夫查清楚也不是不可能。但和孙长老的约定，只有他和孙长老2人知晓，秦晨怎么可能知道？只是可惜了，孙长老对你的承诺全是假的。等你突破结丹，他便会将你一身骨血炼化成丹药。秦晨淡淡道。柳寒冰皓齿咬着下唇，神色陡然变得凌厉。身份被识破，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想到这，他猛地站起身，手中正要有所行动，秦晨却忽然轻笑一声：“柳师姐，我知道你的修为已经恢复了，但我劝你一句，既然我还敢站在这，就说明不惧你出手。出手之前，你最好想好后果。”话音刚落，一道深紫色的巨大光照将2人笼罩其中，赫然是紫霄神雷阵。刚刚趁着柳寒冰没注意，他将阵盘布置在自己脚下，注入灵力之后，阵盘便进入了激发状态。此刻，他只要心念一动，便可引发9霄神雷。此阵连元婴期的修士都能灭杀，更别说柳寒冰一个筑基了。感受到紫霄神雷阵的恐惧压迫感，柳寒冰骤然一惊，连连后退2步。你到底是什么人？柳寒冰咬牙问道。此刻他已经非常确定，秦晨就是冲着自己来的。自己劫掠炉鼎，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圈套，不然的话，对方怎么可能一直在拿捏自己？一个小小的炼气修士面前，自己竟然丝毫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柳师姐，知道的太多对你不好。秦晨呵呵一笑，不过你放心，我这个人的嘴是很严的，今天的事绝对不会说出去。只不过嘛，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说着，秦晨捻了捻手指。柳寒冰脸色一沉，深吸一口气，从手指上摘下储物戒指扔给秦晨。储物戒指里有500多块下品灵石、极品法器，印记我已经抹去了。秦晨把玩着手里的戒指，嘴角勾起一抹邪笑。他忽然上前2步，一把掐住了柳寒冰的俏脸。柳师姐，你不老实啊！说着，他将手伸进柳寒冰的腰间，从中又摸出一枚储物戒指。我能掐会算，你觉得你手里的这件法宝能逃过我的法眼吗？秦晨冷哼道。其实他哪里能掐会算，不过是上一世柳寒冰向冷月求饶的时候，把全身财物都拿了出来，被秦晨看到了而已。不过有一说一，此刻秦晨神棍的样子还真把柳寒冰给唬住了。毕竟连他身上有法宝，储物戒指藏在腰间这种私密之事都知道，除了能掐会算，也没有别的解释了。收好柳寒冰的一身财物，秦晨缓缓松开手，手指从柳寒冰的俏脸上划过。柳师姐，今天的事还没完，7日之后午夜到阴阳殿以风皇字丙号洞府找我，到时候我可以考虑饶过你。记住，要是赶不来，我便会把你的事告诉给执法殿。执法殿的手段你应该清楚。说完，柳寒冰还没来得及说话，忽然感觉胸口处一凉。只见秦晨抽出柳寒冰还带着几分体温的真丝粉色鸳鸯肚兜，揣入怀中后潇洒离去，只留下满目惊骇与屈辱的柳寒冰瘫软在地上。捡起彭通的身份令牌，紧赶慢赶，终于赶上了参与试炼的非洲。7日聚气，秦晨低调无比，只是他偶尔看向王腾的目光，总是带着几分迫不及待。上一世他已经知道了王腾的来历，竟然是化神期的大佬开的星号，简直浑身都是宝。强忍着现在就杀了对方的冲动，秦晨一直等到了第7天，成功加入合欢宗阴阳殿的一封。当夜，秦晨拿着50块灵石前往吕轩洞府贿赂成功，免去了一番劳役。秦晨出手大方，吕轩的态度比上一世好了不止一点点，尤其是秦晨暗示自己有内门的关系之后，吕轩更是保证以后在以风他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专心修炼即可。秦晨满意的回到洞府，随即将床下的神秘兽皮收进储物戒指。做完这一切，他算起了日子，上一世加入宗门2天后，他会在外事殿遇到钟佑等人，准备3天后，众人会乘坐玄霄渡鄂州前往火石城，路上又是2天时间。到了火石城休整1夜，赶路前往银月郎所在的荒原又是1天，算下来距离上古秘境现世只有8天时间。上一世和尚上世，恐怕是宗门为了压制消息，所以才故意压下了秘境现世的消息，只是后来因为探索队伍全军覆没，才不得不将消息放出来。8天，我的计划应该够了。秦晨正在喃喃自语，洞府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秦师弟，我是柳寒冰。柳寒冰的声音传来，语气中带着几分不自然。原来是柳师姐，请进。秦晨收起储物戒，嘴角勾起一抹邪笑。他就知道以柳寒冰的隐秘威胁对方，他不敢不来。洞府门推开，柳寒冰缓缓而入。今日他的穿搭风格相较于7日前改变了不少。此刻他一身黑色长裙，将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乌黑的秀发仔细地向上挽成一个简单的圆髻，用一根素玉簪子固定，几缕不听话的发丝垂在脸颊边。而他明明修为远高于秦晨，站在秦晨面前却有一种莫名的拘束感，神色惴惴不安，睫毛微微颤抖，似乎知道今夜会发生什么。柳师姐，还等什么呢？脱吧。秦晨翘起2郎腿，一脸玩味。你说过只要我来，之前的事便不会说出去，此事你可敢以天道为誓？柳寒冰咬着牙做着最后的挣扎。秦晨呵呵一笑，当然可以，我秦晨以天道起誓，只要柳师姐心甘情愿陪我7日，我便保证不对外泄露她的隐秘。此话一出，柳寒冰顿时脸色大变。7日，柳寒冰震惊道。秦晨呵呵一笑，当然，不过柳师姐不要误会，7日是时间，不是次数，这几天恐怕要辛苦师姐了。柳寒冰咬着牙，1天，我最多陪你1天。秦晨笑了笑，指向洞府大门。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既然柳师姐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你，门就在那。柳师姐可双修功法不是内门才能修炼吗？秦晨又是怎么得到的？天蒙蒙亮时，秦晨才放开柳寒冰，盘坐调息，缓缓吸收采补而来的灵力。他之所以在刚重生的时候让柳寒冰7日之后来，目的便是想要利用双修之法，在去秘境之前突破到筑基期，不然后续要是出了什么意外，修为一点不长的话，轮回塔给的评价肯定又是很低。突破到筑基期，至少还能拿个保底。当然，秦晨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让柳寒冰过来，利用他突破筑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柳寒冰的这双长腿确实可以玩好几年，至少到现在，秦晨还没腻。中午，秦晨调息完毕，在柳寒冰惊恐的目光中再次站起。你让我休息1天？仅仅1夜的时间，柳寒冰一开始的强硬就消失不见，语气之中带上了几分哀求。可秦晨怎么可能放过他？还是那句话，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不耽误进入秘境，他只能多操劳一点了。接下来的几日，6天后的午夜，秦晨正在施展采补之法，忽然心中一动，要来了。秦晨感觉到体内的灵力骤然间变得有些狂躁起来。正在这时，
他忽然想到了上一世突破筑基时闹出的动静，当初洞府附近的灵气全部被吸引过来，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灵气漩涡。此时虽是半夜，但真要突破的话，肯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更重要的是，他一个刚刚入门的外门弟子，这么快就突破到筑基期，绝对会引起某些人的关注，这太不符合狗之一道的做派了。想到这，他强压下体内的躁动，抓起身无寸缕的柳寒冰，冲出了洞府。柳寒冰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秦晨带到了洞府之外。你做什么？柳寒冰又惊又怒，双眸之中满是惊恐之色。别管那么多了，我带你去看看风景。秦晨咬着牙，嘴上还忍不住调侃一声。一直奔行了好几座山头，两人终于来到一座荒无人烟的荒山。秦晨根本来不及找隐蔽之处，落在山顶之后便开始强行突破。一开始柳寒冰只顾着惊恐的查探附近有没有修士，直到周围的灵力开始疯狂汇聚过来，才意识到秦晨在突破。替我护法。秦晨一把推开柳寒冰，盘膝坐下，开始吸收这股规模庞大的灵气。一旁的柳寒冰眼含杀气，恨不得一掌劈了秦晨，可畏惧于秦晨的手段，盯了秦晨半天，他还是没敢下手。凉风吹来，柳寒冰顿时打了个哆嗦。这个混账，竟然连我的衣服都没有拿！柳寒冰咬牙切齿。秦晨的采补之术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效果强得可怕。经过这几日的采补，他体内竟是连护体的灵力都不够了。犹豫半天，他只能坐到秦晨身边，开始打坐调息。经过整整一夜，秦晨终于将体内的灵力全部吸收完毕。他控制着经脉内的灵力，全部灌注于丹田之中。轰！丹田灼痛欲裂，浑身骨骼经络发出细微的噼啪重塑之声。不知过了多久，秦晨感觉自己像是突破了一层无形的壁障，意识无比空明。丹田之中猛地涌出无穷生机，涤荡四肢百骸。筑基已成。一旁柳寒冰看到秦晨筑基的样子，心中恨意滔天。这几天的接连采补，他的境界又跌落一层，现在是筑基中期，而秦晨却是借助采补之术一举突破到了筑基，简直是杀人诛心。更为重要的是，一封执事至少要筑基后期修为，要是被店主发现他修为暴跌，搞不好他连执事的身份都保不住。柳师姐，多谢了哦。秦晨邪笑一声。柳寒冰咬着牙，约定的期限已到，天道誓约已经成立，你要是敢把我劫掠阴阳殿炉鼎的事说出去，你必死无疑。秦晨无所谓的摊摊手，我说过，我这个人最讲信誉了，柳师姐怎么还这么不放心呢？因为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柳寒冰怒道。柳师姐，你这么说我就不乐意听了。秦晨站起身，猛地掐住柳寒冰的咽喉。你觉得合欢宗有好人吗？就算是柳师姐你，不也是私下劫掠了阴阳殿的炉鼎，害了几十条性命？对了，连给你送炉鼎的阴阳殿外门弟子也被你给灭口了。柳师姐不会这么健忘，把这些事都忘了吧？柳寒冰闻言顿时无言以对。秦晨有句话说的没错，合欢宗是个魔门，没有一个好人。这时秦晨从储物戒中拿出一件工装长裙，扔给柳寒冰。我说话算话，劫掠阴阳殿炉鼎的是我会替你保守秘密，不过你现在只有筑基中期的修为，恐怕以后在合欢宗的生活会很艰难啊。秦晨玩味一笑，柳师姐想要快速提升修为的话，我倒是有个建议，不知你有没有兴趣？柳寒冰穿上衣服，顿时陷入了沉默之中。诚然，这几天的经历给他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但秦晨说有办法让自己快速提升修为，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尤其是关乎到能否保住自己炼气殿执事的身份，尤为重要。什么建议？说。柳寒冰沉声道。等过些日子，时机成熟之后，我会联系你的。秦晨神色玩味，扔给柳寒冰一枚传音玉佩，等我消息，记住要随叫随到哦。说完，秦晨转身离去。他一共只有8天时间，现在为了突破筑基，已经用去了6天，剩下的时间还要赶路，有点紧迫。而且为了事后躲避追查，他随便在外事殿接了个火石城的任务，然后乘坐玄霄渡厄非洲前往火石城。傍晚时分，玄霄渡厄非洲缓缓落在火石城内。秦晨下了非洲之后，悄无声息地挤出人群，直接出城。按照时间推算，钟佑等人应该是昨晚到的火石城，在城主府休整一晚之后，今天一早出发前往荒原，半夜时分遇到银月郎，缠斗一番后，秘境才会现世。秘境现世后3天，宗门的大部队才会赶到。其实秦晨不用这么着急赶过来，陈明贤和钟佑等人狗咬狗结束之后，定然不会在此地停留太久，自己只需要在附近等待宗门的大部队过来，到时候一起进入秘境便是。只不过秦晨是个非常记仇的人，上一世钟佑算计他，想要拿他引出银月郎，而城主陈明贤也布置了一个阵法，想要玩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俗话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但秦晨是小人，小人报仇从早到晚。出了城，见四下无人，秦晨拿出一柄冰蓝色长剑，此剑名为双寒剑，是从柳寒冰身上搜刮而来的一柄法器。他跳上剑身，低空御剑而行，筑基之后便可借助外物短暂的御空而行，此法比骑马可要快多了。上一世众人骑着马早上出发，一路未停，直到傍晚时分才赶到乱石荒原。而这次秦晨御剑而行，仅仅用了1刻钟便赶到了荒原附近。俗话说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秦晨刚收好双寒剑，便看到荒原上的歪脖树下，一只巨大的狼影在猛烈攻击。而看到树下拼命抵抗的人后，秦晨无奈一笑。席敏，上世自己拒绝和钟佑等人一起做任务后，钟佑便拐骗了此人一同前来。没想到这一世自己没去外事殿，还是席敏被拐骗至此。这女人运气还真是有够差的。钟师兄，两位师姐，快来助我呀！席敏慌张的声音传来。以他的实力，在银月狼的爪子下根本坚持不了多久。但在秦晨的视角中，钟佑三人伏在原地一动未动。几息之后，席敏再也坚持不住，被银月狼一爪拍碎脑袋。银月狼对着空中的圆月嗷呜一声，随即叼起席敏的尸体，一口咬去上半身。此时埋伏在3个方向的钟佑等人终于抓住机会，悍然出手。以有心算无心，钟佑手中还有一柄威力不俗的法器青红剑。3人一击建功，青红剑刺破银月狼的胸口，在他胸前留下了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银月狼痛叫一声，正想要逃走，却发现3个方向都被修士所围堵，根本没有逃走的机会。一起上，免得这畜生发狂。钟佑厉喝一声，与石玉洁和童婷婷一同出手。银月狼抵挡不住，半刻钟后被钟佑一剑刺入胸口，一击毙命。钟佑3人喘着粗气，显然消耗不少。钟师兄，你的计划果然天衣无缝，只可惜这畜生快了一步，把席敏的尸体吃了一半。石玉洁恭维道：“哼，残缺的尸体就不值钱了，算了，就正常上报吧。”钟佑冷哼一声，他正要上前将银月狼的脊骨切下，这时一道阵法凭空而现，将3人笼罩在其中。这不好，阵法！3人大惊，还未有所动作，便浑身像是背了千斤巨物一般，被压制的半跪在地上。啪啪啪，掌声在空荡的荒原中响起。钟师兄果然好手段，不仅把同行之人杀了，还除掉了银月狼，不愧是合欢宗的弟子啊！陈明贤从一块巨石后缓缓走出，炼气9层的修为丝毫没有掩饰。陈城主。钟佑瞪大了眼睛，眼神中满是震撼。钟师兄，我欲长生，只能请3位牺牲一下，助我一臂之力了。陈明贤呵呵一笑，正要出手，身后忽然响起一阵掌声。啪啪啪，陈城主好手段，不仅除掉了银月狼，还把3位合欢宗的外门弟子给顺手弄死了，不愧是合欢宗的弟子啊！秦晨笑着从阴影中走出，听着这段和自己说的极为相似的话，陈明贤顿时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此地如此偏僻，竟然还有外人。他立即暗中施展探查之术，却发现秦晨只是炼气3层，不由得皱起了眉。你是什么人？怎么知道我的身份？陈明贤微微后退半步。我8天之前刚刚加入合欢宗，算起来和你们是同门。秦晨笑呵呵地说道。8天前入门，同门？陈明贤先是一愣，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一般，仰天长啸。小子，你是不是刚入门，连望气术都不会啊？你知道我什么修为吗？陈明贤冷笑一声，浑身炼气9层的气势猛然爆发，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你区区一个炼气3层的蝼蚁，是谁给你的勇气在这里大放厥词的？听到这话，秦晨微微一愣，不过随即他就反应了过来。一路上为了低调，他使用瞒天过海，将自己的修为伪装成了炼气3层。瞒天过海乃是童子哥赠送的逆天天赋，恐怕仙人都不能看穿这伪装之术，更别说炼气9层的陈明贤了。想到这，秦晨呵呵一笑，解除了瞒天过海天赋，顿时筑基期的强大气息散发开来。扑通，在感受到秦晨身上筑基气息的瞬间，陈明贤毫不犹豫地跪了。速度之快，秦晨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不知师兄驾到，师弟刚刚有眼无珠，冒犯了师兄，还请师兄谅解。陈明贤狠狠地抽了自己2巴掌，大声喊道：“秦晨，这陈明贤也太没有骨气了吧！感受到自己身上的王八之气就跪了，自己一点体验感都没有啊！那个，你好歹也是炼气9层，和我差不了多少，手里说不定还有其他底牌，你确定不反抗一下？”秦晨试探着问道。此话一出，吓得陈明贤连连摆手：“师兄，给我1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向您动手啊！刚刚师弟冒犯了您，已经酿成了大错，岂能一错再错？”他神色诚恳：“师兄，我在火石城经营多年，还算是小有身家，只要师兄愿意放过我，我便把全部财产全部献给师兄。”说完，他像是想起什么，连忙又道：“师兄，我还有炉鼎，这些年我连抓带买，一共在城主府养着20多名炼气期的炉鼎，而且今日刚刚抓了一个凌霄阁的女修，只要师兄放我一马，这些我全部赠与师兄。”秦晨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缓缓走向陈明贤：“真的都给我？真的，绝对是真的。”陈明贤连忙道。但他话音刚落，一道淡蓝色的虚影顿时从他的胸口穿过，留下了一个碗口大的孔洞，血花瞬间喷出。下一刻，淡蓝色的虚影回到秦晨手中，陈明贤这才看清，此物赫然是一枚女人用的发簪。秦晨手中把玩着簪子，满意无比。这簪子正是他从柳寒冰那抢借过来的中品法宝青玉簪，当初柳寒冰就是用此误杀了彭通。簪子体型小，速度快，是个偷袭利器。陈明贤炼气9层，连一击都没能接住，便丢了性命。喂，什么？
陈明贤瞪大眼睛，似乎不明白秦晨为何对自己的宝物都动心了，偏偏还要杀了自己。你的炉鼎送给我，什么意思？让我接盘？老子最恨的就是当接盘侠。秦晨拔出双寒剑，一脚将陈明贤踩在脚下，随后斩去了他的头颅，尸首分离。陈明贤死的不能再死了。不过直到被秦晨砍下脑袋，他的双眼之中还满是迷茫，仿佛在问接盘侠是什么意思。陈明贤一死，阵法失去控制，顿时崩碎消散。跪在地上的中佑三人终于能松一口气，站起身来，谢师兄相救。师弟是炼气殿甲峰弟子中佑，今日师兄的救命之恩，师弟铭记在心，未来师弟必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中佑拱手，恭敬无比地说道。石玉洁和童婷婷也连忙有样学样，拱手致谢。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没必要弄得这么隆重。秦晨笑着摆摆手，我其实也没什么要求，就是想和你们借点东西。中佑连忙道，师兄救了我们的性命，借点东西算什么？师兄想要什么，我们送您便是。秦晨拿着剑在陈明贤的衣服上擦拭，听到这句后，他抬起头，呵呵一笑，好说，我借的也不多，借你们的脑袋用罢了。中佑瞪大双眼，还没来得及说话，双寒剑的剑影就已经到了面前，刷刷刷，三个大好头颅瞬间飞起，眼中还带着几分惊恐的目光，看着脚下几具尸体。秦晨冷笑一声，将几人的储物戒全部摸走之后，他抽出银月狼的脊骨，将几具尸体扔到了歪脖树下。片刻之后，大地一阵颤动，下一刻，一道巨大的沟壑出现，吞噬了整片乱石荒原。秦晨站在远处，居高临下的看着眼前翻腾的岩浆，神色淡然。他盘膝坐在地上，发动瞒天过海，将气息再次压制到了炼气3层。3天后，宗门的大部队如约赶到。等众人进入废墟之中的秘境后，秦晨立即跟了上去。一阵眩晕之后，他再次出现在了秘境中的广场上，面前依然是那座高耸入云的仙山。秦晨晃晃神，四下打量一番，最终目光还是落在了冷月身上。这身紫色裙装的打扮，属实是妩媚至极，玄阴媚体，恐不如此啊！秦晨心中感叹一声，随即收回目光。随后的几天，秦晨依葫芦画瓢，和上一世完全行动一致。直到从青云宗的炼气堂中回来后，秦晨再次和冷月独处一室。秦晨如愿以偿，再次拿下冷月。而后在第3关试炼之中，又将王腾击杀，夺下其机缘，用2份神秘兽皮在李健手中兑换了2份九阳破虚剑功法。从上古秘境中出来之后，两人来到不远处的一块巨石上，看着脚下翻腾不息的滚滚岩浆，冷月神色惨然。此番秘境之行，他虽然拿到了机缘，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堂堂元婴中期，竟是被一个筑基初期的外门弟子夺去了清白之身，甚至还被逼着缔结了同生血契。这时他忽然看见秦晨对自己伸出了手，什么意思？冷月皱眉，装傻。作为道侣，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穷死吧？给我拿10万8万的贡献点，我要去买修炼资源。秦晨一脸理所应当的说道。什么？我给你贡献点？冷月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的问道。不然呢？我可是给了你1本九阳破虚剑地功法，你以为是白给你的呀？赶紧的，不然我就跳了。秦晨走到巨石边上，眼前便是沸腾翻滚的岩浆。看到这一幕，冷月顿时被秦晨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给弄得无语了，动不动就说要自杀，当自己是这么好骗的吗？我身上一共只有1万多点贡献，没有你说的那么多，最多给你3000。冷月咬牙道，一共才1万多，你堂堂阴阳殿殿主才这么点身家，骗谁呢？秦晨冷哼。这时一道残影忽然飞出，落入秦晨手中，拿起来仔细一看，正是冷月的身份令牌。自己看。冷月已经气得不想和秦晨说话了。秦晨毫不客气地查探一番，果然如冷月所说，只有1万出头的贡献点。合欢宗上下数十万人，光是元婴修士恐怕就有数百人。我能做到阴阳殿殿主的位置，一方面是取得了几位内门长老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我背后组织红莲会的推动。我确实收入不菲，但绝大部分收入都贡献给了那几位长老和红莲会，能留在手中的并不多。像是怕秦晨追问一般，冷月主动开口解释。红莲会？秦晨疑惑道。冷月不屑地瞥了一眼，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各种组织，合欢宗虽然是一个宗门，但内部有相当多的组织，红莲会便是其中势力比较庞大的一个。不过以你的身份实力，还没有资格接触这些。对于冷月的暗讽，秦晨倒是没有放在心上，人都被自己吃干抹净了，嘴上占点便宜就占点吧。这时他忽然心中一动，你说的红莲会和金蝉会这种组织差不多，对吧？上一世他从炼气殿购买火石矿的时候，无意间听说了金蝉会的存在，而且还抵押了法宝，从金蝉会抵押了8万点贡献。现在想来，金蝉会应该也是如冷月所说，是合欢宗内的一大组织。听到秦晨的话，冷月眼神中闪过一丝亚色。你知道金蝉会？秦晨高深莫测地笑了笑，并未回答。既然你也这么穷，那些贡献点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秦晨想了想，最终还是放弃了从冷月身上薅羊毛的想法。几千贡献点还满足不了他的胃口，看来这一世还是得从金蝉会那想办法。而这时冷月冷哼一声，穷
你一个刚刚入门的外门弟子，甚至还在向我伸手要贡献点，你哪来的自信说我穷？秦晨立即反唇相讥，外门弟子怎么了？高高在上的店主大人，还不是被我这个外门弟子给睡了？刚刚在秘境之中承欢求饶的是谁？店主大人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你！冷月指着秦晨，愤怒的浑身颤抖。秦晨一点都不惯着冷月，他一巴掌打开冷月的手。店主大人，希望你弄清楚自己的地位，想活下去，在我面前最好老实点。说完，他拿出双寒剑，踏了上去。正要御剑离开时，他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回过头对神色略显狰狞的冷月道：“回去之后囤点火石矿，价格超过15.1块之后就可以抛售，不过量不要太大，免得被人盯上。”冷月一脸错愕，还没来得及开口，就看见秦晨已经御剑离开了。他思忖片刻，也立即明白了秦晨的意思。火石城附近出现了上古秘境，接下来肯定会影响到火石矿的价格，如果善加利用，肯定能获利不少。只是秦晨说火石矿的价格能涨到15贡献点1块，这有可能吗？另一边，秦晨御剑进入火石城，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能看到城中的点点灯光。秦晨入城之后毫不犹豫，径直走向城主府。何人擅闯城主府？刚走到城主府大门，2个守门的士兵立即上前拦住秦晨。秦晨面无表情，身上迸发出炼气3层的气势。我乃何欢宗弟子，你们城主见了，我也得恭恭敬敬的叫一声师兄，谁给你们的胆子拦我？眼前2个士兵都是凡人，哪能承受得住如此威压？顿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汗淋漓。不知仙长驾到，还望仙长恕罪。2人连忙磕头请罪。在仙人眼中，凡人与蝼蚁无异，尤其是这个仙人还是合欢宗的修士。据传这个宗门的人都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杀人修炼，诡异得很。我接了宗门的任务，需要让陈明贤配合，让他出来见我。秦晨淡淡道。2名士兵对视一眼，连忙小声道：“仙长息怒，城主大人外出办事了，至今未归，我等马上去通报管家。”秦晨不置可否，背着手转过身去，一副高人的样子。归不归的他能不知道吗？毕竟陈明贤的脑袋都是他砍下来的。他来城主府，一是要在火石城露个面，免得有人调查的话他行踪说不清；二嘛，当然是看上了陈明贤的财产。上一世来火石城的时候，陈明贤明面上表现出来的只是炼气1层的修为。钟佑曾经说过，陈明贤能以炼气1层的修为出任火石城的城主，背景一定很大。此人在火石城经营多年，家底肯定颇为丰厚，要是能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也能发一笔小财。不多时，管家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穿着一身汗衫，匆匆忙忙跑了出来。见过仙长。管家是有眼力见的，见到秦晨，立刻行了个大礼。起来吧。秦晨神色淡然的抬抬手，管家立刻被一股灵力托起。你家城主去哪了？我有要事找他帮忙。秦晨问道。仙长，城主大人外出公干，这2天恐怕都回不来。管家一脸难色。天色已晚，不如仙长先在城主府歇息2日，等城主回来，我立刻让他来见仙长。闻言，秦晨点了点头。本来他还想找理由赖在城主府不走的，没想到这管家心思通透，还没等他暗示就要留他过夜了。其实秦晨是从修仙宗门出来的，还不太清楚修士与凡人之间的地位差距。虽说秦晨表现出来的只是炼气3层修为，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修士，甚至比城主的修为还要高。要是他敢对秦晨稍有怠慢，陈明贤回来之后绝对会把他脑袋割下来给秦晨赔罪。没办法，在修士眼里，凡人与蝼蚁无异。前面领路。秦晨淡淡道。是，仙长请。管家转过身，给了身边的士兵一人一脚，滚一边去，别碍了仙长大人的眼。走进城主府，不多时，管家便带着秦晨来到一处小院。早有人得到消息，紧急将小院打扫了一遍。仙长大人，这2天就委屈您在这休息2天，有什么需求，您随时喊我就行。管家小心翼翼地说道。院门打开，10几名俏生生的侍女立在2边。见过仙长大人。只这一声，秦晨就明白了陈明贤为什么本来都摆烂了，却突然要寻求长生，甚至不惜利用邪法残害同门性命。换作是他，恐怕也抵挡不了如此的诱惑啊。这些侍女全都是双10年华，姿色出众，在普通人的眼中恐怕都是高不可攀的存在，但在城主府，他们却只能当最低贱的侍女。恐怕秦晨想要对他们做点什么，他们都不敢反抗。权力果然让人着迷啊，而这仅仅需要炼气修为便能体验到，要是修为再高一些，秦晨想都不敢想。仙长大人可是不满意？一旁的管家见秦晨沉默不语，顿时心提到了嗓子眼。倒也不是，我只是单纯的对这些女人没兴趣罢了。秦晨淡淡道。闻言，管家连忙对一众侍女使了个眼色，都愣着干什么？没听到仙长大人的话吗？赶紧滚！侍女们顿时如鸟兽散，只是其中有不少侍女明显露出了失望的神色。仙长大人不需要侍女的话，需不需要我安排一点侍卫过来？精壮大汉，柔弱小生，什么风格的都有。管家小声道。在城主府伺候这么多年，什么癖好的人他都见过，早就司空见惯了。只是秦晨听到管家的话之后，顿时神色一怒。你看老子像是有龙阳之好的人吗？滚！是，小的这就滚。管家吓得腿一软，连滚带爬的跑了。秦晨嘴角抽搐不止，这王八蛋把自己想成什么人了？他
他不要侍女是为了半夜行动方便，结果这管家以为自己喜好男色，此子也有取死之道。2个时辰后，秦晨走出院子，确认好方向，几个起落便来到了陈明贤的房间。神识与灵力散布开来，没费多少力气便找到了一处机关，扭动书桌上的花瓶后，书架缓缓打开，顿时露出一段向下的阶梯。果然有密室。秦晨左手一杆众生字带的黑岩万魂幡，右手一杆从王腾手里抢来的黑岩万魂幡，腰间别上青玉簪，武装到牙齿之后，警惕地走进密道。不得不说，陈明贤是会享受的。整个密道都是白玉铺就而成，两侧的墙壁上镶嵌着夜明珠，奢华无比。顺着密道走出几百米，眼前才变得开阔起来。也不知道陈明贤用了什么办法，竟是在地下岩层之中开凿出一个巨大的空间。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庭院，庭院周围种植着不少花草，旁边一条暗河流过。眼前的景象让秦晨一阵无语，这陈明贤真是有够闲的，为了避人耳目，挖了这么大一个地下密室，搞得和地下陵墓一样。他上前推开院门，而院子中的情形又给了秦晨一个暴击。只见院子两侧矗立着几十根1人高的石柱，20-30名妙龄女子被狗链拴住脖子，绑在石柱之上。更重要的是，这些女子全都身无片缕。造孽啊！见到秦晨，这些女子先是一愣，随即惊恐地往后退去。这时，秦晨想起了陈明贤临死前说的话，他说这些年他聚敛了不少财物，而且还掳掠了20多名炼气期的炉鼎。看来，眼前的这些女子便是他所说的炉鼎了。陈明贤已死，我此番来只为求财，告诉我陈明贤的财物藏在哪，我立刻就走，绝不动你们分毫。秦晨收起法宝，淡淡道：“陈明贤死了，他怎么死的？那个恶魔终于死了吗？”听到秦晨带来的消息，众女喜极而泣。我知道他的财物藏在啊！一个女子忽然喊出声：“你先帮我解开锁链，我立刻就告诉你。”话音刚落，一道灵力打出，击碎了此女脖子上的锁链。那女子踉跄一下，低头发现锁链消失，顿时激动不已。师兄救命之恩，师妹没吃难报。如果师兄不嫌弃的话，师妹愿意。说话间，那女子已经走到了秦晨面前，她脸上浮现出一抹羞涩，低下了头，以身相许就不必了，告诉我陈明贤的财物。秦晨的话还没说完，那女子猛地抬起头，此刻眼神里竟满是嗜血的红光。师兄，我也很想要陈明贤的财物啊！那女子偷偷在掌中凝聚了一团灵力，朝着秦晨的胸口拍来。秦晨站在原地，像是被吓傻了一般，一动未动。轰！巨大的爆鸣声响起，震得庭院都跟着抖了一抖。烟尘散去，秦晨依然站在原地。那女子手掌印在秦晨的胸口，神色惊愕无比。你不是炼气3层？那女子喃喃道：“不好意思，我是筑基。”话音落下，秦晨的身上猛然爆发出筑基期的恐怖气势，那女子顿时喷出一口血，被应声声震飞出去。看到眼前这一幕，众女纷纷吓得跪倒在地。师兄，我不是故意的，还请师兄饶我一面，我愿做师兄的炉鼎。先前偷袭秦晨的那名女修顾不得自身的伤势，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炉鼎！秦晨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冷笑，你也配？话音落下，他掷出一枚阵盘，落入院子之中。轰！阵盘早已用灵石充能，在落下的瞬间便展开，将整个院子笼罩其中。此阵正是那门孙长老给柳寒冰的血煞大阵。当初孙长老给了柳寒冰3枚阵盘，其中1枚被柳寒冰用了，剩下2枚自然是落到了秦晨的手中。本来还发愁怎么用呢，没想到正瞌睡就有人递枕头。虽然眼前这些女修中修为最高的才是炼气3层，但胜在数量多啊，量变引起质变，吸收完这么多修士的精元，估计修为还能暴涨。想到这，秦晨立即打出一道灵力，启动了血煞大阵。啊，师兄饶命啊！师兄，我等愿为师兄炉鼎，只求师兄饶我们一命。师兄，陈明贤的住所就在内院的阁楼之中，他的财物肯定也在那，求师兄饶命。众女满脸痛苦之色，惊恐求饶。只是秦晨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们的话一般，盘膝坐在地上，专心调息。血煞大阵中，众女身上的气血之力和灵力被强行抽出，汇聚成一股股血红色的气息，流入秦晨体内。不多时，众女体内的精元便被抽取一空。这些女修一个个面容枯槁，皮包骨头，都快看不出人样了。没了气血之力和灵力的支撑，众人终于不甘地咽了气。秦晨长舒一口气，感受着身体内澎湃的灵力，浑身舒爽无比。经由血煞大阵净化后，抽取来的气血之力和灵力非常纯净，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此等手段，当真是应该为我所用啊！秦晨兴奋无比，他的修炼资质可以说是奇差无比，但只要用此等魔功修炼速度甚至可以媲美那些宗门天骄。吸收完这些女修的气血之力和灵力后，他已经触摸到了筑基初期的瓶颈，距离筑基中期仅有1步之遥。要不是那些女修常年被陈明贤采补，体内气血灵力亏空，恐怕他现在就已经是筑基中期了。不过用此法修炼虽好，但也有个麻烦，那就是成本太高了。先不说从宗门购买炉鼎的成本，光是这阵法便是天价。入门功法合欢诀虽然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但只能1对1，效率太慢，看来还是得利用火石矿狠狠赚一笔。只不过这一试的再低调点，
秦晨心中暗道，上一世自己已经比较小心了，在火石矿的价格还没涨到顶点的时候，就将手里的存货全部抛售。但现在想来，当时自己是被巨大的利益给冲昏了脑子。火石矿的产出一直非常稳定，所以炼器店的存货定然不会有很多。自己一下子买了8万块火石矿，价格升起来之后又突然抛出去，肯定冲击了市场。而那名青山如是，肯定就是之前刘源破产那一事中背后操纵市场的大佬。自己冲击市场，影响了人家的利益，所以才会查出自己的身份前来杀人泄火。只是这群大佬也太不守规矩了，赔了钱就线下珍视自己，真特么玩不起。希望柳妙言路上别耽搁时间，不然等秘境的消息大规模传开，火石矿的价格就要被炒起来了。秦晨到了城主府之后，用交易戒指通过炼器店联系上了柳妙言，他让柳妙言立刻赶来火石城进行一笔大额交易，路费他包。柳妙言惊喜不已，立即包了一艘破空梭，连夜赶往火石城。根据柳妙言的说法，明日一早他便能到火石城，只是路费有点贵，足足花了120贡献点。秦晨暗下心思，无视一地的尸体，走向后院的阁楼。刚刚有女修求饶的时候曾说过，陈明贤平时就居住在其中，不出意外的话，他的身家应该都藏在那。阁楼外有一层防护阵法，秦晨直接无视，黑岩万魂翻打出一道黑岩，将其强行破开。轰隆一声响，整个地下密室都跟着颤动了2下。而下一刻，秦晨刚推开阁楼的门，便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到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绝美的倩影，那女修看起来也就双10年华，穿着一身月白色长裙，衣襟边缘绣着数道青莲云纹，一张俏脸清冷如雪，眉若清黛，眸似寒星，墨色秀发垂落。只不过此时这女修被绳子给绑住了。我擦！秦晨忍不住惊呼一声，知道陈明贤会玩，没想到这么会玩。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此女的穿着还是气质，此女都不像是魔宗中人啊。这时秦晨忽然想到了陈明贤临死前说的话，他说他刚抓到了一名凌霄阁女修，正要炼制成炉鼎，只要自己愿意放过她，他就把此女献给自己。看来眼前这名女修便是陈明贤口中的那名凌霄阁女修了。估计当时陈明贤急着去伏击中佑等人，还没来得及将此女炼制成炉鼎。见到秦晨，女修挣扎着发出声音。秦晨上前将女修口中的锦帕举出，魔道贼子，你们有本事就杀了我！女修盯着秦晨，眼神犹如利剑，恨不得把秦晨千刀万剐。但想到自己现在的姿势和接下来的命运，她的俏脸上又隐隐现出一抹绝望。她之前听宗门内的师姐妹说过，魔道宗门都是一些变态，落到他们手中，下场比死还要惨，尤其是女修。而秦晨此时正饶有趣味地打量着眼前的女修，你是凌霄阁的弟子，是又如何？女修咬牙切齿，今日如果你不杀了我，等我寻到机会，必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哦，是哪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秦晨一脸玩味走到女修面前。一个时辰后，秦晨催动合欢诀，在此女的体内留下了炉鼎印记。一开始他本是想和刚才一样，采补完此女之后直接灭口，但采补一番之后，他立刻改了主意。按理说采补之术只能吸收对方体内的灵力，只有周天阴阳诀这类极为高深的双修之法才能吸收对方对功法的感悟。但眼前的女修却是个意外。秦晨发现从此女体内采补而来的灵力竟是蕴含着一丝剑意。略微思忖片刻，他便明白了过来。之前他便听说过凌霄阁乃是天下6大宗之一，数千年前凌霄阁祖师以剑立宗，后来也是以剑修闻名天下。眼前的女修不知道修炼了什么功法，竟是将剑意融合到了灵力之中。正好她要修炼从秘境中得到的九阳破虚剑，如果能修炼出剑意，此功法的威力将会再上一个台阶。所以秦晨才中途改了主意，施展合欢诀，给此女打下了炉鼎烙印。从此之后，他只要一个念头，便能让此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想要破解，除非他死了，或者大能出手抹去炉鼎烙印。你叫什么名字？师从何人？修炼的又是什么功法？一一老实交代吧。秦晨逼问道。贼子，你杀了我吧！女修流下2行清泪，声音哽咽。她的清白被魔头玷污，还不如一死了之。杀了你，那不是暴殄天物吗？女修咬牙混账。1刻钟后，女修再也坚持不住，老实交代了来历。此女名叫玉若烟，乃是凌霄阁的内门弟子，师父是内门长老阁中的一名长老，修炼玉霄剑诀，炼气7层的修为。凌霄阁和合欢宗的地盘相邻，前些日子有一魔道贼子潜入凌霄阁地盘，掳走了一名炼气2层的外门弟子。玉若烟气不过，一路追踪到了火石城。火石城人员混杂，他寻丢了线索，本想潜入城主府杀了城主府泄愤，可没想到火石城城主陈明贤竟是个扮猪吃虎之辈，对外宣称是炼气1层，实际上却是个炼气9层的修士。玉若烟偷袭失败，苦战不敌，最终被陈明贤俘虏。不过陈明贤还没来得及将其炼制成炉鼎，便被秦晨所杀。玉若烟才出虎口又入狼窝，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沦为炉鼎的命运。扑通，秦晨割断绳子，玉若烟顿时落在地板上。
他现在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身上衣服被汗水浸透，几缕秀发紧贴在额头前，颇有种破碎的美感。割开绳子的同时，秦晨便解开了玉若烟的体内的灵力封印，所以在落到地上的刹那，玉若烟猛地运转灵力，崩开麻绳，单指化剑，朝着秦晨刺去。贼子，受死！玉若烟银牙紧咬，怒吼一声，像是要把刚刚的屈辱全部发泄出来一般。可下一刻，他愣在了原地。只见秦晨身上猛然爆发出筑基期的强大气势，2根手指伸出，轻易挡住了玉若烟的全力一击。怎么可能？你竟是筑基？玉若烟一脸震惊，到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同门都说魔道贼子狡诈无比。他一共遇到过2个魔道修士，一个是陈明贤，炼气9层伪装成炼气1层，第二个就是秦晨，筑基初期伪装炼气3层。魔道修士都有伪装修为的爱好吗？这时秦晨嘴角勾起，心念一动，啊！玉若烟顿时哀嚎一声，捂住肚子，痛苦无力地摔倒在地上，豆大的冷汗顿时从额头沁出。从今以后，你便是我的炉鼎，没有我的允许，你连自杀都做不到。只要我心念一动，就能废掉你的丹田。怎么样？丹田之痛的滋味好受吗？秦晨玩味道。炉鼎印记是强行打在神魂之上的，玉若烟根本无法反抗。她紧紧捂着小腹，心中震撼而又绝望。要知道，她是剑修，苦修多年，不知道吃了多少苦。一般的痛苦对她来说不算什么，但眼前的魔道贼子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竟是能让她的丹田发出阵阵剧痛。最终，玉若烟还是没能忍住，张开红唇求饶。那股痛意仿佛来自于灵魂深处，彻底击碎了她的尊严。在浴池中冲洗一番后，秦晨扔过来一身衣服。之前玉若烟穿的那身月白色长裙早就变成了布条，根本没法穿了。现在给玉若烟的是之前柳寒冰储物戒指里的衣服。当然，秦晨挑了一身最为暴露的裙装，上身是一件直到小腹的杏黄色抹胸，下半身则是一件高腰素色纱裙，和玉若烟之前的风格截然相反。魔头，我就算是死，也绝不会穿这种衣服。玉若烟脸色通红，咬着牙恨恨道：怎么，刚刚我说过的话这么快就忘了？秦晨冷冷道。听到秦晨的话，玉若烟下意识身子一颤，回想到刚刚的可怕经历，她竟然产生了一丝恐惧。玉若烟犹豫一番，最终还是弯下腰捡起了衣服。片刻后，看着和合欢宗女修打扮一模一样的玉若烟，秦晨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副清冷傲然的样子，搭配上这身妩媚至极的合欢宗衣饰，简直绝了。不过玉若烟的身材似乎比柳寒冰还要好一些，穿着柳寒冰的衣服竟是感觉有点紧，看来回去之后得给你定制一身新衣服。秦晨玩味道：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魔头。玉若烟捂着胸口，神色惨然。谢谢夸奖。秦晨无视了玉若烟的话，随即在屋子内翻找起来。炉鼎有了，陈明贤的财物在哪呢？秦晨无视玉若烟杀人似的目光，在房间中仔细翻查。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在床头发现一处暗格，从里面拿出一个储物袋。储物袋的储物空间远比储物戒指大，只是使用起来没有那么方便。储物袋上本来有陈明贤留下的印记，但现在陈明贤已死，印记也早就跟着消散。秦晨不费吹灰之力，神识探入，感受到储物袋中的东西，他眼中顿时金光一闪。下品灵石足足有3000枚，中品灵石也有100多枚，10余件低阶法器，数百盒炼丹、炼器的材料，最后还有1枚通体幽蓝的金属身份令牌。令牌上只有一个陈字，再无其他，看起来似乎是某个家族的身份令牌。之前钟佑曾经说过，陈明贤能以炼器修为出任火石城的城主，背景肯定不俗。如此说来，应该就是这个陈家了。想到这，他指尖打出一道灵力，将令牌彻底毁去。魔宗的诡异手段太多了，谁知道陈家能不能根据这枚令牌追踪到自己，还是毁了的好。这时他忽然在储物袋的角落里看到一个奇怪的盒子，这盒子只有巴掌大小，整体以青铜铸成，只不过表面布满绿色的铜锈，看起来似乎有些年代了。这破旧的青铜盒在众多宝物之中显得有些鹤立鸡群。他控制着神识朝青铜盒探查，却发现神识犹如泥牛入海，根本无法探查到青铜盒内部的情况。咦，秦晨拿起青铜盒在手中把玩一番，神色更加好奇了。这青铜盒的盒身上竟然丝毫没有缝隙，看起来青铜盒是整个铸造出来的一般，绝对不简单。只是秦晨一时间找不到破解之法，只能将其先收起来。除了这些财物，储物袋里最多的就是火石矿了。储物袋里的火石矿足足有上万块，整整齐齐地堆叠在一起，颇为壮观。这估计也是陈明贤用储物袋的原因，普通的储物皆可放不下如此多的火石矿。收获还算可以，没想到陈明贤这么肥。秦晨心中盘算了一番，光是这个储物袋中的东西，现在就价值2万贡献点。要是等火石矿升值后把抛售出去，恐怕价值15万都不止。俗话说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果然有道理啊。一个小小的火石城城主手里就有2万贡献点，要是多弄死几个，啧，想都不敢想。收起储物袋，秦晨的目光又看向玉若烟。看什么看，走了。秦晨率先走出屋子，玉若烟眼神复杂，最终还是咬了咬嘴唇，默默跟了上去。刚出门，
他就看到了满院子的枯尸，忍不住惊叫一声：“这都是你杀的！”玉若烟心中惊诧，这些魔修的手段果然残忍，这些女修的死状竟是如此恐怖。再废话，你的下场也会和他们一样。秦晨冷哼一声，威胁道。说完，他拿出黑炎万魂幡，注入灵力，催动起来。顿时，万魂幡上射出几道黑炎，落在院落之中。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火焰便吞噬了整个院子。杀人灭口，毁尸灭迹，这点简单的道理，秦晨还是明白的。看着眼前的熊熊烈火，玉若烟眼神复杂。要不是秦晨把他练成了炉鼎，恐怕他比那些女修的下场好不了多少。走了，秦晨简洁地对玉若烟下令，旋即带着玉若烟从密道中回到了自己的小院。此时夜色正浓，秦晨看着眼前一身合欢宗服饰、神情屈辱而又愤怒的玉若烟，先是慢条斯理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然后开口道：“很恨我。”玉若烟死死盯着他，恨不能食乳肉，擒乳皮。闻言，秦晨嗤笑一声，他心念一动，下一刻，玉若烟顿时惨叫出声，捂着小腹蹲在了地上，丹田之痛，怎么又忘了自己的身份了？你现在只是我的一个炉鼎而已，只要我动动手指，随时都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秦晨放下茶杯，走到玉若烟面前，伸出手，强行让玉若烟抬起头来。顿时，玉若烟愤怒而又痛苦的神色落入他的眼中。不过呢，我准备和你做一场交易。秦晨神色玩味，手指在玉若烟的俏脸上划过。玉若烟身子微微一颤，眼中顿时掠过一丝不敢置信的微光。什么交易？玉若烟咬牙问道。我要你教我凌霄格地功法，帮我领悟剑意，等什么时候我修炼出了自己的剑意，我便放你离开，如何？秦晨道。通过采补之法汲取玉若烟灵力中的剑意，这个过程太慢了，而且玉若烟修为太低，搞不好她还没修炼出剑意，玉若烟就被采补死了，那可就太亏了。如果能修炼玉霄剑诀，绝对是事半功倍。至于修炼出剑意之后放不放人，还不是自己一句话的事。自己是魔道贼子，想必说话不算话，也不算什么。不可能！玉若烟似乎想都没想，直接果断的拒绝。我修炼地功法乃是凌霄阁不传之秘，怎么可能传授给你这种魔道贼子？你就算是折磨死我，我也绝不会吐露关于功法的一个字。哦，是吗？秦晨嘴角勾起一抹邪笑，今夜还很漫长哦。清晨，秦晨穿上衣服，吐出一口浊气，顿时神清气爽。玉霄剑诀已经交给你了，至于什么时候才能修炼出剑意，只能看你的悟性。床上，玉若烟虚弱无力地说道。想到昨晚的经历，他忍不住一阵后怕。魔道贼子为何有那么多手段？在经历了数种折磨之后，他最终没能抗住，向秦晨求饶，交出了玉霄剑诀。那有点麻烦了，我这个人的修炼资质很差，看来以后还得借用一下你的身体帮我修炼剑意。秦晨呵呵笑道。闻言，玉若烟悲愤地将头扭了过去。要知道，最终会落入此人的魔爪，当初被抓的时候，还不如直接一死了之。这时，管家毕恭毕敬地前来禀报：仙长，外面有一位合欢宗的柳仙长，说是与您有约，带他过来。很快，一身火红宫装，风姿绰约的柳妙言推门而入，见过秦师兄。一进门，柳妙言就对秦晨行了一礼，神色中带着几分妩媚。他目光扫过秦晨身后打扮妖冶却气息冰冷的女修，心中一动，但很识趣的没有多问。柳师妹请坐。秦晨指了指一旁的座位，为了不太过违和，他此刻展现出来的是炼气9层修为，柳妙言乃是炼气7层，他自然是以师兄的身份自居。柳妙言刚坐下，便直接开门见山道：秦师兄说手中有一件法宝，想抵押给金蝉会，不知我现在是否方便一观？秦晨淡淡点头，随即手腕一翻，一杆散发着森森寒意，无数细小冤魂黑气缭绕的黑色旗幡出现在手中，正是黑炎万魂幡。此物一出，屋子中的温度都跟着下降了几分。嘶！柳妙言倒吸一口冷气，忍不住站了起来。此物恐怕不只是上品法宝这么简单啊！柳妙言感叹道。秦晨呵呵一笑，不愧是炼气殿出身的，虽然柳妙言修为不高，但眼力倒是不俗，一眼便看出黑炎万魂幡的特殊。此宝是上品法宝，但品质可以成长，只要祭炼的魂魄足够多，用不了多久便能晋升至珍宝品质。听到秦晨的话，一旁的玉若烟顿时眼含怒火，咬牙切齿道：此等邪物，也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此话一出，柳妙言顿时一愣。秦晨摆摆手，不用理会，这是我新收的炉鼎，还没调教好。柳妙言一副了然的样子，原来如此。说罢，他立即检查起了黑炎万魂幡，而后又掏出传音玉佩，不知给什么人发去了消息。金蝉会的管事说，此物可抵押8万点贡献，如果秦师兄有意出售的话，金蝉会愿意再添2万点贡献，共计10万点贡献买下此宝。说这话的时候，柳妙言也忍不住眼中精彩连连，这可是10万贡献点啊！他奋斗一辈子，恐怕都挣不到这些贡献点的零头。我只抵押。秦晨道。这一世重生，他选的是保留黑炎万魂幡法宝，后来在秘境之中又从王腾的手里抢了另一杆黑炎万魂幡。他曾经尝试过，由于两者同为一元，2杆万魂幡中的魂魄是可以集中到同一杆万魂幡中的，到那时黑炎万魂幡恐怕能直接突破到灵宝品质。不过现在火石矿的事比较急，
只能先抵押1杆万魂幡获取第一桶金，之后再找机会将其赎回来了。好吧，1个月之内，秦师兄可以随时联系我，原价赎回此宝。超过1月，每个月增加5%的保管费，上不封顶，不足1个月的时间算1个月。交代完注意事项，刘妙言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长木盒，将黑岩万魂幡放入其中后，又贴上了特制的封条。做完这一切，他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将木盒收到储物戒中。对了，我这还有一点杂物，也请柳师妹估个价吧。秦晨拿出一个储物戒，其中全是他这几天的战利品。刘妙言神识探入储物戒，顿时又吃了一惊，各式各样的法器，数百件珍稀材料，此人到底是从哪得到如此多宝物的？最终除了几千块灵石和1万块火石矿没卖，剩下乱七八糟的东西，总共卖了1万点贡献。看着身份令牌中多出来的9万点贡献值，秦晨欣慰一笑，有钱的感觉就是好，做梦都踏实。刘妙言看着秦晨把玩手中的身份令牌，心中也不由得羡慕起来。炼气期就能有9万点贡献的身家，放眼整个宗门，恐怕也不超1掌之数。想到这，他脸上忽然飞起一抹动人的红霞，身体微微前倾，吐气如兰道：“秦师兄，接下来的2天，师妹还要留在火石城替金蝉会采购一批火石矿。只是我第一次来火石城，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不知秦师兄是否方便照拂1、2。”刘妙言的这句话，重音落在“一个人”这3个字上，话里暗示的意味已经相当明显。搞不好秦晨现在勾勾手，就能让柳妙言自荐枕席。讲道理，柳妙言无论是身材还是颜值，在合欢宗都可以称为上上之选。换作是平时，对于这种送上门来的猎物，秦晨还可能有几分兴趣。而现在他刚刚奋战了1夜，战友更是玉若烟这等尤物，自然是对柳妙言没什么想法。不好意思了，柳师妹，我已经买了中午回宗门的船票，一会便要去赶路，只能说是爱莫能助了。秦晨淡淡道。柳妙言脸上媚笑微微一僵，眼中闪过一抹失落，不过旋即恢复如常。那等师兄有需要了，随时联系妙言即可。刘妙言没有过多纠缠，拱拱手后便起身离开，只是转过身后，眼底那抹不甘的幽怨还是没能藏住。送走柳妙言，秦晨也没闲着，他拿出传音玉佩，给柳寒冰发去消息，让他以炼气店执事的身份购入分批购入价值2万点贡献的火石矿，而贡献点他早已转移到了柳寒冰的身份令牌内。柳寒冰看到身份令牌里多出来的2万点贡献，顿时大惊失色。可无论他怎么给秦晨发消息，秦晨都没有回复，因为此时秦晨正在与冷月联系，他给冷月赚了3万点贡献，交代和柳寒冰那边一样，都是分批购入火石矿，不能大张旗鼓。你是怎么弄到这么多贡献点的？冷月发来消息，下次在你床上告诉你。话说到现在我还没去过你的寝宫。秦晨回复道。可发出这条消息后，冷月便不再理会他，还和我装起高冷来了。下次见面不弄得你跪着给我唱征服，我就不姓秦。秦晨冷哼一声，看到秦晨那副吃瘪的样子，一旁的玉若烟忍不住嘴角勾起笑意。可这时秦晨忽然一把将其拽了过来，笑，你还敢笑？秦晨一巴掌拍在他的挺翘之上。玄霄、杜鄂州还有1会才来，趁这个时间，我正好在修炼2遍剑意。玉若烟还没来得及发出反对的意见，便被秦晨按了下去。2天后的夜里，两人乘坐玄霄杜鄂州回到了宗门。他本来是想乘坐破空梭的，毕竟从金蝉会那里带了8万贡献点，一堆杂物也卖了1万贡献点。虽说拿出5万让柳寒冰和冷月去囤积火石矿了，但手里还剩下4万贡献点，绝对算得上是个土大款。可结果到乘坐非洲的地方才知道，火石城这种小地方根本没有破空梭，让秦晨想花贡献点都没地方花。回到阴阳殿以风，看着面前破旧而又逼仄的洞府，玉若烟直接傻了眼。从这2天的了解来看，秦晨修为不低，家产也颇为丰厚，在合欢宗诀不是最底层的那种外门弟子，可他住的地方比狗窝也强不到哪里去啊！皱什么眉？怎么很嫌弃啊？秦晨冷哼道。一个凌霄阁的正道弟子，怎么可能明白要想在合欢宗活下去要承担多么大的风险？要不就被师姐炼化成炉鼎，要不就被大能开合上门索命，不低调一点，实在是活不下去啊！刚坐下没多久，洞府外竟是来了个不速之客柳寒冰。柳寒冰神情紧张，不断四下张望，生怕被人发现踪迹一般。直到秦晨打开门，他走进去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当他看到房间里的另一道身影时，忽然神色一变，调动其体内的灵力，如临大敌。他是什么人？柳寒冰惊道。他和秦晨的关系根本见不得光，如果被其他人知道，绝对是一大麻烦。这么激动做什么？这是我的炉鼎。秦晨呵呵一笑，摆摆手说道。炉鼎？柳寒冰皱了皱眉，这才放下心来。阴阳殿就是培育炉鼎的，以秦晨的境界，有几个炉鼎也很正常。这时秦晨看着柳寒冰眉眼间的惴惴不安，有些疑惑道：你怎么突然来了？出什么事了？以他对柳寒冰做的那些事，柳寒冰恨不得杀他而后快，绝不会大半夜主动上门。现在突然过来，绝对是出了大事。想到这，他猛地一愣，难道收购火石矿的计划出了意外？可不对啊，柳寒冰手里的贡献点只能买2万块火石矿，应该还入不了那位青山如是的法眼吧？而且要是真被那位青山如是盯上了，恐怕柳寒冰也没机会来找自己了。
正当他疑惑之时，柳寒冰有些心虚的开口道：“别出什么事，我只不过是想要问问，你手中的贡献点都是怎么来的？”自从2天前拿到秦晨转过来的贡献点之后，他是心惊肉跳，这2天根本没有心思去做其他事。期间他给秦晨发了不少消息，都犹如泥牛入海，秦晨根本没有回应。这种态度让他更加慌张了。秦晨一个小小的筑基期，从哪弄来这么多贡献点？宗门对贡献点的管控是很严格的，能非常轻易地追踪到所有贡献点的来源。如果你的贡献点真的来源不正，我劝你还是……柳寒冰的话还没说完，便被秦晨强势打断。等等，你先别管我贡献点是怎么来的，我只问你一句，火石矿买了吗？秦晨语气急促地质问道。没。柳寒冰眼神中闪过一抹畏惧。砰！秦晨拍案而起，嘴角一阵阵抽搐。他顾不上理会柳寒冰，直接拿出交易戒指查询起火石矿的价格。果然，价格已经涨到了6点贡献1块。冷月从秘境中回来已经足足2天了，消息灵通之人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开始囤货。秦晨甚至怀疑其中不乏那位青山如是的推波助澜。当初他之所以选择将柳寒冰掌控在手中，就是看中了他炼气店执事的身份。火石矿价格波动，首先收到消息的肯定是炼气店内部之人。柳寒冰以炼气店执事的身份购入火石矿，应该不会引起那位青山如是的怀疑，如此便能将风险降到最低。只是千算万算，没算到柳寒冰才是掉链子的那一环。他狠狠瞪向柳寒冰，吓得柳寒冰身子猛地一震。你觉得我会拿我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现在立刻马上分批购入火石矿！秦晨咬着牙厉声命令道。现在没空收拾你，等这件事结束了，我再好好和你算算账。不夸张地说，仅仅这2天时间，他至少损失了8万贡献点。8万贡献点换成修炼资源，够一些修士修炼一辈子。听到秦晨的话，柳寒冰又羞又怒。他自然知道秦晨算账的意思，像是生怕秦晨兽性大发一般。他没敢反驳，匆匆离去。柳寒冰离开后，秦晨立即联系冷月，生怕冷月也没出手购入火石矿。结果显然是他多虑了。2天的时间，冷月已经吞下了4万贡献点的货，除了秦晨给的3万贡献点，他自己还添了1万。倒不是冷月有多听话，而是他曾经见识过秦晨的手段。秘境之中，以筑基初期的境界将一众大能全部坑死，那么多内门长老无一幸免。所以他对秦晨的决策还是很信任的，尤其是2人缔结了同生血气，秦晨更没有坑他的理由。听到这个消息，秦晨这才松了一口气，虽然有点损失，但无伤大雅。他现在要做的便是等待火石矿价格起飞。于是接下来的几天，秦晨闭门不出。他从玉若烟的手中得到了玉箫剑诀，现在有了时间，开始苦心钻研。只不过这几天功法虽然已经到了入门的水平，却丝毫感受不到剑意。你给我递功法，不会是有问题的吧？秦晨看着刚刚被他采补完剑意的玉若烟，皱眉问道。功法没有问题，是人有问题。你这种魔道贼子，没有一颗通明剑心，这辈子都别想修炼出剑意。玉若烟咬着牙，一脸屈辱道。无所谓，反正采补你也能吸收些许剑意，等什么时候你失去了价值，我就去凌霄阁掳掠几名女弟子来继续采补。对了，你应该有很多师姐妹吧？到时候我帮你们团聚。秦晨冷笑一声。又是几日过去，这几天他时刻观察着火石矿市场的走势，让柳寒冰和冷月分批将手中的火石矿流入了市场。同时他将从陈明贤密室中得来的1万多块火石矿也投入市场，全部换成了贡献点。等所有火石矿全部出售完毕后，秦晨大致算了一下，一共收入60多万贡献点，刨去成本的话，利润大概在60万贡献点左右。火石矿是分批购入的，最后又是分批出售，再加上柳寒冰没有第一时间按计划购入火石矿，利润远远没有达到最大化。按照秦晨的估算，如果按照最低价购入，最高价抛出，利润甚至能达到80万点贡献。但他觉得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太高调的话，万一再被那位青山如是盯上，就麻烦了。安全第一。火石矿卖完之后，他给柳寒冰和冷月都发去了消息，让他们把贡献点转给自己。不过没多久，柳寒冰就回复了他的消息。秦晨，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借由我的手去购买火石矿，但你的动机肯定不纯，我担了风险，所以我要留下10万贡献点，剩下的部分可以给你。听到柳寒冰的回复，秦晨直接傻眼了。当初劫掠阴阳殿的炉鼎，现在又想截留自己的贡献点，这柳寒冰长得挺漂亮，但下手是真的狠啊！合欢宗果然特么的没一只好鸟。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此刻柳寒冰的洞府之中，柳寒冰也满脸紧张。其实从理性上来说，他并不想和秦晨再有更多交集了，但他被秦晨接连采补好几次，修为硬生生的掉落了2个小境界。如果不尽快修炼回来，一旦被店主发现，自己的执事之位绝对保不住。秦晨，就当是这些贡献点是你给我的赔偿了。柳寒冰喃喃自语一声，手掌紧紧握住传音玉佩，手背因为用力青筋隐现。而这时传音玉佩发出一阵波动，秦晨的消息传来：柳寒冰，你也太高看自己了，就凭你也想劫留我的贡献点？秦晨的声音带着一丝轻蔑。这样吧，15万贡献我一点都不要，全部给你。不过呢，用不了2天，
一大批流影珠就会出现在炼器店，到时候你柳寒冰可能就要出名了哦。我得好好想想，这个流影珠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对了，就叫我和师姐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如何？听到这个消息，柳寒冰猛地一愣。流影珠，他用脚后跟想，都能想出来秦晨用流影珠干了什么。这个混账，什么时候偷偷对自己用了流影珠？柳寒冰，今夜子时来我洞府，咱们好好商量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你要是不来，呵呵，明天早上就等着在炼器店出名吧。秦晨说完便不再回复消息。秦晨洞府之中，看着秦晨威胁柳寒冰的样子，玉若烟不由得冷哼出声，果然是魔道贼子，同门之间竟然还会互相算计，真是狗咬狗，一嘴毛。听到玉若烟的冷嘲热讽，秦晨嘴上毫不吃亏，你说我是狗，那你是什么？说着，他的目光还在玉若烟的身上掠过，嘴角勾起一抹邪笑。玉若烟瞬间便明白了秦晨的意思，俏脸飞起一抹红霞，扭过头去不再理会秦晨。想到最近几天的经历，他不由得后悔自己当初的任性，完全没有认识到魔道修士的狡诈，便跑到了合欢宗的地盘，最终沦为了魔道贼子的炉鼎。只可惜自己和师门的传音玉佩早已被陈明贤给毁了，不然联系上师傅，说不定自己还有机会脱困。此时夜深人静，天地间只剩下虫鸣声。柳寒冰的身影出现在秦晨洞府门前，神色犹豫不决。他实在不想再面对秦晨，但秦晨的威胁他又不能放任不管。推门而入，秦晨似乎早就知道他会来，正坐在桌前静静等待。看到秦晨，柳寒冰心中顿时燃起一抹怒火。流影珠在哪？秦晨嘴角冷笑，柳师姐别急嘛，流影珠会给你的，不过先把我的贡献点还给我。柳寒冰咬了咬牙，不过看到秦晨那父兄有成竹的样子，只能老老实实将贡献点转给了秦晨。此番前来，他已经想好了，大不了贡献点一点都不要了，只要能换回来流影珠就行。只是没想到，刚刚转完贡献点，秦晨却依然不满意。只见秦晨手指点了点桌面，还有呢？柳寒冰一愣，还有什么？所有的贡献点都已经在这了，不信你去查交易记录，我一点贡献都没有私藏。秦晨呵呵一笑，我知道，不过呢，当初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你，让你分批购入火石矿，而你却没有下手，导致我少挣了好几万贡献点，现在又胆大妄为，想要私吞我的利润，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你不得给我赔礼道歉吗？柳寒冰色厉内荏，深吸一口气，对不起，只有一句对不起吗？呵呵，你的赔礼道歉还真是廉价啊，不然呢？你想如何？我的全部身家都已经被你抢去了，现在我身上什么都没有。错，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听到秦晨的这番话，柳寒冰惊得连连后退两步。你想做什么？秦晨冷哼一声，猛地出手掐住柳寒冰的咽喉。你说我想做什么？既然赔不起，就拿你的这具身体来赔偿吧。秦晨的手掐得柳寒冰眼前一阵恍惚，他没想到秦晨这么大胆，敢在洞府之内对同门出手，一时不察才被秦晨得手，不然的话，以他筑基中期的境界，绝不会连反抗都没有，便被秦晨掐住喉咙。他下意识运转体内灵力想要反击，可这时秦晨忽然开口道：柳师姐，我劝你还是别动手的好，你信不信你只要动一根手指头，店主大人便会出手将你击杀。秦晨话音刚落，柳寒冰果然感觉到自己忽然被一股冷冽无比的杀机锁定，身上竟是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元婴修士强悍如斯，光是凭借气息便可将他镇压。柳寒冰缓缓闭上了眼睛，两行清泪滑下，他扭过头，像是认命一般。秦晨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心软，撕拉一声，柳寒冰身上的裙装顿时化作布片散落。下一刻，他嘤咛一声，被秦晨扔到了床上。即便柳寒冰是魔道修士，可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就连始终旁观的玉若烟都忍不住有些心疼。他扭过头去，不敢去看床上柳寒冰的凄惨模样。柳师姐，别说我没给你机会，一下一零时，如果今晚你能还上欠我的债，说不定我就能饶过你哦。秦晨邪笑一声，开始讨债。秦晨自然是不会放过柳寒冰，按照他的算法，柳寒冰至少欠他好几万贡献点，一晚上怎么可能还得上？天蒙蒙亮，柳寒冰以一个极为屈辱的姿势趴在床上，心中绝望无比。就在刚刚，他感受到自己的丹田之中侵入了一股异常阴冷的气息。作为合欢宗的弟子，他当然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他的体内被打上了秦晨专属的炉鼎印记。而在旁边，秦晨看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嘴角勾起一抹得意，将柳寒冰炼化成炉鼎。这件事他早有预谋，只不过先前他急着去上古秘境，而炼制炉鼎印记的时间又太久，所以才无奈放弃。也就是说，就算购入火石矿的事一切顺利，他也不会放过柳寒冰的。毕竟柳寒冰知道他太多秘密，必须紧紧将其掌握在手中。把流影珠拿出来，毁了！柳寒冰忽然开口道。即便是被炼制成炉鼎，他也不允许自己狼狈的模样被流影珠记录下来。流影珠，秦晨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他拿出一颗流影珠扔到柳寒冰身边，可能是我记错了，我之前并没有用过流影珠。这一世，他刚刚加入宗门的当天晚上就开始裁捕柳寒冰冲击筑基期，怎么可能有时间去买流影珠？这些流影珠是他回到宗门之后才买的。虽说他买流影珠确实没安什么好心，但却没想到刚刚买来就派上了用场。
给柳寒冰吓得不轻。看着内容空白的刘影珠，柳寒冰绝望无比。秦晨并未理会柳寒冰，而是推开了洞府的门。门口，冷月悄然而立，神色冷若冰霜。店主大人，实在是不好意思哦，让你在外面听了一夜的声音。秦晨嘴上虽是这么说，但脸上却一点愧疚之色都没有。冷月无视了秦晨的话，抬起大长腿走入洞府。刚进门，便瞥见了站在角落的玉若烟和床上的柳寒冰。他冷哼一声：“你倒是会享受。”秦晨玩味一笑：“怎么，店主大人吃醋了？”说完，他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一拍脑袋：“哎呦，你看看这事闹的，差点忘了店主大人才是我的正式道侣了。店主大人莫要吃醋，他们两个只是我的炉鼎而已，我的心还是你的。”听到秦晨如此无耻的话，饶是以冷月的心性，也忍不住狠狠地瞪了秦晨一眼。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从他和秦晨相处的这段时间来看，和秦晨斗嘴，最终吃亏的只能是自己。而对于玉若烟和柳寒冰的遭遇，他心中更是毫无波澜。在合欢宗内，这种事太常见了。合欢宗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养蛊场，弟子之间都是竞争关系，失败的人轻则沦为炉鼎，重则身陨道消，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柳寒冰虽说是一殿执事，修为在秦晨之上，但既然他技不如人，那被秦晨炼制成炉鼎也没什么好说的。再说了，就算是自己，不也栽在了这个混蛋的手中吗？想到这，冷月深吸一口气，平复心中的愤懑。随即他抬手一挥，一道淡蓝色的灵力屏蔽便将二人笼罩其中，将两人的声音和气息全部与外界隔绝开来。你昨夜用传音玉佩喊我过来，应该不只是让我帮你炼制炉鼎，而是还有其他事吧？有什么事赶紧说，过些日子便是岁末考核，阴阳殿今年的指标还没完成，我很忙。冷月淡淡道，也不知道是回到宗门有了底气，还是因为接受了与秦晨之间的关系。此刻冷月在秦晨面前又恢复了当初那阴阳殿殿主的高傲气质。两人虽然都是坐着，但秦晨偏偏有种冷月在俯视自己的感觉。叫你过来也没什么别的事。说着，秦晨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放到桌上。不过火石矿不是都已经卖完了吗？盈余的贡献点是不是该给我了？冷月二话没说，便拿出身份令牌给秦晨转过来了贡献点。秦晨一愣，没想到冷月这么好说话，问都没问就把贡献点给自己转过来了。提前准备好的说辞和预案一个都没用上。只不过当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份令牌之后，顿时傻了眼。15万？怎么只有15万？秦晨怒视冷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手里的火石矿至少赚了35万贡献点吧？只给我15万，你当我是傻子吗？看到秦晨咬牙切齿的样子，冷月妩媚一笑。不得不说，玄阴内体的效果果然强大，一颦一笑都风情万种。秦晨，你刚刚也不说了吗？你我二人是道侣，算计那么清楚干什么？再说了，挣的贡献点一人一半，我觉得这很合理。冷月微笑道。秦晨瞪大眼睛，大脑都有点宕机。当初冷月死活不让自己碰，自己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霸王硬上弓，而后又逼其与自己缔结了同生血气。要不是有同生血气的制约，恐怕冷月早就虐杀自己千万遍了。可现在冷月又口口声称自己为道侣，女人变脸都这么快的吗？想到被冷月私吞的贡献点，秦晨顿时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直响。贱人，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秦晨的话还没说完，便被冷月抬手打断。信不信你现在就自杀是吧？冷月嗤笑一声，好啊，那你就自杀吧，大不了咱们一起死。此话一出，秦晨顿时没脾气了。合着为了这20万贡献点，冷月连命都不要了，自己还能有什么手段？好，贱人，这次的事我记下了。秦晨狠厉道。看到秦晨的样子，冷月得意的同时，心中也松了一口气。刚刚的话其实试探的意味居多。回到宗门之后，他仔细地将秘境之行复盘了一遍。在他看来，他之所以被秦晨轻易拿捏，是因为在秘境之中修为被压制，没了主心骨后，正好碰上了对秘境非常了解的秦晨，最终为了活命不得不委身于秦晨。虽失身于秦晨，但他毕竟是从秘境中活着走了出来，也不知道秦晨为何如此熟悉秘境中的诡异规则，那些内门长老竟是无一幸免。而后秦晨数次利用同生血气威胁自己，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并不必须受其威胁。没错，就算两人同生共死，自己也不用事事听秦晨吩咐。秦晨背景神秘，而且据他所说由内门长老做背景，他虽然只是筑基初期，但在秘境之中如入无人之境，又能随便赚取几10万贡献点。这种人会因为自己违抗他的意志就自杀吗？大概率不会。所以私吞秦晨贡献点便是冷月的一步试探。当然20万贡献点对他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要是能留在手中自然是极好的。现在看来事实如他所想，秦晨还没疯癫到随便就自杀的程度。秦晨，你之所以让我代为购入火石矿，是怕你出手的话境界太低，引起某些人的关注吧？冷月撩起额前的发丝，翘起二郎腿，神色玩味。既然我帮你承担了风险，拿一部分利润也是很公平的，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秦晨冷哼一声，指向床上的柳寒冰，上一个想要拿我利润的女人已经被我炼制成了炉鼎。听到这话，冷月忽然捂着娇艳欲滴的红唇娇笑一声，怎么，
难道你也想把我炼制成炉鼎？他笑得花枝乱颤，波涛汹涌。可惜炉鼎的境界必须和主人的大境界相同，或者低于主人的境界。我是元婴中期，你想要把我炼制成炉鼎，等你什么时候突破到元婴期再说吧。不过等你到了元婴期，说不定我就已经成了化神。这话还真不是冷月说大话。有了秦晨的这20万贡献点，他能换取不少修炼资源，在突破化神之前，绝不会因为缺少修炼资源而发愁。这也是他今天心情如此之好的原因。得了这么一大笔贡献点，他现在看秦晨甚至有点顺眼了。兴奋之下，冷月略有失态，看得秦晨一阵阵起火。玄阴媚体，恐怖如斯，一颦一笑都能牵动男人的心神。要不是打不过冷月，他恐怕早就忍不住将冷月绑起来狠狠地抽一顿了。好，这件事我认栽。这些日子睡了你这么多次，那20万就当是给你的打赏了，下次把我伺候好了，大爷我还重重有赏。秦晨冷笑道，钱包吃了亏，面子不能继续吃亏。而听到这话，冷月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羞怒不已。这混账竟然还敢提这事！店主大人，贡献点的事我不追究了，不过还有2件事我要和你商量商量。秦晨往后一靠，又将谈话的主导权拿了回来。你应该也知道，想要解除同生血气，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缔结血气的双方自愿毁约。只要你帮我办成这2件事，我可以以天道起誓，与你解除同生血气。此话一出，冷月猛然一愣，随即激动地站起身来。你说的可是真的？冷月寒声道。这几日他确实查阅了很多关于同生血气的资料，无一例外都说同生血气无解，只有缔结血气的双方自愿解开这一条法子。他本来都已经绝望了，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知道秦晨那么多秘密，秦晨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都不会和自己解除同生血气的。只是没想到秦晨今天竟然忽然提出了条件。什么事？说。冷月平复一下心情，又坐回到座位上。秦晨呵呵一笑，第一，我之前说过让你寻找周天阴阳诀的消息，我要拿到周天阴阳诀，并且借由你的身子学会九阳破虚剑。这2天他看了看九阳破虚剑功法预检，不出意外2天睡了8次觉。这功法不愧是上古秘境中出产的，高深至极，想要凭借自己的天赋修炼此法，这辈子估计是没戏了。只能让冷月先学会此剑诀，再用周天阴阳诀采补其功法感悟。虽说这个法子麻烦了一点，但胜在省心，只需要多睡几次冷月便能学会功法，比自己睡大觉强多了。冷月略微思忖片刻，这件事虽难，但并不是做不到。自己背后有红莲会，现在自己手里有秦晨的20万贡献，自己也顺便挣了10多万贡献，这么多资金，让红莲会中的大能帮着寻找一下周天阴阳诀的消息，应该不成难事。唯一的困难之处就是九阳破虚剑实在是太过高深，他修炼了这么几天，竟是还未入门，到时候想要通过周天阴阳诀将此剑诀传给秦晨，估计要很多次。算了，既然已经失身于这混账，也不在乎多2次还是少2次了，先解除同生血气才是正事。冷月心中暗叹一声，随即点头答应了下来。我会安排人去打听消息，找到功法后第一时间联系你，这是第1件事。那第2件呢？秦晨神情略微露出一丝郁闷。第2件事便是助我修炼出剑意。说着，秦晨指了指站在角落的玉若烟，那炉鼎是凌霄阁的女修，我从她手中学了一门剑诀，据说能极大的提高领悟剑意的几率。可是修炼这么多天，我一点剑意都没有感受到。凌霄阁？冷月听到玉若烟的来历，顿时皱起了眉。能提高领悟剑意的功法，难道是玉箫剑诀？秦晨点头，没想到你连这功法都知道。闻言，冷月忍不住上下打量一番秦晨，嗤笑道：有时候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是什么来历。上古秘境中的诡异规则你清清楚楚，鼎鼎大名的玉箫剑诀却一点没听过，真是有意思。秦晨一愣，此话怎讲？冷月瞥了一眼神情紧张的玉若烟，嘴角泛起一抹似笑非笑的神色。看来你对这个炉鼎的手段很残忍，所以他才怀恨在心，骗了你。骗了我？秦晨瞪大了眼睛，自己这是惹上桃花劫了吗？怎么遇上女人就被骗？见秦晨这副样子，冷月幸灾乐祸道：玉箫剑诀威名赫赫，乃是凌霄阁中最出名的功法之一，只有内门弟子才可修炼。你绑来的这个炉鼎，身份应该还挺尊贵。不过呢，他虽然把功法告诉了你，但玉箫剑诀之所以能够提高领悟剑意的几率，是因为要在修炼之时用丹田培育一枚剑胎，等剑胎培育成功，便能用其承载剑意，甚至祭出体外对敌，威力远超一般的法器。剑胎？秦晨傻眼了，这么重要的东西，玉若烟是一嘴没提啊，自己竟然被一个炉鼎给骗了，看来是得好好找他算算账了。宗门内剑修不多，修炼玉箫剑诀的更是寥寥无几，所以市场上的剑胎品质都很差。想要获得品质高的剑胎，你只有自己想办法了。冷月提醒一声，旋即他忽然话锋一转，对了，你这几天有时间吗？红莲会的人想要见见你。红莲会？秦晨皱了皱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过你的店主之位就是在红莲会的协助下才拿到的吧？红莲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之前冷月说过，他能坐上店主之位是红莲会在背后推动。别看冷月是一店之主，但他手里并没有多少贡献点，
阴阳殿每年赚取的资源，一部分上交给了宗门，还有一部分则是上交给了红莲会。能留在冷月手中的资源非常有限，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偏要从秦晨手里强制20万贡献点了。听到秦晨的疑问，冷月思索片刻，开口道：“在给你介绍红莲会之前，我先问你一句，你了解合欢宗吗？”不等秦晨回答，他又继续道：“也许你之前入门的时候有人向你介绍过，合欢宗是一个超级大的宗门，是这块大陆上的6大宗门之一。而合欢宗分为内外2门，外门有功能不同的6大殿，我们阴阳殿便是其中之一，而内门中则是宗门的精英。”这些话说对也对，说不对，其实也并不全对。实际上，在宗门的那些高层眼中，整个外门都是替宗门干杂活的。外门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内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和新鲜血液，只有进入内门才能成为真正的合欢宗弟子。秦晨若有所思，原来如此，怪不得总感觉外门奇怪的规矩这么多。说到这，他有些奇怪地问道：“既然内门如此重要，你为何没加入内门呢？以你的修为和资质，应该不难吧？根据宗门的规矩，只要修炼到结丹期，资质不错的弟子便可加入内门。冷月都已经元婴中期了，还身具玄阴魅体的体质，总不可能连加入内门的门槛都达不到吧？”闻言，冷月嘴角顿时撇了撇，露出一丝不屑。表面上的条件很简单，但你以为内门是谁想进都能进的吗？除非继续扩大宗门的势力范围，否则宗门的修炼资源总数便是固定的。内门的人如果太多，资源如何分配？于是宗门内各种组织便应运而生，这些组织背后都有内门长老的影子，甚至是长老会的成员为其撑腰。这些组织牢牢把控着加入内门的名额，不付出一定的代价，就绝没有机会加入内门。秦晨疑惑道：“我大概明白了，这些组织都是替那些大佬攫取资源的白手套，对吧？不过长老会又是个什么玩意？”冷月解释道：“长老会是由内门中10名修为最高、实力最强的长老组成，有权力协助宗主处理内门事务。宗门内几大组织背后全都是长老会中的长老在控制，像是我加入的红莲会，背后主事之人便是其中一位，还有你之前接触过的金蝉会，背后主事者也是长老会的成员。不过金蝉会比较特殊的是，他们只做生意，几乎不参与权力斗争，所以几乎没人为难这个组织。”说到这，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冷哼一声：“当初我也曾经想要加入内门，但一名内门长老听说我是玄阴魅体之后，私下找上我，提出以当他10年炉鼎为代价，换取入门的名额，我果断拒绝。后来此人还想暗中对我下手，幸好红莲会出面才将我保下来。”啪！秦晨一掌拍在桌子上，冷月被吓了一跳，愠怒道：“你疯了？拍什么桌子？敢觊觎我的道侣，此人已有屈死之道。你告诉我他是谁，到时候我定然要将他斩于马下。”秦晨怒道：“虽说他并未将冷月视为道侣，但对于差点给自己戴了绿帽子的人，他是绝不会放过的。他名叫张怀良，修为早就已经到了合体期，你确定能斩了此人？”冷月讥讽道。秦晨摆摆手，随意说道：“合体又怎么了？又不是不死不灭。这一世要是杀不了他，那我就下一世杀；下一世还不行的话，那我就下下世。愚公毛都没有多赶一山，自己手握轮回塔这等宝物，还能怕了一个合体不成？”对于秦晨的话，冷月并未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一个筑基初期扬言要灭杀一名合体大能，无异于说要上天把月亮扣下来当球踢。反正不管如何，内门的名额全都被这些组织霸占，不然的话你去看看，外门中有不少修士就是因为没有靠山，又不愿意给这些组织卖命，所以才一直无法加入内门，只能在外门中虚度光阴。我当初加入红莲会也是无奈之举。冷月叹了口气道：“加入红莲会之后，他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庇护，但代价也同样巨大。每年阴阳殿攒下的资源，除了上交给宗门的部分，剩下的几乎全部上交给红莲会了。不仅如此，他是玄阴魅体，万一哪天红莲会中的某个大人物看上了他，恐怕他根本没有办法，也没有机会反抗。我算是明白红莲会的地位了，只不过他们为什么要找我这个小卡拉米呢？不会是你透露了什么吧？”秦晨疑惑地看向冷月，自己一个筑基修士，根本不可能入得了红莲会的法眼，对方想要见自己，恐怕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知道了自己进过秘境，而且还活着出来了。冷月一阵无奈：“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不过你放心，关于你的情报，我什么都没有透露。你之所以被红莲会盯上，完全是因为你自己不小心。”“我不小心？”秦晨一副不信的表情。冷月嗤笑一声，解释道：“我早就说过，我是红莲会的成员，手中的大部分资源都要上交给红莲会。你觉得他们会让我有私藏资源的机会吗？事实上，我手中的身份令牌一直受红莲会监管，每一笔资源点的交易都会被记录。前些日子你忽然转给我3万点贡献，立即就被红莲会发现了。”听到这，秦晨金的下巴都快掉了。我勒个豆，监管会内成员的交易记录这么神通广大的吗？看到秦晨震惊而又沉重的神色，冷月安慰道：“放心吧，我只说你也是秘境中的幸存者，侥幸从秘境中得到了一些好处，逃出秘境后发现了关于火石矿的商机，而后将资金交给了我，让我代为购买火石矿而已。至于你在秘境中施展的那些手段，你我之间的关系，还有你的背景，我什么都没有交代。”听到这些，秦晨这才略微松了一口气。要是老底都被人看穿了，
那他估计就得考虑重开了。而现在勉强还算有一线生机。至于想和你见面的是内门的一位，具体身份我也不清楚。冷月补充道。那如果不见面行不行？秦晨犹豫道。魔门中的修士都太颠了，内门中的修士恐怕更是颠中之颠。要是对方好奇自己从秘境中活下来的手段，突发奇想，把自己的脑袋拧下来研究研究怎么办？就算稍微温和一点，对自己搞个什么搜魂之类的手段，自己也受不了啊。而听到秦晨的话，冷月的目光顿时变得像是看傻子一般。你一个蝼蚁一般的外门弟子，想要违逆红莲会这种庞然大物的话，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搬出比红莲会更大的背景，让红莲会知难而退。否则的话，只有死路一条。你想死我不介意，但能不能把童生血气解除了之后，你再去找死？冷月寒声说道。之前在秘境中，秦晨曾经拿出过来一块内门长老的身份令牌，说他背后有大人物撑腰。他倒是想看看秦晨敢不敢和红莲会对着干。这时秦晨一拍桌子，脸上露出一抹不屑。红莲会算个屁！不过既然他们如此诚恳的邀请了，那我便勉为其难和他们见个面吧。听到秦晨前半句话，冷月还以为秦晨真有什么背景能与红莲会抗衡，而听到后半句话，那不纯认怂吗？既然如此，我去回复消息，等定好时间我联系你。冷月道。他刚起身，秦晨忽然道：店主大人，既然来都来了，不如咱们道侣之间维系维系感情。冷月挥手散去防护阵，目光不屑地瞥向柳寒冰和玉若烟。还是找你的炉鼎去维系感情吧。说完，他的身影便在秦晨眼前消散，根本不给秦晨说话的机会。特么的，拿了老子20万贡献点，连睡都不让睡，你等着，下次别让我逮到机会。秦晨怒骂一声，随即目光正好落到了玉若烟的身上。想到刚刚冷月说的剑台一事，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都成了炉鼎了，竟然还敢骗自己。玉若烟扭过头，不敢正视秦晨，但下一刻，一股侵入骨髓的疼痛顿时从丹田处传来。玉若烟闷哼一声，浑身犹如失去力气一般瘫软在地。秦晨大步走上前，一把揪住玉若烟的秀发，将她提了起来。剑胎是怎么回事？修炼玉箫剑诀需要用到剑胎才能领悟剑意，你怎么从未提起过？真把我当魔道贼子整了？秦晨质问。玉若烟强忍着痛苦，冷哼一声，没错，你这种魔道贼子就是不配修炼我们凌霄阁的玉箫剑诀。我乃凌霄阁内门弟子，身负凌霄阁的荣辱，绝不会屈从一个魔道贼子。哪怕你给我下了炉鼎的禁制，关于剑胎之事，我也不会吐露任何一个字。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吧。说完，玉若烟咬紧银牙，目光坚定无比。此刻他虽然在秦晨手中狼狈不堪，但却偏偏有股圣洁的气质。听到这些话，秦晨不怒反笑，你一个炉鼎还想和我顽抗？谁给你的勇气？看来今天不给你几分颜色，你是不知道该怎么和我说话啊。说着，秦晨将玉若烟一把扔到床上。一天后，秦晨盘坐在一旁调息打坐。床上，玉若烟眼神呆滞，已经成了秦晨的样子。关于剑胎的事，还有什么没交代全的吗？差一个字都不行哦。秦晨开口提醒。听到此话，浑身瘫软无力的玉若烟顿时打了个冷战。没有了。玉若烟虚弱的开口道。秦晨皱眉叹息一声。根据玉若烟的交代，不同品质的剑胎对修炼玉箫剑诀的影响是巨大的。以极品剑胎为载体修炼出的剑意，对剑诀威力的提升至少能达到50%，而某些特殊剑胎更是能为剑诀增添特殊能力。所以未来想要发挥出九阳破虚剑的最大威力，他至少也得用极品剑胎为载体修炼剑意。这时他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看向玉若烟，你丹田之内应该有剑胎吧？你的剑胎是什么品质？玉若烟露出一丝傲然，当然是极品剑胎，凌霄阁内门弟子用的最差的剑胎也是极品剑胎。说到这，他忽然看到了秦晨脸上那磨唇蠢欲动的神色，像是明白了什么，连忙补充道，剑胎必须从初始状态开始培育，我体内的剑胎早已成型，凝练出了剑意，没办法夺取的。果然，此话一出，秦晨顿时露出了失望的神色，要是能夺取剑胎就好了，能省下不少力气。秦晨暗叹一声，随即拿出传音玉佩，联系柳妙言，问他能不能找到极品品质以上的剑胎。没过多长时间，柳妙言就回复了消息，他各种渠道都找遍了，表示最多只能找到中品剑胎，极品品质的剑胎就算是有贡献点都买不到。听到这个消息，秦晨不由得暗叹一声，柳妙言是炼气殿弟子，而且还是金蝉会的成员，如果他都说找不到极品剑胎的话，恐怕整个合欢宗都没有这么高品质的剑胎，看来还是得想其他办法。秦晨有些犯难。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手中的九阳破虚剑就好比是一辆奢华无比的马车，不过呢，这马车只有车没有马，想出门只能用骡子拉，走不了多远就得趴窝。当务之急就是弄一匹千里马回来，这样才能配得上这辆马车。炼气殿，柳妙言站在柜台后，手里把玩着传音玉佩，有些出神。妙言，想什么呢？你这2天走神10几次不止了吧？一旁的同门拉了拉柳妙言的衣袖，小声笑道。依我看，妙言师妹是看上宗门内的哪位青年才俊了，正在思春呢。有人调侃道。此话一出，
几位同门师姐妹顿时捂着嘴笑了起来。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说到一半，他的脑海里忽然出现了秦晨的影子，顿时脸蛋热得发烫，说话也结巴起来。众人又是一阵哄笑。原来看似清心寡欲的师姐，竟然也有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不过柳妙言小心翼翼开口：“师姐，那个我不是喜欢上谁了，我只是因为有个客户的需求太难，完不成，正在思索解决之法。”此话一出，周围忽然安静了下来，就连空气似乎都凝滞在了原地，尴尬的气氛陡然而生。那师姐脸上的神色不断变换，从震惊到怀疑，再到羞愧，最后到绝望。随后她一句话莫说，转身便走。师姐走后，几名同门师姐妹又悄悄围了过来。妙言师妹，刚刚师姐说了什么啊？怎么忽然急匆匆就走了？是啊，妙言师妹，你们聊什么了？众人七嘴八舌的八卦道。柳妙言自然是不敢乱说，否则要是师姐知道了，还不把她一剑劈成两半。没什么，她敷衍一句，拿出随身的冰蓝色长剑擦拭起来。咦，妙言师妹，你买法器了？这不是咱们炼器店出品的玄冰剑吗？虽说是一柄法器，但威力不俗，在众多法器中也算是佼佼者。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一柄玄冰剑要100多贡献点吧？哇，妙言师妹，你发财了呀！玄冰剑一拿出来，便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全部围了过来。听住众人的惊叹声，柳妙言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旋即又故作淡定道：“也没什么，之前做了一个大单子，拿了一点提成而已。之前秦晨通过他从金禅会借贷了8万贡献点，而且还出售了2万贡献点的货物，光是这2笔交易，他就拿到了1000点贡献的提成。这些贡献点，一部分被他拿去偿还了之前的贷款，一部分则是用来购买了修炼资源。本来贡献点已经花完了，可他看到玄冰剑后，目光就挪不开了。修仙的仙子搭配一把如此气质的法器，简直是珠联璧合。所以，即便是他兜里一点贡献都没了，也咬住牙分期付款拿下了这柄剑。1000点贡献，短短1天便全部花光了，甚至还背上了贷款。想到这，柳妙言不禁有些后悔。秦晨看起来岁数不大，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当初在火石城，要是自己再主动一点，说不定就能拿下秦晨，从此过上衣食不缺的日子。不行，我得趁住别人还不知道他的身家，尽快下手，不然就晚了。柳妙言抿了抿嘴唇，轻轻扯了扯胸口的衣服，像是下定了某重决心一般。另一边，秦晨莫等来柳妙言的好消息，却是等来了冷月的传信。内门的大人物已经定了时间，明日5时再聚贤阁相见。明日我也会陪你出席，你不要迟到，在大人物面前不要大放厥词，否则我也救不了你。冷月传音提醒道：“知道了，知道了。”秦晨不耐烦地回了一声：“不就是夹住尾巴做人吗？这种事他熟练得很。俗话说扮猪吃虎，扮猪吃虎，先扮猪，摸清对方的路子，才有机会吃虎不是魔。等到发育起来，那时候就该不吃牛肉了。”玉若烟，你撇嘴干什么？昨夜给你的教训还不够磨？秦晨余光瞥到玉若烟一脸嫌弃的样子，顿时质问道。玉若烟身子一颤，咬住牙羞怒地扭过头去，丝毫莫有理会秦晨。连同门师姐都能炼制成炉鼎，这种魔头太变态了，还是少理会为好。这时，一旁的柳寒冰缓缓坐起，目光冰冷地看向秦晨：“我已经1天1夜没有回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恐怕就会被人发掘出异常。你准备怎么处理我？是杀了灭口，还是准备将我关在这里，猜不致死？”作为合欢宗的一员，他非常清楚门内弟子的手段。他知道秦晨的太多秘密，无论是异常的修为，还是和阴阳殿殿主的关系，随便拿出来一条都足够致命。所以，秦晨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柳师姐，你觉得？秦晨嘴角勾起一抹邪笑，走到他的面前：“你觉得我会怎么处理你呢？”柳寒冰沉默片刻，旋即忽然抬起头，直视住秦晨的眼睛道：“我只是筑基中期修为，就算你将我的一身修为全部裁补掉，除去损耗，最多只能支持你修炼到筑基中期而已。因此，我想和你做一笔交易。”秦晨顿时来了兴趣：“哦，什么交易？”柳寒冰深吸一口气，沉声道：“我可以做你的炉鼎，你让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但你不能裁补我的修为。而且还要助我重回筑基巅峰，保住执事位置。作为回报，我会以自身为饵，将孙长老引入圈套，让你击杀。一个是我，一个是内门长老，哪个价值更高？你应该清楚吧？”秦晨曾经说过，内门的孙长老之所以给他功法和修炼资源，是要拿他的精血入药而已。但当秦晨的手指点在他的神庭穴上，一指便破开他的护体灵力后，他便对此深信不疑。不然的话，孙长老怎么可能在功法里留下这么大一个漏洞？如今自己落在秦晨手中，为了活命，只能以孙长老为筹码，向秦晨提出交易。秦晨微微一愣，随即微笑道：“列门长老的修为至少也是化神起步，甚至有可能是合体期。你让我一个刚刚踏入筑基的外门弟子算计这种层次的老怪，是嫌我死得不够快是魔？”柳寒冰摇摇头，目光依然坚定：“我听说过阴阳殿殿主的事迹，当初他想加入内门，一名内门长老看上了他，表示可以给他名额加入内门，但代价是要做那位长老的炉鼎。阴阳殿主为了保住清白，硬是抵死不从，
最终在红莲会的庇护下才得以保住性命。他能逃过内门长老的魔爪，最终却落在了你的手里，说明你的背景思毫不逊于那名内门长老，甚至还要强上几分。在有心算无心的情况下，我相信你有手段击杀一名内门长老。听到柳寒冰的分析，秦晨都差点忍不住鼓掌，分析得非常精彩，而且有理有据。可惜结果全错，自己有个屁的背景啊！至于杀内门长老，秦晨忍不住想到了第一世被杀的场景，当时孙长老如鬼魅般忽然出现，随手一招便将他打成了血雾，让我去弄死内门长老，这和让我自杀有什么区别？不，还是有点区别的，至少自杀还能选个舒服一点的方式，选个体面一点的死法，而去杀孙长老就只有变成血雾一个死法，说不定在死之前还能体验一下被抽筋扒皮、炼神搜魂的痛苦大套餐。不过嘛，想要杀孙长老也并不是不可能，这一世杀不了，可以下一世，下一世杀不了，还可以下下世。有轮回塔在手，不可能也能变成可能。而内门长老作为合欢宗中金字塔塔顶的那一小撮人，如果真的能击杀一个，获得的利益绝对不是才补一个柳寒冰能比的。怎么样？孙长老曾经说过，只要我突破到结丹，他便会来接我加入内门，到时候你可以设下陷阱，出其不意将其击杀。柳寒冰见秦晨异动，连忙继续说道：可以，不过呢，你的条件我只能答应一半，我要你配合我进行双修，加速修炼。以他的资质，想要修炼到下一个境界，恐怕这辈子都莫希望。幸好他加入的是什么邪门手段都有的魔门合欢宗，莫资质、炉鼎有就行啊。两人双修，修炼速度会大大加快。不过在秦晨碰过的3个女人中，玉若烟的修为太低，只有炼气境界，对修炼效率的加成并不高。冷月倒是合适，不仅境界高，而且还是玄阴媚体，简直是个完美的双修对象。可惜这女人现在硬气得很，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根本不让自己碰。比较来比较去，只有柳寒冰最适合双修了。柳师姐，等过2天你的境界稳定下来，咱们便开始双修。秦晨笑呵呵道：双修？难道你修炼了内门的双修之法？柳寒冰皱眉问道。秦晨并未回答，而是话锋一转：我劝柳师姐不要和我耍花招，如果你想找执法殿，甚至是孙长老告发我的话，你会死得很惨。说住，秦晨扔给柳寒冰一枚流影珠，柳寒冰拿起一看，顿时脸色大变，里面赫然是昨天秦晨玷污他的影像，画面清晰无比，甚至连声音都全部记录了下来。你无耻！柳寒冰一把捏碎手中的流影珠，咬牙切齿道。秦晨毫不在意，又掏出一颗流影珠，一边拿在手里把玩，一边淡然道：谢谢柳师姐夸奖，我从不否认我是个无耻小人，刚刚你毁了的只是一份复制品，我手里还有很多。如果柳师姐感谢了我的任何隐秘，那么炼气殿上下，包括孙长老，都会收到一份流影珠，到时候无论是柳师姐大腿根部的痣，还是柳师姐臀部的巴掌印，亦或是柳师姐胸口的牙印，恐怕都会被人看得清清楚楚。说完，看住眼神中满是杀意与怒色的柳寒冰，秦晨收起流影珠，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柳师姐，我提醒你一句，不要想住把我的隐秘公布于众，和我同归于尽。我背后是红莲会，无论你说什么，红莲会都会在第一时间抹去一切痕迹。你一个小小的炼气殿执事，玩不过红莲会这种庞然大物的。听到这话，柳寒冰猛地愣在了原地，秦晨竟然是红莲会的人。而这时他忽然灵光乍现，一切都想通了。怪不得秦晨知道孙长老的隐秘，怪不得秦晨能够让阴阳殿殿主以身相视，怪不得秦晨能轻易拿出数十万贡献点。原来他是红莲会的人，此人有如此大的权力，搞不好就是红莲会中哪位大佬的私生子。一旁的秦晨根本不知道柳寒冰想了这么多，甚至开始自己攻略起自己了。他仅仅是听说过红莲会的名头，拉虎劈扯大旗罢了。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红莲会的名头在普通弟子中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好，只要你有需要，我会陪你双修，但在此之外，希望你给我独自修炼的空间。柳寒冰思忖片刻，最终还是咬牙答应下了这个条件。放走柳寒冰后，秦晨冷冷地看向一旁的玉若烟，看什么看？他对我有价值，我才把他放走了。等你识魔时后能拿出让我心动的条件，说不定我也能放你走。说完，他一把将玉若烟推倒，现在还没有双修之法，只能先采补修炼了。魔头，你次日，秦晨将玉若烟体内的灵力封印，用一根铁锁链将其锁在床上，收拾一番，便出门赶往聚贤楼。聚贤楼，此楼乃是金蝉会的产业，因为有各种天材地宝做成的美食而闻名于合欢宗。而今日聚贤楼最豪华的包厢之一，听朝阁却是被一位来自内门的尊贵人物给包了下来。秦晨进门后，刚一报出名字，接待的小厮顿时脸色一变，恭敬地带住秦晨来到听朝阁包厢的门口。贵客，这就是听朝阁了，有什么吩咐您随时喊我。小厮行了一礼，缓缓退去。秦晨推开门，正好迎上冷月的目光。看到秦晨，冷月顿时松了一口气。我本担心你会迟到，但看来你并不是恃才傲物之辈，在内门的大人物面前也是能放下身段的。冷月淡淡道。约定的时间是午时，秦晨听了冷月的建议，提前来了2刻钟。人家是内门的大人物，愿意接线我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我要是还迟到，那不是恃才傲物，
那是傻逼。秦晨似乎对冷月言语中的讥讽毫不在乎，挨着冷月坐了下去。冷月冷哼一声，我知道你背景不简单，而且诡异手段颇多，但我必须得再提醒你一句，内门和外门完全是两个世界。一会那位内门的大人物无论说什么，你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听住。你怎么作死我管不住，但你别害我一起死。秦晨的脾气他有个大概的了解，他巴不得秦晨说错石魔话或者做错石魔事，触怒那位大人物，落得个身死道消的下场。可两人之间有同生血气，要是秦晨死了，他也活不了，所以他才忍不住多次嘱咐。知道了知道了，你放心，我这个人最会见风使舵了。秦晨一边拿起桌子上的点心放进嘴里，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看到秦晨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冷月轻颦秀眉，眼神中闪过一抹无奈。就在这时，包厢的门再次被推开，一道身影傲然踏入，整个包厢骤然一暗。见状，秦晨和冷月连忙站起来相迎。此人应该就是冷月所说的内门来的大人物了。秦晨忍不住探出目光，上下打量一番。来人是一名青年男子，看起来甚至还不到30岁。此人身穿玄色长袍，长袍上以暗金色的丝线绣住不知名的狰狞魔纹，衣摆间血影翻滚，隐约能闻到一股血腥气息。抬眼看去，此人面容冷峻，眉如刀削，眸若寒星，脸上带著若有若无的笑意，一股傲然之气溢于言表。此人身后跟住2名不苟言笑的修士，一男一女，从装扮上来看，应该是外门的执法殿弟子。我是内门真传弟子唐小山，此番代表红莲会宴请2位。说住，唐小山又指了指身后的2名弟子，这2人是指法殿的执事许卓然和柴春兰，他们也是红莲会中人。见唐小山提及自己，2人微微点头示意，只不过2人面容冷峻，神色淡漠，看向秦晨的目光似乎颇为不屑，直到看向冷月时，2人才略微收敛起这股不屑，多了几分敬意。这时唐小山摆摆手，带筑基分居高临下的慵懒，行了，都站住做什么？坐吧。此话一出，众人这才纷纷落座。不多时，聚贤阁的侍女端上灵酒佳肴，足足10几盘菜将整张桌子都摆满了。柴春兰站起身，一言不发地替众人斟酒，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偏偏遗落了秦晨面前的酒杯。秦晨也不恼，面不改色，自己拿起酒壶斟酒，只不过心中却是暗中将此女的名字记下了。柴春兰是吧？特么的装逼装到老子面前了，只是算个屁，老子连店主都敢睡，只是都敢收为炉鼎，惹到我，你就等住遭老罪吧。秦晨心中冷哼，脸上却依然笑盈盈的，丝毫莫有表现出来。唐小山呵呵一笑，拿起筷子，一边夹起一片瘦肉，一边看向秦晨问道：秦师弟不必紧张，今日我前来仅仅是代表红莲会了解一下当初你和冷殿主在秘境中的经历而已，并无其他目的。听闻此言，冷月顿时心中紧绷，不由得回想起早上2人的传音通话。为了避免在这位大人物面前露出马脚，2人提前用传音玉配串了一下供。当时秦晨就提议想把所有功劳都推到他的头上，说秦晨能活下来都是他的功劳。可这个提议立刻被他给否决了。红莲会的人不是傻子，要是他破解了上古秘境中的诡异规则，那他走出秘境的第一件事绝对是要杀了秦晨保密。想到这，冷月有些紧张地看向秦晨，生怕他说错什么。当初在秘境之中，其实我也是侥幸才参透了其中的一些规则，才得以存活下来的。秦晨一副谦虚的样子。听到这话，唐小山顿时来了兴趣，放下筷子追问道：你说你参透了秘境中的规则？据我所知，那是一处上古诡异秘境，其中规则诡异无比，多名内门长老也未能幸免。你一个外门弟子是如何参透其实规则的？这话明摆住不相信秦晨。这时秦晨忽然深吸一口气，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看似是在为自己壮胆，实则是为了挡住眼中的不屑之色。这件事宗门都莫过问，你红莲会追逐问个莫完，玄要不要点脸了？放下酒杯，秦晨憨厚一笑，不知唐真传可否听说过一本叫修仙界10大未解之谜？此话一出，全场皆愣。哦，唐小山皱起眉，思索片刻，却一点关于此书的印象都莫有。这时一旁的许卓然轻咳一声，神色有些尴尬地解释道：唐师兄，此人说的这本书确实存在，但只是流传于凡间的一本杂书罢了，其中记载的都是凡人胡编乱造的修仙界事迹，毫无真实性可言。胡说！秦晨冷哼一声，此书蕴含无上真理，我曾经读了不下100遍此书，并且据此总结出了诡异秘境的规律，而后与冷殿主联手撑到最后走出秘境。不过我修为太低，怕引火上身，所以才求冷殿主为我保密。今天要不是唐真传相邀，我是绝不会把这么大的秘密说出来的。面对唐小山，秦晨还能给几分面子，装怂。特么的，你一个小小的执事还想狐假虎威，谁给你的勇气？原来如此。唐小山指节敲住桌子，似乎在思考秦晨这番话的真实性。旋即他话锋一转，又问道：前些日子你转给冷殿主3万贡现点，让他代为购买火石矿。秦师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刚刚加入宗门没多久吧？3万贡献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能问问这笔贡献点是怎么来的么？闻言，
许卓然和柴春兰纷纷侧目。3万贡献点，这绝对是一笔巨款。秦晨一个小小外门弟子，竟然有这么多贡献点，而且最近火石矿价格疯涨，至少翻了10倍。这模算下来的话，秦晨现在手里岂不是有积10万贡献点？对于唐小山的问题，秦晨很想拒绝回答，但现实很残酷，就如冷月所说的那样，如果他敢违逆红莲会，恐怕会死得很惨。唐真传，这件事其实也是我运气好。秦晨憨厚一笑，秘境的最后一关试炼，我们被传送到了一个上古战场，正好看到同门的一位师兄被战场中的幻象击杀。我从他的身上捡到一个储物袋，出了秘境后将里面的东西卖给了炼器店。听到这个解释，唐小山微微点头，这和他了解到的资讯差不多。在来之前，红莲会已经暗中调查过秦晨了。此人在离开秘境后，在火石城向炼器店弟子出售了一批杂物，还向金蝉会抵押了一件法宝，入账数万贡献点，和他的说法倒是对得上。哼，原来是个只会捡漏的废物，我还以为是什么天动奇才呢。柴春兰不屑地吐槽一声，也不能这么说嘛。唐小山警告似的瞥了一眼柴春兰，随即笑盈盈地对秦晨道：“秦师弟以炼器修为闯入秘境，还能全身而退，确实是个人才。”说住，唐小山拿出一枚血红色的莲花玉佩，放在桌子上，推到秦晨面前：“秦师弟，想必你也听说过红莲会的威名了。红莲会招收成员，从来都不看出身，不看背景，只看一条，那便是实力。按理说，只有到了外门6大殿执事层次的弟子，才有资格加入红莲会。但既然你有破解诡异秘境规则的实力，那红莲会便破例一次，诚邀秦师弟加入。”而下一刻，秦晨毫不犹豫接过血色玉佩，一脸激动道：“我也能加入红莲会吗？”唐真传放心，从今以后，我秦晨定会为红莲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秦晨之所以如此果决，是因为早就看穿了唐小山的面目。别看他一口一个秦师弟的叫住，亲热无比，但秦晨敢保证，只要今天自己说一个不字，就绝对活着走不出这个包厢的门。虽然不知道对方为时魔邀请自己加入红莲会，但现在骑虎难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而一旁看住秦晨3言2语便加入了红莲会，许卓然和柴春兰都呆住了。他们能加入红莲会，无疑不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承诺。而眼前的秦晨明明只有炼器3层的修为，这种在他们眼中与蝼蚁无异的修士，竟是如此轻易就加入了红莲会。刚刚还在嘲讽他，结果小丑竟是我自己。呵呵，什么赴汤蹈火，秦师弟说的太过了。红莲会是不会如此苛待会内成员的。不过呢，会内确实有件事需要让秦师弟出面。唐小山笑盈盈的，语气和善无比。宗门之前在西北方向的血明荒城发现了一座上古秘境，根据大能推演，这处秘境的封印已经开始松动，用不了多久便会现世。你们应该也听说过，血明荒城乃是一处极阴之地，万里之内毫无生机，在这种地方出现的上古秘境，大概率会是一处诡异秘境。听到这，众人皆是一愣，又是一处上古秘境？什么时候上古秘境这么不值钱了？一个接一个的现世。唐真传，您的意思是？秦晨仿佛是意识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一丝难色。呵呵，既然你现在已经加入红莲会，便不用再如此见外了，以后叫我唐师兄即可。唐小山微微一笑，既然秦师弟能够破解此处上古秘境的诡异规则，那幽冥荒城中的秘境肯定也不在话下。红莲会到时候会替你争取一个进入秘境的名额，让师弟大展身手。斩你妈！秦晨差点直接骂出声，要不是自己手里有上一世买来的攻略，早就不知道在秘境里死了多少次了，现在还想让自己去送死。妈的，果然是魔门，丝毫不在意自己死活呀。唐小山嘴角含笑，他话中的意味很明显，这趟秘境之行，你小子去定了。对红莲会来说，如果秦晨不能破解血明荒城中秘境的诡异规则，那最多也就是死一个无足轻重的外门弟子罢了，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可要是秦晨的那套理论真的有效，侥幸破解了其中的诡异规则，那红莲会就赚大了。到时候作为秦晨加入红莲会引路人的他，肯定也会被奖励大量资源。想到这，唐小山就心情大好，看秦晨也越来越顺眼了。这时秦晨小心翼翼开口问道：“师兄，我对秘境不太了解，进入秘境还有名额的吗？不是想进就能进？”这话秦晨倒是莫说谎，他对诡异秘境却实不了解，全靠开挂看功略才通关的。一旁的冷月等人也露出了疑惑之色，显然也是从未听说过这种规则。闻言，唐小山叹了口气，其实是莫有名额这个说法的，但秘境现世的事被宗门内的奸细宣扬了出去，现在搞得天下皆知，而血明荒城又不属于任何势力，合欢宗一个宗门根本吃不下。现在离得最近的4大宗门合欢宗、凌霄阁、万剑门和尸魁宗高层已经私下达成了协议，准备共同瓜分秘境，严格控制进入秘境的人数，平分给4宗，到时候在秘境中各凭本事。听到唐小山的话，冷月的神色顿时不自然起来。合欢宗、凌霄阁、万剑门、尸魁宗，天下6大宗门中有4个要参与秘境的争夺，秦晨他一个外门弟子，有资格去和那些天骄争夺机缘吗？秦晨自然知道冷月在担忧什么，他和冷月缔结了同生血气，
如果自己死在秘境之中，到时候冷月也活不了。这是红莲会高层的决定，我说了可不算。唐小山呵呵一笑，不过秦师弟不是常人，我相信秦师弟会给我惊喜的。秦晨无语，你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想要惊喜，但老子得拿命去拼啊！拿出小本子给这个唐小山也记一笔，等找到合适的机会，全都宰了。秦晨心中冷哼，给秦晨画了半天饼，最后又让秦晨用玉简将诡异秘境中的规则记录下来。唐小山这才满意离去。包厢中顿时只剩下了秦晨和冷月二人。秦晨脸上的假笑缓缓消失，他手中把玩住唐小山刚刚赠送的血色玉佩，自嘲一笑：“店主大人，咱们还真是有缘啊！现在都是红莲会的人了。”冷月一阵无奈，都是魔石后了，你还有心思说笑？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破解火石城秘境中的诡异规则，但你能保证同样的手段在血冥荒城中的秘境也能奏效？冷月越说越气，现在4大宗门都在盯住血冥荒城的秘境，你一个小小的筑基，如果卷进这件事，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秦晨摊摊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刚刚也说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筑基，红莲会找上了我，我没有拒绝的资格。冷月也知道秦晨说的是事实，可一想到两人之间的同生血气，他就又是一阵烦躁。现在把同生血气给我解开，我可以保证，之前我答应你的条件依然不变。而且冷月狠狠地咬了咬牙，而且我可以陪你双修3次，算是给你的补偿。哦，秦晨惊讶地看向冷月，玩得这么大吗？不过店主大人主动要陪我双修，我还真有点动心呢。见状，冷月像是看到了一点希望，连忙道：“秦晨，除了这些条件，我还可以再给你一笔贡献点，你拿去换成修炼资源，在去血冥荒城之前还能多提高一点修为，增加存活的几率。这结果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都是最佳的选择。”秦晨若有所思，有道理，不过我还有几个条件。冷月一喜，什么条件？3次双修，你要穿我给你挑的衣服。说起来，我还没见过店主大人穿着暴露的样子呢。好，冷月咬牙，这3次双修，一次要野战，一次要空阵，还有一次要在阴阳店你的店主之椅上。好，冷月再次咬牙，这3次双修，我任由你吩咐，行了吧？秦晨点点头，这还算是有点诚意，回去等住吧，7个工作日之内给你回复。冷月答应了如此羞辱的条件，你说让我回去等消息，玩我呢？砰！冷月拍桌站起，目光死死地盯住秦晨，牙齿咬得咯吱直响。秦晨，你不要欺人太甚！秦晨丝毫不惧地抬起头，与冷月对视，两人目光在空中交汇。这时，秦晨忽然扑哧笑出声：“店主大人，我还真就喜欢你发怒的样子，尤其是想要干掉我却又干不掉的样子，真是别有一番韵味啊！”你，冷月被秦晨的无耻彻底打败了。秦晨拿起筷子，对着满桌几乎没动过的珍稀佳肴发出一声感叹：“一桌子好菜，至少也价值上100贡献点吧。要是不吃也太浪费了。”说住，他像是忘了身边还有个美人一般，狼吞虎咽地吃起了菜。看住秦晨破罐破摔的样子，冷月怒哼一声，拂袖转身就准备离开。可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了秦晨的声音：“店主大人，如果说我有办法在血冥荒城的秘境中活下来，甚至是破解其中的诡异规则，将机缘带回来呢？”冷月身形一滞，旋即猛地转过身，目光死死地盯住秦晨：“你说什么？”秦晨依然在专心吃饭。店主大人，别忘了我也是有背景的，破解诡异规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秦晨边吃边说：“有轮回塔这种逆天神器，这些诡异秘境秦晨还真不放在眼里，大不了就抄作业嘛。唯一的问题是自己必须活到有人总结出诡异规则的时候，不然手里没答案怎么抄？而想要活得久，只有一条路，便是在秘境开启之前尽可能的提高修为。店主大人，秘境的封印刚开始松动，距离开启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之前，只要我学会九阳破虚剑，便能大大提高从秘境中活着回来的几率。”秦晨头也不抬，边吃边说：“所以，如果店主大人想要活下去的话，那就赶紧替我去寻找周天阴阳诀，然后通过此功法将九阳破虚剑传给我。”这句话便是秦晨兜了一大圈的最终目的。要是现在解开同生血气，谁去给他找周天阴阳诀？他可不会因为一点蝇头小利就把冷月这条大鱼给放走。你，冷月咬住牙，眼中怒火熊熊燃烧，可偏偏他又拿秦晨没有办法。现在秦晨加入了红莲会，他就更没机会对秦晨下手了。周天阴阳诀已经有了眉目，到时候我会联系你。撂下一句话，冷月愤愤离去，而秦晨倒是莫急住走，美美的独自享受了一桌大餐。聚贤楼里的菜肴都是用个重妖兽肉和灵植做成的，对修炼有不小的裨益，秦晨自然是不舍得浪费。回到洞府，扫视一圈，忽然叹了口气，自己的这个狗窝似乎还没聚贤楼的厨房装修豪华。魔头，看来你也不是一帆风顺啊。玉若烟见到秦晨无奈叹息的样子，顿时冷哼出声。秦晨赞同的点点头，是啊，我手里有积10万贡献点，可是我一点贡献都不敢花呀，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穷怕了。玉若烟一愣，他本来以为秦晨是遇上了什么发愁的事才出言嘲讽，结果秦晨在这玩凡尔赛，他冷哼一声，扭过头去。秦晨没理会玉若烟，这些天采补次数太多，搞得玉若烟体内灵力枯竭，
先让他休养2天再说。虽说以玉若烟的姿色，就算是不采补唇丸，秦晨也不介意，但毕竟红莲会的利剑已经压在了他的脖子上，让他根本没心思折腾玉若烟。秦晨越想越气，这个红莲会真是一点脸都不要，强逼住自己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去诡异秘境里送死，不行，得从红莲会薅点羊毛，才能解心头之恨。他立即拿出与唐小山的传音玉佩，发去消息。内门唐小山洞府的密室中，桌子上供奉住一块不知名的兽骨，兽骨上方飘荡住一道虚影，虚影面部模糊，看不清面容。而在外人眼中高傲无比的唐小山，此刻却恭恭敬敬地站在这道虚影面前，躬身行礼：“长老，按照您的吩咐，我今天去见了一下那名叫秦晨的外门弟子。”说住，他呈上那枚记录了火石城秘境规则的玉简。此人言语中虽然不尽详实，但回答上大体没什么问题。此人承认确实是他破解了秘境中的诡异规则，这些便是记录。那道虚影抬手一招，唐小山手中的玉简便凭空飞起，落入了他的手里。细细观摩一番，虚影这才开口道：“能想到这些破解之法，确实是个人才，可惜修为太低。”说到这，虚影忽然话锋一转，根据最新的推演，血冥荒城之中的秘境会在2个月后现世，4大宗门的高层暗中角力，已经达成了初步协定。届时4大宗门各有5支队伍的名额，小宗门则是有1支队伍名额，每个队伍10人，共同探索秘境，各凭本事。且进入秘境者需经过4大宗门的严查，修为不可超过元婴。听到这话，唐小山猛地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不超过元婴？虚影淡淡道：“此秘境乃是各宗必争之地，如果派出高阶修士，是必要杀个你死我活。哼，这群老怪活到现在，谁愿意拿自己的性命替宗门去搏杀？所以便定下了这规矩，让年轻一代去争。”虚影一解释，唐小山便顿时明白了过来。制定规则的那些大能不愿意亲自下场争斗，所以派出宗门内的年轻弟子去争，反正最终得利的还是他们。你们这些结丹巅峰的内门弟子是此番秘境争斗的主力，提前做些准备吧。不过既然那外门弟子有破解诡异秘境的经验，到时候我会想办法给他弄一个名额，把他也弄进去。唐小山神色复杂，拱手道：“是，长老。”虚影似乎是看出了唐小山心中的不愿，冷哼一声训斥道：“我知道此番秘境之行危险重重，但凡人间的渔民中有句古话，风浪越大鱼越大，只要你替宗门替红莲会争取到足够的利益，老夫可以承诺奖励你一件天地奇物，保你至少凝结极品品质的原因。”此话一出，唐小山瞬间狂喜。现在内门之中，包括他在内，有不少内门弟子都卡在结丹巅峰境界，不是他们天赋不够无法突破元婴，而是他们都在等一个契机。要知道，想要突破元婴境界，必须先凝聚出属于自己的元婴，而元婴也有品质之分，不同品质的元婴限制了未来修炼的上限。如果凝聚出的元婴是下品品质，那么虽然也能顺利进入元婴境界，但这也代表住此生无望突破到化神，甚至站立在同阶修士中也是最差的。凝聚中品元婴，最多也只能修炼到化神而已。想要修炼到更高的境界，必须凝聚上品甚至是极品品质的元婴。据古籍记载，极品品质之上还有道品，只是数千年来从未有人现过罢了。元婴一生只能凝聚一次，所以这些结丹巅峰的内门弟子才会一直压制境界，不愿突破，为的就是寻找提高元婴品质的机缘。而这所谓的机缘，便是虚影口中所说的天地奇物。从古至今，修士们在凝聚元婴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捷径，那便是在凝聚元婴的过程中，可以放入一件蕴含灵力的物品，提高元婴的品质。其中当数各种珍奇的天地奇物效果最好，可天地奇物都是天生地养之奇宝，极为罕见，就算是合欢宗这等庞然大物，也莫有多少天地奇宝。大多数人只能退而求其次，用随身的法宝提升元婴品质。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借此机会在法宝之中打上元婴的神魂印记，将其炼化成本命法宝，但效果远不如天地奇物。如果真的能拿到天地奇物的奖励，想到这，唐小山心情澎湃，连忙拱手道：“谢长老厚爱，小山定然不会让长老失望。”虚影呵呵一笑，显然对唐小山的反应极未满意。合欢宗的5支队伍名额现在已经全部被各大组织给瓜分掉了，红莲会拿到1支队伍的名额，届时你出任队长，代表红莲会参与秘境争夺。至于具体安排，等我们在协商后通知你。是。话音落下，虚影化作一道青烟，钻入桌子上的兽骨之中。见状，唐小山重重地松了一口气，退出密室。属于我的机缘终于来了。洞府中，唐小山放声大笑。另一边，秦晨又不信邪地钻研了一番，九阳破虚剑，不出意外，又美美地睡了一小觉。刚睡醒，便接到柳妙言传来的消息：“秦师兄，我找到了关于极品剑胎的线索，还请与秦师兄一叙。”看到这个消息，秦晨惊喜无比，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递枕头啊！极品剑胎要是得到此物，至少能增加九阳破虚剑5成威力。在哪？秦晨毫不犹豫地回复。对面似乎是一直在盯住传音玉佩，秦晨刚发出去消息，便有了回复：“秦师兄，我在妙音轩的碧波池等你。”秦晨一愣，妙音轩他只听说过，没去过。上世
师兄刘元朝火石矿赚了一大笔，曾经就去妙音轩消费了一波，一夜时间消费了大几百贡献点。第二天人是飘注出来的，不过都说妙音轩贵，没一个说妙音轩服务不好的。当初刘元消费完，有2个千娇百媚的女修士亲自陪同送回了洞府，丝毫没有因为他外门弟子的身份嫌弃他。当初不少外门弟子都看到了这一幕，羡慕的直流口水，因为那里的服务好，档次高，甚至不少内门弟子也会前来消费，是个不折不扣的销金库。而且据说妙音轩不仅有女修，还有不少男修，真正的男女通吃。不过柳妙言约自己去那干什么？秦晨思索一番，最终还是决定去看看。当然他是为了极品见胎的消息，绝对不是去看衣服比手帕还小的女修的。妙音轩，秦晨刚一进门，2位身材健硕、剑眉星目的男修便匆匆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迎到一位刚进门的女修面前。那女修身上气势极为庞大，以秦晨的修为虽然不敢探查对方的具体修为，但此女和冷月相比，气势竟然还要强上几分。元婴修士，秦晨正在愣神的时候，2名迎接的男修便已经打起了招呼。赵姐姐，已经很多天没来了，我们可是想念的紧呢。女修淡淡一笑，抓住一名男修的手掌，这2天出宗执行了一趟任务，倒是冷落了你们2个，今天点3个钟。2名男修顿时惊喜不已，承蒙赵姐姐厚爱，这2天我们兄弟2人又学了一门新的口技，一会给赵姐姐表演一番。说住，2名男修领助赵姓女修朝妙音轩内走去。秦晨大愣特愣，不愧以妙音2字为名，连口技这么高超的技巧都会。不过这妙音轩到底是听取的还是鸡鸭养殖场啊？正在疑惑的时候，2名妙龄女子娇媚的迎了上来。2女上半身是颜色艳丽的丝绸抹胸，上面绣住花草云纹，肩膀上披住一件轻纱，下半身则是一件纱质长裙，打扮颇为吸睛。2女不仅身材极佳，而且相貌也是1等1的出众，略施粉黛便足够惊艳，一颦一笑皆为动人。这位小哥哥是第一次来妙音轩吧？看起来面生得很呢。一名女子拿着手帕捂嘴轻笑。秦晨看了一眼，骗子，大骗子！外界都传说妙音轩的女修穿的衣服比手帕还要小，结果这绝对是虚假宣传，我要告到执法店。不过下一刻，2女一左一右搂住秦晨的胳膊，让秦晨用胳膊测量了一下椭球的周长和体积。秦晨顿时就消气了，衣服穿着确实涉嫌虚假宣传，但身材嘛，秦晨亲自检查过了，确实没有虚假宣传的痕迹。这时一名女修凑到秦晨耳边，带住些许热气，在他耳边道：小哥哥，妙音轩乃是外门第1大娱乐场所，你是准备听听曲啊，还是准备找哪位仙子畅聊一下人生呀？另一名女修小声补充道：要是小哥哥想要找男修畅聊人生也是可以的哦。听到后半句，秦晨顿时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和男修聊个屁，我找人已经约好了，碧波池。秦晨连忙道。听闻此言，2女捂嘴一笑，揽住秦晨的胳膊，连步轻挪，带住他走进妙音轩内部。大厅内能看到不少客人在妙音轩接待修士的指引下走向雅间。放眼望去，龙凤湾、神木林、紫禁宫雅间的名字眼花缭乱，而且每个雅间都有独立的阵法保护，将声音隔绝在外。有些隔间门没关好，从门缝里看去，隐约能看现雅间内修士饮酒作乐，一旁女修吹箫弹琴的景象。而这时秦晨才明白过来，每个雅间的名字竟然对应住雅间中的装饰风格。刚刚他看到的雅间名字是紫禁宫，其中装饰古色古香，奢华无比，简直和凡人国度的朝堂上一模一样。而现在众修士坐在朝堂之上，宫女打扮的女修在一旁伺候，还有角色扮演，真特魔会玩。而就在前方不远处，之前的赵姓女修在2名妙音轩男修的引领下，已经来到了一处名为狼狗峰的雅间前。从秦晨的角度看去，那赵姓女修的手早就深入了一旁男修的衣服之中，神色中满是迫不及待。看出3人进入雅间，秦晨忍不住有些同情起那2位男修来。2名男修看起来也就练气境界，那赵姓女修可是元婴，估计今天要被炸成干了。碧波池雅间前，一女问了秦晨的姓名和身份，进去通报了一声，核对无误后，这才解开雅间前的禁制，对秦晨躬身行了一礼，飘然离去。秦晨推门而入，看到眼前的景色之后，猛然一惊，碧波池，碧波池，果然如此。只见雅间内乃是一个碧色水池，周围围住一圈奇石，犹如天成，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水面上飘荡住淡淡的白雾，一道身影泡在水池之中，若隐若现。柳师妹。秦晨站在岸边，带住积分疑惑喊了一声。哗啦，随着一阵水声，那道身影拨开水花，游到秦晨脚边，犹如出水芙蓉，从水中缓缓站起。此人不是柳妙言还能是谁？此刻柳妙言浑身上下只披住一件素色轻纱，从水中出来后，纱衣湿漉漉的紧贴在身上，凸显出傲人的曲线。而他本人一袭长发披在肩上，柔嫩的肌肤上挂住水珠，再加上此刻魅惑的动作和火爆的穿着，顿时将秦晨的目光吸引了过去。秦师兄终于来了，人家都等急了。柳妙言向秦晨伸出一只手，秦晨下意识握住，但下一刻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直接将秦晨拉入水池中。哗啦一声，秦晨跌入水中，
衣服瞬间湿透。不过他虽然看起来狼狈不堪，但灵力早就已经暗暗积聚在手掌之中。一旦柳妙言有其他动作，他便立刻出手将其击杀。上次在火石城中，他的瞒天过海对柳妙言展现的是炼气9层修为，就算柳妙言想要对他不利，恐怕看到他筑基初期巅峰的修为后也会吃一大惊。这时柳妙言犹如游鱼一般出现在他的背后，他双手扶住秦晨肩膀，紧贴上来。他虽然穿着衣服，但柳妙言几乎没穿啊。刹那间他就感受到了柳妙言的身材确实有点顶。柳师妹，这是什么意思？秦晨抓住柳妙言想要下探的手，轻咳一声，开口问道。柳妙言的手被抓住，丝毫没有尴尬之意，反而在秦晨的手心里轻轻挠了挠。搞什么？秦晨满头雾水，自己除了长得有点小帅，兜里有点小钱，实力有点小强之外，也没什么出众之处了呀。这柳妙言也不像是个见到男人就走不动路的，怎么突然搞这些？更重要的是，你拿这玩意考验我，我怕我经受不住考验啊！秦师兄难道不想？柳妙言贴在秦晨耳边轻声呢喃，一股火热顿时从秦晨小腹升腾而起。秦晨心中一惊，连忙调动灵力压制。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他好歹也是见过吃过的，连冷月内等层次的女修他都玩过，自然不会因为柳妙言3言2语便把持不住。刚刚这女人对自己用媚功了，柳师妹这是什么意思？我想什么？秦晨直接装傻。见秦晨丝毫没有反应，柳妙言眼神中闪过一道亚色，他贴在秦晨身上轻笑2声。秦师兄，你相信一见钟情吗？莫等秦晨说话，他便将食指抵在了秦晨的嘴唇上，脸上含羞。秦师兄，实不相瞒，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回来之后我日思夜想，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将你从我的脑海中赶出去，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见秦师兄一面。他忽然在水里游动2步，来到秦晨正面，紧紧抱住秦晨，脑袋贴在秦晨的胸口。秦师兄，我知道我修为不如你，但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只要你点点头，咱们今日便结为道侣如何？我说到这，柳妙言低下头去，似乎有些害羞。只要师兄答应，我今日便可将自己交给师兄。说到最后，柳妙言的声音渐小，犹如蚊呐，脸不知道是温泉中泡的还是害羞，脸颊出一抹红晕。柳师妹，这也太突然了一些，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秦晨一副慌乱的样子，心中却是在冷笑，老子又不是没碰过女人的厨，一般的女人说一见钟情他还勉强可以接受，特磨的你一个合欢宗的女修，还修炼了媚功，这种人对自己一见钟情的几率不亚于自己走路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到了后脚跟，把自己给磕死了。柳妙言却一脸真诚地说道，师兄，你不懂，真爱来的就是这么突然，如果不抓住的话，就会从你的手里溜走了。他抓起秦晨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口，秦师兄，你能感受到我的真心吗？秦晨很想说真心不真心的自己感受不到，但这玩意真大啊。柳师妹，你再给我点时间，我得消化一下。秦晨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手却一直没有缩回来，白给的便宜不占是王八蛋。不过要是让自己和他再这来一发的话，那就要犹豫了。先不说柳妙言平时交往的乱不乱，单就说和欢宗内的各种诡异功法，就让他不敢轻易和女人发生关系。他之前听说过一件事，之前和欢宗为了掠夺资源，灭了附近的一个小宗门，全宗上下只有宗主的女儿死里逃生。后来此女改名换姓，加入合欢宗，并且暗中修炼了一门邪功。多年之后，此女突破接丹期，并且修炼资质极高。不久后，她被一个内门长老看中，带回洞府交流功法。众人对此事见怪不怪，但是多日之后也不见那名内门长老现身。正当众人疑惑之时，有同门上门寻他，洞府之中却只剩下一具内门长老的尸体。那名内门长老不仅一身功法被吸走，而且生前还遭受了极为恐怖的折磨。洞府之中的墙壁上用那名内门长老的血将事情的经过写了下来，众人这才知道，那名女修便是当初被灭门宗门的幸存者，而这名内门长老便是当初行动的带头之人。此女蛰伏几10年，以色诱之，最终在亲热之时用那门邪功将内门长老的一身修为全部吸走，折磨一番后将其残忍杀害。一名内门长老在宗门内被杀，此事在合欢宗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宗门派出多名内门长老将逃走的那名女修抓捕回来，当众抽魂炼魄。不过根据非官方统计，此事出来之后，陌生男女修士之间有意赛数量大大减少，毕竟修炼不易，不能为了小头的幸福而不顾大头的安危。现在秦晨也是这么想的。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女人如此热情，搞不好就是为了图谋什么。这时柳妙言轻轻推开秦晨的手，一脸委屈道，秦师兄，我都做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秦晨慌张道，师妹，不是的，只是这件事发生的太过突然。我不等秦晨说完，柳妙言忽然用手指抵在秦晨的嘴唇上，打断了他的话，秦师兄，不用说了，我都懂，我会给你时间让你接受的。说完，他抓住秦晨的手，一脸诚恳，秦师兄，今天喊你过来，除了向你表明我的心意，其实还有一条关于极品剑胎的消息。
听到极品剑胎4字，秦晨顿时来劲了，他连忙道：“柳师妹，你找到极品剑胎的下落了？对方卖多少贡献点？无论他开价多少，都帮我先定下来。”现在对秦晨来说，能用贡献点解决的事情，那都不叫事。见到秦晨如此财大气粗的样子，柳妙言心中一阵火热。要是真的能把秦晨骗到手，以后修炼资源就不用发愁了。秦师兄莫急，不是有人想要卖？柳妙言话锋一转，前几天我的一位同门在外执行任务的时候，曾经看到一道凌厉无比的剑光，那种剑光极有可能是极品剑胎发出的。他追踪一番后，看到剑光消失在一片湖面之上。事后他根据湖泊周围的风水分析，湖底下很有可能有一座修士洞府，而且其中的修士大概率已经作化，不然的话剑胎也不可能失控。一个前辈的洞府，秦晨眼睛一亮。如果柳妙言说的是真的，那极品剑胎终于有眉目了。如果柳妙言说的是假的，那到时候大不了就把他砍了，收进万魂幡中，左右都是不亏的。秦师兄，我一直把你的事放在心上的，我那同门已经找了个筑基师姐助他破阵，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这才让他答应带上咱们两个。到时候如果真的能找到极品剑胎，师兄只需要出贡献点买下即可。柳妙言柔声道：“去，必须去。”秦晨激动道：“秦师兄，极品剑胎的事情先不急，我帮你找到了这条消息，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啊？”柳妙言眨眨眼，娇俏无比，孤男寡女，气氛暧昧，再加上自己如此主动，就算秦晨是块石头，也应该明白自己的意思吧。这时秦晨忽然一把抓住柳妙言的手腕，这一举动顿时让柳妙言心中一热，终于开窍了吗？秦师兄别急嘛，咱们要不先去后面的房间？柳妙言怯生生道。怎么能不急呢？秦晨一脸焦急，要是去晚了极品剑胎被别人先找到怎么办？咱们现在就出发，赶紧去找啊！柳妙言，不是，我都快脱光了，结果你和我说这些，我就这么没有吸引力吗？可还不等他说什么，秦晨就将他从水池里拉了出来，换好衣服，两人匆匆离开了妙音轩。秦师兄，这……柳妙言咬了咬下唇，一脸幽怨。本来他今天是已经做好了准备，想要钓起秦晨这条大鱼，可没想到秦晨似乎对极品剑胎更感兴趣一些。柳师妹放心，只要找到那位陨落修士的洞府，无论有没有极品剑胎，我都会给你一笔可观的报酬。秦晨信誓旦旦地说道。虽然到现在他也没想明白柳妙言勾引自己有时磨目的，但无非离不开利益二字，许以重力，先将他安抚住，等拿到极品剑胎，一切都好办。好吧，只是希望等秦师兄拿到极品剑胎之后，不要忘了人家才好。柳妙言一脸委屈道。半日后，炼气殿外的某处峰顶，7、8道身影汇聚在一起。秦晨站在其中，微微皱眉。秦师兄不用担心，这些都是我炼气殿外门弟子，知根知底。柳妙言搂住秦晨的胳膊，小声介绍道：“为首的那位是楚军师兄，筑基后期修为，也是我们丁峰的副执事。他身边那位是吴硕，炼气8层修为，当初就是他发现了洞府，也是他邀请的楚军师兄前来助阵。”秦晨默然点头，记下了二人的姓名。而在场诸人，除了楚军、吴硕和柳妙言以外，其余的修士都是炼气3、4层的样子，不成气候。吴硕是炼气8层，在他眼里也是个小卡拉米，不用在乎。倒是那位楚军，筑基后期的副执事，对付起来有点麻烦。他手里有一枚紫霄神雷阵盘，对付楚军绰绰有余。不过其余人要是趁机逃走的话，他没信心全部留下。想要将这些人全部灭口，独吞机缘，有点难度。不过走一步看一步，先确定有没有剑胎，再说其他。正想住，一名修士忽然指住秦晨开口道：“吴硕师兄，此人是什么来历？我记得您没说此番之行还有外人吧？”“他不算是外人，他是我的道侣。”还没等吴硕开口，柳妙言便抢先开口。他搂住秦晨的胳膊，一脸亲密。他叫秦晨，是阴阳殿以封弟子，炼气9层修为。来之前，我已经和吴硕师兄打过招呼了。此话一出，众人纷纷侧目。柳妙言炼气7层，在外门弟子中修为也不算低，而且不仅身材诱人，而且气质也不俗，在炼气殿中也算是小有名气。据说之前有筑基期的弟子想要与其结为道侣，都被柳妙言言辞拒绝了。众人还以为柳妙言眼界太高，都说恐怕只有内门弟子才能入得了他的眼。没想到他忽然宣布与一位炼气9层的修士结为道侣，这倒是件奇事。而听到秦晨是炼气9层的修士，刚刚那名出言挑衅的修士也默默退了回去。合欢宗实力未尊，他才炼气3层，还没资格只摘一个炼气9层的师兄。之前便听妙言师妹提起过秦师兄，今日一现，果然一表人才。一会破阵之时，还请秦师兄多多出力了。吴硕呵呵一笑，打破了僵局。破阵？秦晨露出一抹疑惑。吴硕点头，不错，我当时追随剑光深入湖泊，在湖底发现了一个9绝杀光阵，此阵威力极大，寻常结丹修士误入其中，恐怕也不能幸免。不过咱们运气不错，楚军师兄曾经推演了一番，大阵年久失修，只要在几个阵眼处同时攻击，便能破开大阵，寻得机缘。听到这话，秦晨终于明白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原来是要破阵。好了，既然人已到齐，那就出发吧，免得夜长梦多。一直没有说话的楚军忽然淡淡开口，
打断了秦晨二人的谈话。吴硕面露尬色，明明是他找到的洞府遗迹，明明楚军是来帮忙的，但就因为楚军实力最高，这个队伍的实际掌控者便成了楚军。楚师兄说的是，既然如此，那咱们便先行出发，路上再聊。吴硕轻咳一声道。紧接着，他祭出一艘破空梭，落在众人面前。众人登上破空梭，腾空而起，冲入云海之中。破空梭上，楚军背着双手，淡淡的站在船头，一副傲然的样子。秦晨看不得这装逼的手段，拉住柳妙言来到角落。柳师妹，我何时成了你的道侣啊？秦晨问道。柳妙言拉住秦晨的胳膊，娇声道：秦师兄，我不是想要帮你吗？此番行动参与的都是炼气殿内部之人，大家知根知底，我要不说你是我的道侣，他们是绝对不会答应让你一同前去的。说到这，柳妙言脸上飞起一抹淡淡的红晕，低住头小声道：该说了，这不也是早晚的事吗？这副娇羞的样子真是我见犹怜。就连秦晨也跟住狠狠地动了一下心。该死的媚宫！秦师兄，你先歇息一会，路上要大半天时间呢，我替你去找楚军师兄说一声，到时候让他把极品剑胎留给你。柳妙言柔声细语道。说完，他便飘然离去。秦晨立即盘膝坐下，压制心中的躁动。特魔的，还是修炼不到家啊？遇到个主动的小丫头就这个样子，看来我还是莫脱敏。等回去之后，拿玉若烟练手。秦晨心中默念。大半天后，破空梭的速度慢了下来，最终落入一片原始丛林。不远处有一片湖泊，应该就是吴硕说的前人洞府所在之地了。刚刚秦晨从空中观察过，湖泊周围是一个倒扣的碗形，看样子之前湖泊的规模要比现在大得多，只是不知道出了什么变故，缩减至此。众人走到湖边，吴硕指住眼前的湖泊道：前些日子我便是在此地看到一道剑光钻入湖中，进去探查一番后，在湖底发现了一座七绝煞光阵。不过此阵威力如今是不存一，众师兄弟合力绝对能破开阵法。届时按照之前说好的，洞府中的机缘与宝物，楚军师兄拿5成，我拿3成，柳师妹和秦师兄拿1成，众师弟师妹拿1成。众人纷纷点头。根据吴硕所说，洞府主人生前实力很有可能在元婴境界，甚至更高。其中的遗物，就算是只能共同分得1成，对他们来说也算是极大的利益了。这时，吴硕的目光看向秦晨，秦晨连忙道：我没意见。吴硕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好，既然如此，诸位同门随我来。他率先跃入湖中，众人纷纷跟随其后。下潜了100米左右，光线逐渐变得暗淡起来。就在这时，吴硕停住身形，指了指下方。众人立即放眼望去，只见湖底的角落中有一个10多米高的洞口，洞口内隐隐现出一抹白色，而入口处却被一道淡灰色的光照阻隔。湖底本就光线不好，再加上光照是淡灰色的，极为容易混淆。要不是吴硕提醒，恐怕众人还要细细寻找一番才能看到。而就在这时，一道惊呼声忽然响起：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一名修士面露惊恐，手指颤抖地指向山洞的方向。闻言，众人顿时警觉起来，以灵力加持双眼看向洞内。而这一看，众人忍不住齐齐倒吸一口凉气。刚刚洞口内隐现出来的那抹白色，赫然是一层白骨。从白骨的形状来看，鱼骨最多，其次便是兽骨，而其中竟是还混杂住不少人骨。白骨数量之多，成千上万，以其形怪状的样子密密麻麻堆积在一起，最终铺成了一条白骨路。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柳妙言俏脸苍白，下意识紧紧抓住了秦晨的胳膊。作为魔道中人，柳妙言自然也不是没见过血的温室花朵。这些年执行宗门任务，用气血炉鼎修炼，手中也染上了不下数10人的鲜血。但即便如此，在这条白骨之路面前，他也不由得心惊胆战。秦晨看住这条白骨路，微微皱眉，这场景确实有点诡异。诸位莫慌。吴硕即时站了出来，他指向淡灰色的光照，沉声道：诸位请看，此阵名为七绝杀光阵，乃是一个杀伐威力极大的阵法。洞府的主人不知以何手段，竟是将这阵法的灵力来源与此触地脉相连，才能让其维持运转了无数岁月。众人闻言，立即散发出神识探查。果然，附近灵力颇为稀薄，而地脉之力则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七绝煞光阵内。吴硕又道：第绝煞光阵的效果，便是以煞光抽取阵中活物的气血之力，最终化作一具白骨。这些鱼虾误入此阵，皆被诛杀。那些兽骨，应该是湖中妖兽感受到了洞府内的浓郁灵气，想要入洞的时候被阵法诛杀。至于那些人骨，吴硕冷哼一声，恐怕是偶然发现此地的修士想要强闯阵法，却被阵法诛杀。听闻此言，众人眼中顿时露出一抹惧意。吴师兄，那咱们不会也？有人小心翼翼问道。哼，那是他们废物，七绝煞光阵也是一般人能闯的。楚军冷哼一声。吴硕连忙接茬道：楚师兄说的没错，虽然随着地脉之力减弱，阵法的威力也下降了不少，但即便是现在，恐怕元婴修士也不敢强闯此阵。那些人实力不济，陨落在此也不意外。现众人依然满脸忧色，他自信一笑。不过诸位不用担心，楚师兄精通战法，他已经根据地脉之力的走向寻找出了此阵的阵眼。一会只要诸位齐心协力，一同出手攻击阵眼，
便能轻松破掉此阵。听到这话，众人顿时欣喜无比。原来楚师兄还是阵法大师，要不是楚师兄出手，我等绝无今日机缘啊！以后跟楚师兄混。几人对着楚军就是一阵马屁。秦晨拉了拉一旁的柳妙言，这楚师兄真是阵法大师。柳妙言小声道：大师不敢说，毕竟宗门内的天才犹如过江之鲫，尤其是内门妖孽无数，但在外门，楚军师兄在阵法一途的天赋也是能排得上号的。据说曾经有内门长老私下考察过他的阵法水准，很是满意。秦晨点点头，之前他还在疑惑吴硕为何要付出5成力这么大的代价请楚军前来帮忙，现在算是明白了，没有楚军的帮助，他们根本找不到阵眼所在，更别谈破开阵法进入洞府了。又特磨一个天赋异禀的。秦晨愤愤地冷哼一声，作为一名天资气差的差等生，他最恨的就是这些天赋出众之辈，要是有机会当斩尽天下天才。秦师兄，你说什么？柳妙言莫听清秦晨说的话，疑惑问道。没什么，我说楚师兄太厉害太棒了，我要是个女人，我都要爱上他了。秦晨随口道。柳妙言还以为秦晨是在点自己，连忙挽住秦晨的胳膊，娇声道：秦师兄，人家的心里可只有你一个。秦晨不动声色地推开柳妙言的手，别闹，看，楚师兄要出手了。随着秦晨话音落下，楚军手中储物戒指一闪，一枚深蓝色的珠球出现在他掌中。下一刻，周围的湖水像是被推开一般，纷纷向四周退去。仅仅几息时间，湖底便出现了一个以楚军为中心，半径约为20米的无水地带。此物乃是碧水珠，诸位现在可以收了护体灵力，一会拿出全部实力攻击阵眼。楚军淡淡道：收了护体灵力。秦晨心中一动，他本以为楚军想要趁机偷袭，但转念一想，以楚军的实力，根本没必要和他们玩心眼。筑基后期对付炼气期，估计能把在场所有人的脑袋当成皮球拍。难道别有目的？楚军已经发话，众人纷纷毫不犹豫地撤去护体灵力，保存实力。他们的想法和秦晨一样，以楚军的实力，如果真的想对他们做点什么，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诸位师弟师妹，我以灵力标记出来的地方，便是7绝煞光阵的阵眼，一会听我号令，同时攻击阵眼，便可破开此阵。楚军沉声道：是。众人回应一声，纷纷找好方位，严阵以待。秦晨有样学样，和柳妙言来到一枚阵眼旁边，随即不动声色的后退半步，隐隐将柳妙言护在身前。给我破！只见楚军厉喝一声，一道灵力猛地朝柱面前的阵眼砸下。众人见状，也立即调动全身灵力朝柱面前的阵眼攻去。轰！巨大的爆鸣声让整个湖底都跟住颤抖起来。下一刻，失去的麦之力供给的7绝杀光阵再也支撑不住，那股特有的淡灰色光照剧烈闪动几下，然后便彻底消失。阵法消失后，洞口内的景象终于清晰地呈现在众人眼前。洞内满是累累白骨，在阵法破开的一瞬间，散溢出一股极为腥臭的气息，恶心不已。辛苦诸位师弟师妹了。楚军那副死人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淡淡的笑意，随我一起进洞，共分洞内宝物。听到这话，众人顿时激动不已。俗话说得好，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能以7绝煞光阵为防护，绝对是个前辈大能的洞府，这次要发财了。想到这，众人连忙追上楚军的脚步，踏入山洞。秦师兄在想什么？柳妙言见秦晨还在发呆，连忙拉了拉秦晨的衣服。没什么。秦晨敷衍一句，也迈开脚步跟了上去。越深入，他越是感觉不对劲，这一切也太顺利了吧，顺利的有点不敢相信。咔嚓咔嚓，脚下的白骨路也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不少白骨已经风化，刚一踩上去便发出阵阵脆响，碎裂开来。这也太诡异了一些，山洞之中竟有如此之多的白骨，总感觉阴森森的。要不是有楚军师兄，我可不敢进这种地方。你们说，那位前辈大能为何要在这种地方修建洞府啊？喜欢住在水下，谁知道呢？不过魔道中人有点癖好很正常，这年头谁还不是个变态了？众人像是为了壮胆，小声议论起来。这时，走在前面的一名修士眼睛猛地一亮，激动喊了起来：你们感受到了吗？里面有一股非常浓郁的灵力。闻言，众人连忙释放出神识探查，果然顺着山洞的方向，众人感受到了一股浓郁至极的灵气。这种浓度的灵气绝非天然形成，洞府内绝对有宝物。没错，要不就是灵丹妙药，要不就是法宝灵宝，说不定还有可能是天地奇物。众人兴奋不已，脚步纷纷加快。行进了大约1炷香的时间，众人终于来到了山洞的尽头，而眼前的景象让众人瞬间愣在了原地。山洞的尽头只有一间石室，再无其他，而且石室看起来也简陋无比，似乎开凿的时候颇为着急。这是什么情况？吴硕目瞪口呆。石室中只有一具枯骨盘坐在石床上，别说宝物，这里连根毛都没有。宝物呢？明明之前感觉到这个方向灵气很浓郁，现在怎么一点都没有了？众人又急又怒，忍不住四处翻找起来。角落里的秦晨并没有加入搜寻的队伍，从进入山洞后，他的目光就一直跟在楚军身上，没挪开过。他发现楚军从进洞之后就不对劲，
看到石室中的那具骸骨之后，情绪更是出现了一阵剧烈的波动。虽然楚军很快就将这股情绪给压了下去，但依然被秦晨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货不会是什么炼蛊品吧？秦晨忍不住想到。正想住，楚军忽然身体一阵颤栗，扑通一声跪倒在那具骸骨面前，砰砰砰磕了3个响头。这一幕直接给大家整不会了。难道石室中的确有宝物，但需要特定的姿势才能开启？楚师兄，您这是？吴硕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楚军缓缓起身，嘴中发出轻笑，随即声音越来越大，最终变成了仰天长啸。楚师兄，这是疯了！众人齐齐后退2步，脸上满是惊恐之色。见状，秦晨退到角落，不动声色地将紫霄神雷阵的阵盘安置在脚下。柳妙言也被这一幕吓得不轻，连忙退到秦晨身边，紧紧抓住了秦晨的衣服。秦师兄，楚师兄这是怎么了？柳妙言俏脸苍白，小心翼翼问道。不知道，可能是失心疯了吧？秦晨随意道。这时楚军缓缓收起脸上的笑容，诸位师兄师妹，想必大家现在应该很疑惑吧？不如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楚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等众人说话，楚军便自顾自地开口：800年前，合欢宗曾经出现过一名颇有天赋的外门弟子，此人10岁炼气，18岁筑基，前途一片光明。但相比于他的修炼天赋，他在阵法意图的造诣却是更高。此人短短1年便阵法入门，3年便可以独立绘制普通阵法，10年已经可以制造出远超自己境界的杀阵。此等天赋引起了一位长老会成员的注意，在其还未突破接丹时，便破格将其接入内门，列为真传弟子。听到这，众人纷纷惊得倒吸一口凉气。筑基期变成了真传弟子，这是何等妖孽的天赋？楚军冷哼一声，继续道：此人在内门潜心修炼，不光修炼进度没有落下，阵法意图更是进步神速，最终编纂出一部名为《阵法详解》的奇书。此书不是功法，看似毫无价值，但其中记录了他修习阵法时的诸多感悟体会。更重要的是，此书中记载了一种他独创的阵法绘制手法。这消息最终不胫而走，当初带他入内门的那位长老突然上门，威逼利诱让他交出阵法详解，遭遇拒绝之后，便想要杀人夺宝。听到这，秦晨摩挲住下巴，心中啧啧称奇。根据冷月的说法，长老会由合欢宗中10名最强大的长老组成，这种通天人物都忍不住出手抢夺，看来这阵法详解有点东西啊！此等宝物，说不定与我有缘。后来呢？秦晨开口问道。楚军瞥了一眼秦晨，冷笑道：那位长老是合体巅峰的大能，而那位阵法天才只是元婴后期，两人实力天差地别。那位长老本以为一招便可将其斩杀，却没想到那位阵法天才早在自己的洞府中布下了数10种威力强大的阵法，最终硬是拖住半条命逃离了合欢宗。听到此话，秦晨眼中异彩连连。元婴后期在合体巅峰的眼里，恐怕与蝼蚁无异。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竟然还能逃得半条性命，果然不愧是阵法天才。不过这位阵法天才虽然从合欢宗逃了出来，但却伤势颇重，不得不找了一处隐秘之所疗伤。可他还是低估了那位长老的手段，根本无法驱除对方留在他体内的灵力，最终还是含恨而亡。听到这里，众人似乎明白了什么，目光齐齐集中到了那具作画的枯骨之上。难道楚师兄说的那位阵法天才就是这位前辈？如此说来，那本阵法详解岂不是就在他的身上？怪不得洞口处的那座7绝煞光阵能利用地脉之力，原来是一位阵法大师的手笔。我明白了，山洞之所以在湖底，是因为那位阵法天才想要躲避追杀。山洞如此粗糙不堪，是因为那位阵法天才伤势过重，根本无心打造洞府。众人恍然大悟，眼神变得火热无比。如果那本阵法详解是连长老会中的长老都觊觎的宝物，那比任何天才地宝都值钱啊！看到众人的反应，秦晨心中暗骂一声傻逼。真要有这种层次的宝物，楚军怎么可能如此明目张胆的昭告给众人？搞不好人家已经做好灭口的准备了。他手中寒芒一闪，青玉簪顿时出现在手心。青玉簪虽然只是中品法宝，但胜在速度快，不易察觉，用来偷袭再是合不过了。而赤炎锤和黑炎万魂幡目标太大，一旦拿出来，很容易吸引楚军的火力。这时楚军转过身，目光看向那具盘坐的枯骨，依然在讲述故事。那位长老会的长老不知道的是，其实这位阵法天才在世间留下了血脉。这位阵法天才名为楚恒，而我便是他的重孙。此话一出，全场皆惊，楚军竟然有强大的来历，怪不得他在阵法一道如此天赋绝伦，原来是一位阵法大师的后人。而秦晨的想法就要单纯的多了，魔道修士的脑子果然都有问题，换作是正道修士，绝对不会做出带助外人来挖自己老祖坟这魔抽象的事。山洞之中忽然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氛围，几名弟子神色紧张，缓缓向后退去。现在就算是傻子恐怕都知道情况不对了，这位阵法天才可是一位长老会长老追杀的对象，楚军和这位阵法天才之间的关系怎么可能敢公之于众？而楚军之所以敢将如此大的秘密告诉给众人，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他有让所有人都闭嘴的方法。轰！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忽然散发开来，
整个山洞也跟住开始摇晃。定力不降的修士已经被吓破了胆，转身便逃。可这时，一道漆黑如墨的光忽然从地底射出，贯穿了此人的身体。这名修士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痛呼，下一刻，那道乌光像是有生命一般，瞬间吸走了这修士的一身血肉。哗啦，一具骨架轰然倒地，摔散架。看到这一幕，所有人的脚步顿时停在了原地。这也太诡异了，就连秦晨也不由得心中一紧。他算是知道洞内这些骨架是怎么磨来的了。对方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在石室内营造出充沛灵气的假象，吸引了不少妖兽和修士前来寻宝。结果最终就像这名修士一样，被吸干了血肉，只剩下一副骨架。而且更重要的是，乌光速度太快，以他的实力，恐怕也躲不过去。呵呵，想跑？整个山洞之内都是这乌光炼魂阵的范围，你们还能跑到哪去？楚军冷笑住说道。扑通，一名修士被吓得两腿颤抖，直接跪了下去。楚师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愿意自割舌头，保证不将这里的事情泄露半分。看到这一幕，众人纷纷跪地求饶。楚师兄，师妹还是完璧之身，愿意成为师兄的炉鼎，还请师兄饶我一命。师兄，我也是完璧，师兄尽情的蹂躏我吧，我愿发下天道誓言，以后给楚师兄为奴为婢。众人惊恐无比，为了活命，已经顾不得其他了。人群之中的吴硕更是往前跪行2步，痛哭流涕喊道：楚师兄，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办事，我不想死，您就看在我帮了您这么大忙的份上，留我一条狗命吧。此话一出，众人愤怒的目光顿时集中过来。要不是吴硕信誓旦说发现了前辈修士的洞府，他们怎么可能被骗过来？下一刻，那道乌光朝住吴硕疾射而来。吴硕惊恐万分，但根本来不及反抗，发出一声痛苦至极的嘶吼声后，也变成了一具骨架。这幅场景让其余几名修士直接绝望了，连吴硕都不放过，显然是要灭在场所有人的口。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把你们骗到这里，就是要为乌光炼魂阵提供血食，怎么可能放过你们？真是可笑！楚军冷笑一声，这时他的目光转向角落里的秦晨二人。除去吴硕，在场修为最高的就是秦晨和柳妙言了，吸收了这2人的气血之力，应该就差不多够了吧。这时秦晨忽然开口了：楚师兄，咱们2人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不如放我一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如何？秦晨笑呵呵地开口道。此话一出，楚军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癫狂大笑。秦晨，你一个炼气9层的废物，觉得有资格和我谈条件吗？秦晨非常认真地点了点头，我觉得有。话音刚落，一道寒光激射而出，竟直落入那道乌光之中。爆！秦晨怒吼，在秦晨的厉喝声中，射入乌光的青玉轰然爆炸。轰！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狂暴的灵力瞬间将乌光扯碎，只留下一抹暗淡无比的人形灰影。楚军脸色骤变，秦晨，你找死！惊怒之下，楚军再无保留，他双手掐诀，那抹暗淡至极的灰色影子瞬间飞向幸存的几名修士。楚师兄饶命！不！几声凄厉而又短暂的惨叫声响起，乌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几人的胸膛，几人旋未反应过来，便化作一具具白骨散落到地上，诡异无比。吸干几人的血肉之力和灵力后，那道人形灰影才稍稍凝实了一些。眨眼之间，石室内便只剩下秦晨、楚军和柳妙言3人。就在这时，那道灰色人影朝助秦晨电射而来。秦师兄，小心！柳妙言惊呼一声，拔出佩剑的同时，迅速朝着秦晨接近。当一道金石交击的声音骤然响起，柳妙言手中的剑被格挡在空中，丝毫不能寸进，而挡住他的正是上平法宝赤炎锤。看住劈向自己的这一剑，秦晨嘴角冷笑：柳师妹，你的剑劈错地方了吧？从始至终，秦晨都没有相信过柳妙言。虽然不知道柳妙言邀请自己一同前来探险的意图，但他始终秉持住一个原则，那就是和欢宗绝无任何一个好人。没人会无缘无故的爱上你，也不会有人无缘无故的要送你一场机缘。如果有，那就要小心你的腰子了。说话间，秦晨抡起锤子，猛地向前砸去。柳妙言脸色大变：楚师兄，救我！而此刻，楚军却是愣在了原地，神色惊诧无比。他无论如何催动那道灰色人影，竟是都无法让他靠近秦晨半分。从他的身上，楚军竟然感受到了一股畏惧之意。要不是被阵法所困，恐怕他已经远远遁离了。轰！柳妙言现状不妙，果断地控制着手中的法器自爆。虽然他手中的剑只是法器品质，爆裂的威力远不如刚刚的青玉簪，但好歹给他争取出一丝喘息的机会。楚师兄！柳妙言目眦欲裂，再次大声喊道。他实在是不明白自己在秦晨面前为何不堪一击，光是面对秦晨的攻势便有众想要跪下求饶的冲动。秦晨是炼气9层，而他好歹也是炼气7层，2层的差距怎么可能这么大？而这时楚军终于回过神来，他暂时将灰影的事抛在脑后，立时祭出一柄血色大刀，朝住秦晨的后背狠狠刺去。感受到后方传来的凌冽杀机，秦晨只能放弃击杀柳妙言，空中转身，一锤锤在了血色长刀的刀尖上。轰！一声巨大的轰鸣过后，秦晨落在地上，
噔噔噔连退好几步，这才堪堪站稳身形。反观另一边，楚军接住被震退的血色长刀，身形只是略微一晃，显然要比秦晨轻松得多。趁住两人动手的机会，刘妙言连忙逃到了楚军身边。此刻春军正盯住秦晨手中的赤炎锤，神色又惊又喜。能借我血影刀一斩还能没事的？难道说楚军神色精彩连连？难道这是一柄中品甚至是上品法宝？他手中的血影刀乃是他千辛万苦才得来的一柄下品法宝，在外门之中，下品法宝已经是比较珍贵的存在了，除非是遇到某些机缘，否则仅靠做宗门任务绝对买不起此等宝物。血影刀碰上一般的法器，下场只有一个，那便是被斩成两段。而现在血影刀碰上秦晨手中的锤子后，那锤子不仅没坏，反倒是将血影刀逼退积分，可见那锤子品质之高。哈哈，莫想到还有意外收获，今日我得阵法详解，又得一法宝，此乃天助我也。楚军大喜，一旁的柳妙言俏声恭维楚师兄乃是天命骄子，此等机缘里应归楚师兄所有。闻言，秦晨顿时嗤笑出声，柳师妹的脸变得倒是挺快，刚刚在妙音轩的碧波池中提出与我结为道侣，现在便又委身他人了。柳妙言不屑地瞥了一眼秦晨，亲昵无比地挽住楚军的胳膊，你不会真以为我会看上你这种外门的废物吧？当初在碧波池中，如果不说那些，怎么引你上钩？他的目光落在身边的楚军身上，眼神中满是崇拜之色。楚师兄在阵法一突破有天赋，已经加入了血魂楼，只要结丹，内门弟子必有他的一席之地。如今得到阵法详解和你手中的贡献点以及宝物，更是如虎添翼。秦晨恍然大悟，原来是看上了我手里的贡献点和赤炎锤。他顿时想通了，自己是通过柳妙言在经常会办理的抵押业务，知道自己手里有大量贡献点的，除了冷月和柳寒冰，便只有柳妙言一人了。果然还是要财不露白啊！秦晨心中叹息一声，不过老话说得好，祸兮福之所以，要不是对方盯上了自己手中的贡献点，自己怎么可能找到这处洞府？此番之行，蝉已经死了，但指不定是谁是黄雀，谁是螳螂呢？秦晨，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放弃正渣吧。你一个炼器的废物，就算手里有宝物，也绝对跳不出楚师兄的手掌心。要是乖乖就范，说不定楚师兄还能让你死得痛快一些。柳妙言看向秦晨的目光中，再无之前的娇媚，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深深的嘲弄。看到柳妙言的样子，秦晨忍不住笑出了声。柳妙言眉头微皱，笑死到临头还笑得出来。秦晨收起笑意，玩味道：谁死到临头还不一定呢。说住，秦晨抬起手中的赤炎锤，仔细欣赏一番。时间差不多了，阎王爷该来收人了。牙尖嘴利，冥顽不灵。楚军冷哼一声，他手握血影刀正要出手，却忽然感觉眼前一阵眩晕，仔细感受一番，这才发现体内的气血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大半。你对我做了什么？楚军大惊。秦晨似笑非笑，莫什么，只不过我这柄赤炎锤中不小心加入了一点九转噬魔草的汁液。九转噬魔草？楚军眉头紧皱，总感觉这个名字似曾相识。而一旁的柳妙言思索片刻，脸色骤然大变。九转噬魔草这东西不是早就已经灭绝了吗？你怎么可能用此物炼制法宝？柳妙言震惊无比，他是炼器殿弟子，对炼器材料的了解要比楚军多得多，只是略微思索，便想起了九转噬魔草的效果。楚师兄，九转噬魔草的汁液对修炼魔功的修士有侵蚀气血的效果，您的气血之力。楚军脸色骤变，显然也是想起了这种在魔道修士间谈之色变的东西，只要略微沾染一点九转噬魔草的汁液，这东西便会如复古之居一般，直到消耗完修士的一身气血才会干休。解除此毒的方法极为复杂，染上九转噬魔草后，生还率极低。不可能，这不可能！楚军状若疯魔，怒吼出声。秦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原因及以上的高阶修士有元婴护体，想要用赤炎锤偷袭，恐怕只能无功而返。而筑基接丹气的修士，保命手段少，更容易偷袭得手。更重要的是，在众人眼中，九转噬魔草这种逆天邪物早就已经灭绝，防备之心更是不足。就像是刚刚他趁铸赤炎锤和血影刀撞击的瞬间，将噬魔之力传了过去。楚军接住血影刀的时候，便已经中招。他之所以引诱柳妙言与自己斗嘴，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等药力发作而已。楚师兄，你不要被这小子给骗了！柳妙言大声喊了起来。根据炼器殿记载，此物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他肯定是用了其他手段动的手脚。楚师兄，您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自乱阵脚。听到这话，楚军的神色终于缓和了一些。要真是九转噬魔草，他今日必死无疑。但秦晨一个外门弟子，手里怎么可能有如此重宝？想到自己差点被秦晨给骗了，楚军就一阵怒火：废物，敢在我面前耍花招，找死！楚军眼中杀意暴涨，话音未落，血影刀已经化作血色长虹，直劈秦晨面门。秦晨嘴角微勾，举起赤炎锤横挡在面前。轰一声爆鸣声响起，两人皆是连连后退好几步。楚师兄，看来你有点力不从心了呀。秦晨玩味道。之前两人交手的时候，楚军一步未退，而秦晨却是被逼退了3步，现在两人却是均力敌了。不对，
楚军无视秦晨的嘲讽，看住崩裂的虎口，他像是忽然感受到了什么，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你不是炼气9层，你是筑基。刚刚那一击，楚军清晰地感受到了秦晨的修为，这等力量绝不是炼气7能发出来的。秦晨甩了甩发麻的手腕，嗤笑一声，现在才看出来，晚了，再过1刻钟，你的一身气血便会消失殆尽。说话间，秦晨解开瞒天过海天赋，显露出筑基初期巅峰的境界。楚军脸色铁青，忽然猛地倒退到柳妙言身边，扣住其喉咙。你不是说他只有炼气9层吗？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是一伙的？柳妙言遭此变故，顿时大脑一片空白，浑身发抖道：楚师兄，我怎么可能和他是一伙的？我的心意现您最清楚啊，我对您忠心耿耿啊。忠心耿耿。楚军狞笑，那现在到你奉献的时候了。脚下乌光炼魂阵猛然发动，那道灰色虚影凭空出现，从柳妙言的胸口穿过，刹那间柳妙言便化作一具骷髅，被楚军随意地扔到脚下。啧，连自己的女人都杀，真是残忍啊。秦晨嘲笑道：哼，女人，只要我进了内门，这种货色我要多少就有多少，不过是我的踏脚石罢了。楚军脸上浮现出一抹疯狂的狞笑。秦晨，你以为你能稳胜是魔？既然如此，那我便让你看看我楚家的真正底蕴。先阻住我！楚军仰天嘶吼，话音未落，那道灰色虚影便轰然没入他天灵盖。下一刻，楚军周身气势节节攀升，眨眼间便突破至元婴中期。待楚军再睁眼时，目光已变得沧桑阴冷，整个人的气势都跟住变了。小贝，楚军活动身体，声音沙哑，犹如金铁摩擦。本座筹划1000余年，眼看就能借血石修复元婴，夺舍重生，却被你毁了。说到这，他的眼神猛然一变，带住无尽杀气，怒道：既然如此，今日便用你的气血来抵。哦，秦晨眼神玩味，看来我猜的没错，当初你并未死透，这些年借用洞口的7绝煞光阵灭杀被灵气吸引来的妖兽和修士，再用乌光式魂阵吸收血气之力，苟活度日，对吧？刚刚楚军操作乌光式魂阵吸光了那几名修士的一身血肉，他便由此猜测。而现在楚军的那位老祖附身，他才彻底确认。我现在应该叫你楚军，还是应该叫你楚恒呢？秦晨笑道：叫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你马上就是一个死人了。楚军冷笑一声，身上气势猛然爆发。虽说气血之力不足，维持不了太久元婴中期的实力，但灭杀一个小小的筑基初期已经足够了。可就在这时，秦晨忽然笑了：既然叫你什么不重要，那我就叫你老狗吧。秦晨挑了挑眉：老狗，都说你是阵法天才，那你低头看看，能认出这是什么阵法么？楚军皱眉低头看去，顿时瞳孔猛缩，只见脚下不知何时浮现出一片繁杂的阵纹，其中雷光隐现。这是紫霄神雷阵。楚军失声惊呼：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不愧是阵法天才，你答对了。秦晨手指掐诀，不过这是无奖问答，答对了莫有任何奖励。话音落下，只见数10道紫色雷霆凭空而现，朝助楚军劈去。楚军下意识撑起灵力护在身前，但下一刻灵力护盾便如同纸糊的一般破碎。不，伴随住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楚军的身影被雷光所吞噬。紫色的雷暴持续了整整10息，秦晨甚至闻到了烤肉的味道。烟尘散尽，原地只剩下一具焦黑的人形轮廓，风一吹便化作一地灰烬。秦晨放心不下，手一翻拿出黑炎万魂幡，掐诀挥舞2下，莫有感受到灵魂的存在，这才放下心来。童子给的东西就是不一般啊，紫霄神雷太猛了，沾上便是神魂俱灭。秦晨感叹一声，他还想助将楚恒和楚军的魂魄收进万魂幡炼化呢，莫想到一顿雷劈之下，两人的魂魄都被劈散了，就连一旁的柳妙言也莫能幸免，魂魄被劈得一乾二净。无奈之下，秦晨只能将那几名被楚军残害的炼气殿弟子魂魄收入黑炎万魂幡。蚊子腿也是肉吗？做完这一切，秦晨收起万魂幡，来到那具盘坐在石室内的枯骨前，尸骨上披住一件内门弟子的衣服，不过因为时间太长，大部分早已粉化损毁。这应该就是楚恒的尸骨了。按照楚军所说，此人逃出宗门之后伤势太重，只能拖住重伤的身体遁入湖中，开凿出一处洞穴和石室。在知道自己所剩时日无多后，楚恒利用战法将此地布置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吸引妖兽和修士前来，再用战法诛杀，以气血之力和灵力维持元婴，意图夺舍重生。他的计划很完美，甚至在此期间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联系到了楚军这个后人，让楚军带了这么多修士前来完成最后的祭祀。只是楚军太过贪心，想要借此机会连和柳妙言吞下秦晨这只肥羊，结果没想到秦晨是个寡逼，直接掏出了紫霄神雷，把这对祖孙给劈成灰了。唉，何苦呢？秦晨叹息一声，掀开枯骨面前的石板，只见石板下有一小洞，里面放住一块玉简。秦晨检查完莫有机关陷阱，莫有毒，莫有阵法之后，这才将玉简收起。神识刚一探入，便看到了阵法详解4个大字，回去之后再研究。秦晨手拿玉简，看向面前盘坐的枯骨，这东西我拿走，你应该摸一线吧？秦晨认真问道。见枯骨不说话，
当然，枯骨也说不了话。秦晨直接一巴掌扇将枯骨的头骨扇飞，头骨撞在石壁之上，四分五裂。不说话就当你默认了。宝物有缘者得知，东西既然到了我手里，说明此宝盒该为我所用。哎，天意难违啊！秦晨摇摇头，转身离开。不多时，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从湖底传来。一天后，秦晨回到以风洞府，闭门谢客。时间一晃便过去半月。秦晨废寝忘食，终日研究阵法详解，甚至都冷落了玉若烟。看得出来，楚恒确实是个阵法天才，而且在此书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秦晨看功法御简都能睡住，结果看此书却是津津有味。根据书中介绍，阵法是上古大能根据修饰体内经脉运转原理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奇特手段。一般来说，阵法有2种施展方式。第一种，通过阵旗施展，布置好阵旗后，以灵石为能源，向阵旗中注入灵力后，便能随时激发。使用阵旗布阵，优点是只要阵旗不损坏，便能反复利用，成本极低；而缺点则是阵法地点固定，而且不能瞬发。阵旗布阵一般用来埋伏或者保护，几乎所有宗门的护宗大阵都是这种类型，只不过灵力来源一般都会改为灵脉供给。第二种是利用阵盘施展，秦晨手中的紫霄神雷阵便是通过阵盘施展的。这种布阵方式的优点是瞬发，几乎不用做什么准备便能布置阵法，隐蔽性高，常用在对战之中。不过这种方式的缺点也很明显，阵盘都是一次性的，成本极高。2种施展阵法的方式各有所长，在阵法详解中都有详细的解释。秦晨不禁感叹于此书之神奇，研究几日后大有收获。根据书中所说，无论是炼制阵旗还是炼制阵盘，最难的地方便是绘制灵力运转的纹路。灵力运转的纹路直接影响阵法的品质。阵法详解的后半部分详细记录了楚恒发明的一种灵力纹路的绘制方法，名为叠浪克灵法。此法能大大增加灵力纹路的绘制成功率，而且还能提高阵法的威力。而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消耗2到3倍的材料。2到3倍算个毛啊！现在我手里最不缺的就是贡献点，要是能教会我阵法，别说2、3倍，20-30倍也行啊！秦晨大喜，能够大大提高灵力纹路绘制成功率的手法。此人能研究出这种手法，怪不得会被长老阁的成员觊觎，谁看到不眼热？秦晨毫不迟疑，立即动身去炼器店一趟，买回来20份阵法材料。他准备尝试炼制的阵法名为幻雨阵。此阵没有任何攻击力，只是将附近的灵气聚集过来，然后召唤一阵落雨，裹挟助灵气落下。这阵法一般都是用来培养灵植的，多用于药园等地，属于最为基础的阵法之一。第一次尝试，自然是要从最简单的事起。3日后，擦，又失败。这什么叠浪克灵法，不会是骗傻子的吧？秦晨将阵旗揉搓成一团，扔到脚下，地面上几乎满是绘制灵力纹路失败的阵旗，都快无从下脚了。哼，魔头，要是阵法这么容易修习，战法师也不会和丹药师并称为修仙界最为稀缺的2大职业了。就算是一品阵法师，在我凌霄阁也是被奉为上宾的存在。一旁的玉若烟见秦晨吃瘪，忍不住嘲讽道：“本来就烦。”秦晨烦躁地扔下刻刀，眼神如同是人一般走向玉若烟，还敢嘲讽我是吧？真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啊！正好我换个修炼方向，再感受一下剑意。不知道是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还是劳逸结合起了作用。才补完玉若烟，秦晨竟是一次就成功在阵旗上绘制出了灵力纹路。随着一道玄光没入灵力纹路，便代表助阵旗炼制成功了。怎么可能？玉若烟大惊失色。秦晨学习阵法之道的过程中，他全程都在身边。从他开始看那本阵法详解到今天，满打满算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秦晨竟然就炼制出了阵旗。虽说只是最为基础的幻雨阵，但这也代表住秦晨已经入门，成为了一品阵法师。这有什么不可能的？秦晨得意一笑，心中却是对那楚恒钦佩不已。利用特殊手法，将多份材料重复绘制在同一个阵旗之上，从而降低失败率。这魔天才的想法，他是怎么研究出来的？相比于勤勤恳恳修炼绘制手法，这种方法才是魔修该用的手段啊！他提起刚刚穿好衣服的玉若烟，悄悄溜出洞府，来到一处荒山上，随手将玉若烟扔在一旁。他拿出阵旗插在地上，雨来。随着秦晨的暴喝，附近的灵气迅速积聚而来。下一刻，一朵乌云出现在2人头顶及10米的高度，哗哗哗，雨柱轰然砸落。玉若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附近的灵力浓度增加了不少。不过，更令他震惊的是幻雨阵的笼罩范围。这是幻雨阵！玉若烟惊呼：“怎么有问题？”秦晨眉头一皱，他之所以带玉若烟过来，就是为了让玉若烟对比一下自己的幻雨阵与正常的幻雨阵有何不同。根据阵法详解中所说，虽然用叠浪克灵法炼制出来的阵法消耗材料会远超普通手法，但阵法的威力也会相应增加不少。但他没见过幻雨阵，只能让玉若烟评判了。此刻他听到玉若烟的惊呼，顿时有些紧张。哪里不对？说！秦晨焦急催促。幻雨阵的范围太大了，比正常的幻雨阵至少要大一半。玉若烟难以置信道。秦晨顿时一喜，有戏。这时幻雨阵的效果渐渐消失，天空中的乌云散去，
重归秦老。秦晨立即拉住玉若烟上前，只见幻羽阵中的野草此刻生命力无比充沛，短短片刻时间，竟是比阵外的野草高出了1掌的高度。效果呢？和普通幻羽阵的效果相比，效果如何？秦晨问道。他心中隐隐有所期待。果然，玉若烟看住眼前半人高的杂草，眼神中满是震撼。不可能，这绝对不是幻羽阵，幻羽阵的效果莫有这魔强。闻言，秦晨得意一笑，抓起玉若烟返回洞府。回来后，玉若烟似乎还处在震撼之中，没有恢复。阵法一途，修炼极为艰难，不仅需要极高的天赋，而且还会在修炼过程中消耗大量珍惜的材料试错。那些阵法师无一不是有强大的宗门在背后支撑。凌霄阁内便养住不少阵法师，这些阵法师每年消耗的资源都是一个天文数字。但秦晨的出现打破了玉若烟的认知，魔道的一个外门弟子，不知道从哪捡回来一本破书，研究了半个月就阵法入门了。而且此人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炼制出来的幻羽阵竟然比普通的幻羽阵效果强大很多，真是现了鬼了。沉默良久，玉若烟被齿咬住下唇，缓缓开口：“魔头，我想要和你做一笔交易。”交易？秦晨玩味的上下打量一番玉若烟：“你一身上下我检查过不下数10遍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拿什么和我交易？”玉若烟愤恨地瞪了秦晨一眼，随即压下心中火气，沉声道：“你不是一直在寻找极品剑胎吗？只要你解除我体内的炉鼎印记，放我离开合欢宗，我便给你一个极品剑胎。”听到这话，秦晨顿时眼睛一亮：“你有极品剑胎？”前些日子柳妙言说要带他去找极品剑胎，结果却是个圈套。他虽然得到一本奇书，但临走前找遍了实事，根本没有找到极品剑胎。回头想想，估计柳妙言和他提起极品剑胎的剑光，就是为了引他出去，很过分。不过现在玉若烟忽然提出用极品剑胎和自己交易，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想到这，秦晨的目光不由得落在玉若烟的小腹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丹田内有一个极品剑胎对吧？难道之前骗了我？这东西其实能拿出来？秦晨皱眉道。除此之外，他想不到玉若烟怎么给他极品剑胎。你在胡说什么？玉若烟咬住牙，俏脸寒霜。我早就说过，我体内的剑胎已经蜕变成了剑意，无法取出来。深吸2口气，玉若烟继续道：“你只要放我回凌霄阁，作为回报，我会给你一个极品剑胎。”此话一出，秦晨表情愣在了脸上。你是说你什么都不给我，就准备让我把你身上的炉鼎印记解开，然后再恭恭敬敬把你送回凌霄阁，是这个意思吗？秦晨错愕问道。其实不必送我回凌霄阁，只要把我送出合欢宗的势力范围即可。玉若烟小声道。这是送去哪的问题吗？秦晨声音忽然拉高，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想的挺美啊，空手套白狼套到我身上来了。玉若烟吓了一跳，连忙道：“我可以发夏天道誓言的，我凌霄阁弟子绝不会毁约。”秦晨嘴角冷笑：“不用诓我，见不到极品剑胎，你走不了。”其实，如果玉若烟真的能拿来极品剑胎，他并不介意放走他。备胎他有很多，但剑胎一个都没有。而且玉若烟身上最有价值的玉霄剑诀，他已经学会，早已榨干了其身上的所有价值。采补得到的那点剑意，聊胜于无，还不如去找柳寒冰霜修有用呢。你无耻！玉若烟羞愤道。谢谢夸奖。秦晨一脸玩味。要是你手里没有极品剑胎，告诉我从哪能得到剑胎，说不定我也能放你走呢。听到这话，玉若烟神色变幻，片刻后，他小声道：“我确实知道一个关于极品剑胎的消息。”哦，秦晨顿时来了兴趣。本来只是随口一说，莫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只是这玉若烟出身正道，应该不至于和柳妙言一样是骗自己的吧？我之前说过，我是为了追踪被掳走的凌霄阁弟子，才进入合欢宗的势力范围，最终被陈明贤算计，落入他的手中。而在进入合欢宗势力范围之前，我曾经在一个名为无极门的宗门中略作修整。他们恐怕不知道，我修炼的玉霄剑诀有感应剑胎的功效。在他们宗门内修整的时候，我曾经感受到过极品剑胎的气息。魔头，只要你肯放我回凌霄阁，我会求我师父出面，从无极宗中换一枚剑胎送你。玉若烟非常认真地说道。只不过听完之后，秦晨忍不住笑出了声。等你回去，黄花菜都凉了。秦晨摇摇头，再说了，这么大的事你说了能算？让你师父给我一个极品剑胎，恐怕给我一剑劈成2半还差不多。你魔头，你以为我们正道修士都像你这么无耻吗？说话不算话吗？玉若烟咬牙愤慨道。那可不一定，我不懂正道修士，但我懂人心呐。秦晨摆摆手，用灵力封上了玉若烟的嘴。经历过这魔多倍次暗算和欺骗，秦晨非常确定，合欢宗乃至整个魔道，估计一个好人都没有。但正道就是石魔白莲花吗？还是那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斗争。正道修士也得修炼，修炼就得消耗大量的资源。秦晨就不信，那些人就不会因为修炼资源勾心斗角。要真是如此，下辈子投胎去正道算了。拿出传音玉佩，秦晨给冷月发去了消息。无极门这个宗门是什么底细？有情报没有？发我看看。发完消息，一刻钟过去，传音玉佩丝毫没有动静。事情紧急，速回。秦晨再次催动传音玉佩。这次秦晨足足等了半个时辰，
依然莫有动静。恍惚中，秦晨甚至有中自己是只舔狗的错觉。他恶狠狠地再次拿起传音玉佩：“冷月，我特魔给你脸了是吧？不回消息，信不信1刻钟之后，阴阳殿所有弟子手中都会拿到一颗你的流影珠？”这次冷月秒回：“混蛋，你是魔石后用的流影珠？”秦晨冷笑：“刚刚装死，现在秒回是吧？那就让你尝尝等人回消息的滋味有多难受。”秦晨无视了一直发出灵力波动的传音玉佩，扔到一边后，又开始研究阵法相减。每次重生只能保留修为或者法宝中的一样，但记忆是不会改变的。自己修炼地功法看过的书籍都会全部保留下来，所以知识才是最宝贵的。正当他最新研究的时候，一阵风猛地吹开洞府大门，下一刻，冷月傲然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秦晨面前。只不过此刻冷月俏脸寒霜，身上杀意汹涌，他手一张，秦晨的储物袋和储物戒指顿时飞出，落在了他的手中，强行破开秦晨留下的禁制后，又肆无忌惮地在其中翻找一圈。不过最终他并未发现秦晨口中所谓的流影珠。流影珠在哪里？冷月将储物袋和储物戒指扔到秦晨脚下，沉声问道。秦晨嘴角一勾：“莫有流影珠，我逗你的。”听到这话，冷月顿时愣住了。他思索一番，终于反应过来，他和秦晨发生关系的机次都是在秘境之内，修为被压制，无法调用灵力，根本无法使用流影珠。而出了秘境之后，他根本没让秦晨碰过，也根本不可能留下什么影像。自己关心则乱，被秦晨这个混蛋给骗了。砰！秦晨胸口被一道灵力击中，瞬间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墙上。角落里的玉若烟看到这一幕，心中舒爽无比，终于见到这个魔头吃瘪的样子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下次再敢骗我，后果自负。冷月一挥袖袍，转身离去。可刚走出去2步，身后便传来秦晨的冷笑声：“你笑什么？”冷月回头怒视，秦晨笑住从地上爬起，啐出一口血沫，笑声也越来越大。“冷月，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啊？”秦晨抹去嘴角的血迹，饶有趣味地看向冷月：“我们2个有同生血气，我死了，你也活不了。”冷月秀眉微蹙，冷声道：“你想干什么？”秦晨仰天长笑：“我想干什么？我活够了，我不想活了。”话音未落，他便抓起储物戒中的赤炎锤，朝着自己脑袋砸了下去。冷月瞳孔骤缩，瞬间打出一道灵力，制止秦晨。可秦晨动作太快，灵力将赤炎锤击飞的瞬间，锤锋已经伤到了秦晨。秦晨再次飞了出去，吐出一口血。冷月骇然失色，连忙冲过去检查起秦晨的伤势。虽然伤势不轻，但好在莫有危及性命，冷月这才松了一口气。幸好秦晨修炼了长春功，否则就算秦晨莫被砸死，也会被九转噬魔草耗尽一身血气而死。你疯了！冷月美眸盯住秦晨，眼神中满是后怕之色。他感觉得出来，刚刚秦晨不是装出来的，他是真的在寻死。但凡他出手慢一步，现在秦晨的脑袋就已经被砸成稀巴烂了。疯了？没错，我就是疯了。秦晨冷笑连连，故意无视我的传音玉佩，不打招呼闯入我洞府，搜查我的储物剑，最后还打伤我。冷月，你真以为我是容易拿捏的柿子，不敢死啊？他缓缓起身，是我确实只是个小小的筑基初期，而你是高高在上的元婴大能，但别忘了，咱们之间缔结了同生血气，今日我要是死了，你也得给我这个小小的筑基修士陪葬。冷月咬住下唇，眼神来回变幻不止。我刚刚确实是有点激动，最近阴阳殿的事情太多，我忙得焦头烂额，我可以补偿你，天才地宝还是贡献点，你开个价。冷月的态度软了下来，甚至还带住几分哀求的意味。补偿？秦晨冷笑一声，你手里的贡献点还莫我多，怎么补偿？不过你真想要道歉的话，那就脱衣服吧。你说什么？冷月愣在原地，还要我再说一遍吗？秦晨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冷笑，不想死的话就把衣服脱了，记住一件不剩。冷月虽是元婴修士，但面对状若疯魔的秦晨，竟是不由自主的后退半步。秦晨，你不要得寸进尺，你想要在合欢宗发展下去，少不了我的帮忙，要是把我逼到绝路，大不了一起死。冷月咬牙威胁，只不过无论是从实力还是从地位上来看，他都要远远降于秦晨，所以同归于尽的威胁从他嘴里说出来毫无威胁性。好啊，正好我也不想活了，那咱们就一起死，免得黄泉路上寂寞。秦晨手中玄光一闪，顿时将黑岩万魂幡握在了手中。但冷月有了刚刚的教训，时刻都在注意住秦晨的举动，还没等秦晨挥舞万魂幡，他便直接出手将万魂幡夺了过来，扔到一边。秦晨，你冷月气得一阵语结，他现在就是后悔，非常后悔。已经到了岁末，但阴阳殿距离完成宗门的指标还有一大段差距，这些天他为此忙得焦头烂额，所以在收到秦晨消息的时候，直接选择了无视。毕竟在他眼中，秦晨不仅得到了九阳破虚剑这等上古秘境出产地功法，还借着火石矿架隔波洞的机会挣了鸡10万贡献点，前途如此光明，怎么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自杀？但他现在怀疑秦晨之前在秘境里是不是撞到了脑子，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如此之癫？是自己是因为心情不好对他的态度差了一些，
但不也是秦晨先用刘颖珠骗他的吗？因为这点事就要自杀，简直不可理喻。不得不说，冷月的思路是对的，但他手中掌握的资讯差太多了。如果秦晨只有一条命，那他肯定会不敢这魔癫狂，用自杀威胁冷月。但是在秦晨这里莫有如果，秦晨手握轮回塔，还能轮回90多次。他虽然不愿意浪费轮回的机会，但冷月都侮辱到这个份上了，是个男人都忍不了。我是底层蝼蚁的时候，你可以欺辱我，我屁话莫有。但我现在有轮回塔，有童子哥，这还让你欺辱的话，那我童子哥不是白来了吗？拖不拖？不拖的话，我手里还有的是自杀的手段，你拦不住我。秦晨冷哼道。你冷月银牙紧咬，恨不得一巴掌拍死秦晨。可由于同生血气的制约，他不敢出手，甚至还要防住秦晨自杀。我拖，但你……冷月刚一开口，便被秦晨强势打断。我没有耐心听你废话，你现在没有资格和我讲条件。我数3个数，数完之后，你身上要是还有衣服，我可以保证，我必死无疑。1。冷月眼中怒火几乎要化成实质，死死地盯住秦晨。你当真不给自己留个退路？退路？秦晨嗤笑一声，店主大人，还是先担心自己的退路吧。说住，他拿出一颗流影珠，放置在床边。见此情形，冷月目眦欲裂，这混账东西的目的昭然若揭。店主大人，看来是宁死不屈啊！好好好，我很欣赏你。秦晨冷笑一声，秦晨，你简直比魔道玄魔道。冷月咬住牙，吐出一句话，缓缓闭上了眼睛。不行，狠手辣，如何再和欢宗活下去？早就被吃的骨头渣都不剩了。秦晨目光死死地盯住面前的冷月，嘴唇轻张。不过3的声音还没发出来，冷月便伸出手解开了裙子的束绳，丝质的黑色长裙顺着冷月傲人的曲线滑落。打量住冷月的身材，秦晨讥笑道：“店主大人是不是记错了？我说的是一件不剩。”听到这句话，冷月的身子顿时以肉眼可见的程度轻颤了一下。给我留点尊严，行魔！店主大人刚刚给我留尊严了吗？秦晨声音森冷，冷哼道：“别忘了，非要弄得鱼死网破的是店主大人你自己。”冷月神色惨然，缓缓抬起手，握住了裹胸和静衣的细绳，缓缓扯开。虽然两人并不是第一次坦诚相见，但这是冷月第一次主动宽衣解带，并且以如此羞耻的方式出现在秦晨面前。接下来，请店主大人自己封印修为。秦晨淡淡道。什么？冷月瞬间瞪大双眼。不可能！秦晨冷笑一声，我与店主大人缔结了同生血气，自然不会害你性命。你修为远高于我，我也不可能给你种下炉鼎烙印，让你封印修为，只不过是怕你一会下意识出手，不小心一掌拍死我罢了。冷月神色连连变幻，最终咬牙道：“1刻钟，我最多封印自身修为1刻钟，时间到了我便要离开。今日之事就此接过。”秦晨摇摇头，店主大人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实力，1刻钟都做什么的？冷月深吸一口气，1个时辰，并且不许用流影珠。秦晨呵呵一笑，店主大人的完美身材已经录入流影珠了，接下来用不用此物倒是不重要。成交。话音落下，冷月神色惨然的在自己身上连点击下，封印了自己的修为。旋即他闭上了眼睛，意思很明显，你做什么都行，但别指望我配合你。秦晨嘴角勾起一抹嘲讽，没了修为，还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见秦晨久久不动，冷月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就在这时，他的肩膀上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下意识抵抗，却发现一身修为早已被自己封印，一丝灵力都无法调动。扑通一声，冷月双膝跪在地上。你想做什么？话刚说到一半，冷月的声音便戛然而止。同生血气真是个好东西呀，店主大人，以后记得在我面前放尊重点，不然的话下次就不是下跪道歉这么简单了。秦晨低头看去，像是想起了什么，差点忘了，店主大人现在说不了话。他扯住冷月的头发，迫使其抬起头。店主大人，知道错了么？冷月咬住牙，因为愤怒，胸口起起伏伏，犹如海浪，波涛汹涌。混账东西，你不得好死！冷月怒骂。看来店主大人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啊，还是得好好惩罚一番。秦晨拽起冷月，扔到床上。